明月清风，珠帘摇曳，彩灯飘带，琴声悠扬。天黑后的合欢城，哨车马川流，多路人穿行。作为阴阳宗的附属城市，其中最多的就是勾栏瓦舍之地，每天都有各地的凡人修士来此宵禁。戒色第一天，戒色第二天，戒色第一天，戒色第一天。陆晨站在云瑶楼门口的柱子前，低声念叨。柱子上有几道横竖相间的突兀印记，陆晨叹了口气，拿着石头在最下方又横着用力画了一道。自从7天前他高烧退愈后，便对那些穿着清凉的小姐姐产生了强烈的非分之想，脑中也时不时会蹦出一些他不理解的字眼，什么电棍、滑油、白丝小护士、黑丝女秘书，令他不胜其扰。抬头仰望2楼，一条条彩色的丝带组成一道亮丽的屏风，在屏风后，香烛渲染的光圈橘红，隐隐绰绰勾勒出一个苗条曲线。每当青丝吹拂，彩带飘动，翩翩起舞，透着缝隙管中窥豹才能看到美人的3、4分风采。她的肌肤如冰雪般剔透，身姿如玉般温润，仿佛不染尘埃，超凡脱俗。尤其是这种半露不露更令人抓心挠肝，别有一番欲拒还迎的勾人滋味。陆晨将放在钱袋上的手拿开，用力拍了拍面颊，移开时脸颊已经通红。无丝足之乱耳，无形防之劳形。我若真进了这勾栏之地，就没法攒钱买修行功法了。戒色，我一定得戒色。望着石柱上被他画掉的印记，他暗下决心，明天过来再画上一道就走，绝不会被美色勾引。公子，来玩啊，玩不好不收你钱。陆晨刚起身，便感觉一阵香风扑面，僵硬的转过头，便看到一个穿着轻薄的女子正捂嘴轻笑着看向他，一双眼睛仿佛带着魔力一般，只是冲他眨了眨眼睛，仿佛把他魂都勾走了。他的坚固的戒色之心瞬间就裂开了一道缝隙。奴家叫春桃，说话算数。女子笑盈盈地看向他，陆晨木愣地指了指2楼屏风方向，楼上的也是。他随即便反应过来自己说错话了，这该死的上楼欲望。这唐突的话让春桃脸上的笑容滞了滞，但还是巧笑着解释道：公子年岁不大，眼光倒是高，那是我文乐楼的花魁云瑶，那可是正经的阴阳宗弟子，有修为的大人物，凡人不入他眼的。云瑶楼，云瑶。陆晨若有所思地念叨着，他之前就听说过阴阳宗的仙子偶尔会下山修行，但没想到近在咫尺。前2天来云瑶楼戒色的时候，他曾惊鸿一瞥看过云瑶的长相，当时便念念不忘了。也不知我何时才能进入阴阳宗和仙子和名。陆晨在心中自语了一句，发散的目光逐渐凝住。你看那2楼是不是有男人进去了？春桃顺着陆晨手指的方向，在烛火映照的屏风后，一个明显是男人的身影突兀地出现在云瑶身侧，2个影子靠得极近，没一会洞箫的声音便于琴声合奏而出，是江鹤江师兄、云瑶师姐的道侣，炼气10层的修为，在阴阳宗也是有名的青年才俊，2人琴箫和鸣，可羡煞旁人呢。有道侣还当花魁？陆晨惊了。春桃倒是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阴阳宗乃是大荒最顶尖的宗门之一，讲究阴阳调和，阴阳相济，阴阳大道乃天地至理，道侣若是跟不上自己修行的速度，自然要换的。别说是云瑶师姐了，就宗门的长老、掌门都是如此，成不了仙，身体也不过是一具终究会腐烂的皮囊罢了。更何况云瑶师姐马上就要突破到筑基期了，这是特意来红尘炼心的。陆晨听得眼睛都亮了，不愧是大宗门，境界就是高。也怪不得别人都说想要打听阴阳宗的事，在合欢城随便找个勾栏之地往里一钻就全都问清楚了。可这地方进去容易，再想不来就难了。阴阳宗的基础修行法要30两，就算他知道这只是个小门剑，跟白送一样，可他一无修为二无根基，怎么也得攒个几年。春桃好似看出他心中所想，低声劝道：公子可能不知，除了阴阳宗自己培养的修行苗子，外人想要加入阴阳宗最少也得进入炼气期，而且还需要上交全部身家，修为越低，需要上交的身家也就越高。陆晨脑中不知为何出现了高端会所和年卡这2个词语。在高端会所办年卡，身份越高花的钱就越少，相反泥腿子想要进入花的肯定就多了。条件这么苛刻，就没人提出异议吗？当然没有，不乏元婴期之上的有名仙子加入宗门呢。入宗后修行简直1日千里，许多寿元将近的大能都会用全部身家换一个入宗名额呢。春桃骄傲地说道：阴阳宗可是顶级宗门，修行的功法也是东荒顶级，而且只要加入宗门，日后只要一心修行便是，不管外界有什么仇怨，宗门都能为你挡下。他眼睛在陆晨腰间的钱袋子上扫了扫，当然了，没钱的人就算获得修行法也找不到可以配合的道侣，与其困顿在其中，公子不如及时行乐，奴家也可以给你展现一番功法的奥秘，等奴家成为炼气期进入宗门，可就不允许与外人行乐了呢。春桃双手交叉放在小腹前，身子向前微倾，薄纱根本挡不住抬头便见的春光。公子，
难道春桃不够好吗？好好好，陆晨盯着良心说道。春桃对此见怪不怪，甚至还主动用力。试试，只要啊！陆晨狂喜。陆晨动手，他从来不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公子，您可真心急。春桃嗔怪地白了他一眼，只要1000银子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呢。他也不生气，陆晨明显是个厨，他说要钱的话，也不过是逗逗闷子公子。春桃伸出手在陆晨眼前晃了晃，他能感受到陆晨的身体已经僵住了。不仅如此，陆晨眼中还迸发出一抹奇异的神采。春桃见状都不由心生怜悯了，好可怜的男人，只是摸摸良心就刺激成这样了。却不知在触摸的瞬间，陆晨眼前就多出了一排字：1018岁筑基一层，体质特殊的你拥有长久寻常修士2倍的寿命，在元阳宗你1000年未曾破身，如今寿元将近，你无比后悔当初没有加入阴阳宗。孤阴不长，独阳不生，如今你违背元阳宗的门规，成功亲密触摸到一位女子，你觉醒了老登第2春系统。陆晨的眼神一下就凝住了，他的脑海中那一排排文字如同烙印般清晰，仿佛在提醒着他，他的命运即将改变。16岁，经过仙师检测，你拥有修行资质，但却因为吸收灵气速度太慢被拒之门外。17岁，游历各个存在仙宗的城池，第一关测试灵石吸纳速度便都将你淘汰，你不想就这么灰溜溜的回家，你说什么也要休闲。18岁，听说阴阳宗收弟子不看重资质，只要有修行资质，长得俊美变形，你认为阴阳宗在朝你召唤，你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合欢城，却并没你想的那么容易，阴阳宗不招收凡人。19岁，在合欢城待了1年，你一次勾栏都没有去过，兄弟都憋出血了，你也依旧忍耐住了，辛辛苦苦工作，攒钱为修行做准备。20岁，你攒够钱准备兑换功法一展雄风时，阴阳宗封山了。21岁，你含泪加入了同样不看重资质，只收童子身的元阳宗，正式踏入修行之路。1018岁筑基一层，体质特殊的你拥有长久寻常修士2倍的寿命，在元阳宗你1000年未曾破身，如今寿元仅剩18年，你无比后悔当初没有加入阴阳宗。从16岁一直到1018岁，中间横跨1000多年，从16岁到18岁的经历他已经全都遇到过了。他毫不怀疑文字上描述的就是自己的未来，只是他现在才18岁，这老系统是怎么回事？提前了1000年来了？还是说这本来就不是为他准备的系统？是否激活老登第2春系统？只要宿主与女性接触，是接触的程度以及对方修为，给予灵石奖励。激活，系统激活成功。宿主陆晨，年龄18岁，修为凡人，筑基一层，寿命1018岁，1036岁。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1岁筑基4层的鬼魂姚春桃进行亲密接触。姚春桃好感度45，奖励10块下品灵石。陆晨使劲眨了眨眼睛，看了眼担忧怜悯的春桃，又看了看文字上所说的721岁筑基4层老鬼魂。这对劲吗？这不能对啊。不过片刻后，陆晨脸上就露出了笑容，他意识莫名链接了一个空间，其中被浓雾包裹，一眼无法望到尽头。而在空间的地面上，10块方方正正的下品灵石正整齐地摆放在一起。这太对了，陆晨狂喜。灵石和银子的价值根本无法换算，因为对修士来说，银子根本没有用处，反而有了灵石，他甚至可以以凡人之身去找仙子去和鸣。阴阳宗的仙子只内销不外产，若不是门内弟子，就算拥有再多灵石，也不能让他们折腰，这乃是门规。但合欢城里不是阴阳宗的仙子却不在少数，虽然没加入阴阳宗，但很认同阴阳宗的理念，同样觉得皮囊是会随着时间而腐烂的外物。只要有灵石，他们根本不在意跟他们结仙缘的人是什么实力、什么身份。众所周知，长期的为道侣，短期的便是结仙缘。陆晨此刻便想感受感受这仙缘到底是什么滋味。公子，您觉得对那便是对。春桃见陆晨回神，拉起他的手，在上面轻轻地抚摸着。公子愿意跟春桃去楼里坐坐吗？春桃姑娘一片真心，我又怎么能辜负？陆晨笑容灿烂，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换做以前，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进去的。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永远不要拿美色考验金钱。但现在兜里有钱，心里不慌。陆晨本就生的英俊，此刻窘迫的气质被钱财驱散，散发出属于他这个年纪的朝气。春桃饶是见过许多男人，也被陆晨的转变搞得怔了片刻。合欢城自建成以来便没有宵禁，如今天色已晚，但云瑶楼里仍是宾客满座，喝酒的赏曲的搂着姑娘，耳鬓厮磨的应有尽有。陆晨全程没有抵抗，被春桃带着来到了自己的房间。房间布置得极为雅致，香炉中燃着淡淡的檀香，
床榻上铺着柔软的棉被。公子您稍等，奴家给您烧水更衣。春桃让陆晨坐在凳子上，自己便开始忙活起来。陆晨脱离最初的兴奋情绪，冷静下来后，身后瞬间冒出一层冷汗。不对劲啊，系统把他的寿命还有境界都搞错了。炼气200年寿命，筑基500年，金丹1000年，元婴3000年。如今他只剩下18年寿命，若是不能在18年内突破到金丹期，他不就老死了吗？沉思片刻后，他意识到也不是没有转机。这老系统把其他人的年龄修为也都提到了1000年以后。就如春桃一样，721岁筑基4层的鬼魂肯定是未来的修为，春桃也死了700多年了。可系统给的奖励却是跟着春桃未来的修为走的。那两人双修是否也是根据未来修为来定？修仙才履法地，只要加入阴阳宗，再加上系统奖励的灵石，他未必不能用18年去铸就金丹之境。心念至此，他出声拦住了正在忙碌的春桃。春桃姑娘，刚才一时昏头，长恍迷离的进来了。他顿了顿，故作犹豫道：我恐怕难以付清春桃姑娘的价钱。春桃闻言也不失望，她落坐在陆晨对面，柔声道：奴家知道呀，方才我不是说过了吗？奴家叫春桃，说话算数。他狡黠的眨了眨眼睛，到时候公子说不满意不就是了？陆晨眉头缓缓舒缓开来，心中涌出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春桃人真好啊，男人有2大爱好，拉良家妇女下水，劝风尘女子从良。他脑中也卑劣的闪过这种想法。呵呵呵。春桃见陆晨纠结，忍不住捂嘴笑出了声。公子呀，不要为奴家费心了，奴家从小变生，在这合欢城，只要进入炼气期就能进入阴阳宗。如今奴家已经察觉到瓶颈松动，也就是1-2日的时间便能突破到炼气期，到时候便会离开此地，再回来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前几日我便看到公子在云瑶楼外徘徊，找公子搭话也不过想在入宗前结个善缘罢了。春桃又冲他眨了眨眼，水润的眼睛仿佛会说话。您是奴家在凡人时期的最后一个男人，全当奴家见公子长得英俊，想留下些好回忆，望公子能够成全。陆晨回过神，眼中不再复杂，他伸手揽住春桃的腰肢，另一只手在衣兜里掏了掏，意识连接存放灵石的空间，将一颗下品灵石取了出来。我想和你学习阴阳宗的基础功法，这块灵石我本想学完功法自己使用的，但今天我想和阴阳宗的仙子结一段仙缘。春桃美眸一彩连连，嘴惊讶的根本合不上。公子这太贵重了，这我怎么受得起？我还没入阴阳宗呢。春桃虽然嘴上推辞，但眼中满是渴望。虽说她进入仙门后，一块下品灵石肯定不算什么，但修行这种事谁都说不好，一步快步步快。若有一块下品灵石帮助她破开全身经脉，那突破到炼气期的成功率将大大提升。想要就拿着，不想要就不拿，不要把简单的事想复杂了，全当成全我了。陆晨认真的说道。那奴家先教公子您阴阳宗前3层功法，前3层的功法跟阴阳宗顶级功法阴阳经是相连的，只要公子加入阴阳宗便可接着向下修行。春桃接过那颗下品灵石，没有着急修行，而是开始给陆晨讲解阴阳经前3层功法。夜色渐深，云瑶楼内烛光摇曳，纱帐轻垂，春桃的房间里弥漫着淡淡的檀香。春桃认真讲，陆晨认真听，宛如学堂中的师生。宿主陆晨，年龄18岁，修为炼气1层，筑基1层，寿命1018岁，1036岁。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筑基4层的鬼魂姚春桃进行深度接触。姚春桃好感度55，奖励50块下品灵石。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筑基4层的鬼魂姚春桃进行亲密接触。姚春桃好感度55，奖励10块下品灵石。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筑基4层的鬼魂姚春桃进行深度接触。姚春桃好感度65，奖励50块下品灵石。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棂洒进房间，陆晨修行了一宿，未知空间里的灵石数量也变成119块。亲密接触给10块，深度接触给50块。第二天同样是一样的流程。阴阳宗的功法也比他想象中的奇妙得多。对资质实则没有什么要求，只要结仙缘的对象修为越高，修为增长的也就越快。和筑基4层的春桃修行一夜，他直接打破凡人的桎梏，成为了修行者。而且阴阳宗的修行法也分2种，一种是合鸣，另一种是2人手掌相触，在身体周围形成一个阴阳交合力场，便可双修。修为高了，道侣双方甚至可以灵魂交合，修行更高级的阴阳大道。公子，您的天资真是令人艳羡，短短一夜就成为炼气修士了。春桃也一夜未睡，但精神头却是极好的，面色红润，眼中满是惊叹。昨晚他利用空闲时间用灵石助力突破，本就要通的经脉在下品灵石的冲击下
直接水到渠成让他成为炼气一层。其余时间他一直言传身教，让陆晨领悟阴阳经的奥妙，然后陆晨就以一种他完全不理解的速度晋升为了炼气一层，一夜盖过他多年苦修。您是真正的天才，母家跟您修行一夜修为也大幅度精进了。春桃咬了咬唇，犹豫道：说不定公子传说中的阴阳圣体。阴阳圣体是什么？陆晨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春桃整理好身上薄纱，端坐在床边，一本正经地说道：在阴阳宗，男女修士结为道侣，一般修为都是相等，因为修为高的和修为低的修行并没有益处，反之修为低的修行速度就会提升，相差越多，修为低的修士修行速度就会越快，所以阴阳宗弟子若不能共同前行，就会被甩下。但有一种特殊体质，不论修为，只要双修便能给双方都带来益处，这就是阴阳圣体。这种圣体阴阳宗多吗？陆晨好奇道。春桃摇了摇头，圣体哪有那么容易出，要是真有圣体出现，咱们宗门的道子之位就不会空缺了。不过我听说咱们宗主是这种体质呢。对于自己是不是阴阳圣体这件事，陆晨真不敢下定论，毕竟自己未来1000多年连身都没破过，能修行到筑基一层也是靠着比常人多1倍的寿命硬磨上去的。而且他真觉得春桃修为能精进，不是因为自己是什么圣体，而是那个抽风的老系统给自己定成筑基一层了，满足了修为高提升修为低修士修行速度的条件。虚空灌注，他虚空灌注春桃，春桃在虚空灌注他。这风抽的有深度，正当他思索之际，门外忽然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没一会敲门声便响起。春桃疑惑地上前打开房门，陆晨抬头一看，一眼就看出这是云瑶楼的花魁云瑶。她的眉如远山寒带，眼似秋水盈盈，唇色如樱桃般娇艳欲滴，肌肤白皙如玉，仿佛吹弹可破，透着一层淡淡的光晕，宛如晨露中的花瓣，清新脱俗。她穿着一袭素白长裙，衣料如雪般纯净，毫无杂质，透着一股清冷的气息。裙摆上绣着几朵淡雅的梅花，更衬得她如寒梅般孤傲高洁。春桃虽然漂亮，但相比云瑶还是要逊色不少，主要是气质差距太大，不像云瑶一眼便让人升起想要征服的欲望。云瑶的目光在陆晨和春桃之间扫过，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但很快恢复了平静。她面色清冷，声音如清泉般悦耳：恭喜师妹突破炼气期，阴阳之道乃是天地万物之根本，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唯有阴阳调和，方能生生不息。修行一道亦是如此，唯有阴阳相济，方能突破桎梏，达到更高的境界。显然你已经领悟其中奥义，明日便跟着我一起回宗吧。春桃连忙起身，恭敬地行了一礼：多谢云瑶师姐。云瑶师姐，这是炼心成功了？云瑶摇了摇头，嘴角流露出一抹苦涩，也不知算不算成功。面对那些想要花灵石结仙缘的散修，我已经能保持心中波澜不惊了，但遇到那种提出100块灵石与我结仙缘1日的垃圾，我还是保持不了平稳的心境。100块灵石，春桃念叨了一声，眼中流露出羡慕的神色。这个价格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而放在云瑶身上竟然会被唾弃。云瑶不愧是阴阳宗炼气期中名列前茅的绝色仙子，你先出去等我一会好吗？我有些话想问问这位公子。云瑶迟疑了片刻，对春桃询问道。虽是询问，但语气却不容置疑。春桃犹豫了片刻，点点头应了下来。云瑶师姐，这位陆晨陆公子昨夜刚刚修行便突破到了炼气期，天资非凡。知道了。云瑶表情没有变化，仿佛这并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待春桃退下，云瑶素手轻扬，一层荡着水纹的薄膜便将整个房间覆盖。陆晨脑中却都是100灵石结仙缘的事。100灵石1日不行，那100灵石1次呢？不怕灵石少，他就怕有价无市。不是他色心蠢蠢欲动，他完全是为了修行。如今刚踏入修行界的春桃，未来的修为是筑基4层，那现在已经是炼气10层的云瑶，未来修为那得多高啊！目录协议在阴阳宗可是一件非常卑劣的事。云瑶缓步走到陆晨面前，仔细打量了他一番，随即轻声道：陆公子想要和我结仙缘。陆晨一听这话，揣在衣兜里的手都哆嗦了一下。心事被看穿，正常人肯定会尴尬，但陆晨从小就轴，认准的是容易一根筋，而且从来不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想就是想，不想就是不想。陆晨点了点头，确有此意。不知和云瑶仙子结仙缘需要多少灵石？云瑶被他的大胆直述惊到了，不知多少修士在他面前连话都不敢说。他疑惑道：陆公子有很多灵石？没有，但我愿以你为目标而去努力。陆晨目光炯炯地说道。云瑶轻笑一声，微微摇头：公子难道不知道阴阳宗的女修不可与外人结仙缘吗？就算你进入阴阳宗，全部身家也都需上交，等攒够了与结缘的灵石，却不知是何等年月了。他顿了顿，话音一转：不过我现在就可以与你结仙缘，若你体质真特殊，能让我从中受益，
我可以将你引荐到阴阳宗。陆晨血脉瞬间奋张，没有言语能表达出他的兴奋。这就跟他刚劳累完，一个明星花旦路过他的房间，直接走进来问他约码一样。他抬头看向云瑶，云瑶虽然表情仍然清冷，但眸子中却满是火热，看向他的目光就像在看什么稀世珍宝一样。不是，你那个姓江的道侣走了。陆晨莫敢问，但念头一转，他的兴奋便被压制了下来。明明春桃没有当面说过他有可能是阴阳圣体，云瑶却知道了。他一直都在关注这个屋子，或者说云瑶楼里的所有屋子都在他的监控下，看别人琴瑟和鸣也是练心的一部分。被人监视让陆晨心中升腾出一股火气，他觉得自己很大可能不是阴阳圣体，但他不说，是云瑶他这个本地人先没礼貌的。他上前一步一把搂住了云瑶的纤腰，这野蛮的举动引得云瑶惊呼了一声，陆晨也跟着惊呼了一声，不是因为云瑶软弱无骨的身体，而是因为系统提示的修为。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金丹4层鬼魂云瑶进行亲密接触。云瑶好感度20，奖励100块下品灵石，1炷香。半个小时的时间过后，陆晨感觉自己快突破炼气2层了，汹涌的灵气在他身体中奔腾，在他的经脉中肆意的撒野，他快被撑爆了。更让他遗憾的是，云瑶跟他选择的是体外双修，即两人双掌相触，在身体周围形成一个阴阳力场，体内灵气互通阴阳交汇，提升彼此。饶是这样，他也受益良多。陆晨在快坚持不住的时候，连忙将手掌收回，头上满是虚汗。小马拉大车确实困难，若不是他突破炼气1层的时候，经脉给他扩成了筑基修士的宽度，他还真承受不住云瑶的虚空灌注。陆公子，你的体质确实非同寻常。云瑶语气中带着难以掩饰的兴奋。仅仅半个时辰，你的修为便接近炼气2层了，这等修行速度，我闻所未闻，甚至我也能从中受益。可惜我已经炼气10层，不突破到筑基期，双修也无法使我精进了。云瑶轻咬嘴唇，眼中闪过一丝犹豫。陆晨此刻表现出来的资质和阴阳圣体简直太像了，虽然没有传说中那么夸张，但一个炼气1层能让他一个炼气10层都受益，已经非同凡响了。他有点不想让陆晨进入阴阳宗了，甚至脑中闪过将陆晨绑起来，等自己突破到筑基期之后，天天来找陆晨修行。天天修行，在阴阳宗没有什么比一个能稳定提升自己修为的道侣更重要了。可这个念头升起的瞬间，灵气便在体内运转，一阵阵凉气刺入他的脑海，让他清醒了过来。阴阳宗不重身体，重心，若心生恶念，导致心意不顺，念头不通达，别说走得更高，就连目前的筑基关卡都无法突破。如果云瑶姑娘不希望我加入阴阳宗，我也可以接受，只要你能让我白嫖，我愿意一直跟你修行。陆晨诚恳地说道。当然，只要你的道侣能不发现，我不介意插入你的生活。虚空的金丹4层啊，这个修为足够他修行很长一段时间了。更重要的是，他现在不是云瑶的对手，反抗不了，不如直接享受。云瑶苦笑着摇摇头，陆公子见笑了，我确实动过这个心思，但我不会做对修行不利的事。一会我会带姚师妹回宗，并将你的情况如实上报。现在已经确定和你修行会对提高我的修为，等宗门长老测试无误后，哪怕你不用上交灵石，也会允许你破格入宗的，甚至还会重点培养你。云瑶微微一笑，对陆晨施了一礼，还望公子日后不要忘了今日双修之情便是。定不会忘。陆晨目光真诚地看向云瑶，不知云瑶姑娘能否晚些再回宗，请姑娘再助我一臂之力。陆晨眼神清澈，没有半点邪意，此刻他眼中只有对修行的渴望。等云瑶回宗后，他估计自己这个假圣体就要被揭穿了，到时候想要白嫖就费劲了。到时候他还得攒灵石入宗。或许云瑶觉得他一个炼气1层能让炼气10层有所提升很了不起，但有千年元阳宗经历，他明白在阴阳宗这样的大宗里，筑基都不过是蝼蚁罢了，对他又怎会另眼相待。唯有修行到炼气3层，再缴纳灵石才是正道。看来陆公子是真喜欢我。云瑶脸上不见半点羞涩，反而眼中还露出几分愉悦。陆公子，你目前的修为太低了，现在要做的是平复暴动的灵气，双修之事还是入宗之后再谈吧。陆晨只能点头作罢。现在白嫖不到，等他入宗后再想找云瑶双修就得花钱了。现在云瑶对自己青睐，完全是错认他是特殊体质了。陆公子不如便在我这住下，这件事宗门一定会重视，我同长老来找你时也能方便些。好，那我便静候佳音了。云瑶挥手将周围的水波纹驱散，房间大门几乎是同步就被推开，一个风神俊逸的白衣男人急匆匆地闯了进来，目光在云瑶和陆晨身上来回扫视，尤其是看到陆晨头上流下来的汗水，他的脸瞬间就涨红一片，手指着云瑶和陆晨，整个人都开始颤抖起来，
嘴巴翕动半天都没说出一句话。直到察觉到陆晨的修为，还有比对两人的脸，他才深吸了好几口气平复下来。云瑶是宗内最高冷、最难以接触的仙子，是不可能背叛他的。而且这小子修为才炼气一层，长得还没他帅，云瑶是没道理选择他而抛弃他。关心则乱，他现在已经贸然闯进来了，不找个说头也不好收场。云瑶，你没事吧？这小子没对你做不轨的举动吧？云瑶轻挑眉头，语气略带生硬地说道：江师兄，你把云瑶当成什么人了？你也炼气10层了，若还是这个心性，又如何能突破到筑基期？等我攒够买筑基丹的灵石，突破到筑基期。江师兄，你若还是炼气10层，你我注定有缘无分。与其怕我离开你，你更该做的是努力修行。云瑶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基本没有变过，对他来说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对方的心思，他不过眨眼间便看透了。江鹤被他说的刚冷却下来的脸瞬间就涨红了，换做别人，他早就据理力争，甚至恼羞成怒了。可面对云瑶，他一点脾气都生不出来。他连忙点头附和道：师妹说的是，师兄我的心境修行还不够，不过师妹你放心，我肯定会努力修行，以我2人共同突破到筑基期，秦霄和鸣。云瑶轻微摇了摇头：师兄你不用向我保证的，这位是陆晨陆公子，他疑似是传说中的阴阳圣体，我准备现在就去上报宗门，你也跟我一起去吧。江鹤瞳孔微缩，猛地扭头看向陆晨，他都没敢在陆晨身上上下打量，而是立马露出笑容，略带讨好似的说道：原来是陆师弟，刚才是我鲁莽了，师兄给你道歉。师兄掌管任务大殿的外门分派，等到了阴阳宗师兄给你留几个好任务。说话的时候他还冲陆晨眨了眨眼睛。陆晨连忙也笑着拱手道：那就多谢师兄了。他所看到的千年经历不但是文字，若是想要仔细看那个年龄段的经历，只要将注意力集中其中便可。他的见识阅历也随着阅读经历而变得丰富起来。他看到了云瑶的性格特质，理性、功利，江鹤的自卑、善妒，这些人性都是他能利用的点。师兄，你暂且在门外等候，我还有些话想和陆公子嘱咐。好。江鹤点了点头，不像之前那般多疑。若陆晨真为圣体，那日后定是宗内的大人物。哪怕他万般推崇云瑶，也不得不承认陆晨恐怕难以看上对方，那他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江鹤一离开，云瑶便再次激活了空间中的水波纹，遮盖声音。江师兄性格有些莽撞，惊扰了陆公子，我代他向你道歉。此次回宗我同他一起，等入了宗门，不管公子是不是阴阳圣体都无碍，宗门是不允许私斗的。只是口头道歉，感觉不是很有诚意。陆晨笑盈盈地说道，他一双手合在一起搓了搓，意图很明显。待看着云瑶因为生气而微红的脸，陆晨自己也怔了一下，他怎么能这么不要脸，竟然还想勒索点灵石，简直禽兽不如。憋了千年的经历果然太害人了，心里都憋变态了。云瑶站定片刻，深吸了一口气，曼妙的身体扭动，只是一个闪身便钻入了陆晨的怀中。只此一次，全当给你道歉了，不管你要做什么都快一点，江师兄还在门外呢。这一瞬间，陆晨身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这么刺激。之前云瑶还说自己不是宗内人，无法与自己双修，可为了测试自己的天赋，转头就又能双修了。现在发现自己确实体质特殊，最后的那点底线都没了。看着云瑶越发红润的脸，陆晨坏笑了一声，原来你喜欢这种调调。2盏茶的时间过后，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金丹4层鬼魂云瑶进行深度接触。云瑶好感度22，奖励200块下品灵石。陆公子，如今你可消气了。云瑶脸色红润，眼神似乎能拉丝。陆晨一边平复身上暴动的灵气，一边犹豫道，这个不太能确定，要不你等一会再问我。那就等你入宗后，我再去给你赔罪吧。云瑶也没因陆晨的无耻而感到羞恼，反而取出一条手帕，在陆晨的鼻尖和额头上轻轻擦了擦，动作温柔，眼神专注，那双眼眸清澈，长长的睫毛如蝶一般轻轻颤动，每一次眨眼都带着摄人心魄的魅力。一股香气从手帕上萦绕在鼻尖，那软弱无骨的手在他脸上轻抚，让他的心跳速度立马就加剧了。陆晨拉住云瑶的手，就要把她往怀里带，云瑶都未曾用力，只是轻笑着从他怀里一绕，往后退了2步。公子，还是先好好调息吧，我可不想看到公子你暴体重伤，甚至损坏了根基，那我的罪过可就大了。和陆晨有过亲密接触的云瑶，不但表情变得比最初丰富了，而且说起话来也会带点俏皮，明显就是知道他身体有恙而故意挑逗。可他偏偏还真说不出什么反驳的话，因为他身上的灵气确实在奔腾不停。陆公子稍安勿躁，你等我将操控这楼里阵法的诀窍告知于你，快的话今天天黑之前便会有结果，到时我便该称呼你为师弟了。
云瑶挑了挑眉头，此处无声胜有声。云瑶给了陆晨解除阵法的操作方式，没有打开水波纹就走了，因为陆晨的修为已经突破到了炼气2层，这要是贸然出去的话，江鹤肯定能看出端倪。用云瑶的话来说，江鹤看到也没什么，阴阳宗弟子更换道侣并不算什么特殊的事，他只是怕陆晨此刻还没加入阴阳宗会被江鹤针对，全然一副陆晨道侣为他着想的样子。不得不说，这款还挺招人喜欢。在外一脸冷酷，回屋又是热情似火，若是没有以数值表现出来的好感度，他恐怕都得沦陷。春桃从初时的45用了1夜便涨到了65，而云瑶表现得如此热情，眉目含情的样子，结果好感度才涨了2点，这道心可真坚硬。修行必须要尽快修行到筑基之上，这次一炷香简直太难熬了，一定得进入阴阳宗，随便拉出来一个都这么好，阴阳宗里不得跟仙境似的。陆晨盘坐在床上，努力平复暴动的灵气，跟体外双修相比，阴阳合欢增加的灵气更多，但同样他能坚持的时间也就越短了。片刻后，他体内庞大的灵气终于被他捋顺安抚了下来。炼气2层这个境界虽然不高，但对于刚接触修仙的陆晨来说，这进度简直快得吓人。多少修行者努力修行几十年，也不过炼气1、2层不得存进，哪怕是他未来加入元阳宗修行到炼气2层也用了10年。他开始继续探查自己的未来经历。21岁，你加入了元阳宗，学习了无定灵火经。22岁，因资质愚钝，你始终没有进入炼气期，作为杂役弟子，你被分配到灵植秘境劳作。23岁，你成功突破到炼气1层，成为元阳宗的外门弟子。24岁，你学会了控火术。25岁，你的控火术开始熟练。26岁，你学会了小风术。27岁，你学会了不语术。28岁，你学会了生火术。31岁，你成功突破到了炼气2层，控火术熟练到已经可以帮丹师炼丹，小风术可以熟练运用，不语术依旧只能勉强施展。陆晨意识投入到24岁的时候，一幅幅他在元阳宗的画面也出现在他眼前，并以他的心意调整画面的进度。他将画面定格在学习控火术上，这是一个小术法，只要进入炼气1层，身体中有灵力便能施展。他仔细记下来控火术的使用方式，又将目光移动到26岁的小风术和28岁生火术上。在画面定格和缓慢移动的时候，他将这3个术法的运转都铭记于心。元阳宗和阴阳宗同样是走的极端，宗内只收有修行天赋且元阳未施的弟子，因为阳火旺盛，所以在修行火属性功法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宗内的炼气师和炼丹师极多，他在未来刚入阴阳宗的时候便想过未来成为那高高在上的丹师，所以第一个学习的术法就是控火术。这个术法不能自行生火，只能操控已经存在的火焰，令其大，令其小，操纵火焰的温度以及位置。精通控火术便能在元阳宗内领取辅助丹师的任务。掌握丹方和炼制技巧的丹师在炼制普通丹药以及体内灵气不足的时候，便会雇佣像陆晨这样学过控火术的外门弟子，一天只要灵气回复了就去控火，一般都是3个外门弟子一同操作的，一天平均能赚5块灵石。虽然不多，但一能积累经验，二是靠近炼丹师，对方随便指点1、2句都够他们受用的了。陆晨的记忆里就曾有过，炼丹师拿出一根草，告诉他们这是云烟草，若在灵植秘境发现了可以采摘，一株价值100块灵石。他就凭借这个信息缴纳了10块灵石，进入灵植秘境小赚了一笔。后来他成为炼丹师，多年控火术经历让他在炼丹上很少炸炉。小风术是同样是辅助控火之术，风长火势，风同样可以操纵火，只有生火术是凭空生火，许多高超的火术都是脱胎于生火术之中。不管是炼丹炼气都离不开生火术，这同样也是陆晨在未来学习的第一个有攻击性的术法。学会3种炼丹术法，再加上我未来的知识，装作获得过炼丹传承应该不难，这样进入阴阳宗也就有了合理的灵石获取渠道。陆晨思念至此，生火术的法门在他体内运转，一团橘红色的火苗腾的在他右手上升腾，距离他掌心10厘米的地方悬浮，炙热的火焰灼烧空气，令周围都有些扭曲。风来，陆晨左手双指并拢，朝着火苗的方向一挑，一股微风助燃火势，让陆晨手中的火焰变得庞大了几分。你行。陆晨轻念一声，手中火焰便在他的操控下变成了一只只有巴掌大的火焰兔子。他将兔子放在地上，火焰兔子便在地上开始蹦跳，每跳一下，地面就会留下2个焦黑色的痕迹。我的术法天赋什么时候这么好了？陆晨有些疑惑。在他的未来里，他学习这3个术法，不说运用到熟练，光是学成将其正常的施展出来，就是按照年算的。而现在他只是看了看这3个术法施展的方式，便直接熟练释放了出来。他不由联想到了自己突破到炼气1层的时候，
体内经脉和气海开辟的宽度就已经媲美筑基期了。难不成未来的我会了，现在的我看一遍就能会？陆晨眼睛都亮了。修行天赋的是阴阳宗的阴阳经帮忙解决了，现在术法修行的速度，未来的自己也帮忙解决了。那他根本就不用浪费时间去学术法了，一心修炼便是。他现在更好奇的是炼丹积累的经验还会不会存在，老手炼丹和新手炼丹，丹药品质和成丹率可差多了。看来得出门逛逛了，阴阳圣体的人设立不住，或许炼丹天才的人设能够立住。陆晨深刻的清楚，天才炼丹师不管在那个宗门都一定会吃香的，现在他就有这个机会成为。陆晨在熟悉完这3个术法之后，又在记忆中翻找了一番，他把炼气初期该学的小术法都学了一遍，攻击型的金刀术，防御型的五行罩，再将所有术法都练习一遍，陆晨也从云瑶楼中走了出去。如今天色未暗，合欢城中的人流量并不多，不过这座城市确实有魅力，道路两边的勾栏已经点起了彩灯，这就代表此处开始正常营业了。城市中的空气已经开始弥漫淡淡的香气，只是吸一口就能令人陶醉。陆晨目光从两旁的勾栏之地强行移开，他现在兜里有灵石，完全能体验上楼服务，精进修为。别人上楼花灵石，而他上楼完全是赚灵石。筑基修士亲密接触给10块，深度接触给50；金丹修士亲密接触给100，深度接触给200。每天一次，只要人不同，那就是源源不断的小金库啊！只是现在时间紧迫，他也只能将这个念头打消，开始往城南的方向走去。城南的修士聚集的最多，因为阴阳宗的下属店铺就布置在这条街道，一些修士嫌店铺买卖价格贵，便扯1块布席地而坐售卖商品，久而久之就变成了方式。方式上的东西肯定要比店铺卖的便宜，但质量肯定差许多。他先在方式里逛了逛，对比了几家摊位后，花了50块灵石买了一个1立方米的储物袋。陆晨的目标很明确，买完储物袋后，他便径直走向了合欢宗的店铺灵药阁。这位公子，请问您需要点什么？店里的掌柜是浑身透着成熟韵味的紫衣女人，见有人进门便露出和善的笑容询问起来。她生得漂亮，身材亦是极好的，那一双开叉紫色修身长裙将她雪白的大腿映得快晃眼睛了。怪不得灵药阁总有人来回溜达，这是来过眼瘾来了。陆晨此刻还是圣人模式，他扫了眼柜台，很快便确认目标：3株归元草，1株火灵草，1节青木藤，虎髓叶1瓶，豹髓叶1瓶。紫衣掌柜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对方说的这些都是炼丹中常见的材料，不过青木藤却是一种较为罕见的灵草，通常只有经验丰富的炼丹师才会使用。公子是要炼丹吗？掌柜一边准备材料，一边试探性地问道。陆晨点了点头，最近对炼丹感兴趣，想要试试手。紫衣掌柜立马就提起了兴趣，眼中目光连连闪动。炼丹这东西可不是谁都能轻易尝试的，新手炼丹10炉不出1炉都正常，而消耗的材料可就浪费殆尽了。像陆晨说出来的这些材料，作价就要30块灵石，就算炼成归元丹和壮体丹也不过100块灵石，而且还要看成丹品质，3次炼不出来就得亏本。正常想要学炼丹，又怎么会用这么奢侈的材料？尤其是他还看不出陆晨的修为，就更确定陆晨是资深的炼丹师了。他脸上的笑容立马就又热情了3分。公子，这是您的药材，陈汇您30块灵石。紫衣掌柜一边将材料打包好，一边笑盈盈地说道。公子若有炼丹有成，这边会给您提供一个合适的收购价的。当然，公子若有其他需要购买的物品，我也可以替公子分忧，价格绝对公道。第一次见公子，全当交个朋友。陆晨抬头瞥了他一眼，心道这倒是个聪明人。他去元阳宗的时候，要是有这股机灵劲，恐怕能提前个几年成为炼丹师。你这卖丹炉吗？陆晨将30块灵石从储物袋中取出，放在桌子上，推给了对方。紫衣掌柜都没想到生意能来得这么快，他脸上笑容更甚，连忙点头说道：灵药阁只负责出手灵草灵丹，器具购买需要到灵宝阁。不过我在灵宝阁有熟人，黄级下品的丹炉售价100灵石，我购买只需要70灵石，但要卖公子恐怕就需要85块灵石了。我愿意帮公子省灵石，公子也得让我有些受益不是？紫衣掌柜翘着脚，身子往桌子上一压，轻薄的紫纱裙根本遮不住妙曼，看得陆晨眼皮一跳一跳的。尤其是紫衣掌柜的手指还若有若无的在陆晨的手背上划蹭，那意味深长的眼神，陆晨不多想都难。只能说不愧是阴阳宗，你们阴阳宗弟子不是不能在外面结仙缘吗？陆晨好奇地问道。紫衣掌柜哀怨地叹了口气，我哪里是阴阳宗的弟子，灵石没攒到能入阴阳宗的地步呢。不过仗着修为还不算低，对灵药有一定见识度，才来这打工攒灵石的。来合欢城的修士各有各的原因，有的想要加入阴阳宗，有的只是想来取乐。但不管是什么原因，合欢城中都禁止斗争，在阴阳宗这种庞然大物下，没有人敢在合欢城中撒野。
陆晨凭借未来的见识，能感知面前的紫衣掌柜修为肯定是炼气高层，只是年纪不如云瑶年轻。这样的修士还未加入阴阳宗，他都开始疑惑，想要入阴阳宗需要攒多少灵石了。似乎是看出了陆晨的疑惑，紫衣掌柜无奈道：炼气低阶若非天赋好，需要2000灵石，中阶需要1500，高阶需要1000，这对普通修士可谓是天价。而且阴阳宗还对年龄和容貌有所要求，年龄越大，容貌越差，所需要的灵石就越高。虽然进入阴阳宗看似简单，但能在炼气期积攒这么多灵石的，哪个不是能人？陆晨还真不知道进阴阳宗需要这么多灵石。未来的他花了2年时间攒到30两银子，接触的都是凡人，又怎会知道这等事情？等他攒到了，阴阳宗封山了，他只能进入真正的有教无类。只要有修行天赋还是童子身的元阳宗，那就麻烦姑娘带我去购买了，叫我阿紫就行了。紫衣掌柜长长的睫毛眨了眨，手在储物袋上轻拍了一下，一尊炼丹炉便被他凌空掌控。公子不用麻烦，我这就有现成的。陆晨同样在储物袋中取出了85块灵石，他没有因为阿紫长得好看以及悲伤的样子心软，圣人模式轻易打不破。在将灵石交付过去后，陆晨检查了一番丹炉没有问题，便将其收入了储物袋中。他的储物袋里空空荡荡，从中取灵石也不过是为了掩盖他沟通未知空间罢了。买完灵材和丹炉，此行的目的也就达成了。不过看到阿紫还保持着那诱人的姿势，他没忍住问了一嘴：你这里还有什么别的服务吗？有的。阿紫见陆晨出手大方，语气更热情了。我这还提供洗剪吹服务，这个业务是我刚想的。很多修士不喜欢自己洗头发，清洗术又怎抵得过有人帮忙按摩头皮好好打理。公子，你要是愿意，你就是我第一个客人。多少钱？陆晨觉得阿紫没明白他的意思，不过还是好奇问道。一个修士帮人洗头，这生计他总觉得熟悉。只需要30块灵石。30块灵石？你这洗的什么头？陆晨惊愕道，这也太贵了。阿紫又眨了眨眼睛，笑容逐渐暧昧起来。洗头剪头不收费哦。不收费，那也不能这么贵。哦。检测到宿主正在与1029岁金丹一层老妪芳子进行亲密接触，芳子好感度53，奖励100块下品灵石。陆晨再次进入贤者模式，他发现自己运气还真是好，一天当中已经和2个未来的金丹修士进行接触了。唯一的问题就是芳子不肯跟他深度接触，200块灵石就悬在眼前，他能看到就是抓不到。阿紫姑娘，我是诚心想和你结仙缘，我是真挺喜欢你的。50块灵石一炷香可好？陆晨端坐在床上，认真的问道。50块灵石一炷香，在合欢城基本可以随便找人结仙缘了，哪怕是从阴阳宗来的仙子，面对这个价码也很难不心动。他觉得自己挺讲究的，结仙缘再挣200灵石，花出去50，就像芳子说的，2家都有的赚才是好生意嘛。芳子连忙摇了摇头，脸上带着慌张。不了公子，太累了，我以后都不想做这种生意了。陆晨都不知道该怎么劝芳子，跟他说只要修炼起来，自己其实一炷香就坚持不住了。毕竟2人洗剪吹的时候根本就没在修行，而他陆晨发现，只要不修行，他的体质是真的强，体内阳气充足的跟耗不尽一样。要不是他一会还有正事要做，恐怕这一天时间都得浪费在这儿。你还差多少灵石进入阴阳宗？芳子美眸轻眨，手放在储物袋上感应了一番，就差200灵石了，估计还要攒上好几个月。说着，他神情有些晦暗。我还是不太适应用这种方式获取灵石，公子勿怪，是我自己的问题。我生了一种怪病，很难对男性修士提不起兴趣。但在合欢城若无一技之长，勾栏之地是最适合女修士获取灵石的地方。今日我也是抱着治病的想法给您服务，顺道赚点灵石，但很显然我失败了。芳子老奸巨猾，轻轻抱了抱陆晨身子，与他紧贴在一起。公子听到我的心跳了吗？加速的心跳不是因为我激动，而是我的身体在厌恶这种感觉。芳子脸上露出苦笑。我虽知道公子说的50块灵石一炷香是在帮我，但我却无法扭得过身体排斥，恐怕我真的不适合阴阳宗。陆晨的良心被碰撞，他对芳子的话深信不疑，倒不是因为身体接触，而是因为芳子的寿命。1029岁金丹2层老妪芳子和之前接触的云瑶以及春桃都不同，芳子活到了1000年以后。根据他的记忆，300年后他们所处的这个阴阳宗分宗被灭了，所以云瑶和春桃和他双修都是以鬼魂行事。按照他存活来看，芳子应该是没加入阴阳宗，所以才活下来并晋升为金丹修士。只不过芳子的天赋一般，上限便在金丹2层了。他有点想看看，如果芳子加入阴阳宗，未来的修为和轨迹会不会发生改变，而他付出的不过200灵石而已。只要芳子进入阴阳宗，
他用不了2天就能取回来。既然不适应，那阿紫姑娘为何不离开合欢城，前往其他宗门呢？以你的修为，很多宗门都不会拒绝你吧？陆晨不解道。方子摇了摇头，不一样的，阴阳宗乃是9天10地中赫赫有名的大宗，哪怕是这东荒的分宗都能称霸一方，只要进入其中，可获取的资源渠道难以想象。多少仙子大能修为有，成都想进入阴阳宗寻求长生。而且我在外界有仇敌，在合欢城还好，只要出了此处，性命难保。或许是陆晨提出50块灵石一炷香，让方子感觉得到了重视。面对陆晨的询问，他也不避讳的将自己的事说了出来。公子，这次我没有让您满意，灵石我就不收了。方子调整了一下心情，脸上重新露出笑容。还望公子日后有承担，还会交易到灵药阁，不管买卖我都会给公子合适的价格。他说完话准备起身，陆晨当即拍了一下腰间的储物袋，200块灵石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床边。别说了，200块灵石买你一炷香。陆晨平静地说道。这个价格别说买方子了，就算是面对云瑶，他都能挺直腰板，把灵石甩对方身上。不得不说，这种一掷千金的感觉简直爽极了，赚灵石速度太快，他都有点不珍惜了，颇有一股一夜暴富的感觉。方子也惊讶地张开小嘴，美眸一煞不煞地看着陆晨，吃惊极了。这太多了，小女子我何德何能？公子，检测到宿主正在与1029岁金丹1层老妪方子进行深度接触。方子好感度70，奖励200块下品灵石。陆晨神清气爽地从客房里走了出来。没有什么病是灵石治不好的，如果有，那一定是灵石不够多。给出200块灵石，转头他就又收获200块灵石。而且这次他又修行了一番阴阳经，他感觉再这么修行几次，他马上就要突破炼气3层了。临走前，方子还不断地感谢他，说自己不值这么多，知道陆晨在帮他，说等进了阴阳宗一定会报答他的。陆晨也没多说什么，只留给方子一个背影便离开了。这是一步闲棋，只是为了测试他的老系统会不会有变通。不过方子要真加入阴阳宗了，他倒是又能找到一个稳定的灵石或取源。云瑶养不熟，春桃未来修为只有筑基期，他还未去过阴阳宗，也不知里面获取灵石的难度大不大。毕竟阴阳宗是大宗，里面的修士要是不缺灵石，只看修为的话，他还挺吃亏的。筑基层面倒是不用考虑，毕竟以他的修为能够给筑基期修士反哺，只要肯花灵石，肯定能找到合适的。金丹修士就不用想了，对方的道侣也一定是金丹修为。若是那样，方子这步棋就有了意义，毕竟不是所有炼器筑基未来都能修成金丹修士。他抬头看了眼天色，如今天色已暗，他加快脚步回到云瑶楼。云瑶因是打过招呼，他进到春桃的房间也没人阻拦。他取出炼丹炉，生火术运转扔到炼丹炉下方，控火术引导，火焰便在炉底熊熊燃烧。陆晨按照记忆中的丹方，将归元草和火灵草依次放入炉中，控火术精准地调节着火焰的温度。随着时间的推移，炉中的药材逐渐融化，散发出浓郁的香气。陆晨全神贯注，小风术轻轻一吹，火焰随之跳动，药材的精华被完美的提炼出来。最后他将青木藤放入炉中，青木藤的加入让炉中的药液变得更加粘稠，颜色也从淡红色变成了深紫色。陆晨知道这是丹药即将成型的征兆。宁！陆晨低喝一声，双手迅速结印，炉中的药液在他的操控下逐渐凝聚成一颗颗圆润的丹药。当丹药成型的瞬间，一股浓郁的丹香弥漫开来，陆晨心中一喜，知道自己成功了。他取出一颗丹药，仔细端详，这颗丹药色泽饱满，丹香浓郁，显然品质极佳。陆晨心中暗自庆幸，看来自己确实继承了未来的炼丹经验。正当他准备收起丹药时，忽然一道声音从身边响起：归元丹，品质极佳的归元丹，就算是经验丰富的炼丹师也不一定能炼制出这样的丹药。陆晨知道阴阳宗的人来了，他不用再炼制一炉壮骨丹了，因为如今表现出来的炼丹天赋已经足以了。以你的年纪，修为能炼制出这种品质的丹药，还真是惊人。丹炉中的一颗归元丹凌空被摄取出来，一个身穿月白道袍的老妪拿着丹药仔细端详，丹纹清晰，药香纯正，确实是上品归元丹。陆晨看着老妪脸上的褶皱，还有那普通的长相，沉默了片刻。这脉象怎么看也不像阴阳宗的高层，不过他还是连忙拱手道：晚辈只是侥幸。这可不是侥幸就能炼制出来的，你不用妄自菲薄。老妪将丹药扔回到丹炉中，这才将目光投向陆晨。他的双眼好似覆盖了一层白膜，似有光芒闪烁，只是片刻，陆晨就升起全身都被人探究了一遍的感觉，让他根本生不起半点抵抗的心。哎，怪了！只是眨眼间，老妪便来到陆晨身前，将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如果说刚才陆晨感觉到自己底裤都被人看穿了，现在老妪就正在把他的底裤摘下来，又重新看了一遍。陆晨没有说话，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哪怕他身心不适，也得强忍着。修为不如人，身后又无背景，他能做的也只有配合。更别说这老妪比他未来见过的金丹修士都更吓人。前辈可是阴阳宗的长老。陆晨身子一动不动，任由老妪探查，但并不耽误他询问。他能感受到体内有一股灵气在他体内不断流转。老妪的手也不老实，让他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一瞬间，各种想法都出现在他脑中，什么潜规则，什么逼良为娼。小子，把你脑袋里的乱想法都收收，哪怕你体质特殊，老身也看不上你。老妪的手从陆晨身上拿开，眼睛却不曾转移，只是表情越发奇怪起来。老身乃是阴阳宗长老银月，你是陆晨没错吧？陆晨连忙行礼应道：晚辈陆晨见过银月长老。阴阳宗的长老每一个修为都在元婴之上，这是他未来都需要仰望的存在。银月长老表情微肃，布满皱纹的手指在戒指上滑动，一枚银色的镜子出现在他手中。现在我问你，如实回答就行。他说完这句话，根本没给陆晨留准备的时间，而是出声发问：你是魔修吗？不是。陆晨连忙摇头。你来合欢城可有其他目的？没有，我只想进入阴阳宗修行，赚灵石。银月长老微微点了点头。你没有说谎，这很好。还未等陆晨反应，他突然话音一转：你前世是什么修为？前世。陆晨反应过来，连忙摇头：晚辈不知。银月长老没有得到陆晨说谎的回馈，这让他更有兴趣了。陆晨看着老妪逐渐上扬的嘴角，他心里也开始突突了起来，这老棒菜想干嘛？有意思，我收到的消息是你修行一天，阴阳经变突破到炼气1层，今天修行又突破到炼气2层，如今看你距离炼气3层也不远了。而且你的经脉气海宽度堪比筑基修士，刚接触炼丹便能炼制上品归元丹，就算有天赋也不能有天赋成这样。不说别的，我想接触你的灵魂都接触不了，可太有意思了。陆晨心里顿时就咯噔了一声，今天的情况确实是在他意料之中，表现出自己的奇异之处，能够让他进阴阳宗少走好几年弯路。别的不说，要是将自己全都隐藏起来，等进了阴阳宗，他一个刚接触修行的小白，想要展现出炼丹天赋，怎么也得沉淀许多年，那样获取灵石的渠道就不好找了。他现在只有18年的寿命，容不得他隐藏自己去，从而蹉跎时间。与其之后被发现，不如借着阴阳圣体的由头，主动让阴阳宗的人发现自己的奇异。有这个体质作为掩护，就算他表现的奇异一些，也不会太引人注目。甚至他都想过被认作转世重修的也无所谓，这个世上先天灵慧的不在少数。但他怎么也没想到来的是个元婴期之上的长老，他只不过疑似圣体，哪用这么大阵仗？而且这个长老行事肆意，上来就要触碰他灵魂。阴阳宗不是个正道宗门吗？他都开始怀疑这个叫银月的到底是不是阴阳宗的长老了，哪有检测弟子资质上来就奔搜魂去的？银月长老收回目光，微微摇了摇头：算了，你有秘密是你的事，我只负责审查，做得过分了，宗主又好说我了。银月长老脸上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你要保证加入阴阳宗没有异心，不会做对不起阴阳宗的事就行了。我保证我没有异心，不会做对不起阴阳宗的事。陆晨果断说道。好。银月长老收起手中的镜子，以你的天赋和年纪足以不缴纳灵石就能加入阴阳宗，现在要对你进行体质检查，对于阴阳圣体最好的检查方式就是双修。如果你体质特殊，或许会有长老收你作为弟子，若是真是阴阳圣体，宗主说不定也会亲自收徒。银月长老露出微笑，脸上的褶子随着他的笑容而聚集在一起。双修检测这方面也由我负责。陆晨看着银月长老脸上的褶子，沉吟片刻道：长老，您修为太高，我身体经受不住。想什么呢？我可有道侣。银月长老没好气的白了陆晨一眼，这一眼怎么说呢？不管是换成云瑶还是春桃，肯定都是风情万种，但一个看着花甲之年的老妪做这个动作，陆晨看的心里那个别扭啊。不过他也只能拱手表达歉意。小子梦浪了。银月长老挥挥手表示不在意，他手搭在陆晨的肩上。准备好了吗？陆晨还没反应过来，只觉得眼前一黑，斗转星移。再睁眼，他已是来到阴阳宗山门前，在山门上一面青铜古镜高悬，镜面如水波荡漾。此镜可照本心。银月长老道：若心存邪念，镜中自现魔像。我刚才手中镜子便是他的复制品。穿过山门，镜子并无反应。银月长老点点头，带着陆晨身形再次消失在原地。再转眼，两人便来到一处灵气氤氲的洞府。一位身着素白长裙的女修正盘膝而坐，周身环绕着淡淡的微光。云瑶，你应该不陌生。
银月长老介绍道：“你二人须以阴阳经运转周天，若在我的注视下能让云瑶修为有所精进，我再带你与筑基弟子进行双修，直到测出你的极限。阴阳宗最不缺的就是女修。”陆晨晨竟在银月长老所展现出的手段，这等空间跨越能力着实令他开了眼界。而云瑶已经站起身，美眸轻眨：“陆公子，我们又见面了，还要谢过云瑶姑娘提携。”陆晨微微颔首，一丝温和的笑意挂在嘴角。云瑶未改口叫师弟，似乎对陆晨真有几分情意，但想起之前系统分毫未变的好感值，陆晨早就知道云瑶看重的是那不存在的阴阳圣体。明知如此，陆晨也并未改口叫她师姐。两人互飙演技，都把对方当成了提升修为的长期饭票。陆小子，叙旧的话一会再说吧，先测试。银月长老看出两人眼神中的变化，他皱了皱眉，转身退了出去。银月长老衣袖微微一拂，房中便只剩下陆晨和云瑶四目相对。现在该请公子提携我了呢。两人这是第二次双修，云瑶的修为到了瓶颈，此时能提升些许，对他都是大有裨益。陆晨也配合着抬手，十指相扣，阴阳交泰，便是琴瑟和鸣。银月长老在外面当电灯泡，陆晨虽有心思，这回也只能浅尝辄止。约莫半个时辰，两人方才收工，平复气息，银月长老便等不及地破门而入。哈哈哈，数千年了，我阴阳宗又添一具阴阳圣体，真是大道庇佑，大道庇佑啊！银月长老一观两人身上的气息，顿时忍不住大笑出声。对面的云瑶对饭票含情脉脉，唯独陆晨有些心虚。看银月长老的失态，陆晨就知道这圣体对阴阳宗意味着什么。被系统给坑的，这回是真玩大了。走，陆小子，老身再带你去会会筑基期弟子，想来你这圣体定不会让老身失望。银月长老一路大笑，心情极好。陆晨却忐忑的只能堪堪陪笑。这玩笑要是被戳破了，陆晨能不能在阴阳宗混下去不说，点燃一位长老的怒火，这代价就不是他一个小小的炼气期能够承受的。稍微一个弄不好，陆晨的小命都要不保。被银月长老带着一阵风驰电掣，陆晨只感觉眼前一黑。在定神的时候，他已身在一个装饰清雅的洞府，入目一片粉色轻纱旖旎，洞府内还有一丝丝恍若天人特有的馨香。纱帐轻眼间，一袭素衣的顾小柔正于蒲团上凝神静修。她睫宇低垂，周身萦绕着若有若无的霜雪之气，眉心一点朱砂痣，衬得面容清冷如月，竟是比云瑶更添几分出尘之姿。柔儿见过师傅。不知师傅前来，顾小柔仓促收工，一缕青丝被紊乱的灵气拂过耳际。陆晨侯头发紧，银月长老竟将他径直带到亲传弟子规格。若这顾小柔如云瑶般心怀算计倒也罢，偏生那双眼澄澈如寒潭深泉，倒叫他平白生出几分愧作。这要是双修不成，陆晨可就连着银月长老跟他的爱徒一块都给得罪了。他目光掠过银月长老身侧的陌生男子，筑基期的威压不自觉泄出半分。不知这位是带一个男修闯他洞府，而且对方修为如此低微。顾小柔脑中浮现出一种不好的想法，他直接就把陆晨当成了门中某位高层的废柴后人。这种蝼蚁靠着自家长辈淫威，强行找道侣的事，在宗内不是没有。顾小柔万没想到这种倒霉事儿会撞到他头上。他叫陆晨，你俩立刻双修，不要浪费时间。银月长老根本不解释，瞥下陆晨就直接离开。顾小柔本来还有些疑惑的俏脸，此时已布满了寒霜。陆晨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哪得罪了这位师姐，刚要解释，对方已转身进了纱帐。你走吧，别以为师傅同意你就能为所欲为，我顾小柔就算是死也不会跟你这种废物双修。顾小柔的话无比决绝。陆晨站在对面，一个头两个大，不说好的试炼吗？还没开始就冷脸加寻死觅活，这算哪门子事？难道这哄仙子跟同意跟他修行也是试炼的一部分？师姐你误会了，是银月长老他。陆晨连忙解释。住口！废物，你拿师傅压我是吗？我不吃你这一套。顾小柔气的身子都有些发颤，这等高粱子弟他素来不耻，未料今日竟气到自己头上。而且他想的没错，这种废物只会拿长辈做挡箭牌。顾小柔甚至后悔自己眼光太高，没早点找个合适的道侣，才会被这种别有用心的小人盯上。师姐，你我这是第一次见面，我不知道你误会了什么，但我来此只是奉命，师姐若实在不愿，我离开就是。被对方一口一个废物的骂，陆晨也动了几分肝火，当即转身要走。纱帐里的顾小柔也懵了，这什么招数，欲擒故纵。陆晨疑似是阴阳圣体，老身带他来此只是试试他的体质上限。柔儿你在胡闹什么？还不给你师弟道歉？银月长老的声音带着几分怒火，穿透洞府，滚滚修为压过来，顿时让火气上头的陆晨俩人立刻清醒。阴阳圣体，顾小柔这才回过味来，感情师傅是打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主意，再给他物色好道侣，结果刚才一误会，
堂堂阴阳圣体被他骂了好几声废物，那可是阴阳圣体比肩掌门的资质啊！完了，师弟不会怪我吧？顾小柔匆忙从纱帐里出来，也不知道是刚才委屈的，还是现在后悔的，那眼圈还红红的，似是掉过眼泪的痕迹。刚才银月长老在，陆晨对顾小柔只是轻轻一瞥，不好细看。此时两人四目相对，陆晨顿时看得有些痴了。本以为云瑶已经够美了，却没想到世上还有顾小柔这种绝色佳人。那张俏脸如同画中的仙子走出来一般，那份身段无论多一分还是少一分都会失去几分神采。倘若世上真有天人，那一定是和顾小柔差不多的样子。师弟勿怪，方才是我多有得罪。顾小柔一对玉手在胸前，微微施礼。陆晨不想唐突佳人，更不想得罪这位长老门徒，对方赔礼，陆晨也只能见好就收。谁让人家顾仙子长得又好看，又有银月长老当后台呢？一场误会，师姐无需挂怀。心有几分不快，陆晨现在也只能作罢。俗话说得好，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凡俗间的道理，到了修仙宗门中同样适用。师弟，师姐还是做正事吧，别让长老等我们太久。顾小柔身段放缓，陆晨也没给他太多的好脸色，堂堂七尺男儿被连着骂了好几声废物。陆晨虽不是小心眼，但却也不是泥捏的主儿，给人打了几巴掌，送个崽儿就能接过，那还是男人吗？顾小柔自知不占理，又怕惹恼了陆晨，一时竟说不话来。陆晨可不管他，只将衣袍一撂，坏笑着上前：“师姐，得罪了。”陆晨没两步已靠到顾小柔近前。顾小柔对道侣的眼光甚高，银月长老也认定只有天才才配得上自家爱徒，所以除了体外双修，顾小柔从未和男子如此亲密的接触过。被陆晨欺身而上，顾小柔一张俏脸涨红到了耳根，脚下本能一退，却碰到了身后的蒲团。堂堂筑基修士，方寸大乱之下，竟是仰面跌倒。陆晨只一伸手就挽住了顾小柔的细腰。检测到宿主正与722岁的金丹2层鬼魂顾小柔亲密接触，顾小柔好感度40，奖励100块下品灵石，100块。陆晨欣喜若狂，顾小柔居然能修到金丹，这又是一个天降的聚宝盆啊！陆晨的目光正对上那张慌乱的俏脸，顾小柔羞恼的目光躲闪着，心里如小鹿乱撞，一时竟忘了他人还被陆晨搂着。好小子，欺负我徒儿，老身今天非扒了你的皮！在门外看戏的银月长老脸都黑了。正当他忍不住要冲进去要教训陆晨的时候，陆晨却已然松手，分寸拿捏得正好。师姐是筑基修为，我尚哪能欺负的了？陆晨扶着顾小柔站好，这才有些不舍得松手。顾小柔身轻体柔，又是高不可攀的仙子，陆晨当然对她有心，可惜人家师傅就在外面，陆晨可不敢在元婴老怪的眼皮底下胡来。这回欺负筑基仙子顾小柔，全当是之前挨骂的补偿。师弟，我们还是早些开始吧。顾小柔不愧是筑基的修为，很快那一丝躁动和慌乱就被他用修为强行压了下去。不过他看陆晨的眼光依旧是怯怯的，不敢正面直视。这个师弟的确有些怪怪的，平日里门中那些男修因为忌惮银月长老，无不对顾小柔客客气气，唯独陆晨是毫不做作的真性情。师姐吩咐，师弟岂敢不从？陆晨瞬间收起那副坏坏的笑，一本正经地盘坐在蒲团上面，跟之前判若两人。顾小柔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陆晨在逗他。哼！一顾小柔嘟着嘴，一副还在生气的模样，不情不愿地伸手。陆晨可不管他生不生气，一双大手直接将顾小柔的纤纤玉手攥在掌心，那滑腻的感觉带着丝丝馨香。若非对方是筑基修士，又是银月长老的爱徒，陆晨绝对想更进一步将这一斗就会害羞的仙子彻底拿下。摒弃心中杂念，陆晨运转功法，两人的气息彼此交缠，很快便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双修状态。不足一盏茶的功夫，陆晨一声闷哼，扣住顾小柔的双手，被对方的修为直接弹开。一手捂着心口，陆晨勉强运转修为，顾小柔也将玉手搭在陆晨肩上，小心翼翼地帮着陆晨梳理躁动的灵气。陆晨心里郁闷，他跟顾小柔的修为差距太大了，这回虚空灌注还是小马拉大车，不到2盏茶陆晨就坚持不住了。要不是顾小柔察觉到异样，关键时刻中断双修，陆晨这回怕是要受点内伤。师弟这修为才是娇弱无力呢，要不是师姐怜惜，顾小柔占到了便宜。瞧着陆晨那张黑脸，他直乐得花枝乱颤。我忍，实力不如人，况且陆晨也知道这仙女师姐是好心，一时也只能吃亏作罢。如今想要提高修为的念头也越发强烈了，这都不知道是第几次因为修为问题而无法持久了。咳，连着2声故意的重重的咳嗽，却是银月长老不知何时已经进来了。陆晨脸皮厚，一脸无辜，顾小柔却在师父面前羞红了脸，一对玉手扭捏着不敢抬头。好，哈哈，区练气3层修为就能让筑基1层的柔儿受益，陆小子你真的很好。
倘若你能多来几次，柔儿修为更进一步，怕是指日可待了。银月长老细瞧两人的气息变化，当场乐得合不拢嘴，直叫了3声好。陆晨哪里敢搭话，这一回就要了亲命了，这样再多来几次，陆晨非死在这株牡丹花下不可。师父，师弟他修为还浅，我怕。顾小柔的声音很小，颇有些唯唯诺诺。以他的性子，断不敢违抗师父的命令。这回也不知为了什么，鬼使神差的，他居然跟陆晨站在一边，怕就小心一点。这事儿就先定下了。银月长老直接拍板，一点不顾两人的意思。顾小柔满是歉意的看了眼陆晨，陆晨心中恨恨，却只能将火气压在心底，不敢露出一丝一毫。这就是修真界，任你如何也拗不过修为间的天堑。银月长老的独断专行，这狠狠的一巴掌，直接将陆晨给打醒了。他在银月长老眼里，恐怕都成共享充电宝了，想用就拿，不想用就放回去。走吧，陆小子，待老身测测你的灵根，一切合适，你便与小柔结成道侣，稍后老身便引你入门。银月长老心情大好，送上门的阴阳圣体，这回可是捡到宝了。给陆晨测试灵根，也是走最后的过场而已。银月长老已经打算先下手为强，将陆晨收入门下，跟自己的爱徒深度绑定，彻底将关系做实。毕竟是阴阳圣体的灵根，他还能有不好的道理？陆晨眼前一黑，再次站稳的时候，他跟银月长老已经到了掌门殿前。银月长老一只枯瘦的干手按在陆晨头顶，只待测试完灵根，就来个近水楼台先得月。然而这一侧，银月长老的脸就黑了。不对吧？对了，砸灵根，你竟是砸灵根！银月长老的手连搭了2次，最后测完陆晨的灵根，银月的声音已经变得无比冰冷。好小子，心机够深沉的。砸灵根的修为只能止步筑基，这样垃圾的天资，再好的体质也注定无缘金丹。更何况如此体质，怎么可能是砸灵根？什么转世大能，一日突破炼气2层，这恐怕都是陆晨设计出来的。一想到自己都差点被蒙蔽，银月长老就满腔怒火。之前的承诺作罢，小子，你好自为之吧。哼！一声冷哼，银月长老的身影消失在原地。多在此地待1秒，都是对他的嘲讽侮辱。砸灵根又如何？未来我未必到不了你的高度。陆晨目光冷静，心中暗自说道。他早就知道自己的天赋了，但还是心怀了一丝希望。万一有系统的他，身上会有一些自己都察觉不到的变化呢？只不过现在看来，他还是之前的他，只不过他不认为自己的未来还能止步于筑基。现在对他来说，未免不是一件好事。要是这和顾小柔结成道侣了，有银月长老这个老东西看着，到时候他想偷腥都难。一旦如此，他想提升都难了。银月长老冷着脸进了阴阳大殿，殿中正有10余人，分作2排议事，这些都是阴阳宗4峰的高层。居中上首位置坐着身着单薄轻纱的少女，看上去天真烂漫，柔柔弱弱，她就是阴阳宗现任掌教玲珑上人。跟外表给人的印象完全不同，清纯少女模样的玲珑上人，不光修为深不可测，战力也是异常彪悍。银月门中新进的那个阴阳圣体，可是属实玲珑上人的声音清冷。大殿中高层们的目光也都集中在银月长老身上。唉，银月长老一声叹息，因为陆晨他是白白兴奋了半天，这回的银月长老要多郁闷就有多郁闷。叹息过后，银月长老这才直言：掌教师姐，那陆小子体质是特殊，但肯定不是阴阳圣体，他竟然是个砸灵根。什么？砸灵根？你是不是看错了？那岂不是说他这一生都无法结丹，根本没有多少培养价值？门中高层顿时炸开了锅，本来大家都是闻讯而来，等着将陆晨收入门下，没想到陆晨竟然是个砸灵根。行了，银月，你这性子应该收敛收敛了。不光你，就连你那弟子也给你带坏了。世间天才本就少有，你也该收起你的执念了。玲珑上人一眼就看出银月长老打着心思，被上人教训，银月长老之躬身称是。玲珑上人也不管他有没有听进去，挥手便让他先落座。至于陆晨如何安排，玲珑上人稍稍思量就有了安排。陆小子虽是砸灵根，但体质确实适合修行我宗功法，他能找到这来，就是和我阴阳宗有缘。诸位有谁缺弟子的，将他收下就是。掌教话音落下，众人齐齐看向银月长老。银月长老假装打盹，没有一点要动的意思。其他高层也是一阵叽叽喳喳。我纯阳峰弟子甚多，本就资源不足，那小子又是个砸灵根，我可没那么多资源给他。师兄此言差矣，论弟子，我们9阴峰才是最多的，那我赤炼峰更不行了。我门下都是精锐战力，弄个没法结丹的进来，这成何体统？落霞峰人最少，加上赵师弟自己都不过10个人，我看那小子进落霞峰最合适。3峰连着表态，唯独落霞峰的书生一言不发，直到有人将战火烧过来，书生这才淡淡一笑。
听闻那陆小子一直在凡俗打滚，如今他这份仙缘来之不易，我门下弟子也的确少了一些。他若能成功筑基，我愿给他一个机会。赵师弟大意，哈哈哈！阴阳圣体啊，赵师弟，这回你们落霞峰可是赚大了，恭喜恭喜赵师弟，喜得家徒。有人接下了烫手山芋，方才紧张的气氛立刻为之一松。三峰高层纷纷出面道贺，实则夹枪带棒。书生面上一派和善、与世无争的模样，从始至终都很淡然。行了，赵师弟愿意收徒，陆小子的事就到此为止。接下来本座说说门内大比。玲珑上人脸色微微一正，说起正事，下边的争吵也随之消失。高层会议还在继续，陆晨没有等到银月长老，却等来了白色如山、捏着折扇的青年。此人一脸和善，御风而来，远远就向陆晨打了招呼：“你可是陆晨，陆师弟？”陆晨还礼之时，面如冠玉一般温和的青年已经一步踏进山前，到了陆晨对面，师弟无需多礼，方才师傅传音，换我过来引你入门，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青年自来熟的热情弄得陆晨有些懵，一切来得太快，陆晨还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对了，瞧我这记性，还没跟师弟自我介绍呢。我叫萧逸，落霞峰首席弟子，师弟唤我大师兄、小师兄都行。萧逸打量了一下陆晨，似乎对这位师弟的表现挺满意。大师兄，对方如此热络，陆晨也只能由着对方的性子。对了，师弟，虽说咱们落霞峰没什么规矩，但也要等你筑基之后才能正式拜师，这之前怕是要委屈师弟先待在外门修炼了。萧逸一副遗憾的模样，倒不像是在作假。陆晨倒也没有轻信，对他来说，不管外门内门都是一样的修行。萧逸手中的扇子一张，顿时化作飞行法器。萧逸带着陆晨一起飞行，去往阴阳宗外门。知道陆晨修为太浅，萧逸一路刻意放慢了飞行速度。师弟，你看，这东面的是纯阳峰，门下多是男子，擅长炼丹阵法；西边的是九阴峰，清一色的都是仙子。师弟往后一定会常去做客，哈哈。萧逸的性子颇为温和豪爽。陆晨一路上对阴阳宗了解不少。一炷香的时间之后，萧逸才带陆晨到了外门，帮助陆晨领了身份令牌、储物袋等物品之后，萧逸又带着陆晨到了一座大殿前面。小师弟，这里就是外门接取任务的地方，师弟若是缺少灵石或者需要托人做任务，便可来此。萧逸指着大殿跟陆晨介绍。萧逸从一开始叫陆师弟，这会儿已经顺口成了小师弟。陆晨淡淡一眼看过去，人物殿前人来人往，不用想他也知道外门弟子的灵石有多稀缺。陆晨正盘算着如何将自己的灵石洗白，他现在可不缺灵石。忽然间，一道刻薄的声音就从陆晨身后传来：“哎呦呦，这不是陆晨陆师弟吗？你怎么沦落到外门来了？”他听说有人看到银月长老在宗内满脸怒容的样子，他再结合从云瑶那边打听到的消息，瞬间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再加上陆晨来到外门的任务大殿，他就知道陆晨这阴阳圣体大概率是假的。陆晨闻声回头，就看到了江河那张欠打的贱兮兮的笑脸。正要和陆晨分开的萧逸脸色依旧温和，但打量着江河的眼神已有些许不善。小师弟，要不要师兄我给他上一课？萧逸小声询问陆晨的意见。陆晨正要拒绝，却又有一个清冷的声音插了进来：“江河，你可是外门主管任务堂的弟子。”顾小柔看了眼陆晨这边，他脚踏着一片轻纱，站在半空，宛如仙子临凡一般，圣洁而高不可攀。陆晨正要搭话，顾小柔却已收回目光，就如陌路人一般，不再多看他一眼。陆晨微微一怔，止住到了嘴边的话语。他哪里不明白，顾小柔的态度之所以发生那么大的转变，必定是从他的师傅银月长老那里得知了自己的资质只是杂灵根。虽然陆晨并未当真想过能与顾小柔结为道侣，但不过一个时辰前刚与自己双修过，对自己含羞带怯的仙子，一转眼便视自己为无物，这样的屈辱让陆晨心中有些不爽。顾仙子，正是在下。一旁见顾小柔大驾光临，江鹤顿时露出一股狗腿子模样的贱笑，满脸谄媚地迎了上去。对方可是银月长老的亲传弟子，天资卓越，身份尊贵，更是已经达到了筑基期的境界。他一个炼气期，自然上赶着想要巴结。不等顾小柔继续开口，这时江鹤一晃眼瞥到一旁呆呆望着顾小柔的陆晨，顿时气不打一处来。陆晨，你小子好大的胆，竟敢如此亵渎顾仙子！江鹤非常的不爽。虽然他已经有了道侣，但无论是样貌修为还是背景，顾小柔都要碾压云瑶。对于这等神仙人物，他的心中自然还是存着那么一丝丝的幻想，说不定对方一时瞎了眼就看上自己了呢。而对于自己都不敢随意注视的顾小柔，区区一个炼气2层的小子，竟敢这般赤裸裸地盯着，简直吃了雄心豹子胆。一旁萧逸同样发现了这一幕，心中暗暗思忖，莫非自己这还未入门的小师弟看上了顾小柔？
那可就不太妙了。萧逸很清楚，这顾仙子脾性随他师傅银月长老可谓是眼高于顶，挑得很。要不然，以对方的天资修为，也不至于迟迟没有道侣，至今孤身一人。门内不知多少优秀的师兄弟，在他面前吃了亏，而自己这小师弟仅仅只是杂灵根，结丹无望，就更不可能入得了顾小柔的眼了。若是当真迷上了顾小柔，只能是自讨苦吃。轻轻扯了扯陆晨的衣角，萧逸收起折扇，向顾小柔微微一礼：“顾仙子，好久不见。”同为筑基期修士，对于萧逸，顾小柔倒是没有无视，同样微微一礼：“萧师兄。”随即便不再说话，倒是很有他那清冷仙子的派头。一旁陆晨回过神来，他的心中也有着自己的一份孤傲。对方淡漠于他，他也不可能如那江鹤一般热脸去贴冷屁股。他陆晨可没那么贱。哼！见陆晨乖乖收回目光，一旁的江鹤这才露出满意的神色。这里可是阴阳宗，你小子既然侥幸入门，以后就得规矩些，管好自己的那双眼睛，别为自己徒惹祸事。闻言，萧逸眉头一皱，正欲开口，陆晨却是率先站了出去，回怼道：“眼睛长在我身上，我爱怎么看就怎么看，关你什么事？当好你的狗腿子，少在这里唧唧歪歪。”若是以往，陆晨或许会暂时隐忍下来，但顾小柔就在一旁，这让陆晨心绪有些难平。虽然现如今他与顾小柔已经形同陌路，但江鹤这个死舔狗怕是根本想不到，一个时辰前他眼中高不可攀的顾小柔，曾娇弱无力的被自己搂在怀里。而这绝不是结束。目光再度灼灼地望向顾小柔，陆晨心中难以抑制地冒出一个想法来：早晚有一天，他要让这高高在上、眼高于顶的顾仙子乖乖匍匐在自己身前。到那时，自己一定要和他狠狠的深度接触个遍。对了，还有他那老不死的师傅也一定要付出代价。嗨嗨，当然，银月长老付出的代价和顾小柔自然是完全不同的。他陆晨还没那么恶。你个混账！当着顾小柔的面被陆晨怒骂一通，江鹤脸色极其难看，羞怒之下，他手猛然一抬，真气凝聚，竟是想对陆晨出手。然而他的想法很快便落空了。一次的萧逸手中折扇一摆，江鹤便倒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当着我的面想对我的小师弟动手，未免太不给萧某面子了。萧逸依就是那般温文尔雅的姿态，口中的话语却带着凌厉寒意。江鹤脸色顿时大变。修仙门派内向来以实力天资为尊，他本以为陆晨虽侥幸入门，拜入落霞峰，但必定不受重视，甚至可能遭到同门的排挤嫌弃，因此他才敢当着萧逸的面三番五次挑衅陆晨。没想到萧逸竟是会为陆晨出头。一旁顾小柔同样有些意外，但显然他并不想让这场闹剧继续下去。够了，这江鹤也受到了该有的惩罚，萧师兄就此作罢吧。行，那就给顾仙子个面子。萧逸温和一笑，听他的意思，若是顾小柔不出言，他还不准备放过江鹤。多谢萧师兄。一旁从地上爬起来的江鹤恭恭敬敬地朝萧逸施了一礼。对于筑基期的萧逸，他自然不敢忤逆，不过目光瞥见陆晨时，他的眼中却闪过一抹恨意。若不是陆晨这小子，他又怎么会在顾仙子面前丢这么大的人？别让他抓到机会。江鹤咬牙切齿。见到这一幕，顾小柔心中暗暗摇头，一群只会争强斗狠的蠢货。显然在他的心中，将陆晨也归为了与江鹤同一类人，对于与陆晨划清界限的做法也越发认同。之前的一切不过黄粱一梦，乌龙一场，今后二人便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了。收回心绪，顾小柔神色淡漠，向江鹤询问道：我来找你是想要发布一则任务，差人在秘境内为我寻一副灵药。就在顾小柔、江鹤二人说话时，萧逸则带着陆晨先一步离开了。来到无人处，萧逸看向陆晨，语重心长地开口道：小师弟，不是师兄打击你，但你若是看上了那顾小柔，最好尽快打消这个念头才是，要不然这对你的修行大为不利。修仙一途，最忌执念，更忌求而不得。刚才见陆晨直勾勾盯着顾小柔，一副入迷的模样，萧逸担心陆晨也入了这个坑，这才出言相劝。闻言，陆晨顿时有些哭笑不得。他承认他对顾小柔却是有些非分之想，但要说看上对方，那咋可能？这种女人他陆晨才不放在眼里。相比之下，倒是刚才顾小柔提起的秘境让他更感兴趣。师兄，你想多了。那顾小柔固然貌美，但师弟也不至于沉迷于她，刚才之所以发呆，另有缘由。陆晨简单解释了一番，随即追问起顾小柔口中的秘境。前世陆晨所在的元阳宗也有着诸多秘境，但那些秘境大多是极炎之地，充斥着岩浆、火山等物，火元素极其浓郁，乃是火系修行者的福地。当时
大多弟子进入秘境，所谓的都是借助其中精纯的火源，诉求得突破。同样的，因为那些秘境内恐怖的火元素，并不适合绝大多数灵植的生长。可刚才听顾小柔说，竟是要悬赏秘境内的一副灵药，看样子阴阳宗的秘境似乎别有一番洞天。果然不出陆晨所料，只听萧逸缓缓道：“小师弟，在我阴阳宗内，秘境可是一处绝好的地方。我阴阳宗有着大大小小诸多秘境，这些秘境神奇无比，自成一方小天地。其中一些秘境乃是宗内大能以大法力开辟，用于培育各类灵植。这类秘境大多较为安全，仅有一些修为粗浅的低级灵兽，也是炼气期弟子唯一允许进入的一类秘境。作为开垦秘境的褒奖，门内弟子在这些秘境内找到的灵植都可以收入囊中，无需上缴宗门。培育灵植，找到的灵植还都能自己留下来。”闻言，陆晨眼前一亮，眼下他最缺的就是各类稀有灵植，比起元阳宗，这阴阳宗的秘境可适合他多了。听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陆晨顿时化身好奇宝宝，继续追问道：“师兄，听你这么说，还有更危险的秘境？”“那是自然。”见陆晨一副求知若渴的模样，萧逸满意一笑，继续为其解惑：“除开这些比较安全的秘境，还有一类秘境，并非我宗大能开辟，他们原本潜藏在外界一些空间夹缝中。我宗的一些高人在外游历时，偶然发现，见其内蕴有丰厚灵气，便以大法力将其转移回来，用以培育灵植，或是作为宗门后辈弟子的试炼之所。并且与我宗高人开辟的秘境不同的是，这些外来秘境大多并未开垦完全，其内还蕴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珍宝，但同样的也潜藏着许多未知的危险。因此进入这些秘境的门槛便是筑基期。你师兄我便进去探索过数次。”说到这里，萧逸的眼中闪过一抹复杂的追忆之色，显然那些秘境曾给他留下过深刻的回忆，这让陆晨越发好奇起来。不过眼下以他的修为，也只能勉强进入那些低阶秘境，想要进入更高等的秘境探索，起码也得筑基之后。这也让陆晨筑基的欲望越发迫切。似是看出了陆晨的跃跃欲试，萧逸露出一抹欣慰之色，勉励道：“小师弟，你的资质虽欠缺了些，但听说你体质颇为特殊，只要有一枚向道之心，想来筑基不难。我期待你正式拜师入封的那一天。”说完，简单寒暄两句后，萧逸便离开了。看着萧逸离去的身影，陆晨发自内心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师兄慢走。”在修仙界，天资修为就是人的脸面。陆晨心知，以他杂灵根的资质，这哪是萧逸口中的欠缺了些，分明就是差到了极点。按照陆晨的记忆，当初加入元阳宗的他，因为资质太差，就曾遭受过无数白眼。而现如今加入阴阳宗后，竟是能遇上这么一位好师兄，实在难得。陆晨向来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之人，眼下的他或许还做不了什么，但未来若有机会，定会重重报答。收起心中杂念，陆晨来到纯阳峰下一所小院前。外门弟子尚没有资格开辟洞府，这所院子便是他的住所。虽然简陋了些，但胜在偏僻安静，倒也不错。简单巡视一番后，陆晨满意的点了点头。对于住所，陆晨的要求并不高，最重要的是这座院子里还有着一块药田，虽已荒废许久，但想来只要悉心打理一番，将来一定会有些用处。简单收拾后，陆晨并未久留，径直来到了外门的任务大殿。这里也正是外门前往各个秘境的入口。好在那江鹤已经不在此处，倒也免得再起冲突。这位师兄不知怎么称呼。来到主管秘境的分店，陆晨找上一位看上去颇为和善的师兄。青年哈哈大笑，朗声答道：“哈哈，这位师弟面生得很，肯定刚入门没多久吧？我叫周生，叫我周师兄就行。有什么事，师弟尽管说。”“周师兄，师弟陆晨确实是在今日刚入门。”陆晨行了一礼，继续道：“师弟想要前往秘境探索，不知如何进入，还请师兄提点。来这里的都是为了进入秘境探索。”周生早已见怪不怪，只不过入门第一日就进秘境，倒确实比较少见，但他也没多嘴，详细与陆晨介绍起来。在外门，诸多炼气期弟子能进入的秘境共有20个，每个秘境进入的人数、时间都是有限的，并且进入秘境还需要缴纳10块下品灵石。每个秘境内都种植着各类灵植，随意采到2株灵植便可以轻松赚回票价。但同样的，秘境内也有许多杂草或是价格极其低廉的药草，让人眼花缭乱。若是没有几分眼力，贸然进入，白忙活一番不说，还得赔上10块灵石。不过师弟不用担心，每位新人第一次进入秘境都是不收费的。原来如此，多谢师兄。陆晨微微点头。他就说嘛，若不是如此，大多数刚入门的弟子已经把灵石缴纳一空，哪里还买得起入场券？既然师弟已经想好要进入，眼下还空缺的只有18号秘境了。
那就18号吧，多谢师兄。陆晨雷厉风行，当即决定下来。行，那就祝师弟一路顺风，到时找到好东西，可别忘了师兄。周生笑眯眯地开了个玩笑，打开秘境入口。很快，陆晨的身影嗖的一声消失在原地。话虽这么说，在他眼里，如大多数第一次进秘境的新弟子一般，陆晨这次进入肯定也要带回一堆无用的草药，一夜暴富，哪有那么简单？送走陆晨，周生懒洋洋地坐回椅子上，正欲假寐，突然一阵香风袭来，一道倩丽的曼妙身影出现在他面前。秘境，呼！刚一进来，陆晨便忍不住深呼吸了一口气，好精纯的灵气。陆晨喜上眉梢，这秘境里的灵气比起纯阳峰下可要浓郁多了。若是能长时间待在这里边，便是天资差如一头老母猪，早晚有一天也能步入炼气期。不过陆晨也清楚，除了他这个异类，对于大多数炼气期而言，10块下品灵石可不是个小数目，并且每次进入秘境只能待10日，就是豪横如陆晨也不敢在这里边久留啊。因此陆晨这次进入并不是为了借助灵气修炼，而是要多找些灵植，方不负此行。陆晨也不浪费时间，迅速在秘境内搜寻起来。玉灵草，不对，这玩意应该是白灵草，差点眼拙了。放弃眼前一株带着缕缕灵气的草药，陆晨摇了摇头，他算是明白了为何阴阳宗如此大方的开放秘境，任由门内弟子采摘灵药。这秘境内因灵气浓郁的缘故，诸多低廉的草药也沾染上几分灵气，若是长得再像一些，就更加难以分辨了。就拿眼前的白灵草来说，它与灵植玉灵草极为形似，但虽仅有一字之差，价值却相去甚远。真正的玉灵草价值数块下品灵石，可炼制如淬体丸、易筋丹等低阶丹药，而这白灵草只值些许银两。对于现在的陆晨而言，收进储物袋里都嫌这玩意儿占地方。不过好在，虽然这些草药真假难辨，但陆晨好歹有着上千年的见识。记忆中身处元阳宗的他，曾数次辅助门内的师兄炼丹，对于许多灵植的模样、气味可谓是深入骨髓，刻在心底。留心些，想要多找些灵植还是不难的。转瞬5日过去，在陆晨不辞辛劳的日夜辛劳之下，他的储物袋里也已经装上了数十株灵植。就在他将又一株龙筋草收入囊中之际，一旁传来一道声音：“陆师弟，这是又有收获了。”说话的是一名身着青袍的男子，面容俊朗，身材修长。此刻男子看向陆晨的目光中满是艳羡。男子身侧还有一名极为可爱的女子，从男子身后探出一颗小脑袋来，乌溜溜的大眼睛里满是好奇，声音软糯，像只撒娇的小猫，让人看到就忍不住想要摸摸它。哥，这小子还蛮厉害的嘛。女孩有些天真的说着，言语间毫不掩饰对陆晨的夸赞，这倒让陆晨有那么些不好意思起来。这些日子来，陆晨在这18号秘境内可谓是1号大红人，原因无他，这小子太能找灵植了。对于不少从小研究灵植炼丹的修士而言，进到这秘境中都容易两眼一抹黑，难以从诸多草药中寻出珍宝来。就比如眼前的这对兄妹，陈以清、陈以宁，二人出生自一个丹道世家，因天资卓越，双双破格拜入阴阳宗，被一位长老收入门下。虽年纪尚小，却已经分别是炼气5层与炼气大圆满的修为。可饶是从小在各类灵植丹药旁耳濡目染的他们，现在的收获也不过区5、6株，这还是二人合力寻找的成果。比起陆晨，可谓是差了10万8千里远。但即便如此，除去陆晨外，在这秘境内，二人恐怕已经是收获最大的了。可见陆晨收获之丰，陈师姐谋赞了。对陈以宁这个古灵精怪的小丫头，陆晨也颇为喜爱。但让陆晨有些无奈的地方便在于，虽然对方才14、15岁，年龄比自己小，但奈何对方先自己入门，修为又比自己高，所以虽有些不情愿，他也只能乖乖的叫声师姐。陈以宁显然对这声师姐很是受用，看着陆晨满意的点了点头，那模样仿佛在说：“师弟真懂事，以后本师姐罩着你。”打了声招呼后，陆晨看向陈以清：“不瞒陈师兄，师弟刚才确实侥幸找到了一株龙筋草。”陆师弟好眼力。陈以清赞叹了一声，同时又在心底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出生于丹道世家的他，对于陆晨这样的人才可谓是喜爱至极，并且这几日偶有接触下来，陈以清觉得陆晨的心性也颇为不错。只可惜对方是个前途无望的杂灵根，要不然日后或许能成为妹妹的一个好归宿。罢了，收起心中杂念，陈以清彻底断绝了这个念头，只当陆晨是个普通朋友寒暄起来。对了，刚才我听说有人见到东南方10余里处有异光乍现，似有灵植成熟，陆师弟有没有兴趣一同前往探寻一番？哦，闻言，陆晨顿时眼前一亮。虽然成熟时伴有异光的灵植
大多都有灵兽守护在旁。一般而言，凭筑基期的微末道行是不敢去采摘的，但在镇秘境内，凡是有灵兽成长到筑基期，都会第一时间被清除。也就是说，以陈以清的修为，在镇秘境内绝对是可以横着走的了。而陆晨若是能傍上这条大腿，同样畅行无阻。当然，陆晨也并非一无是处，毕竟灵植可不会明晃晃的一直发着光，等着众人去找他。除开成熟时散发出的那一缕异光，现在的他只怕已经与别的普通草药看起来没多大区别。想要找到那株灵植所在，还得靠陆晨才行。三人结伴同行，以炼气期的修为，10余里并未花费多少时间。这还是陈氏兄妹时有停顿等候陆晨的缘故，要不然更早就到了。这让陆晨越发觉得丢脸丢大发了。感觉大概到了地方，陆晨三人缓下脚步，在一片花花草草中搜寻起来。而在这附近，早已有好几名阴阳宗弟子正在搜寻。陆师弟可有发觉灵植的踪迹？陆晨虽修为低微，此刻俨然成了三人的主心骨。咦，终于在一片普通草药的掩盖中，陆晨发现了一丝端倪。那是一株看上去极为普通的植株，叶片灰绿，茎叶细弱，其貌不扬。见陆晨盯着这株植株看个不停，一旁的陈以宁也瞪着一双大眼睛仔细看起来。可他看来看去，这分明就是一株普通的龙尾草嘛，灵气稀薄到了极点，和灵植半点关系搭不上。就在陈以宁疑惑不解之际，陆晨却已喜上眉梢，果然是这玩意儿，莫非是星辰草？一旁陈以清也惊呼一声，认出了不远处的那株灵植，这可是炼制清心丹的一味主药，价值不菲。而清心丹更是对筑基期也大有用处的丹药。星辰草的神奇之处在于，白天时它的灵气内蕴与常见的龙尾草别无二致，唯有夜晚时才会伸展茎叶，显露灵气，露出本来的面目。可以说，在白天和晚上，想要找到这株灵植的难度简直天差的别。也难怪这附近那么多同门找了那么久，也一无所获。得知竟是这么个宝贝，陈以宁乐开了花，下意识快步上前，就要将那星辰草给摘下。小宁，小心！一旁陈以清陡然发出示警。话音未落，一阵低沉的嘶鸣声自三人耳边炸响。只见一条粗壮的大蛇从暗处游出，不知何时盘踞到了星辰草旁的一棵巨树上。它的身躯堪比成年人大腿粗壮，身上银白相间的条纹透着阵阵寒意，三角的头颅高高扬起，口中蛇信嘶嘶作响。玉白的树瞳死死盯着陈以宁，仿佛对方胆敢再靠近一步，他便会猛然弹射而出，让陈以宁殒命当场。银环玉蛇，陆晨目光一凝，认出了眼前的大蛇，这可是正儿八经的上品妖兽，堪比炼气后期的存在，只差一步就足以迈入灵兽境界，成为筑基期的存在。若是单独碰到这家伙，以陆晨目前的修为，只能夺路狂奔。但现如今有陈以清在这里，这家伙倒也不足为惧。突然出现的银环玉蛇吓了陈以宁一大跳，从小娇生惯养的他，何时见过那么个害人的大家伙？更何况他还是离银环玉蛇最近的人，几乎都能闻到对方嘴里散发出的阵阵腥臭。啊的尖叫一声，陈以宁下意识地躲到一旁一道身影后边，一双小手颤抖着抓住对方的胳膊，半个身子都贴在了对方的身上，显然被吓得不轻。陈师姐，看着瑟缩在自己身后的陈以宁，陆晨一阵无语。说起来，对方的修为比他还要高2层呢，倒拿自己当起挡箭牌来了。不过话说回来，自己这位小师姐看上去不怎么样，实际发育却挺不错的嘛。那个词怎么说来着？童颜巨。嗨嗨，大敌当前，陆晨收回自己纷飞的心神，看向陈以宁。陈师兄，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就要靠师兄你了。没问题，我速战速决。陈以宁爽朗一笑，显然不把眼前的银环玉蛇放在眼里。一旁陈以宁也终于发现自己情急之下，竟是整个人都快扑到陆晨身上去了。这都还是其次的，更重要的是她可是师姐啊。陈以宁进入阴阳宗也快小半年了，但她年龄尚小，却又天赋出众，平日里接触到的都是各个长老的亲传弟子，修为年龄都高于她。阴阳宗虽也有一些新入门的普通弟子修为不如她，但那些人她根本接触不到。也就是说，一直以来她都是扮演着小师妹的角色。好不容易有个家伙叫她师姐，她正心里偷着乐呢，一转头居然在师弟面前丢了个大脸。你立刻把刚才的事全部忘掉，听到没有？回过神来的陈以宁皱着穷鼻，用看似恶狠狠实则毫无威慑力的语气向陆晨喝道，那模样说是威胁，倒不如说是撒娇来的更贴切些。陆晨并不知道陈以宁心中所想，只当是自己刚才碰到了某些不该触碰的部位，让这个小妮子不好意思了，这才连连点头。见陆晨如此识相，陈以宁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轻咳一声，心中暗念着我不怕我不怕，
直视不远处的银环玉蛇，力图摆出一副师姐的做派来。然而陈以宁作秀的模样，陆晨根本没有关注，他的目光死死盯着不远处与银环玉蛇激战的陈以清。按理来说，身为上品妖兽的银环玉蛇实力绝不弱于普通炼气后期的修士，以陈以清炼气大圆满的修为，拿下对方虽不在话下，想来也该花费不小的一番功夫才是。可是陈以清本就家世不凡，基础打得比普通散修扎实许多，再加上手中又有趁手的法器，不一会儿功夫，银环玉蛇便被打得皮开肉绽，节节败退，命丧当场。呼！看着眼前一动不动的银环玉蛇，陈以宁擦去额头的汗，长出了一口气，比预想的时间要慢了些。闻言，陆晨的嘴角抽了抽，这家伙真不是在装吗？这才多长时间，对于一个炼气大圆满来说，已经很厉害了好不好？至少曾经元阳宗的陆晨是做不到这个地步的，结果这家伙还不满意上了。马德，真是人比人气死人。陆晨无语之际，也越发清晰地感受到了家世底蕴的重要性。为何陈以宁能装的资本？说到底，还不是对方有个好店，有个好家族，拿着趁手的法器，自然无往不利。不过无所谓，他陆晨当不了富二代，那他就努力去当富一代，以后一定要让他的子孙后代也可以如此圆润的装逼。就在陆晨心中暗暗立下宏伟志愿之际，一道道身影疾驰而来，正是之前在不远处搜寻真气灵植的众多阴阳宗弟子们，被陈以清与银环玉蛇的打斗吸引而来。银环玉蛇看着那具倒在陈以清面前还在潺潺流着鲜血的蛇尸，不少弟子脸色大变。他们有的虽比现在的陆晨强上不少，但和银环玉蛇相比，还是有些不够看的。更何况是轻而易举击杀银环玉蛇的陈以清。一时间，众人看向陈以清的目光都带着几分敬畏。而对于那株珍贵的星辰草，自然也不是他们敢去奢望的。就在众人愣神之际，突然一道倩影飘然上前，香风袭来。来者是一名绝美的女子，眉如远山寒带，眼似秋水盈盈，唇色如樱桃般娇艳欲滴，肌肤白皙如玉，仿佛吹弹可破，透着一层淡淡的光晕，宛如晨露中的花瓣，清新脱俗。一袭素白长裙将她的身材完美凸显的同时，又为她附上一抹清冷无比的气质，好似九天仙女坠落凡尘。来者正是与陆晨有过一夕之欢的云瑶。陈师兄，先是向陈以清柔柔施了一礼，云瑶转头看向陆晨，抿嘴轻笑道：“怎么，陆师弟这是不认识我了吗？”陆晨自然早就发现了人群中鹤立鸡群的云瑶，但是遭遇过顾小柔冷落的陆晨并未主动打招呼，免得碰一鼻子灰。但眼下看来，云瑶与顾小柔似乎并非同一路人，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伸手不打笑脸人，云师姐，好久不见。陆晨朝着云瑶和善一笑，更何况他还没忘了与云瑶深度接触时那美妙的滋味。若是有机会再来上一次，就是让他修为暴涨，一日升仙，他也是愿意的呀。哦，陆师弟认识云师妹，之前与云瑶师姐有过几面之缘，得过云瑶师姐一些提点。陆晨含糊地解释了两句，毕竟他总不能说两人已经深度接触过了吧。虽然这里是阴阳宗思想开放，但还没有到将那种事随意拿出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的地步。见二人认识，一旁原本兴味索然的陈以清这才招云瑶露出笑脸。云瑶虽貌美，在外门弟子中名头不小，二人也曾有过几面之缘，但对于身为长老亲传弟子的陈以清而言，却是没有太大的关联。至少在他眼中，云瑶还不如极善识灵植的陆晨来得重要。陈以清态度的转变倒是让云瑶有些意外，心底暗暗思索起陆晨与陈以清的关系。一旁陈以宁却是对云瑶的到来没露出什么好脸色，倒不是因为二人以前有过什么仇怨，而是因为陈以宁发现，自从云瑶到来后，陆晨的目光中便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色眯眯的意味来。女人向来对这样的目光是很敏感的。当然，陈以宁并不是吃醋什么的，他也不可能无缘无故轻易地喜欢上陆晨。让他不高兴的点在于，为何云瑶一来，陆晨就这般，而自己之前与他待在一起那么久，也没见他露出这样的眼神过。什么意思吗？难道自己就那么没有魅力？身为亲传弟子的陈以宁虽然尚未出阁，但毕竟身为阴阳宗弟子，他也并非什么都不懂。耳濡目染之下，对于男女之事，他也多少是有些了解的。自己的小师弟对别的女人露出这种眼神，让他这个师姐很不爽。一旁看着云瑶，陆晨却是知道，这个女人八成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随即率先开口询问道：“不知云师姐前来，所谓何事？”便是无事，人家就不能来与你打个招呼吗？带着几分撒娇的语气，云瑶甜腻腻的道，让得陆晨又是心头一颤。虽然在他接触过的女人中，顾小柔的容貌气质犹在云瑶之上，但陆晨不得不承认，论起最会拿捏男人的，绝非云瑶莫属。这女人简直是个妖精。好在
陆晨也已经不是那个憋了不知多少年的初哥了，这定力多多少少是有些上涨的。淡淡笑道：“云师姐说笑了，师姐想打招呼，师弟自然乐意之至。若是师姐愿意，师弟天天都去找你打招呼。”一番话说的云瑶咯咯直笑，一旁的陈以宁却是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这答的是招呼吗？这分明就是打情骂俏，真不要脸。不过显然陆晨与云瑶都不是脸皮薄的主，你一言我一语的继续逗乐着。而在绕了个大圈子后，云瑶也终于说到了正题，笑盈盈的道：“陈师兄，你们真是好运气，竟然能找到这稀罕至极的星辰草。要知道，这类灵植大多都是在更高等的秘境才能找到哩。”闻言，陆晨双眼微微一眯，果然不出他所料，这云瑶正是冲着星辰草而来。只是这星辰草他与陈以清等人尚未分配好，可不是他能做得了主的。要不然，若是云瑶愿意再与他多结几次仙缘，便是让他将星辰草双手奉上也无所谓。反正与旁人不同，对别人而言，或许星辰草更加珍贵，但对他来说，与云瑶多结几次仙缘的益处，可比区区一株星辰草来得大多了。就在这时，只听陈以清陡然道：“云师妹，这和运气可没什么关系。之所以能够找到这株灵植，可全都靠陆师弟慧眼识真。他的眼力，便是出自丹道世家的在下，也是远远自愧不如。”陈以清叹了口气，天才向来是自傲的，他也是如此。一直以来，以丹道世家传人自居，少有人能入他的眼。在此之前，陆晨虽找到诸多灵植，陈以清也只是称赞于他。而随着陆晨竟能在光天白日之下找到这株为有在夜晚才显露灵植特点的星辰草，陈以清对他才是真正的心服口服了。至少在这方面，陈以清是拍马也赶不上陆晨的。哦，陆师弟。听到陈以清对陆晨竟如此推崇，云瑶不由得有些目瞪口呆。对于陈以清的身份，在阴阳宗内并不是秘密。这几日内，秘境内虽有传闻，新入门的弟子陆晨是个食药的大家，区几日时间便找到了许多人数10次也不一定找得到的诸多灵植，但云瑶一直没有信以为真，毕竟他对陆晨也算是知根知底的了。这小子前些日子还是个望云瑶楼星探的普通人，刚才见到陆晨与陈氏兄妹二人在一起，他还以为是几人间有些交情，陆晨跟在这对兄妹背后才捡到一些露馅，在看来他的推测根本就大错特错，真正的高人竟当真是陆晨这小子。一双妙目在陆晨身上流转，云瑶凤眼含丝，似要将陆晨管得干干净净，瞧瞧这小子身上到底有些什么秘密。倒是小女子有眼不识泰山了，没想到陆师弟竟是如此深藏不露。哪里，我可没有视奸你身。陆晨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随口说出的话却是让云瑶俏脸微微一红，心底暗暗猜测，莫非这陆师弟有所指？是了，这小子第一次见到自己就一副急色的样子。虽然云瑶已经知晓陆晨乃是杂灵根，晋升无望，但他的特殊仍是实打实的。那银月长老与顾小柔师徒二人看不上陆晨，可不代表他云瑶有这个资本。想到这里，云瑶一双妙目中不禁带上了一抹异彩。见陆晨与云瑶两人越说越离谱，一旁的陈以清咳嗽2声，打断了他们的对话。说起来，咱们还没把东西给分配好，正巧这条银环玉蛇身上的蛇胆对我修炼有大用，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蛇鳞包下来也能做一件软甲给小妹防身用，至于那株星辰草就分配给陆师弟吧。陈以清三言两语瓜分好了战利品，听得陆晨微微一愣，这么轻而易举的就把星辰草送给自己了。陆晨头一次当真的不好意思起来，陈师兄对付银环玉蛇师弟没出半分力气，这星辰草实在受之有愧。本来陆晨预想的能分到银环玉蛇身上的一些物品就不错了，哪成想陈以清如此大方的直接把大头分给了他，自己兄妹俩却只拿了那条银环玉蛇。那条上品妖兽品阶的银环玉蛇虽也是好东西，但比起星辰草价值还是要差上一些的。简单用下品灵石来计算，星辰草的价格至少在300块灵石，想要买到还不太容易，而银环玉蛇估计只价值100余块灵石而已。闻言，陈以清却是大手一挥，豪气道：陆师弟说的哪里话，要不是你，我们也找不到这星辰草。再说了，这银环玉蛇的蛇胆确实对师兄有些用处，本来还准备出宗去买，现如今他自己送上门来，倒也省去我一番功夫。再说了，我和小妹出自丹道世家，家里灵植收藏颇丰，若是因一株星辰草与陆师弟争抢，传出去岂不丢人？陆师弟就别废话了，收好吧。言罢，陈以清将采下的星辰草径直送到陆晨手中。事已至此，陆晨也不是扭捏之人，将星辰草收好，朝陈以清郑重地行了一礼。那就多谢师兄了。陆晨心里清楚，陈以清说得轻巧，对方虽来自大家族，但毕竟修为尚浅，
家族收藏再多，也还不是他们的。价值100余块下品灵石的星辰草，对他们而言也不是个小数目。对方如此大方，恐怕是心存结交之意。而对陈氏兄妹，陆晨也颇具好感，起码对方和一些狗眼看人低的妖艳贱货完全不一样，行事称得上一句正派，说一句谦谦君子也不为过。就在这时，陈以清凑近陆晨，低声补了一句：“陆师弟，我看这云师妹似乎想要这诛心辰草，至于愿不愿意交易，怎么交易？嘿嘿，就看师弟你自己的了。”说着，陈以清猥琐一笑，朝陆晨悄悄竖起一根大拇指，那挤眉弄眼的模样，仿佛在说：“机会给你了，你小子可别不中用啊，好吗？”看着陈以清悄然露出的真面目，陆晨一阵无语。毕竟是阴阳宗的弟子啊，枉他还以为陈以清当真是个多么正经的人。不过话说回来，对方将星辰草拱手相让，竟还有这么一层意思。显然，陈以清也早已经看出了陆晨和云瑶的关系有那么些许的不一般。这是宋主公来了。不管咋说，若不是有旁人在，陆晨简直想大喊一声义父了。几人再度寒暄一番后，陈以清找了个借口，便带着陈以宁与陆晨分道扬镳了。一时间，原地便只剩下了陆晨与云瑶二人。陆师弟，云瑶甜腻腻地喊了一声：“几日不见，我都有些想陆师弟了。”云瑶娇笑着，似是别有深意，让得陆晨浑身骨头都有些酥软了。看着娇媚的云瑶，陆晨眼中闪过一抹火热，也懒得再多废话，开门见山道：“云师姐，你想要这诛心辰草？”云瑶眨了眨眼睛，带着几分撒娇的语气。陆师弟明知故问，不得不说，这么一个大美人儿在自己面前露出这般模样撒娇，这杀伤力，这成就感，不要太强。别说陆晨了，是个正常男人，不对，是个正常雄性都顶不住啊。不过他陆晨也不是傻子，可不会被三言两语就哄得晕头转向，将星辰草乖乖奉上。想要星辰草可以，那云师姐可就得付出点代价了。这一刻，陆晨再度展现出他诚实的好品质，有话直说。云师姐想要这星辰草简单，但上次之后，师弟对师姐也一直念念不忘。只要云师姐愿意与师弟再续前缘，多结上几次仙缘，那师弟自然心甘情愿将星辰草双手奉上。陆晨的直率再度让云瑶微微一惊，环顾四周，发现原本聚集的同门师兄弟们都已经散去，他才放下心来，拍了拍那起伏的波澜壮阔：“师弟，下次可不能这么大声了。这有什么？咱们阴阳宗莫非还避讳这个？”陆晨不以为然。云瑶白了他一眼：“我这不是为你着想吗？我阴阳宗是不避讳这个，可是你别忘了，师姐可是有道侣的，我可不敢保证事情传出去，她不会找你的麻烦。”云瑶一番话点醒了陆晨。是了，他差点忘了，眼前这位师姐可是有道侣的，并且正是那个讨人厌的江鹤。我去，这么一想想，更刺激了。我陆某好人妻也，更何况还是仇人之妻。若能与师姐结上几段仙缘，便是江鹤前来寻仇，陆某也无憾了。陆晨已是蠢蠢欲动，云瑶脸上露出一抹嗔怪之色。他本以为搬出江鹤能稍微震慑一下陆晨，好让他在这场谈判中占据主动，没想到这小子反倒更加兴奋起来了。果然是个废物，连个新入门的弟子都吓不住。想起自己的那位道侣，云瑶心底暗骂了一句。曾几何时，他与江鹤也算是郎才女貌，琴箫和鸣，羡煞旁人。但是江鹤的修为已然停滞在炼气10层许久了，反倒是他经历了红尘历练，更重要的是，上次与陆晨双修之后，他大受裨益，境界已然隐隐有了松动，或许要不了多久，便有机会突破至筑基期。这次进入秘境，也正是为了自己突破一事做准备。他想要尽可能的确保万无一失，而这正需要眼前的陆晨相助。想到这里，云瑶眼中带上几分情意。那陆师弟，想要我怎么做呢？啊！云瑶话音未落，便惊呼了一声。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金丹4层鬼魂云瑶进行亲密接触，奖励100块下品灵石。2盏茶的时间过后，20分钟，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金丹4层鬼魂云瑶进行深度接触，云瑶好感度25，奖励200块下品灵石。陆师弟，你真是哪有你这样的，幸亏人家随身带着一个简易的隐匿阵法。云瑶满脸红晕，白了陆晨一眼。话虽这么说，他的语气中却没有半分埋怨之意。师姐别生气，刚才辛苦师姐了，这星辰草。陆晨一边说，空着的那只手轻轻一扬，那诛心辰草便出现在了他的手里。云瑶骤然两眼放光，下意识伸手去拿，陆晨却是手一扭，躲了开来。师姐别急，这星辰草自然是你的，只是嘛，接下来的些许时日，一切好说。云瑶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
见陆晨仍没有将星辰草交给自己的意思，云瑶银牙一咬，索性道：“便是出了这秘境，未来1月内，陆师弟可以随时来找我，或是我去找陆师弟也行。”闻言，陆晨顿时乐开了花。他本以为靠着这株星辰草能与云瑶接上7日的仙缘也就不错了，毕竟星辰草的价格也就在300余块下品灵石，虽然价值不菲，但云瑶曾经可是连别人许诺100灵石结仙缘1日也不肯答应的主。细细一算，每次与云瑶结仙缘，他可获得300灵石1月时间，若是不浪费的话，那就是9000灵石啊！对于一个炼气期修士而言，简直是天文数字，并且他也同样能在一次次修炼中获取益处。自己这是找了张长期饭票，还是个那么漂亮娇媚的饭票，这笔买卖简直赚妈了。陆晨满脸含笑，将星辰草双手奉上，云瑶急忙伸手接过，将其枝儿重枝的收进储物袋内后，脸上的笑容已是浓得抹不开了。多谢师弟，这下我就放心了。云瑶好感度35，因为陆晨始终没有放开云瑶，因此当云瑶好感度发生变化时，陆晨第一时间就发觉了，这倒是让他有些意外。上次和刚才他辛苦了那么老半天，2次加起来才堪堪让云瑶的好感度提升了5点，现在他一拿到星辰草，好感度居然直接飙升了10点。看样子这星辰草对云瑶果然相当的重要，难怪他愿意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想来他也是从中获益的。不过无所谓，赚得最大的还是他陆晨。这波是双赢。接下来的几日，陆晨便与云瑶结伴同行，在秘境里探索起来。而这段时间，云瑶也真正明白了陈以清对陆晨的评价丝毫没有半点夸大。几日下来，他才寻到1株灵植，而陆晨再度收获了10余株。这还是因为2人虽约定好同行，但一直保持些许距离，各找各的。要不然以云瑶辨识灵植的速度，就连这1株也别想从陆晨手里虎口夺食。某个隐秘的山洞里，云瑶红唇微起，吐气如兰。陆师弟，今天就是该出秘境的日子了。是啊，陆晨叹了一口气，这几日堪称他这辈子最荒唐的一段日子。白天四处寻找灵植，到了夜里就找个隐秘之地。这段露水情缘当真是让他有些流连忘返，甚至有些舍不得出去了。并且几日与云瑶的深度接触下来，他的修为已然有所增长，达到了炼气4层。这让云瑶不由得啧啧称奇，连道若非陆晨的资质差了些，只怕已是被宗门给供起来了。而云瑶不知道的是，不只是修为的增长，陆晨兜里的灵石也来到了1954块的恐怖数额。要知道，就连即将突破筑基期的云瑶自己，积攒了多年时间，身家也才不过2000余块而已。当然，对于陆晨而言，这些灵石都算是黑钱，能看却不能随意使用，要不然若是被宗门发现，可就有些麻烦了。要想大肆挥霍，还得想个办法把这批灵石洗干净才行。不过对此陆晨心中早已定计，这也是他急匆匆进入秘境的原因。很快2人分道扬镳，先后离开了这18号秘境。呼，重新回到外门的秘境分店，首先映入陆晨眼帘的还是那个周生。周师兄，陆晨朝他抱了抱拳。陆师弟。正在假寐的周生陡然惊醒，看着来人，眼中却露出一抹复杂之色。原因无他，身为外门主管秘境出入的弟子，若要说谁对秘境内的情况最清楚，除了秘境内的弟子们，那就属他了。毕竟周生为人热情，喜爱交友，除了部分高冷的弟子外，大部分出入秘境的都会与周生谈上2句。正因如此，周生早在数日之前便已经知道了18号秘境内有个新来的弟子，是个了不得的高人，在秘境内大搜刮，找到了许多灵植。算了算，今天也确实是陆晨出秘境的日子了。周生笑了笑道：陆师弟，没想到你真人不露相，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他本以为陆晨这番贸然进入秘境必定颗粒无收，没想到却是结结实实的打了他的脸。周师兄哪里的话？陆晨也是淡淡一笑，我还要多谢周师兄为我介绍秘境情况呢，有劳周师兄了，小小谢礼，不成敬意。说着，陆晨手指一挥，1株散发着淡淡药香的灵植便落入了周生的手里。周生大为意外，陆师弟，这哪里使的？别看他平日里在此地与诸多同门谈笑风生，但说到底，这就是份为了赚灵石不得不做的苦差事。同门虽给他些面子，但也只是闲聊2句而已。像陆晨那么大方的，还是头一个。这么1株紫霄花都抵得上周生2个月的俸禄了。陆晨随意的摆了摆手，周师兄，进秘境前不是让师弟若有所收获，别忘了你吗？师弟一直记着呢。周生讪讪道，那就是一句玩笑话而已，师弟怎么还当真了？陆晨淡淡一笑，是吗？若是周师兄不肯要，那我可就收回来了。说着，陆晨作势去拿，见到嘴的鸭子就要飞了，周生一急，下意识将紫霄花给收了起来，
连声道：“我要，我要，这才对嘛，要就是要，不要就是不要，做人就该诚实一点。”陆晨满意的点了点头，显然只是与周生开了个玩笑。周生也反应过来，一张脸上满是善色，不怪他丢人现眼，而是在这阴阳宗内，普通弟子想要赚点零食是真不容易。女弟子还好些，如他这般修为天资平平的男弟子就更是难上加难了。更何况陆晨送出的还不是便宜货。在这外门的诸多秘境中，种植有的灵植大致分为3类，一类是如玉灵草那等最为普通的灵植，价值约5、6块灵石，最高的也在10块灵石之内。这类灵植的数量最多，也相对好找些。大部分弟子进入秘境能找到的就是这一类，而再好一些的就是这紫霄花一类的了，价值约4、50块灵石，但极难寻找。至于陆晨与陈氏兄妹找到的那株星辰草，在这外门秘境中就更是可遇不可求了。周生在这里任职了好几年，平均1年都不一定能有人找得出一株来。一般来说，想要找到这类灵植，都得在更高等级的秘境才行，因此对于大部分普通弟子来说，能有这么一株紫霄花已经堪称奢望了。陆晨的手笔不可谓不大，不过陆晨倒是不太在意，只是见这位周生好说话，人不错，这才愿意赠药交个朋友罢了。并且阴阳宗内极其安全，严禁门内弟子争抢财物，外来人想要进来就更不可能了。财不露白的道理在这里并不太适用，相反，若是穷鬼一个，只会遭人嫌弃。唯有身傍灵石，方能引得那些靓丽的师姐师妹青睐。收下陆晨赠予的紫霄花，周生的热情又上了好几个档次。如果说之前他对收获满满的陆晨确实心存那么一丝嫉妒，那么现在这点嫉妒早已烟消云散。毕竟这小子没得说的，他自己吃肉是真给兄弟喝汤啊。一来二去之间，周生对陆晨的态度也是越发亲昵了。陆师弟，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师兄，只要师兄能帮的，说个不字，那我就跟你姓。那模样仿佛愿意为陆晨付出一切。当然，虽然周生面容俊朗，但陆晨对男人可不感兴趣。就在他准备告辞离开之际，周生却是环顾四周，见四下无人，这才对陆晨说道：“对了，有件事必须得提醒你一下。”见周生如此郑重其事，陆晨顿时提起兴趣来。原来不只是周生知晓，陆晨在秘境内大有收获一事已然在外门中传开了。虽然阴阳宗内不怕财富外露，但是总难免有人因此嫉妒，借机找茬。毕竟陆晨的情况实在特殊，有人羡慕，有人惊叹，就必定有人不怀好意。所以陆师弟还是得小心一些才是，防人之心不可无。明白了，陆晨点了点头。不过他的心中虽有警惕，却无惧怕之意。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修仙一图本就是与人斗，与天斗，与己斗。若是做什么事都畏畏缩缩，这仙还修个什么？不如回家种地去。谁想找麻烦，他陆晨都接了。多谢周师兄，过些时日你休息了，可以到寒舍一叙，咱们兄弟俩把酒言欢。好说好说。很快陆晨离开，原本有些困倦的周生却是乐得再也睡不着了，正准备打坐修炼之际，突然一道身影嗖的一下进入了店内。周师弟，别来无恙啊！来人正是外门主管任务堂的江鹤。二人修为实则在伯仲之间，只是江鹤入门早些，因此能以师兄自居。二人乃是同僚，关系不好不坏。周生笑眯眯地打了声招呼，询问起江鹤的来意。只听江鹤答道：“周师弟忘了，师兄的道侣今日出秘境，我闲来无事，正好来接他。”江鹤话音刚落，一道曼妙的身姿突然出现在大殿内，一时间殿内都带上了一抹幽香。在外人面前，云瑶向来是清冷姿态，浅浅打了个招呼，他转身离去，身后江鹤急忙跟了上去。这时周生突然想起了一件事，除了陆晨在秘境内的惊人表现，还有人说看到外门有名的云瑶仙子，这些时日在秘境内一直与陆晨双宿双栖。此时在望着江鹤离去的身影，周生总觉得他的头顶不知何时多了一顶绿油油的东西。这种事在宗内虽常见，但江鹤这家伙度量小得很，得提醒陆师弟多提防他才是。喃喃自语着，暂时不能离开岗位的周生当即修书一封。周师兄有心了。纯阳峰下，陆晨读完书信，眼中闪过一抹金光。没想到江鹤这家伙居然这么不要脸。显然身为同僚，周生对江鹤是颇为了解的。而在阴阳宗内，普通弟子间虽不能肆意加害，但总那么些办法钻空子。据周生所说，江鹤就曾利用门内大比之时，害过一名与他不和的同门师弟，让得对方落了个终生残疾，修为难有寸进的下场。你说以仙门手段重新长出断肢，若那位师弟有这本事，又岂会被区区江鹤所害？不过不管怎么说，现在的陆晨对江鹤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与防备，而这正是人脉带来的好处。此事之后再说，
眼下最重要的还得是炼丹。接下来的数日，陆晨借着与方子的交情，陆晨将小半灵植以合适的价格卖出，同时又用那些灵石采购回了一批用于炼丹的其余材料。当然，陆晨也没忘了忙里偷闲，每日悄悄前往云瑶的住所一次。很快，材料买齐，陆晨也终于开炉炼丹。取出丹炉，陆晨打了个响指，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便出现在丹炉底。有着记忆中的经验，陆晨对生火术的运用可谓驾轻就熟，控火术同样如此。随着一味味药材扔进丹炉中，时间推移，丹炉中的药材逐渐融化，凝成丹药雏形，散发出浓浓的药香。看到即将大功告成，陆晨也没有半分松懈，始终凝聚心神，死死地盯着丹炉。控火术、小风术，一心多用。终于，宁！只听陆晨轻喝一声，双手迅速结印，灵力大作，炉中的丹丸也在这股灵力的浸染下彻底成型。砰！陆晨猛地一拍丹炉，10余枚丹药被震得飞到半空中，随之陆晨将之尽皆收入囊中，一共35枚，成丹率还是挺不错的。看着虚浮在手中的30余枚珠圆玉润的聚气丹，陆晨目露满意之色。不过，除开成丹率，丹药的品质同样十分重要。拿起一枚聚气丹，陆晨仔细端详一番，随即点了点头。丹药色泽饱满，丹香浓郁，显然品质极佳。只可惜的是，这并不是什么很稀罕的丹药，相反，它颇为的普通，就是攻炼气息修饰、加速提升修为所用。不过，胜在材料简单，容易炼制，成丹率高，并且需求量大，绝对不会卖不出去。更重要的是，它也是眼下陆晨最需要的丹药。啪啪啪，云瑶轻拍着手，径直走进屋内，脸上满是赞叹之色。陆师弟好手段，这么满满一炉的聚气丹，成丹率之高，便说是宗门内哪位长老所炼制，我也是信的。云师姐过奖了，哪有长老会炼这等低阶丹药？陆晨苦笑了笑，若说炼丹术，他自然是有些自信的。千年的记忆与经验，让他在炼丹一途的经验与见识，不比一些金丹乃至元婴的老怪物要差。只可惜他的修为才堪堪炼气4层，在这偌大的阴阳宗，简直低微的可怜。有些丹药，他虽懂得如何炼制，却不是他现在的修为能够支撑的。说到底，还是实力2字。修为与灵石，这便是修仙界最为重要的2个东西。其中一个，陆晨暂时是不愁了，另一个却是让他颇有些困扰。若只靠普通修炼，杂灵根的修炼速度比起旁人确实慢得有些可怜。好在他并不是普通的杂灵根，这不，他最快的修炼方法就自己送上门来了。云瑶师姐，今日怎么有闲工夫到我这里来？陆晨颇有些好奇。前几日云瑶都是让他去对方府上的，到他这座小院子里还是头一遭。云瑶浅浅一笑，这不是听说陆师弟炼丹闹出了不小的动静，这才登门拜访。现在一看，陆师弟果然了不得。眼下这些聚气丹虽只是很普通的丹药，在丹药中价格也是最低那一档，一枚只需1块灵石，但胜在成本低，数量多啊。陆晨炼制这么一炉，只花半炷香的时间，成本还不到5块灵石，简直暴利，看得云瑶都有些眼馋了。难怪人家都说炼丹师都是有钱人，成不起我。但奈何他并不是炼药的料，也没有多余的心思放在这上边了。闻言，陆晨苦笑了笑。对于一个成熟的炼丹师，想要赚钱固然简单，但是对于初学者而言，炼丹一途比起修炼并不简单多少，甚至还要更加花钱。想要如陆晨这般轻易炼成一炉成丹率如此之高的上品丹药，不知要花费多少心血，那得失败无数次，耗费无数的材料才行。好在陆晨已然跨过了这一阶段，才显得如此轻松。拿起一粒聚气丹，云瑶挺起琼鼻，轻轻一嗅，脸上神色更艳3分。这聚气丹似乎比平时我在市面上买到的品质都要好些哩。陆晨淡淡一笑，师姐若是喜欢，这一炉都送你了，拿去当糖豆吃。说着，陆晨随手一挥，30余枚聚气丹都飘到了云瑶面前，这让他有些意外。云瑶虽不懂炼丹之道，却也看得出来陆晨炼出的聚气丹品质很高。市面上普通的聚气丹只卖1块灵石，这些拿出去卖上2块甚至3块灵石都不难。这么多算下来也有差不多上百块灵石了。将聚气丹收起，云瑶已是笑意盈盈，陆师弟果然大手笔。嘿嘿，师姐喜欢就好。陆晨低声一笑，又继续道，不过既然师姐收了丹药，上次师弟提出的那点小要求，还望师姐今日答应才是。陆晨一番话说的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云瑶也是俏脸一红。他也不知道自己这师弟从哪知晓那么多奇奇怪怪的花样，有的就连身居阴阳宗多年的他也未曾见闻过，其中的一些就是他也觉得有些羞。不过吃人嘴软，拿人手短，真是服了你了。云瑶微红着脸，
纤手一抬，一座简易阵法将陆晨的小院子包裹住，随即他便乖乖听从起陆晨的指示来。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金丹4层鬼魂云瑶进行亲密接触，奖励100块下品灵石。2盏茶的时间过后，20分钟，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金丹4层鬼魂云瑶进行深度接触，云瑶好感度60，奖励200块下品灵石。爽，真爽！陆晨记得4世有一位阴阳宗的前辈高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至理名言：深度接触便是通向女人的心的捷径。若是不能捕获一个女人的心，那就多走几次。果然3番5次的接触下来，他与云瑶是越发的熟练与适配了。曾经清冷无比、常人不可近的花魁，此刻面对他时那副乖巧懂事的模样，简直让人着迷。难怪人家都说最顶级的女人便是床下床上2副面孔。嗨，至理名言都是至理名言啊！仙人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就在陆晨正体会着刚才这段时间里那无比快活滋味的余韵时，突然院子外的阵法猛然波动了起来，似是有人在外攻击。瑶儿，你在这里吗？陆晨，你个混蛋，给我滚出来！我知道你们在里边。陆晨，你有本事就把门给我打开！那道声音又急又气，怒声狂吼着。屋内刚刚结束的2人听到这道声音，都是脸色微微一变。陆晨颇有些被撞破的尴尬，倒是云瑶不仅没有半分惊慌，反而露出一丝不耐与恼怒来。这家伙跑这里叫唤什么？纤手一挥，云瑶收起阵法，走出屋外。陆晨也紧随其后。看到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2人，江鹤一时失了声。只听云瑶缓缓道：江师兄，我来找陆师弟交流一番修炼心得。你在外边又喊又叫的做什么？交流心得？那干嘛要摆出阵法？江鹤不相信。云瑶淡淡道：陆师弟受我指点，有所感悟，作为答谢，便炼制了一炉丹药赠予我。我自然要布下阵法，避免被人打扰，这有什么稀奇的？说着，数枚丹药出现在云瑶手中，还不住往外散逸的丹香彰显着，这丹药确实是刚炼制成没多久。这……江鹤一时语塞，云瑶给出的理由简直天衣无缝，他无从辩驳。可是他早有耳闻，这些日子陆晨时不时就跑到云瑶的住处，今日云瑶更是亲自跑到陆晨家里来，大白天的还特地布下阵法阻拦旁人窥伺，这里边一定有鬼。但见云瑶与陆晨2人面色如常，江鹤又没能亲眼所见，抓奸在床，一时间他也无话可说。见江鹤哑口无言，云瑶再度开口，语气冰冷：江师兄，你我2人虽是道侣，但并不代表我要对你言听计从。所谓的3从4德，那是凡间之理，于修仙界并不适用，在我阴阳宗就更是如此了。我与陆师弟交情如何，在一起做些什么，你都管不着，不要再有下次，不然就休怪师妹无情了。说着，云瑶看也不看江鹤一眼，从他身侧擦肩而过，那模样似对待一个毫无交情的陌生人。咔嚓，江鹤愣在原地，随着云瑶的离去，他似乎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他本以为自己与云瑶多年道侣，感情也算深厚了，哪怕前些日子也还是羡煞旁人的一对神仙眷侣。因此在发觉云瑶与陆晨可能有些什么特殊关系后，他才会如此恼怒的上门想要讨个说法，却是忘了就算云瑶和陆晨真做了些什么，那也是门规所允许的，他没什么资格横加干涉。只是他没想到自己在云瑶心中竟是如此的一文不值。这时一旁陆晨的声音悠悠响起：谁都有公车私用的想法，但若真去上锁，那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一时间江鹤有些迷茫，呆呆地看向云瑶远去的背影。或许是这一刻心境平静下来，他突然发现今天的云瑶和往日有些许不同。平时的云瑶一头秀发都是披散下来，宛若瀑布，今日却是反常的扎了起来。不过江鹤也没有心思去思考其中缘由，行尸走肉般一步一步慢慢离开了。呵，看着江鹤失魂落魄的背影，陆晨撇了撇嘴，他不会可怜江鹤这家伙。陆晨可没忘记前些日子江鹤还对顾小柔大献殷勤，希冀对方能看上他，现如今又对云瑶要求起来了，如此宽以待己，严以律人，开什么玩笑？这里是阴阳宗，一切都是规则允许，而真正想要破坏规则的是他江鹤，并且若真想要公车私用，那也不是没有办法，只要实力够强，灵石够多，自有仙子愿意为你封尘绝念，一生只爱你一人。只可惜显然江鹤没这个本事，没有少爷命，得了少爷的病，可悲可叹。这位入门多年的师兄还不如他这个新弟子对宗门看得透彻，这心性还是太差了些。难怪进入炼气10层那么久，始终没有触摸到筑基期的门槛，让的云瑶师姐已经开始琢磨着把他这个道侣给换掉了。
懒得再去想这场闹剧，陆晨返回屋内，消化起刚才与云瑶双修所获，巩固一下自身境界。待会儿他还有不少丹药需要炼制呢。山中无日月，时日转瞬即过。咯吱，屋门推开，一道身影走出，大大的伸了个懒腰。这段时间，陆晨一直宅在家里，除了修炼就是炼丹。对了，时不时还得抽出点时间来应付送上门来的云瑶师姐。自从上次来闹事受到沉重打击后，这些时日江鹤是彻底安静了下来，云瑶与陆晨也是越发的明目张胆，亦或者说他们本就可如此。之前只是云瑶还顾忌着些许的道侣情谊，以及担心陆晨遭到江鹤的报复，这才有所遮掩。现如今已经撕破脸皮，也就懒得管那么多了。多谢陆师弟了。陆晨身后一道曼妙的身影也钻了出来，云瑶手中拿着几枚归元丹，媚眼如丝的看着陆晨。陆晨笑眯眯道：师姐客气，这来来回回的跑动辛苦师姐了，拿几枚丹药补补身子也是应该的。陆晨就这点好，只要对方服务到位，那该有的酬劳也绝对不会少。这段时间都是云瑶亲自上门，哪怕是凡间比起去店里吃饭，想要点外卖都得多收些配送费的，因此陆晨每次都会多赠予云瑶几枚略值点小钱的丹药，倒是把云瑶哄得开心的不行，好感度也一日一日有所增长了。看云瑶的那副模样，若是陆晨天资好些，恐怕他就立刻甩掉那已名存实亡的道侣江鹤，转头与陆晨结为道侣了。只不过就算云瑶愿意，陆晨也是不愿的，他可不像江鹤那厮整天琢磨着上锁。对了，陆师弟，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可能暂时不能来找你了。云瑶主动牵起陆晨的手，轻声道：哦，可是师姐有什么事？陆晨有些好奇，毕竟距离两人约定的时间还有好几日，他可还没玩腻，也绝对不舍得浪费。云瑶娇媚地白了陆晨一眼：你忘了，师姐马上就要筑基了，筑基事关重大，马虎不得，因此接下来一段时日我得用心筹备此事，确保万无一失才是。筑基，这个对现在的陆晨而言还颇有些遥远的词语。虽然陆晨早已经知道云瑶快要筑基了，却没想到这一天那么快就到来。而以云瑶的天资，若是筑基成功，必然能成功进入内门，若是语气好，被哪位长老收为亲传弟子，到时身份地位可就大不一样了。不行，陆晨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若是到时云瑶进入了内门，那一仗怎么办？虽然阴阳宗内门规森严，严禁欺辱同门，但若是身份地位差距过大，这条门规也并不是那么的适用。就比如若是江鹤敢赖陆晨的账，他只要告上去，江鹤必遭严惩，更别说动手了。但未来已是内门弟子的云瑶稍微赖点账，任凭陆晨去闹，八成也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还落下个不大度的名声。至于在网上的金丹乃至元婴长老，莫说赖账了，就是当场把他江鹤给宰了，只要能找出一个合理的理由来，他也没地方说理去。说到底，修仙界还是以实力为尊，阴阳宗的门规固然严苛，但那只针对与你差不了太多的同门时才有效。若是身份实力差距过大，所谓的规矩也就成了笑话。且不说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违反门规，就是暗地里，那些前辈高人也有100种方法弄死一个小小的炼气期。只是一般而言，前辈高人们也没有那个心思来对付一个小小的炼气期。一旁见陆晨的脸色变换个不停，似是猜到了陆晨心中所想，云瑶俏颜如花，浅浅一笑道：怎么，师弟这是怕我日后筑基了赖账？陆晨倒也不觉得不好意思，当即点头：那是当然，以师姐的资质必定能入内门，到那时若是师姐赖账，我也没有办法。人家是那种人吗？云瑶眨巴眨巴眼睛，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这些日子莫非人家对师弟还不够百依百顺？好多事情明明对修炼无益，我以前从未做过，可只要师弟提出来，人家可都答应了的。闻言，陆晨有些尴尬的摸了摸鼻子。与阴阳宗大多数双修只为求仙入道提升修为的弟子不同，之前憋了1000年的陆晨虽未曾有过实战经验，但理论经验方面却是当之无愧的大家。所以在逐渐熟练之后，陆晨早已不再满足，开始在双修获益的同时，他直接站起来猛蹬。一开始云瑶还有些羞涩，但自从上次首次答应之后，也慢慢的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不过陆晨并不觉得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云瑶不也乐在其中吗？心里虽这么想，话到了嘴边却变成另一副模样。陆晨道：师姐当然不是这样的人，可师弟这不是担心吗？生怕以后与师姐天人永隔，那我可舍不得。陆晨一副含情脉脉的模样，看得云瑶扑哧一笑。聪明如他，自然也清楚陆晨在装，可饶是仙子也是有些吃这一套的。伏在陆晨耳边，云瑶声音中满是魅惑：好了，大不了待到我筑基之后，第一时间就来找你可好？不好。陆晨摇了摇头，义正言辞道：到时候还请师姐通知我，让我亲自为师姐护法。
护法。云瑶妙目一转，从陆晨身上一扫而过。我看师弟你护法是假，实则是想等我筑基完成之后，就立刻体验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吧。师姐此言差矣，不过这倒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两人说笑着，很快云瑶告别陆晨，倩影消失在小院子，仅余几缕幽香。陆晨也没休息，回到屋内收拾一番，他也关上院门，出了综合欢城。城内依旧是那般车水马龙的景象。陆晨轻车熟路地来到灵药阁，径直走了进去。一名身穿黄衣、约莫16、17岁的娇俏小丫头，正单手撑着下巴，认认真真地翻着眼前的一本画本。因为姿势的缘故，正好完全将她那开始发育的身姿完全凸显，颇为养眼。见陆晨走进来，他似是被吓了一跳，急忙收起画本，露出一抹有些僵硬的服务性微笑。这位公子，请问有什么需要？本店隶属阴阳宗，各类丹药应有尽有，物美价廉。看了一眼这陌生的小妮子，陆晨笑了笑。你怕什么？我又不会吃人。说着，他有些好奇地环顾一周，又道：方掌柜呢？他怎么不在？见陆晨态度和善，小妮子稍稍镇定了些，回道：方姐姐凑齐了灵石，再过些日子就要进入阴阳宗修行了。小女子名叫方云，暂时代理掌柜一职。原来如此。陆晨点了点头。说起来，方子能凑齐灵石，其中很大一份都是他陆晨出的力。他想要看看自己的举动能否改变方子的命运。当然，他也不是什么好处没捞着。相反，当时方掌柜那下意识对男人厌恶，却又不得不继续下去的模样，可是让他颇为的流连忘返。回想起，陆晨心中竟有些火热起来。只可惜方掌柜眼下并不在这里。不过眼前不还有个漂亮的小丫头吗？算了。看了看小妮子还有些紧张的模样，陆晨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小丫头这么胆小，要是自己突然提出来，不得把她吓个半死，还是先忙正事要紧。之前我与方掌柜有过约定，炼好丹药后就送到这里来，由灵药阁替我售卖。说着，陆晨取出了自己的身份玉牌，表明自己阴阳宗弟子的身份。见到玉牌，方云又吓了一跳，脸上闪过一抹慌乱。原来是陆公子，之前方掌柜交代过此事，刚才多有怠慢，还望公子恕罪。胆子这么小，陆晨暗腹诽了一句，但他也懒得管那么多。这些就是我炼制的所有丹药。一边说着，陆晨一边从储物袋里把那些宝贝往外掏。很快，一瓶瓶的各式丹药便铺满了大半个桌面，而其中最多的还是最为容易炼制的聚气丹和归元丹。这么多，方云小兔子受惊般身子微微一缩，仔细地看了老半天，最终哭丧着脸看向陆晨，呜咽道：你这也太多了，我做不了主。停！见方云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陆晨一阵头疼。不就是做不了主吗？又不是什么大事，这让旁人见了，还以为他怎么欺负这小姑娘了呢。那要不暂时先收一部分，或者你去找个能做主的人来就是了。陆晨给出了2条建议。方云却是猛地摇了摇头，不行的，这是方姐姐，是，总之不可以的。说着，豆大的泪珠再也止不住，决堤般哗啦啦地往下掉。这么个小丫头在自己面前哭得稀里哗啦，如此可怜，陆晨还真有些应付不来。就在他一筹莫展，思索着要不要用爱来感化这小丫头，或者索性用什么东西堵住她的嘴之际，一道身影从楼上飘然而落，香风袭来，转眼已是抱住了哭得可怜兮兮的方云。好啦，姐姐在，不哭哦，再哭就成小花猫了。方子温柔的声音响起，一只纤手在方云因抽噎而起伏不停的背上轻轻拍着，那副模样母爱光芒熠熠生辉，看得陆晨恍然间都有点想妈妈了。嗨，回过神来，方云终于止住泪水，被方子送到楼上。随即方子这才向陆晨微微施了一礼，满怀歉意道：陆公子，实在抱歉，让你看笑话了。无妨。陆晨大度地摆了摆手，欲言又止道：只是我看那小丫头似乎有些……陆晨不傻，自然看得出来方云有些异于常人，至少那胆子未免有些太小了。哎，说来话长。方子满脸复杂地叹了口气。他才7、8岁时，家中遭遇巨大变故，父母双亡，被一家专做奴隶生意的教坊给捉去，日日打骂教化。若是当真如此，不出意外的话，依他现在的年纪，已经被卖到某个大户人家当丫鬟，或是被卖到青楼去了。与当时在云瑶楼碰到的春桃等人不同，他们在云瑶楼乃是自愿，并且云瑶楼毕竟是阴阳宗这个大门派的旗下产业，多少有些保障。而若是方云当真被卖到青楼，境况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机灵些可能还好，而如方云这般胆小的模样，到了那些地方就是最为低贱的一类人，必定受尽折磨。以这小丫头的身子骨，
估计都活不上几年。好在才被捉去没几天，就让我碰到了他。当时我见他可怜，就把他买了下来。方子眼中闪过一抹心疼。虽然这些年我对他如亲妹妹般视如己出，宠溺有加，可是儿时失去双亲的记忆仍然在他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他的性格也变得胆小异常，特别怕生，动不动就哭。而过些时日，我就要进入阴阳宗修炼，留下他孤身一人。没办法，我只好琢磨着以权谋私，让他来接替我的位置。不说别的，起码能稳定混口饭吃，并且还受着阴阳宗的庇护，倒也还算不错。而今日与公子的交涉，实则就是我交给他的第一项任务，想着慢慢培育，让他能胜任掌柜这一职位。原来如此，陆晨点了点头。难怪那方云见识自己时如此惊慌，原来自己竟是他的第一个客人。也难怪方云不愿叫人，看来是不想方子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给搞砸了。一边说着，方子一边陆晨拿出的丹药进阶清点完毕，随即给出了一个价格：聚气丹320枚，归元丹200枚，除去店铺抽成，按照市价一共2100块零食整。闻言，陆晨满意的点了点头。多谢方掌柜了，这价格比起他预想的还要高些，看来是方掌柜特意给了他最高价。陆公子客气了，都是小女子该做的。一边说着，方子一边取出一袋零食交到陆晨手中，眼中满是艳羡之色。他算是明白了，之前陆晨为何出手如此大方，花那么多零食就为了与他春风一度。原来对方竟是这么厉害的炼丹师，赚零食的本事简直让人羡慕嫉妒恨。接过方子手中的零食，陆晨顺势在他白净如玉、柔弱无骨的小手上摸了一把。方子俏脸一红，嗫嚅道：公子，今天可能有些不大方便。哦，有什么不方便的？陆晨明知故问道。之前他大方的给了方子200零食，方子很是感激，表示日后一定报答。现如今方子加入阴阳宗已是板上钉钉之事，按理说若是他想，方子不该拒绝。只是这次方云也在店铺内，因此方子才不大愿意，含羞带怯道：陆公子，你就别欺负小女子了。然而他越是这般，越是露出这副模样，陆晨就越是心动，越是把持不住。如果说我就要欺负你呢？不只是嘴上说说，陆晨毫不犹豫付诸行动，身子一侧就将方子拉过来，跌进自己怀里。温香软玉入怀，低头一看，彻底迷住陆晨的眼睛，他的斗志也是瞬间昂扬起来。今天这事他陆晨必须得办了，有什么不敢，有什么不愿的，那都是利益不到位。空出一只手来，陆晨心意一动，一瓶聚气丹出现在他手中。陆晨只卖了大约一半的丹药，他手里还有不少存货。揭开瓶口，丹香弥漫，方子瞬间眼都直了。陆晨轻声道：这可是上好的聚气丹，你进了阴阳宗，身无分文，举步维艰，并且你又不喜男人，想要赚零食更是难上加难，长此以往恐怕能有寸进，但若是有了这东西，保管让你进步神速，如虎添翼。今天我心情好，就送给你了，现在还有什么不方便的吗？陆公子，方便，方便得很。就在二人深度接触之时，哪怕方子已然尽力压低自己的声音，但还是不可避免的隐约传到了楼上。没过多久，门缝里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满带着好奇打量着二人。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金丹2层鬼魂方子进行亲密接触，奖励100块下品零食。2盏茶的时间过后，20分钟，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金丹2层鬼魂方子进行深度接触，方子好感度80，奖励200块下品零食。结束一切，陆晨神清气爽，一旁的方子脸色却有些不大好看。他有些不好意思道：对不起公子，我心里没有对公子半分的讨厌，刚才的一切都是出于身体下意识的生理反应。无妨无妨。陆晨满脸笑意。就在刚才，方子时而面露难色，时而目露厌恶，时而满脸屈辱。尤其是在陆晨提出一些新花样时，完全没有实战经验的方子俏脸上下意识流露出的惊愕以及嫌弃，更是让陆晨欲罢不能，甚至忍不住想要大喊：对，就用那种眼神看我，让陆晨一度怀疑自己是否又觉醒了某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不过陆晨知道方子并不讨厌自己，恰恰相反，高达80的好感度，在陆晨接触到的女人中乃是最高的。接触过那么多次的云瑶，也才将将60而已，可见方子对自己多么的感激。可是方子的怪疾却是让他在与男人接触时，总是会下意识地感到无比厌恶。也就是陆晨换做别的男人，可能方子根本坚持不下来。不过陆晨突然之间觉得这个怪疾似乎还蛮不错的，实在别有一番风味。并未在客房久留，陆晨起身和方子闲聊2句，表示之后阴阳宗内见后，他便离开了。离去时，
他还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缩在角落里的小丫头方云。陆晨与方子二人都有修为在身，而方云只是个普通人，哪怕再小心，想要瞒过他们的耳目也是不可能的。因此陆晨早就发现了方云在暗处窥伺，只是当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陆晨根本没心思去管。至于方子该如何向方云解释，那就不是他操心的事了。再说了，这里乃是合欢城，即便之前方子把方云保护得再好，未来他还是无法避免接触到这些事，倒不如自己和他的姐姐提前给他言传身教演示一番，也算是当上一回老师了。陆晨乐滋滋地想着，灵药阁很快被抛在身后。阴阳宗女子身着一袭素白长裙，笔直而立，偶有2片肌肤裸露在外，皆是白腻若雪，吹弹可破。再看容貌，眉如远黛，唇若点樱，像是误入凡间的仙子，一呼一吸，美若画卷。正是外门中鼎鼎大名，天资容貌在外门女弟子中均能位列前5的云瑶仙子。不过此时云瑶却是有些局促不安，柳眉微蹙，似是紧张，似是担忧，又似是激动。终于一阵低沉的声响传来，云瑶面前不远处的石门一开，从其中又走出一个天仙般的女子。2人站在一块，一个宛如月宫仙子，一个好似花间精灵，仿佛一幅绝美的工笔画，又似双书并蒂，任谁看了都要沉醉其中。顾师姐，云瑶柔柔施了一礼，轻声道：师妹已经将筑基丹所需材料都准备好了，还望顾师姐代为引荐。顾小柔平静地点了点头。云师妹多礼了，既然云师妹为我找到了星辰草，现如今也到了我该兑现承诺的时候。云师妹尚在炼气期，行动不便，就让我御剑带着云师妹一起前去拜见牧师叔吧。云瑶容貌不凡，天资也是不错，现如今即将迈入筑基期，到那时若是有幸被哪位长老看上，收为弟子，身份地位就不比他差上多少了。因此对云瑶，顾小柔倒不似对旁人那般冷漠。闻言，云瑶也没有客气。很快一道惊鸿掠过，带着2人朝远处一座山峰飞去。路上2人也随口闲聊着，说起来当初发布那个任务，我并没抱太大的希望，多亏了云师妹，可算是帮上大忙了。顾小柔浅浅一笑，前些日子因发生一些意外之事，在她的心中留下痕迹，难以磨灭，唯恐道心不稳，前途受阻，顾小柔便想要炼制一些清心丹，用以清除杂念，维稳本心。只是别的药材都好说，唯独其中一味主药星辰草有些难寻，大量产出的星辰草的秘境又因一些缘故暂时关闭。无奈之下，顾小柔只好到外门发布任务，碰碰运气。而任务的酬劳便是500灵石，或是由他托人出手炼制筑基丹一次。对于大部分外门弟子而言，都是前者更有性价比，毕竟后者顾小柔提供的仅仅只是炼制筑基丹的机会，而所需的材料都需自己来找。9成外门弟子都没有这个能力及其材料，而云瑶不同，作为外门弟子中的佼佼者，他的多年积蓄让他足以集齐炼制筑基丹的材料。另一方面，他的境界已是炼气大圆满，距离筑基期仅仅临门一脚，这筑基丹对他而言可谓是刚需。而若是自行购买，得4000灵石左右，比起请人炼制要贵上许多。因此当初得知顾小柔发布这个任务，云瑶便第一时间钻进了秘境里碰运气，甚至为了得到星辰草，甘愿与陆晨交易长达1月，一切都是为了筑基。笑了笑，云瑶道：师妹才是得感谢师姐才对，若是没有师姐帮忙，师妹想要攒齐购买筑基丹的灵石，不知还得花上多少时间，日后还望师姐多多照拂。一切好说。顾小柔同样心情不错，微微一笑，入了内门，你我的关系也就更加亲近了。显然在顾小柔的心中，外门弟子与内门弟子有着鸿沟般的差距，虽是随口一言，却也能瞥见阴阳宗内里的些许残酷规则。话说回来，没想到云师妹除却修为不错外，竟还对灵植如此熟悉，此去一遭，说不定能入得牧师叔的法眼也说不一定，他最喜欢这类的人才了。闻言，云瑶目露尴尬之色，犹豫了下，还是坦白道：师姐，实不相瞒，这珠星辰草其实并不是师妹亲自找到，而是交易所得。哦，顾小柔有些诧异，除了你，外门弟子中竟还有此等人才？那人叫什么？陆晨。云瑶如实回答。闻言，顾小柔心神猛然一震，回到自己的小院子。陆晨端坐下来，收敛心神，计算起近日所得，加上今天售卖丹药所获的2100块灵石，陆晨实际的身家已然来到了1万块出头。而其中的大头自然都来自于这大半个月来与云瑶每日的深度接触。要知道1日可就是300块灵石。不仅如此，陆晨原本刚刚步入炼气5层的境界，也在云瑶的温柔乡中逐渐稳固了下来。可以说这段时间以来，陆晨收获斐然。
他每日的辛劳付出都是有回报的。不过，这些都不是最让陆晨惊喜的。对于陆晨而言，近日最大的收获便是通过实验，他已经确定了一点，他当真能凭借自己的一些做法改变历史轨迹。第一次与方子接触时，陆晨得知未来的他没能成功加入阴阳宗，阴差阳错之下，也就侥幸躲过了阴阳宗200余年后的那场灭宗大劫。因此，陆晨豪掷200块灵石，在金钱的诱惑，短暂的治好方子的怪疾，与他春风一度。也正是这200块灵石，让方子凑齐了加入阴阳宗的筹码，获取阴阳宗弟子的资格。而就在今日，陆晨再度与方子深度接触时，便发现他的人生已经改变了。原本能活到1000余岁的他，与云瑶、顾小柔等人一般，将陨落在200多年后。不过，加入阴阳宗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毕竟此处阴阳宗虽只是分宗，却也是称霸一方的庞然大物，哪怕只是一个普通弟子，能够获取的资源渠道都远不是一个散修能比的。虽少活了700年，方子未来的修为反而还提高一层，达到了金丹2层。可见修仙一途有个靠谱宗门的重要性。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是我让方子加入阴阳宗，让他趟了这趟浑水，将来危机来临之前，还是得提醒他一番。陆晨喃喃自语道。不过到那时，方子信不信他，愿不愿意冒险脱离宗门，就不是他关心的了。再者说，距离那场祸事还有整整278年的时间，他至少还有200年的安稳日子可以过。日后的事，日后再说。丹峰，往日高高在上，眼高于顶的顾小柔，此时满脸带着恭敬之色，向眼前一名女子乖乖行礼。小柔参加牧师书。一旁的云瑶就更是寒蝉若惊般，跟着躬身行礼问好。在两女面前的是一道火红的身影，丹峰峰主慕言熙，一袭红衣若烈焰般夺目，眉目如画，眼波流转间仿佛能点燃人心。而比起大多数阴阳宗弟子保守的着装，慕言熙可谓大胆到了极点。成片雪白的肌肤裸露在外，看得人口干舌燥，若是有男弟子在此，道心再不稳些，恐怕根本挪不开眼。便是顾小柔与云瑶身为女子，此时心中也不禁荡起层层涟漪。好一个祸国殃民的妖精！在容貌方面，云瑶向来是颇为自信的，虽面对顾小柔颇有局促，但她自认为那主要是两人身份差距的缘故。而此刻面对慕言熙，哪怕抛开两人身份的天差地别，单论容貌，云瑶也不得不承认自己远比不上这位赫赫有名的绝色长老。那么客气做什么？慕言熙行事向来豪放不羁，大笑一声，下一句话却是让云瑶有些目瞪口呆。来，喝酒。话音未落，2个酒葫芦已然飞到了云瑶与顾小柔手中。这一时间，云瑶有些坐立难安，不知如何是好。虽是穆长老亲自赐酒，但他与慕言熙身份差距巨大，如此同席共饮，未免有些失礼。就在云瑶局促之时，一旁的顾小柔使了个眼色，随即率先抬起手中葫芦畅饮。见状，云瑶也不敢怠慢，到了声谢，将手中美酒一饮而尽，一张俏脸顿时染上一抹红晕。好好好，不愧是我阴阳宗弟子，老娘这就帮你们炼丹。慕言熙满意大笑，说着一挥手，顾小柔腰间一个储物袋便朝着他径直飞去。那个储物袋内正好装着炼制筑基丹与清心丹所需的全部材料。这一幕让云瑶不由暗暗啧舌，他可没有听到顾小柔向慕言熙说过那储物袋内装的是什么，但慕言熙却是精准无误地挑出。这不仅得需要对药材的极度了解，更得有磅礴的灵识支撑。这位穆长老实力竟恐不如斯。咦？带着几分疑惑，慕言熙好奇看向顾小柔。那筑基丹肯定是这叫云瑶的小女娃所需，倒是小柔你炼制清心丹做什么？闻言，顾小柔脸上露出一抹异色。实不相瞒，师侄近些日子心境受损，须得以此丹凝神静心，清除杂念。慕言熙并未深究，再度看向手中的星辰草。那这星辰草你又是从何处寻得？据我所知，种植星辰草的秘境前些日子出了问题，被暂时封闭了。这……顾小柔脸上怪异之色更浓。这时，一旁的云瑶主动道：“禀告长老，这星辰草乃是晚辈的一位师弟在外门的低级秘境中寻得，并且他也是个炼丹师。”哦，闻言，慕言熙顿时来了兴趣。询问清来龙去脉后，他也越发的好奇起来。一个新入门的弟子竟能在白天找到星辰草，这等本事可不多见。只可惜是个杂灵根。思索一番后，慕言熙看向云瑶道：“等你筑基完成后，过几日便带你那师弟到丹峰来，让我亲自瞧瞧。若他当真在丹道上有大天赋，便是用药堆，老娘也要把他堆上金丹。”一旁顾小柔闻言顿时有些花容失色。别人或许以为慕言熙是在开玩笑，毕竟那可是几乎不可能结丹的杂灵根，常人眼中的废人。可顾小柔知道自己这位师叔向来言出必行，而以他阴阳宗首席炼丹师的身份与财力，说不定还真有些可能。那小子
到底走了什么狗屎运？顾小柔心中久久难以平静，原因无他，那让他修为停滞，不得不来求清心丹的正是陆晨。那日，陆晨被误认为是阴阳圣体，被他的师尊带到洞府中与他修炼，甚至有意撮合二人结为道侣。结果最后却是闹了个大乌龙。陆晨不仅并非阴阳圣体，甚至还是往日里他最看不上的杂灵根。如此废物资质，却与身为天之娇女的他亲密接触，而他也数次在陆晨面前露出从未显露的娇羞姿态。每每想起，都让顾小柔心绪难平，因此才想要炼制清心丹，驱除心中杂念。却是没想到，他不想与陆晨再扯上关系，偏偏又哪里都是那陆晨的影子。先是自己所需的星辰草由陆晨寻得，转头自己一向敬仰的师叔又看上了那陆晨时要炼丹的天资。凭什么？这好运让顾小柔嫉妒的都有些发狂了。这些年来还从未有任何一个男子让他顾小柔如此失态。不行！察觉到自己的心境有些失控，顾小柔凝神静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另一边，慕言熙也不避讳。聊完天后，他当即取出2个丹炉，在大堂内当着两女的面便直接炼制起来，竟是一心二用，同时炼制起2副丹药，显然游刃有余，丝毫不担心被打扰。很快，随着阵阵清香散溢，几枚丹药分成2批，分别落进了云瑶与顾小柔的手中。不似归元丹那等低阶丹药，这个等级的丹药大多成丹率较低。清心丹还好些，顾小柔一共收获了6枚，而筑基丹更是仅孤零零的1枚而已。就这么1枚，却是价值4000灵石。多谢穆长老！云瑶激动不已。一旁的顾小柔此时心境暂时平稳下来，也连声道谢。闻言，慕言熙摆了摆手：“顾丫头客气了，你师父和我交情甚好，炼个丹而已，无伤大雅。”顾小柔浅浅一笑，却是没有真的当真。交情这东西，若是不能礼尚往来，那再好的交情也是用一次少一次。这是我师尊前些日子外出时偶尔寻到的一壶好酒，冰琼寒酿，特地吩咐师侄拿来孝敬师叔。说着，一个白玉酒壶被顾小柔取出，递到了慕言熙手中。这白玉壶显然也并非凡品，便是强如慕言熙，也没能第一时间勘破其中奥妙。而随着壶盖一揭开，顿时整个店内酒香四溢，异香扑鼻。嗜酒如命的慕言熙顿时目露狂喜之色。从丹峰出来，顾小柔脸上带着几分苦笑。幸好我聪明，没有提前拿出那冰琼寒酿，要不然炼丹估计就得推迟好些天了。那冰琼寒酿乃是真正的琼浆玉液，价值比起2人手中的丹药还要珍贵许多不过。这枚酒本就是银月长老偶然寻得，吩咐顾小柔赠与慕言熙的，因此顾小柔也不觉得心疼，而是借花献佛，顺便让自家师叔出手了一次。而凭那美酒之灵力充沛，便是以慕言熙的修为，几大口下去也要醉上3天。一见此美酒，慕言熙便急不可耐，大口喝了起来。2人告辞时，他已是烂醉如泥。很快，心急筑基的云瑶拜别顾小柔，飞速离开，独留顾小柔孤立云端，看着某个方向，眼中带着几许怅然，不知心中在想些什么。2日后，云瑶住所外，一道身影有些焦急地来回踱步着。自从得知云瑶闭关准备筑基后，江鹤就已经在外边等了许久了，但奈何他赶来时已是大门紧锁，法阵森严，担心惊扰云瑶筑基，江鹤不敢硬闯。终于，随着周遭灵气猛然朝着云瑶院内聚集，形成一道显眼的气旋，这标志着云瑶筑基成功了。一时间，江鹤心情颇有些复杂。按理说，自己的道侣修为精进，自己应当开心。但是，这里是阴阳宗，当道侣双方的修为出现差距时，那道侣关系8成也就无法继续维系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炼气找炼气，筑基找筑基，在阴阳宗里才是合理之事。不过，江鹤的心中还是存着那么一丝奢望，怎么还没出来？又在院外等了许久，见阵法还没有撤掉的意思，江鹤终于忍不住朝院内大喊起来：“师妹，你情况如何？把阵法打开，让我进去一下。”很快，阵法撤掉，屋门也咯吱一声打开。然而，走出的人却是让江鹤如何也想不到。陆晨，你小子怎么会在这里？江鹤先是一愣，继而勃然大怒。自己的道侣筑基，自己还需靠别人通风报信，而陆晨这小子竟是在自己道侣刚筑基之际从他的屋内出来，这代表着什么？只怕云瑶筑基之时，2人一直都待在一起，这是连他这位道侣都完全享受不到的待遇。看着江鹤，陆晨微笑道：“江师兄别生气，云师姐筑基事关重大，所以特意叫我来替他护法。”护法？哪里轮得到你一个炼气5层的小子？不过话说回来，这小子怎么就炼气5层了？江鹤明明记得1个多月以前，这小子明明还只是个普通人，
如此恐怖的进阶速度，他真的是废物杂灵根吗？莫非这其中出了些什么差错？不可能，据江鹤打听得知，江鹤的灵根乃是元婴期的银月长老亲自探查，在这种小事上，银月长老怎么可能出错？对了，这小子不是个炼丹师吗？前些日子听说他还从秘境内寻到许多灵植，想来必定是靠丹药给堆上去的罢了。药罐子一个，也配与他江鹤叫板？江鹤冷声喝道：“陆晨，别信口雌黄，以你这低微的修为，也配替云师妹护法？开什么玩笑？”哎呀，被你识破了。嘴上这么说着，陆晨却没有半分尴尬的意思，继续笑道：“好吧，那我就实话告诉师兄，之所以待在云师姐的屋里为她护法是假，实则是为了在她步入筑基期后享用她的。”你找死！闻言，江鹤顿时勃然大怒。之前虽然是个瞎子都看得出陆晨与云瑶关系暧昧，但毕竟没有当面戳穿。现如今陆晨当场挑衅，让怒意彻底冲垮了江鹤的理智。暴怒之下，他竟是直接对陆晨出了手。虽然陆晨进阶飞速，1月时间就从一个普通凡人摇身一变成了炼气5层，但与炼气10层许久的江鹤之间仍有着一道巨大的沟壑。可以说，目前的陆晨对上江鹤，暂时还没多少还手之力。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条丝带从屋内笔直射出，本该无比柔软的丝带，却是硬如钢铁，打在江鹤胸口。江鹤整个人顿时倒飞出去，攻势化解一空。师妹，躺在地上的江鹤有些错愕，他自然认得这条丝带乃是云瑶的法器，只是他万万想不到，云瑶竟是会为了区区一个陆晨对他出手。一道身影从屋内飘然而出，云瑶若出水芙蓉，风华绝代，立于陆晨身侧，冷冷地看着江鹤。江鹤，以炼气10层的修为，竟敢对炼气5层的师弟出手，你这是想要违反门规吗？闻言，心头一冷，情急之下，他竟然忘了，若是陆晨真受了伤，那他绝对吃不了兜着走。一旁，陆晨撇了撇嘴，他之所以故意挑衅江鹤，并非没有缘由，而是他从周生那里得知，这些日子来，江鹤一直在打听他的消息，甚至还想以报仇联合周生等几人一同陷害自己。但可惜，这江鹤找谁不好，偏偏找上了周生，那可是自己的人。陆晨向来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江鹤想要害他，他自然也要报复回去。至于江鹤恼羞成怒，陆晨也不怕，有筑基成功的云瑶在这里，他翻不起什么浪花来。云师妹，想起门规，江鹤终于收敛了些，呆呆地看向云瑶。话还未出口，只听云瑶冷冷道：“现如今我已筑基，江师弟，你该叫我师姐才对。修仙界内，修为为尊，长幼尊卑都是以修为来定，而只有修为相当时，才考虑入门时间或是年龄等其他因素。”闻言，江鹤嘴唇颤动了2下，最终还是乖乖开口：“云师姐。”云瑶淡淡点头，饱含恨意地看了一眼陆晨。江鹤又道：“云师姐，我想知道，他刚才所说的，他到你的住处来是为了，是不是都是真的？”江鹤有些咬牙切齿，虽然阴阳宗门规允许，但自己的道侣与别人公然同处一室，他还是无法接受。并且，若是云瑶心中还有他这个道侣，哪怕事实如此，此刻也会顾及些他的面子。然而，云瑶的声音彻底粉碎了他心中最后一丝幻想。没错，江师弟，陆师弟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你所打听的一些事也都是真的。现在，你可满意了？筑基之后，两人的身份已是天差地别。云瑶索性也不再藏着掖着。更重要的是，江鹤近些10日来一次次的表现，实在让云瑶有些嫌弃。所谓的道侣，本就只是求道路上的结伴同行之人，凡间的贞洁言论，在这阴阳宗便是个笑话。可是江鹤3番5次想要干涉他的私人行为，这让云瑶早已不满。毕竟，若是江鹤做出同样的事来，云瑶可以保证自己绝不会阻拦。江鹤这道心实在太差了些。江师弟，现如今我已筑基成功，而你却始终停留在炼气10层难有寸进，其中原因就是因为你太执着于这皮囊表象。皮囊苦弱，修心为真，此乃我阴阳宗宗训。可我看江师弟你却是彻底给忘了，实在令我失望至极。云瑶一番话说得江鹤哑口无言。就在他想要说些什么来辩驳之际，云瑶接下来的话语如一声惊雷，在他耳旁猛然炸响。既然如此，我想我们的道侣关系也该告一段落了。希望师弟你能幡然醒悟，未来能有所进步。什么？闻言，江鹤的心彻底凉了下来。其实这样的事在阴阳宗并不少见。当道侣其中一方进阶，而另一方却没有进阶的迹象时，道侣关系
多半便无法维系下去了。更何况在此之前1月的时间，两人的关系便已经几乎名存实亡，早就死掉的关系，只是到了今天才埋而已。可是哪怕知晓这样的事很正常，江鹤还是有些接受不了。毕竟云瑶以他目前的能力能够找到最好的道侣了，谁愿意让这么只鸭子从自己手里飞走？而更让江鹤接受不了的是，看不上自己的云瑶为何却又与陆晨如此的亲密。只见陆晨将手搭在云瑶细弱无骨的腰间，轻轻一搂，云瑶便乖乖跌进了他的怀里，任由陆晨的手在他身上不安分地抹撒着。这一幕看得江鹤眼中怒火熊熊，不禁质问道：云师姐，既然你看不上我，那这陆晨无论天资修为都远逊色于我，为何你又愿意委身于他？筑基期找炼器4层当道侣，这在我阴阳宗可从未有过吧？云瑶淡淡开口：很简单，陆师弟有灵识，还是个炼丹师，与他同修，我受益匪浅。一旁的陆晨也是哈哈大笑。还有，江师兄，你可能搞错了一点，我和云师姐可不是道侣关系，我俩只是结上了一段较长的仙缘而已。对于云师姐的人身自由，我可半点都不会横加干涉。找道侣，他陆晨暂时还半点没有这个想法。虽然有了道侣也不影响结仙缘，但总归是有些不便的。那么多的漂亮师姐师妹，他都想去好好照顾一番，怎么可能为了一棵树而放弃整片森林？行了，江师兄如果没什么事的话，就请回吧，我和云师姐还有正事要办。说着，陆晨横抱起云瑶就往屋里走去。他总觉得晋级筑基后，云瑶比起以前又多了一番风味，让他有些蠢蠢欲动。如果不是江鹤来打扰，他早就体验上了。云瑶也不反抗，柔软的娇躯倚靠在他的身上，任由陆晨施为。江师弟请回吧，道侣关系已成过往，若再执着于此，恐怕会让无数同门笑话。云瑶话音刚落，屋门也被关上了。那一刹，江鹤看到云瑶身上的衣裙已然滑落，床榻上任由陆晨探囊取物，云瑶却没有半分抗拒，俨然早已经习惯了这一切。师弟，云瑶娇声道，接下来一段时间师姐可能暂时不能陪你了，刚刚筑基成功，我得闭关一段时间巩固境界。闻言，陆晨脸上露出一抹遗憾之色，倒不是说他对云瑶多么的舍不得，而是每日他都能获得数百灵石，修为也能有所增长，云瑶少陪他一天，他就要亏上不少。不过他也明白云瑶处于关键时刻，不好打扰。见陆晨似是有些不大开心，云瑶顿时紧张了起来。现在他对陆晨可是宝贝得不行。原本云瑶以为在他晋级筑基后，除开陆晨炼丹师的身份对他还有些用处，但二人双修时肯定不可能再如炼气70一般对他大有裨益。毕竟当初银月长老仙是对陆晨如此看重，结果又冷脸以对，想来是后续的表现不尽人意。想来即便陆晨体质有些特殊，但以炼气5层的修为，能让炼气大圆满的他收益不浅，已是极为难得。并不知晓陆晨与顾小柔双修并且成功的云瑶根本没有奢望，在他筑基后与陆晨双修仍能有所收获。然而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在二人刚才的深度接触中，他能明显感觉自己还没来得及稳固的修为竟是有了些许明显的增长。这让云瑶心中暗暗骇然之余，也是狂喜万分，甚至都越发的主动了许多。不过也正是因为刚晋级筑基，境界还没来得及稳固，修为就又有了增长，云瑶不得不选择立刻闭关。要不然若是修为无法凝实，灵气悬浮，基础不牢，很可能给他未来的修炼之途造成极大影响。至于丹峰木长老吩咐他带着陆晨去拜见一事，也只能暂且耽搁了。陆师弟，待到师姐出关后，一定第一时间来找你。一边安慰着陆晨，云瑶一边叮嘱道。对了，江鹤刚才居然敢对你动手，既然你手上有不少灵石，这些时日最好尽快去买些法器防身，不怕1万就怕万一。宗门内的灵宝阁也有不少厉害的法器售卖，足以拿来对付他了。云瑶颇为的担心，虽然在阴阳宗解除道侣之事屡见不鲜，而即便没有陆晨的存在，在他筑基之后也会第一时间甩掉江鹤，但他了解江鹤并不是个心胸宽广之人，很可能将此仇归结在陆晨身上。万一他一个想不开，和你来个1换1，他江鹤贱命一条倒是无所谓，没了师弟你，师姐我可怎么办？云瑶楚楚可怜地说着，似是已经看到陆晨这张长期饭票被撕掉，小嘴微撅，满脸悲色。陆晨有些无语，师姐，我这还没死呢，咋就要哭丧起来了？别担心，等会儿离开后，我就第一时间去买些防身的法器。这本来也在陆晨的计划之中，修仙者没有几件宝物傍身，像什么样子？说出去都让人耻笑。更何况他陆晨还是炼丹师，现在第一桶金入账，不去挥霍一番，都对不起他这大半个月来的辛苦。又与云瑶你侬我侬了一会儿，陆晨离开了云瑶的住所，对方也开始了短期的闭关。灵宝殿也没回自己的小院，
选定了方向后，陆晨径直前往。很快，陆晨便到了地方。只见一座辉煌大气的大殿出现在他眼前，不时有些弟子出入，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好不热闹。这就是灵宝殿吗？不愧是最为有钱的2殿之一，果然金碧辉煌，相当奢华。陆晨啧啧称奇。合欢城内的灵宝阁他倒是见过，那正是直属灵宝殿旗下的产业，面对外界所有人。而这灵宝殿则是仅对阴阳宗弟子开放。然而他并没有因为面对的范围缩小而规模变小，恰恰相反，这灵宝殿内所藏之风要远远胜过灵宝阁。而那与灵宝殿齐名的灵药殿与其旗下的灵药阁亦是如此。上次陆晨没将丹药售卖给灵药殿，而是远去合欢城售卖给灵药阁，还是因为之前购买炼丹材料时方子出了不少的力，他投桃报李，这才去给方子加点业绩。就在陆晨震撼于灵宝殿的规模时，一旁一道清朗的声音响起：“这位师弟是第一次到灵宝殿来吧？”一名灰衣青年来到陆晨身旁，炼气6层的修为比起陆晨高上一阶。正是。陆晨微微点头：“走，师兄带你见见世面。”这位师兄异常的热情，领着陆晨进入灵宝殿，一来二去之间，二人已是有些熟络起来。这位师弟，你既然是个新人，师兄必须向你推荐这一款法器清风剑。此剑锋锐无比，威力极强，并且剑身时刻泛着青色光芒，能在灵力操控下以青色剑光对敌，相当拉风。只要50灵石。不喜欢？那就这个炎阳刀，刀身微热，挥动间可带出火焰，霸气无比。还有这个疾风靴，靴子上加持有风系法术，穿上能极大提升移动速度，若是全力施为，还能以炼气境界御风而行，实乃杀人越货，居家必备之良品。停！到了现在，陆晨哪里还不明白，这位刘宇刘师兄恐怕其实是灵宝殿的托儿，专门来向一些对法器不熟悉的师弟师妹推销产品，通过售卖拿取提成。若是如此也就罢了，偏偏这家伙实在有些黑心，推销的东西没一件好的。前2件法器，别看刘宇吹得天花乱坠，但其实就只不过附加了些许低阶法术，看起来牛逼哄哄，实则粗劣不堪。那疾风靴倒是好些，能让炼气期飞行，可是刘宇没有提到的一点是，那玩意儿对灵力的消耗简直恐怖。以陆晨那低微的境界，能坚持3分钟就算成功。他陆晨好歹有着1000年记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这点小伎俩可骗不了他。刘师兄，若真有心推荐，就别拿这些垃圾货色了，拿些真正的好东西出来吧。哦，微眯起眼睛，刘宇一转刚才热情无比的姿态，打量起陆晨来。没想到师弟虽是第一次到灵宝殿来，却还有几分眼力嘛。对于那些出身大家族的新人，从小见惯了各类法器，自身也有法器傍身，因此不好哄骗。所以刘宇向来专挑没什么背景的新人下手，可谓屡试不爽。因此想干好这一行，眼力可谓是相当的重要。却是没想到在陆晨身上栽了个跟头。刚才是师兄怠慢了，不知师弟来自哪个世家？刘宇继续笑呵呵地说着。陆晨摇了摇头，进入宗门前只是一介散修，不足挂齿。说着，见刘宇没有继续推荐的意思，陆晨便自顾自地在殿内转了起来。青竹剑、传音符、灵纹盾，转了一圈下来，却是让陆晨大失所望。这里的东西除去清风剑、炎阳刀那类粗制滥造的法器，有的倒也有些用处，至少对一个普通的炼气5层而言，应该是绰绰有余了。然而却都入不了陆晨的眼，毕竟他所要求的可是能让他以炼气5层修为对抗炼气10层的强大法器。见陆晨转了一大圈，啥也没买。不远处，刘宇不屑地冷笑了笑，搞半天原来是个穷鬼，骗不到陆晨，而对方又没什么背景，对于刘宇而言，陆晨也就没了利用的价值。或许出于刚才被对方拆穿的恼羞成怒，看着陆晨，刘宇便忍不住低声嘲弄一番。就在他以为陆晨这个穷鬼肯定要灰溜溜的离开之际，突然只见对方竟是找上了殿内的管事。这小子找管事师姐干什么？不会是想要告我的状吧？刘宇心里泛起了嘀咕。不过他也不惧怕，在这里这样子干的又不止他一个。再说了，他又没偷没抢，而只是好心推荐，谁又有资格惩罚他？就在刘宇心中疑惑之际，只见与管事师姐攀谈一番后的陆晨，竟是被径直带上了2层。什么？见此一幕，刘宇目瞪口呆。要知道，2层所售卖的均是高阶法器，全都价格不菲，最低的恐怕也得要上千灵石。这对于大部分普通炼气弟子而言，或许得是好几年的积蓄，便是一些炼气9层、10层的师兄师姐都舍不得买。一般只有筑基期的师兄师姐才会购置。就这个炼气5层的小子，刘宇疑惑不解。另一边，来到2楼的陆晨朝着管事师姐微微一礼：“多谢师姐。”
果然不出陆晨所料，好歹是堂堂阴阳宗，怎么可能只有那些货色？一到这2楼，顿时别有洞天。一旁那位师姐浅笑了笑：“师弟，师姐是1楼的管事，接下来就由2楼的师姐师妹们服务你，师姐就先告辞了。”多谢师姐。陆晨道了声谢，顺手递出了之前承诺的10块灵石的带路费。正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要不然他一个炼气5层弟子，想上到这里来还真有些不大容易。师姐眼前一亮，接过灵石的同时，还顺手在陆晨的手背上轻轻蹭了蹭，吐气如兰道：“师弟别忘了，师姐名叫秦婉，之后有什么事都可以随时来找师姐哦。”滑腻的触感让陆晨微起了些鸡皮疙瘩。这位师姐不仅人长得漂亮，性子也是相当的大胆啊。陆晨哪里知道，他随手给出的10块灵石，对于普通炼气弟子而言，可能得花上半个月才能赚到，而给陆晨简单带个路就拿了那么多，在秦婉心中早已将陆晨认定为彻头彻尾的大款。若不是有钱人，哪里舍得给那么多的小费？若不是有钱人，又怎会有底气上到这2层来？很快秦婉离开，但陆晨并未被冷落，转眼间一名带着浅笑、一袭白裙的女弟子便立刻迎了上来：“这位师兄，欢迎光临灵宝阁，请随我来。”来者是一名炼气3层的女弟子，虽然容貌上乘，但修为比起不少1楼的工作人员还要低。不过很快陆晨就明白了她能出现在2楼的原因。很快陆晨的手中便多出了一杯香茗。巧笑倩兮间，那女弟子江兰兰为陆晨带路之时，始终与陆晨保持着若近若远的距离，时不时的那具柔若无骨的娇躯便会与陆晨轻轻蹭上一蹭，留下引人遐想的绝妙触感。不知道师兄需要购买什么类型的法器或者灵宝？江兰兰轻声询问道。陆晨略微思索一番，答道：“最好是强力一些，以我的实力能够使用，并且可以越阶御敌，起码能不弱于炼气10层。”江兰兰轻声应着，确实有一些高阶法器能达到这个效果。一般而言，高阶法器都是提供给筑基期修士使用，因为只有筑基期修为才能将高阶法器的功能彻底发挥。而更重要的一点是，一般筑基期修士才买得起或是舍得买高阶法器，一部分炼气10层的修士咬咬牙将大半乃至全部积蓄挥霍，或许也买得起高阶法器，但他们辛苦积攒的灵石都得为筑基做准备，哪里舍得丢在这里边？因此高阶法器几乎便是筑基修士的标配。对于陆晨一个炼气5层要买高阶法器，江兰兰虽有些疑惑，甚至有些担心他是否买得起，但是他的脸上却没有露出半分异色，仍认认真真的为陆晨服务着。不知师兄想要哪种类型的法器？刀、剑、枪，各类我灵宝店都应有尽有，价格也都有所不同。无妨。陆晨随意的摆了摆手，只要威力到位就行，价格也一切好说。闻言，江兰兰眼睛猛然一亮，这是大佬气质啊！敢这么说话的，要么是个不懂事的愣头青，要么就是真有实力。而显然能上到2层来的陆晨，起码不会是前者，那8成就是后者了。想到这里，江兰兰露出一抹喜色，态度也越发热情了几分。师兄，你跟我来，师妹保证让你满意。一边走着，见陆晨并没有抗拒，江兰兰也越贴越近，几乎都快贴到陆晨身上去了。缕缕幽香钻进陆晨的鼻子里，微微一低头，便能看到毫不遮掩的一抹雪白，让得陆晨浑身都有些发热。只可惜在附近还有一些同门在购买法器，要不然陆晨恐怕直接便要把持不住了。这小妖精也太会勾人。很快江兰兰带着陆晨来到一处展台前，取出几件东西来。与1楼的低阶法器截然不同，这些高阶法器每一件都隐隐透出强烈的灵力波动，其上花纹精美，造型别致，一看就并非凡品，绝非那等粗制滥造的货色。随即陆晨的注意力也暂时从江兰兰身上移开，投入到一件件法器中来。玄火剑、冰魄玉枪、九幽玄针，看得陆晨眼花缭乱。似是看出陆晨是个识货的主，江兰兰也没多嘴介绍，乖乖地站着一旁，静等陆晨抉择。最终陆晨的目光落到一根绳子上，鬼藤绳见陆晨目露兴趣之色，江兰兰急忙上前：“师兄，这鬼藤绳由炼气大师亲手炼制而成，取材于筑基期的灵木鬼王藤，坚韧无比，便是一般高阶法器也无法轻易斩断。更重要的是，它继承了鬼王藤的部分能力，具有生长的功能。”说着，江兰兰将鬼王藤朝着一侧的玄火剑一挥，那鬼藤绳竟猛然变长，转瞬之间便将玄火剑包裹得严严实实。虽然玄火剑没人操控，但也足以看出鬼藤绳的特性。见此，陆晨顿时眼前一亮，随即江兰兰收起鬼藤绳，又拿起玄火剑在鬼藤绳上重重一砍，却只留下一道浅浅的印记。陆晨知道这是因江兰兰修为不足所致，但是这鬼藤绳之坚韧，
炼气期绝对休想轻松破开，用它对付一个炼气10层绝对不在话下。就它了，陆晨当即决定下来。虽然这鬼藤生1200块灵石的价格对于一个普通炼气5层而言简直是天文数字，但陆晨却是眼睛都没眨一下，大手一挥，一块块灵石如小山般堆在了展台上，不多不少，正好1200块。见陆晨如此豪爽，一旁江兰兰眼中神采奕奕。这一单卖出去，他可是能得到上百块的提成，这已抵得上他数月的薪水了。这位陆师兄果然不是一般人。看向陆晨的目光中带上了几分火热。陆师兄可还有些其他什么需求？江兰兰的声音中带着几分诱惑。陆晨这只肥羊他可不会轻易放过。不过显然江兰兰也深谙一个道理，那就是要想马儿跑就得给马吃草。很快陆晨便在江兰兰的带领下来到了一个贵宾包厢内。逛了那么久，师兄一定有些乏了吧？我先来给师兄调理调理身体。眨眨眼睛，江兰兰娇笑道。不得不说，她的按摩手法还真有几分娴熟，而且这服务态度简直没得挑。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筑基10层鬼魂江兰兰进行亲密接触，奖励10块下品灵石。当陆晨从贵宾包厢内出来时，整个人已是神清气爽。果然这阴阳宗内个个都是人才啊！陆晨满意至极。谁能想到这灵宝殿2层的小小师妹竟也身怀绝技，而在这偌大的阴阳宗内还有那么多的师姐师妹等待着他陆晨去开发。对了，还有不少师叔长老亦是绝色，并且他们修为高见10多，只怕是懂得更多。不敢想不敢想。这一细想，陆晨觉得自己道心似乎都在微微的颤动。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从江兰兰这里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美妙体验，陆晨也没吝啬，很快在江兰兰的指引下又买下了一件高阶法器云雾舟。与1楼售卖的低阶法器疾风靴不同，这云雾舟并不需要以自身灵气催动才能载人飞行，只需使用灵石即可，并且速度远非疾风靴所能比拟。若是不吝啬灵石，全力催动之下，速度甚至胜过不少筑基期的修士。只不过那等速度下花费灵石的速度也堪称恐怖，甚至可能对云雾舟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非特殊情况下几乎不会用到，但一般而言，唯有生命受到威胁时才可能全力催动。若是能躲去灭顶之灾，这点损失也就远远不算什么了。这云雾舟甚是不错，陆晨非常的满意。他本就想要购买一件飞行类的法器，要不然距离能够御剑飞行的筑基期还遥遥无期，让他每日只能双腿赶路，实在有些不便。说起来，便是没有江兰兰的服务，他也是要买这云雾舟的，倒也算是赚了。一旁江兰兰笑意盈盈，陆师兄喜欢就好。这件云雾舟需要1500灵石，可以用丹药抵价的吧？陆晨询问道。他的身上自然远远不止这么点灵石，但明面上的灵石却是有些不足了。不过好在修仙界，丹药一般都是硬通货，在灵宝阁、灵宝殿这种地方更是可以直接当灵石使用，只是有时可能价格会稍稍亏一些。但江兰兰倒也公道，又或者是为了留住陆晨这个大顾客的心。见陆晨拿出一瓶瓶上品的归元丹与聚气丹等丹药后，他竟皆以合理的价格收购，没有半分压价。陆师兄莫非来自某个丹道世家？一边清点着丹药，江兰兰有些好奇道。像陆晨这样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上品丹药的人可不多见，若当真如此，那陆晨更有让他巴结的价值了。然而陆晨淡淡一笑，师妹想多了，师兄哪有那等身世，这些丹药都是师兄自己炼制的。闻言，江兰兰顿时愣在了原地，就连一旁不少弟子也都尽皆被吸引了目光。炼丹师，这可是个稀罕的职业，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个成熟的炼丹师都堪称宝贝般的存在。没办法，除了还在蹒跚学步的学徒，炼丹师的赚钱能力实在有些变态，并且每一个强者的身后往往都有一个合格的炼丹师作为后盾。无论是灵力的修炼、身体的治疗、心境的提升，炼丹师能提供的帮助太多太多。因此越是强大的修仙者越不会去得罪一个炼丹师，相反会尽力与其打好关系，希冀其成为自己修仙之路上的一大助力。在炼气期，或许大伙还没这个意识，但到了筑基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修仙者亦清楚这一点。在场的阴阳宗弟子们便是如此。原本区区炼气期5层的陆晨，哪怕豪掷千金，也没什么资格引得他们侧目。但是若对方乃是一个优异的炼丹师，那一切就都不一样了。这位师弟，这丹药当真是你亲手炼制？一名身着紫裙、容貌秀丽的女子上前，从江兰兰手中取过一枚归元丹，细细端详到她也认识一名炼丹师，对炼丹颇有几分研究。以她的眼力，自然一眼看出
此丹药力充沛，实属上品。归元丹只是极为低级的丹药，炼制的门槛并不高，就算是普通的初学者，侥幸也能炼出几枚来，但品质却是千差万别。而就算是他那位筑基期的炼丹师友人，也炼不出这等上品的归元丹来。因此他实在有些难以相信，眼前的丹药竟是这么个炼气期的小子炼出来的。正是在下。陆晨不卑不亢地答应着。陆晨清楚，他的杂灵根已经让他注定得不到宗门的大力培养，但天无绝人之路，若是适当展现他的炼丹天赋，说不定便能取得些许资源的倾斜，这对他今后的修炼也大有裨益。听到陆晨斩钉截铁的回答，一时间殿内众弟子纷纷交头接耳，莫不是这小子为了讨取师姐师妹的欢心，把别人炼的丹说成是自己的？不是没有可能，那叫江兰兰的小师妹，刚才不就被他骗得团团转吗？别小看了别人，说不定这位师弟就是个万中无一的炼丹奇才呢。众人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对于那诸多的质疑声，陆晨淡然处之，反正时间会证明一切。等到将来他拿出一瓶又一瓶上品丹药时，自有大儒为他辩经。而今日他陆晨的名字起码已是印刻在了诸多筑基期师兄师姐的脑海中。很快周围聚集的师兄师姐散去，带着2件高阶法器，在江兰兰的服侍下，陆晨正欲离开。此番前来灵宝殿，虽然开销不小，但也算是收获满满。2件法器都并非凡品，对他而言大有用处。而随着他炼丹师的身份传扬出去之后，他那些原本见不得光的灵石们也有了合理的来源。好吃，随手从兜里掏出一枚聚气丹扔进嘴里，陆晨咀嚼着。一旁江兰兰见此情形，顿时目瞪口呆，这家伙当真是把丹药当成糖豆一般来吃，简直毫无人性。这就是炼丹师的底气吗？一时间江兰兰看向陆晨的目光中越发带上了几分崇拜，并且在心中暗暗发誓，无论如何一定要牢牢抱紧这条大腿。就在陆晨即将离开之际，一道倩影从他身侧掠过，肌肤胜雪，容颜绝世。与大部分阴阳宗弟子不同，虽女子主阴，身上的阴气会重一些，但这位师姐更胜一筹，她身上的寒气重得几乎要凝成实体一般，在其周身形成一道屏障，就好像是个天然的大冰箱，走进其周身3尺之内，温度骤降。若是触碰上一下，可想而知，只怕更是冰冷刺骨。好一个罕见的冰美人！是她。一旁江兰兰打了个寒战。你认识她？陆晨好奇问了一句。江兰兰轻笑道：陆师兄说笑了，这位可是咱外门大名鼎鼎的冰仙子，容貌更是在外门中名列前3甲，有谁不知？闻言，陆晨尴尬地摸了摸鼻子。他就不知道。陆晨继续问道：听你的意思，他很出名了？没错。江兰兰点了点头，似是想起眼前这位师兄修为虽高于自己，入门却没几天，耐心解释道：陆师兄有所不知，这位师姐名叫柳如雪，乃是变异冰灵根，此等资质可谓天纵奇才，修炼速度极快，放到绝大多数宗门里都会当宝贝一样供起来。原来是个天才。陆晨恍然大悟，他在这第2层逛了那么久，见到前来购买法器的全都是筑基期，而如果他没有看错的话，刚才擦肩而过的柳如雪与他一般，只是炼气期，这倒是颇为罕见。他是出自哪个修仙世家吗？陆晨对柳如雪有些好奇起来。这倒不是。江兰兰摇头。那他还挺有钱的，一个炼气期居然舍得到2层来消费。陆晨啧啧称奇。闻言，一旁的江兰兰微不可觉地翻了个白眼。你自己不也是炼气期吗？修为还比别人低了好几层呢。原来你也知道自己是个万恶的有钱人。不过江兰兰可不会表露出来分毫，仍耐心道：陆师兄有所不知，因为是变异冰灵根的缘故，柳师姐赚取灵石比咱们这些普通弟子可容易多了，经常会有一些炼气期的师兄雇佣柳师姐，帮助他们解决一些修炼上的难题。哦。闻言，陆晨顿时眼前一亮，虽只是惊鸿一瞥，但他不得不承认，他已经看上了这个角色的冰美人。没想到只要花上一些灵石就能雇佣他吗？一时间陆晨不禁想入非非起来。他也有好多的修炼难题需要解决啊，柳师姐。还请柳师姐以身入局，为师弟答疑解惑。这时江兰兰继续说着，听说这位柳师姐每次收费的价格都在50灵石左右，这么便宜？陆晨瞪大了眼睛，如此绝色的美女居然只要50灵石。要知道容貌略逊色于这柳如雪的云瑶，对于100灵石的价格都不愿意答应，而这柳如雪却只要50灵石一次，这哪里是什么柳师姐，这分明就是女菩萨。一旁江兰兰闻言却是满脸疑惑，哪里便宜了？好多师兄都私底下抱怨太贵了呢，这还嫌贵？
陆晨满脸鄙夷，那就把柳师姐放下，让她来。只听江兰兰继续道，不过虽然觉得价格有些贵，但大部分师兄体内阳气过盛，阴阳不调时，还是会请柳师姐以寒冰灵力帮他们平息。毕竟若是花钱买丹药调理的话，就更贵了。你说什么？闻言，陆晨一愣，用寒冰灵力平息阳气？是啊。江兰兰点点头道，那不然还能是什么？怔了一下，江兰兰随即反应了过来，原来二人的对话一直都不在同一个频道。她在这说着正经事，陆师兄却是想到那方面去了。陆师兄，你好坏，原来你是看上柳师姐了，人家还在你旁边呢。江兰兰一边说着，一边撒娇般在陆晨身上蹭了蹭。不过她并没有不识趣的真正吃醋，开了个玩笑继续道，陆师兄，刚才忘了告诉你，柳师姐长得确实很漂亮，天资又高，但你还是别痴心妄想了，那可是一朵带刺的冰玫瑰。此话怎讲？享受着江兰兰身上的温软，陆晨问道，陆师兄你也知道，孤阴不存，孤阳不长，我宗讲究阴阳平衡，顺应天道，而这位师姐身上寒气实在太重，根本没有哪位师兄承受得起她身上的寒气，别说共同双修了，就是靠得太近都会浑身不适。因此虽然有很多师兄对柳师姐心存觊觎，但这些年来却始终没有人敢付诸行动，要不然快活了一次后，却是引得周身阴阳失调，轻微的大病一场，严重些甚至可能修为跌落，前途无望。你想想，这等恐怖的下场，哪位师兄敢真正付出行动？原来如此，陆晨恍然大悟。固然柳如雪美得有些不像话，但身为修仙者最大的目标依然是求仙问道，即便是那等色中恶鬼，也绝不会为了一个美人搭上自己的所有前程。那这么说来，咱们阴阳宗对这位冰灵根的天才实在有些不合适。陆晨喃喃自语，谁说不是呢？江兰兰叹了口气，其实阴阳宗的阴阳经适用性还是相当高的，无论是单灵根还是杂灵根都能畅顺的修炼，但是唯独对两种人不友好，那便是机智的火灵根与极致的冰灵根。若是柳师姐加入别的宗门，修为必定一日千里，现在肯定早就已经筑基了，哪还会困在炼气10层？那他为何？陆晨话音未落，江兰兰已然答道，还能为什么？躲避仇家呗。陆师兄你不知道，这位柳师姐的来头可是相当不小，她的父母据说乃是冰玄宫的长老，但不知为何她的父母叛出了冰玄宫，遭到追杀，她的父母逃亡前将她托付给了咱们阴阳宗一位交好的长老，而冰玄宫虽强，但比起咱阴阳宗还是差了不少，更何况咱们背后还有主宗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因此那冰玄宫虽对柳师姐恨之入骨，却也不敢真的上门来要人。想到这里，江兰兰悠悠地叹了一口气，说起来咱们宗门内像柳师姐这样的人还有不少，虽然阴阳宗也属于正道之列，但比起别的一些宗门确实不是特别的光鲜，而阴阳宗却能始终保持强盛，则是因为2大原因。其一，阴阳宗的弟子修炼速度极快；其二，阴阳宗足够强，能够为许多愿意加入的弟子提供强有力的庇护，在阴阳宗内这样的弟子不在少数。了解清楚后，陆晨向江兰兰道了声谢，转头朝着不远处的柳如雪走去。陆师兄，看着离去的陆晨，江兰兰满脸疑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自己明明已经提醒过他，这位柳师姐是个碰不得的冰美人，以他的财力，在外门想找个漂亮的师姐师妹还不容易吗？只要陆晨一声令下，他江兰兰也愿意自荐枕席，干嘛偏偏和一个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柳如雪过不去？这位师妹不知道可以再便宜些吗？我的灵石还差一些，既然柳师姐诚心想要，那就便宜50灵石吧。走近的陆晨听到两人的对话，顿时脸上露出几分怪异之色。柳如雪居然在讲价，那自己刚才不是亏大了，若是费上些口舌，说不定能把价格打下来一点。罢了罢了，一点小钱而已。只听柳如雪又有些不好意思地继续道，可以再少一点吗？那位接待的师妹一副头大的模样，忍不住道，柳师姐，您实话实话吧，您到底有多少灵石？1300。柳如雪声音弱弱的道。闻言，那位师妹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柳如雪看上的这款法器高达1500块灵石，降价50已经是她的极限了，降价200她可没那个本事，要是真敢卖，她这半年都得白干了。柳师姐，实在不行，要不然您还是下次再来吧，别担心，这柄冰霜灵剑在宗门内适合的人很少，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卖出去。虽然满脸黑线，但这位师妹还是展现出了极好的服务态度。见状，柳如雪也只好作罢。虽然她很舍不得那把剑，但她也清楚为难对方毫无用处。哎，没想到攒了那么多灵石还是不够。就在柳
如雪恋恋不舍，准备离开之际，一道身影上前，直接道：“麻烦帮柳师姐把这件收起来，剩余的零食我来付。”你看着突然冒出来的陆晨，柳如雪满脸疑惑，她根本不认识眼前这人，干嘛那么好心的替她付零食？一旁的师妹倒是对刚才在2层引起轩然大波的陆晨很是熟悉，见他发话，当即毫不犹豫的冰霜灵剑收起，递给了柳如雪。出了灵宝殿，陆晨走在前边，身后柳如雪如同一个小媳妇般乖巧的跟着。不止这位师弟怎么称呼，陆晨，多谢陆师弟，在下柳如雪。我知道，久仰柳师姐大名。陆晨说起谎来面不改色，实际上他在几分钟前在刚刚知道柳如雪这个人的存在。陆师弟，多谢你刚才解围，那笔零食我一定会尽快还你的。柳如雪攥紧小拳头，满脸诚恳的道：150零食。对于陆晨而言或许不算什么，但对大部分外门炼器弟子而言都绝非一笔小数目，因此对于帮了自己这么大一个忙的陆晨，柳如雪可谓感激涕零。然而陆晨转过身来看向柳如雪，浅笑道：柳师姐，零食就不必了，不过师弟在修炼上有些问题，或许需要师姐的帮助。原来是来找自己治病的，难怪。柳如雪自觉恍然大悟，但她向来恩怨分明，认真道：师弟别担心，师姐一定竭尽所能帮你解决问题。不过师姐一次收费才50，还有100块零食，之后还是会还给你的。柳如雪顶着这么张冷若冰霜的脸说出这么一番话来，虽然知道对方不是自己想的那种意思，但陆晨还是心底一阵暗爽。这就是反差吗？一时间陆晨有些急不可耐，祭出了刚买到的云雾舟，对柳如雪道：师姐快上来吧，师弟已经等不及了。只当陆晨病症发作坚持不住，柳如雪不做他想，当即上舟。若是旁人见了这舟，多少的有些好奇，而柳如雪则是一副习以为常的模样，显然比这更高级的玩意儿他也见过。很快在陆晨催动下，云雾舟载着2人飞速离开灵宝殿，不一会儿便到了纯阳峰山脚下陆晨的小院处。2人一同进屋，柳如雪看着陆晨认真道：陆师弟，还请你做好运行功法，我会在离你1尺的距离外运转寒冰灵力，帮助你调息平息体内躁动。闻言陆晨满脸无辜道：柳师姐，为何要离1尺，贴着不行吗？啊！柳如雪一愣，随即她以为陆晨这是怕离这距离威力不够，连忙解释道：陆师弟，你别担心，你的修为乃是炼气5层，即便离这1尺距离也已经完全足够了，若是再近，反而可能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便是一些炼气10层的师兄，也起码要与我保持1寸的距离才行。然而陆晨却是没有听从柳如雪的话，与他保持足够的距离，反而越发的朝着他靠近过来。见状，柳如雪吓了一大跳：陆师弟，你这是做什么？和我靠得太近，你的身体会被寒气冻伤的。仿佛没有听到柳如雪的话般，陆晨依旧步步紧逼，生怕伤到这位好心帮自己的师弟。柳如雪只能朝后退去，很快就被逼到了墙角处。眼看柳如雪退无可退，陆晨也终于说出了实话：柳师姐，实不相瞒，我的修炼没有出问题，但我的身体确实需要你的帮助。柳师姐，我想与你结仙缘。闻言，柳如雪如遭雷击般惊得目瞪口呆，她只觉得眼前这小师弟怕不是疯了。这就是你把我叫到这里来的真正目的吗？柳如雪不再后退，看着陆晨淡淡开口：没错。陆晨点点头，看到柳师姐的第一眼起，师弟就坚定了一个目标，我一定要得到你。呵呵，柳如雪的态度骤然变冷，这样的男人她见得太多了，因为她绝世的容貌，因为她冰冷的气质，不少男人曾为她疯狂。可是呢，不说真正做些什么，只是碰一下她的手，那些男人就都老实了，全都是废物。与大部分阴阳宗女弟子不同，半路进入阴阳宗的柳如雪对待自己的另一半有着不一样的要求，最起码也得说到做到。上一秒海誓山盟，下一秒被冻得灰溜溜的告辞，这样丢人的戏，她柳如雪没心情再看一次了。让开！看着陆晨，柳如雪冷冷开口。陆晨不为所动。砰！柳如雪周身汹涌的寒冰灵气骤然炸开。如果说平时她的周围是一个大冰箱，那此刻随着她灵力的催动，则是让人如陷冰窖。然而陆晨却是退也未退，仍站在原地，死死地盯着柳如雪身上每一处起伏。这倒是让柳如雪有些意外。她本以为以陆晨炼气5层的修为，这点难度已足以让他知难而退，没想到陆晨竟是面不改色。不过也仅此而已了，不再顾忌是否会伤到陆晨，柳如雪朝着堵住去路的陆晨走上前去，终于
两人的身躯碰到了一块，本以为这下会让陆晨惨叫出声，结果再次出乎柳如雪的想象，陆晨依旧淡定自若，倒是有些小看你了。柳如雪微微蹙眉，陆晨淡淡笑道：柳师姐，别的师兄都顶不住，但我偏偏不信这个邪，今天我陆晨就想试试，我到底顶不顶得住，还请柳师姐给我这个机会。陆晨三番五次阻拦之下，将之前留下的些许好感彻底败光。柳如雪目露寒光，不见棺材不落泪。好，既然你真想试，那我就给你这个机会，不过一切后果自负，不知师姐怎么收费的。到了这一刻，陆晨还没忘记，二人这是结仙缘，自然得提前商量好价格，这是身为一名好顾客的道德。闻言，柳如雪怒极反笑，这个色胆包天的小子居然真和自己谈起了价格，若是你真的行，便是免费又有何妨。好，陆晨眼前一亮，男人绝不能说不行，就是真的不行，那一定得行。而他陆晨绝非莽撞之人，若没有几分把握，又岂会这般信誓旦旦？免费？柳师姐，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休怪师弟不留情面了。哪怕眼前女子娇艳如花，可却是一朵冰花，冰冷刺骨，这是陆晨此刻唯一能感受到的。明明如此白皙娇嫩的肌肤，摸起来却是让人如坠冰窖。不过陆晨早有准备，暗暗运转无定灵火经，一团火焰由内而外自陆晨体内迸发而出。这些时日，随着修为的渐渐提升，陆晨也一直没闲着。除了修炼阴阳宗的功法，对于无定灵火经，陆晨也一直有研习，并且因千年记忆的缘故，让得陆晨对无定灵火经熟悉到了极点。要知道，元阳宗虽比不上阴阳宗，但好歹是东荒大派之一，实力比之冰玄宫也不遑多让。修习有无定灵火经的陆晨，碰上极致冰灵根的柳如雪，可谓降育良才。陆师弟，你身上好烫，热热的，好舒服。柳如雪有些迷茫了。来到阴阳宗后，也有几个修为相仿或略高于他的同门试图接触他，可别说深度接触了，根本没人敢碰他太久。即便修为高于他的，也怕被柳如雪破坏了体内的阴阳平衡，稍稍接触便落荒而逃。从来没有人给过柳如雪这种感觉，那么的温暖，那么的舒服。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金丹7层鬼魂柳如雪进行亲密接触，奖励100块下品灵石。2盏茶的时间过后，20分钟，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金丹7层鬼魂柳如雪进行深度接触，柳如雪好感度70，奖励200块下品灵石。爽，实在是太爽了。没有人能明白此刻陆晨心中的感受。其实真要论起容貌，客观来说，柳如雪和云瑶其实是不相上下的。可不得不承认的是，柳如雪身上这股冰冷的气质，对男人的杀伤力实在太大。谁不想征服这样一个娇艳的冰美人？而现在，这位阴阳宗上万炼器弟子只敢远观的冰美人，却是被他陆晨给征服了，并且只是第一次的深度接触，就让柳如雪对他的好感度给飙升到了70。没想到这柳师姐还挺纯情的，不过也是，以她的情况，想不纯情也做不到。陆师弟，你好厉害！与刚才的冷眼相对不同，此时的柳如雪宛如一只小猫般娇羞地蜷缩在陆晨怀里，看向陆晨的双眼中仿若闪着2颗星星。师弟，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柳如雪好奇无比。可能师弟我天赋异禀吧。陆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实际上，之所以不惧怕柳如雪的极致冰灵根之躯，也不怕被柳如雪破坏了他体内的阴阳平衡，原因很简单，除开了陆晨修行的无定灵火经外，还因为陆晨此刻阴阳经的造诣还粗浅无比，在无定灵火经面前暂时只有提携的份儿。而之所以这些师姐与他双修能大有收获，根本原因纯粹靠他的接触面板。当然，真正收获最大的还是陆晨自己。不愧是极致冰灵根，未来金丹7层的修为给我带来的好处，比云瑶的还要大上许多。陆晨能感觉得到自己的修为很明显的增长了一截，而一旁的柳如雪也很是惊喜的发现，他的修为同样有所精进，这速度未免也太快了些。难怪阴阳宗能成为东荒霸主。柳如雪暗暗啧舌，他把一切都归功到了阴阳宗的功法上，却是不知道，其实很大一部分乃是陆晨的功劳。若是换个男人，他可享受不到这么好的待遇。不过对于柳如雪来说都一样了，反正也只有陆晨能受得了他。内心暗暗挣扎了一会儿后，柳如雪昂起小脑袋，看向陆晨，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师弟，我们结为道侣吧。陆晨一脸懵逼，大姐，你这么突然的吗？只是结了一次仙缘，就想要老夫整个人搭进去，这女的心肠实在歹毒。陆晨连连摇头。柳师姐，
师弟只是区区炼气5层，配不上你，岂能做你的道侣？没事，我不介意。我是杂灵根，前途无望，和我在一起会被耻笑的。陆晨咬牙切齿，硬接着自己的伤疤。然而柳如雪依旧面不改色。我也不介意，我还有很多毛病，比如我睡觉会磨牙爱打呼噜，我还特别花心，会天天去找师姐师妹。对了，我还算过命，大师告诉我天生克妻，谁若是敢和我结为道侣，一定会倒一辈子的霉。陆晨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总之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想和他结道侣。没门，他还有一整片森林没有探索呢。闻言，柳如雪呆呆地看着陆晨，他知道陆晨这是不想和自己结道侣胡诌出来的借口，他也知道自己这么说确实有些太突然，他还知道想要结道侣被拒绝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可是他怎么感觉自己鼻子有些酸酸的，那感觉就好像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一次，你却让我输得那么彻底。终于一滴泪珠从眼角轻轻滑落。还在拼尽全力搜刮着理由的陆晨见此一幕，顿时慌了。好端端的，哭什么？最怕女人哭了。刚才还满嘴跑火车的陆晨一下子有些语塞，想要安慰柳如雪2句，却又不知该从何说起。我，师姐你别哭啊，不然别人还以为我怎么欺负你了。要是宗门执法队来把我抓走了，拷打个3天3夜怎么办？一时间陆晨抓耳挠腮，看着他急得团团转的模样，柳如雪扑哧一下笑出声来，抹去眼角泪滴，又板起脸来。你还没欺负我吗？陆晨不服气，那哪能叫欺负，那明明是结仙缘，你情我愿，大家都开心的好事。结仙缘，细细品味着这3个字，柳如雪悠悠开口，陆师弟，那以后你还会找我结仙缘吗？当然会了，师姐你那么漂亮。陆晨毫不犹豫地答应着，只是结仙缘，那肯定100个可以啊。柳如雪这身材，这气质，这小脸蛋，样样都是顶尖，他陆晨可喜欢得紧。听到这句话，柳如雪眼中掠过一抹喜色，那你可不许反悔。没问题，男子汉大丈夫，一口吐沫一颗钉。陆晨拍拍胸脯，随即他似是想起了什么，压低声音悄悄道，那师姐刚才说过的话应该也还作数吧？什么话？柳如雪愣了愣，随即也道，不过不管什么话，我也和你一样，说话算话。见柳如雪这么说，陆晨顿时大喜，悄声道，师姐可是说过，只要师弟能行，以后都可以免费结仙缘的。闻言，柳如雪脸上掠过一抹绯红，她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可那时候她根本没想过陆晨真的能做到。这下怎么办？柳如雪面色变幻，若是陆晨答应与她结为道侣，那自然一切好说，但这小子又不答应，又想免费，哪有那么好的事？虽然没人敢来找他，但柳如雪隐约知道，宗内和他同一个级别的师姐师妹们收费可都不少。对了，这小子还是个炼丹师，是个可恶的土豪，绝对不能放过他。师姐，你怎么不说话了？一旁见柳如雪沉默不语，陆晨心中大叫不好，连忙开口。只见柳如雪抬头，脸上带着一抹浅浅的笑容。师弟，我有说过那样的话吗？我怎么不记得了？你……陆晨瞪大了双眼，他就知道这女人半天不说话，肯定没憋什么好屁。果然，你刚才说过和我一样，男子汉大丈夫，一口吐沫一颗钉的。柳如雪展颜一笑，对不起师弟，我是女人。得，果然古话说的对，漂亮女人的话不能信。陆晨只能认栽。不过好歹自己这位冰山师姐的心情似乎变好了许多。你帮我凑够买法器的灵石，这次就算了，下次师弟可得记住带上灵石再来找师姐，或者师姐来找你也行。留下这么一句话，柳如雪飘然离去。她受益匪浅，境界有所精进，急不可耐地想要回去巩固一下境界。就在她从陆晨院子里离去之际，一旁一名炼气9层的黑衣男弟子正好路过，见到柳如雪从陆晨的院子里出来，他也没有大惊小怪，毕竟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这位柳师姐3天2头就从某个男弟子家中出来，不过还真没听说过哪位同门敢碰她的。柳师姐好。黑衣弟子打了声招呼，本以为还是与往常一般，只有一个冷漠的点头作为回应，然而柳如雪却是朝他展颜，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师弟你好。随即头也不回蹦蹦跳跳的走了，只留下黑衣弟子目瞪口呆的站在原地。我没有看错吧？这是柳师姐。黑衣弟子喃喃自语，他百思不得其解，柳如雪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并且就在刚才，他感觉到不只是人变得阳光了，柳如雪周身的寒气似乎都减弱了几分。不对劲，肯定有问题。目光落在柳如雪刚走出的院子上，黑衣弟子思忖着，这是谁的院子来着？
对了，好像是个新人，叫什么陆晨。完全不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的陆晨紧闭房门，他也在消化着刚才所得，虽然只是杂灵根，但他坚信勤能捕捉。1日时间转瞬即逝。次日清晨，陆晨伸了个懒腰，站起身来，正准备打开屋门拥抱一下太阳，突然一道身影径直撞进了他的怀里，冰冷的气息传递过来，自己这是没抱到太阳，反而抱到冰块了。陆晨满脸黑线，柳师姐，你咋来了？站在门外，一袭白裙，美艳无比的不是柳如雪，还能有谁？怎么，见到我不高兴吗？不等陆晨邀请，柳如雪便自顾自地迈出一双大长腿，走进他的屋子里。倒也没有。陆晨摸了摸鼻子，柳如雪人虽冷了些，却是一等一的大美女，光是站在那儿就养眼无比，让人心情舒畅。只是他今天本来准备进入秘境采药的，柳如雪这一来，也不知道还去不去得成了。坐在床边，柳如雪轻哼一声，舒展了一下身体，曼妙的曲线，肆无忌惮的疯狂撒野，不经意间闪现过的一抹白腻，看得陆晨下意识的咽了下口水。不怪他丢人，这一幕换谁来看了都得表示一下尊敬啊！以前怎么没发现柳师姐还有这么妩媚的一面？你小子刚才是在偷看师姐吗？转头看向陆晨，柳如雪娇笑道：我没有。陆晨摇了摇头，敢做不敢当。柳如雪不屑轻嗤，不过陆晨的表现她其实很满意，不枉费她今日特地打扮了一番，还穿了条往日不会穿的裙子，这还拿不下你？柳如雪信心满满，她可不是盲目自信，而是源于绝对的实力。白皙如雪的肌肤，窈窕有致的身躯，仙子洛凡尘般的娇颜，无论哪一样都让人为之疯狂。而陆晨也毫无疑问地被拿下了。师姐，这是你自找的？他不明白，一个前一天还懵懵懂懂的少女，怎么转眼间就变得那么会勾人？莫非女人在这方面当真是天生就会的？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金丹7层鬼魂柳如雪进行亲密接触，奖励100块下品灵石。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金丹7层鬼魂柳如雪进行深度接触，柳如雪好感度75，奖励200块下品灵石。呼，陆晨擦去额头的汗水，2炷香的时间已过，他也有些乏累。然而低头一看，柳如雪的脸上却似是挂着几分不满。什么意思？这表情他可看不得，这是对他的质疑与侮辱。柳如雪撇了撇嘴，没什么意思。什么叫没什么意思？就是没什么意思了。陆晨大为恼火，那怎么才算有意思？柳如雪眨巴眨巴眼睛，眼中带着几分希冀。再开一局，开就开。揉了揉有些发酸的身躯，陆晨的脸色有些难看，他还是第一次发现这事居然那么累人，反倒是一旁的柳如雪面色红润，媚眼如丝地看着他，时不时痴痴地笑上2声。本该是银铃般的悦耳声音，此刻听在陆晨耳朵里竟是那么的刺耳。这柳如雪到底怎么回事？就连云瑶也从未让他如此难看过。他完全不会累的吗？陆晨哪里知道，云瑶早已经习惯，差不多也就行了。而柳如雪则渴了太久太久，现在突然找到一汪泉水，可不得使劲喝吗？当然，说的是通过与陆晨的深度接触，柳如雪感受到实力的巨大提升，食髓知味。这速度可比他刻苦修炼来得快多了。陆晨也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反正外边太阳已落，他原本去秘境采药的计划也算是泡汤了，只能择日再说。眼下更重要的是该怎么打发掉柳如雪。柳师姐，天色已经这么晚了，你还不准备回去吗？陆晨试探着说道。无妨，我不怕天黑，可是这么晚还待在师弟家中，恐怕有损师姐名声啊。没事，我不要脸。陆晨满头问号，这柳如雪是打定主意赖上他了。开个玩笑，瞧你那紧张样，我又不会吃了你。柳如雪浅浅一笑道。不过想要让我走，师弟是不是还忘了些什么？竖起2根玉指轻轻搓了搓，陆晨顿时恍然大悟，难怪这妖精还不肯走，原来是跟他要灵石呢。罢了罢了，虽然今天辛苦他自己了，但是爽也是真爽。随即陆晨取出1000灵石。这么多？柳如雪微微一愣。别弄错了。陆晨缓缓道，这可不只是今天的，每次结仙缘都给也太麻烦了，小爷我先包个月吧。切。柳如雪撇了撇嘴，嫌少你别要。陆晨就欲将灵石收起，然而眼前一花，似有什么东西闪过，那1000灵石已是不见了踪影。少点就少点吧，师姐也不是小气的人。柳如雪面色如常，实际上陆晨自然不会太吝啬。别看他只给了柳如雪1000灵石，但是丹药却是当糖豆磕的。今日柳如雪在这里断断续续的
便吃了他一瓶丹药，都值上百灵石了。也不知道柳如雪是怎么承受得了那么多药力的。师弟，那我就先到此了。整理好衣裙，柳如雪转身来到门边时，却是朝陆晨抛了个媚眼。师弟今天辛苦了，这是师姐赏你的。说着，2枚晶莹发亮的东西被抛了过来，定睛一看，竟是2枚灵石。一时间，陆晨顿时怒从心头起。倒不是他看不上这2块灵石，只是他怎么感觉不是自己找柳如雪结仙缘，而是自己被劫了呢？马德，吃大亏了，下次一定让这小妞……算了，下次的事还是下次再说吧。陆晨有些悻悻然地缩回被窝里院外。离开不远的柳如雪陡然止住脚步，看了眼天上皎洁的月亮，一道泪珠从他眼角滑落。爹娘，我终于找到快速提升实力的办法了，你们一定要平安，等着女儿来找你们。次日天才蒙蒙亮，陆晨便悄悄离开院子，做贼似的一路来到了外门的任务大殿，而后径直来到秘境分殿。今天还是周生当值，见到陆晨前来，他立刻站起身来热情迎接。陆师弟，不是说昨天要过来吗？师兄还特地给你留了位置，莫非出了什么事？嗨，确实有点小事，不过已经解决了，周师兄不必担心。含糊过去，陆晨随口闲聊着。对了，过来时我看到任务大殿那里是个陌生的师兄当值，是新来的吗？周生点点头。陆师弟有所不知，江鹤那家伙自从发生上次的事后，结结实实的受了刺激，一回来就把任务大殿的职务给辞了，回去闭关修炼。原来如此。陆晨点点头。身为外门角色之一的云瑶，无论是成功筑基还是恢复单身，都可谓大事一件。而作为其中事件另一方当事人的江鹤，被解除道侣关系之事，自然也已传得人尽皆知。这本是一件极为正常之事，在阴阳宗屡见不鲜。可是嘲弄之声仍无法避免，不少原本就对云瑶无比觊觎的弟子，特别是那些曾与江鹤一同竞争过的，此刻不知是多么的幸灾乐祸。并且江鹤入门时间比云瑶更早，现在却是被云瑶遥遥领先，甚至一脚踹掉，这传出去就更加不好听了。不过对这个曾想要暗害自己的家伙，无论他再可怜，陆晨也不可能生出半分同情，倒不如助他闭关时走火入魔，暴毙身亡更恰当些。懒得去管江鹤的破事。很快在周生的安排下，陆晨进入了6号秘境。据周生所说，这秘境近些日子进去的少有炼气9层10层的高手，大多是境界比较低的新人弟子，因此被带出的灵值也很少。以陆晨的能力，进去定然大有一番可为，这让陆晨兴奋不已，对本次秘境之行充满了期待。当然，若是他能满载而归，自然也少不了为他提供情报的周生一份好处。眼中白光一闪，再回过神来，陆晨已经进入了6号秘境内。与上次秘境略有不同，这秘境内似乎水源颇为的丰沛。陆晨一路走来，看到了数条清澈的溪流，甚至他还从其中一条找到了一株颇有些稀罕的水生灵植，真是个好地方。这让陆晨颇为的满意，接下来的10日他要大干一场。而与此同时，陆晨家院外，柳如雪看着空无一人的院落，眉头微蹙。在这秘境中，陆晨可谓如鱼得水，好不快活。别人瞪大了眼睛，竖起鼻子，一路排查的搜寻好几天，可能还比不上他一个时辰收获得多周师兄诚不欺我。这6号秘境内果然灵植众多，又找到一株价值数十灵石的紫阳花，陆晨满脸喜色。毕竟虽然这些秘境内灵气充沛，但灵植的生长也是需要些时间的，这也是阴阳宗会限制进入时间与人数的缘故。要不然一下子涌入许多人，把灵植给搜刮光，那后边的弟子不就没得玩了？但陆晨可不管那么多，只要被他找到，那就都是他的。陆师弟，果然是你。不远处一道略有些惊喜的声音响起，若黄鹂般悦耳。陆晨抬眼望去，一道娇小的身影飘然而至，正是那丹道世家出身的陈以宁。陈小师姐。陆晨打了声招呼。什么叫小师姐？似是对陆晨口中的小字颇有些不满，陈以宁下意识地挺了挺胸。哪里小了？明明很大的好不好？没在意陈以宁的抗议，陆晨的目光在周围转了一圈，最后又回到陈以宁的身上。陈师兄呢？怎么没见到他？兄长最近忙着修炼，昨日开始闭关了，准备冲击筑基期。陈以宁解释道。原来如此。陆晨点点头，没想到陈以清也马上就要筑基了。不过也是，上次见面时对方便已经是炼气大圆满，实力比起云瑶还更胜一筹，如今即将筑基也不奇怪。倒是自己距离筑基恐怕还遥遥无期。一旁陈以宁像是猛然发现了什么，有些惊讶道：几日不见，陆师弟你居然都炼气5层了。二人上次见面时，陆晨还才炼气3层而已。奇怪，
哥不是说陆师弟是杂灵根，修炼速度极为缓慢吗？这速度怎么比我还快？陈以宁有些疑惑。这段时间过去，他的境界也就只提升了一层，从炼气5层变为了炼气6层而已。陈以宁心底暗暗发誓，这一次出去后一定不能再偷懒，要多努力修炼，要不然自己这师姐恐怕就要当不成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想起陈以宁刚见到自己时，一副早已经料到自己会在此地的模样，陆晨有些疑惑道。陈以宁咯咯一笑，我今日刚进秘境，就听到一位师妹说，这秘境里来了个土匪，四处搜刮灵植，搞得他们一无所获。我就猜8成是你，仔细找了找，果然就找到你了。原来是这样。陆晨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不过他并不觉得自己做的有什么问题。天才地宝，有能者居之。那些同门找不到灵植，是他们自己能力不足，福缘不够，怪不得别人。一旁，陈以宁满脸开心地继续道：既然在这里碰到陆师弟你，那事情就好办了。此话怎讲？陆晨问道。陈以宁有些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实不相瞒，今日我进入秘境，是我兄长提前布置的任务，让我10天之内找齐起码5株灵植才算过关。好吗？原来是冲着这个来的，想白嫖没那么容易。陆晨咳嗽了一声道：陈师姐，居然是陈师兄交给你的任务，就得自己独立完成才对，哪有找别人帮忙的道理？闻言，陈以宁顿时面色一苦。可是我自己要能完成，也不会来找陆师弟你。要是完不成，到时候我又得被他逼着被那些药精蛊及了。虽然出身丹道世家，但陈以宁并没有多少继承家族衣钵的想法。向来古灵精怪的他，最讨厌的就是背阅那些药精，一串串的文字，看得他头都大了，比要了他的命还难受。陆师弟，求求你了好不好？帮我一次就一次，我一定会记住，日后会报答你的。不过陆晨也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任务完不成，挨罚的又不是他。并且对于上次陈以清主动让出星辰草，陆晨心中多少是有些感激的。既然陈以清要考验自家妹妹，他也不好插手，所以陆晨决定不管。陆师弟，你真的见死不救？见陆晨无动于衷，陈以宁上蹿下跳，咬牙切齿。没错。陆晨点了点头。好，那本小姐就赖定你了。陈以宁的倔脾气也上来了，他还从来没求过别人，本以为这点小事陆晨肯定不会拒绝，没想到却是一点商量的余地也没有，这让他陈大小姐的面子往哪儿搁？不过还有一个原因让陈以宁想要跟着陆晨的是，他很好奇，一个杂灵根究竟是怎么能修炼得如此之快的。出身丹道世家的他，灵根乃是水木双灵根，多多少少也算是个小天才。比起陆晨这个杂灵根，按理来说天赋要高出太多，然而一转眼自己都险些要被这小子给超越了。并且对于自己一向最讨厌的食药，这小子也那么厉害，连自家兄长都甘拜下风，这让陈以宁心中对陆晨涌起了无尽的好奇。唉，又采到一株灵植。从一旁树丛间的隐蔽处摘下一株灵植，陆晨一边慢悠悠地探着，一边将它收入囊中。一旁陈以宁气得牙痒痒，却也只能干瞪眼。不是我说，陆晨劝诫道，要不你还是走吧，你自己找，若是运气好些，或许还能完成任务，但是跟着我，你恐怕一点机会都没有。陆晨说的是实话。陈以宁跟在他后边，若是附近有灵植的踪迹，早就先被他发现踩下了，乃还会有陈以宁的份儿。然而陈以宁并不是个听劝的主，我就不信了，从你手里边，我真就一株灵植也抢不到。陈以宁气鼓鼓地说着，小脸气得通红。事情发展到现在，早已经变了性质。如果说之前陈以宁跟着陆晨确实是想要他帮助自己以及对他的好奇，那么现在随着一路走来，见识到陆晨一次又一次找到灵植后那欠揍的模样，陈以宁已是把任务抛之脑后，他一定要找回一次场子才行。一旁见陈以宁气鼓鼓的模样，陆晨心底却是乐开了花，这小丫头还蛮有意思的。其实若是真想甩开陈以宁，对他来说也不难，只要拿出云雾舟即可。这小丫头只是炼气期，除非她也有御空飞行的宝贝，要不然休想追上陆晨。只是陆晨进入到这秘境内，虽然每次找到灵植都颇为欣喜，有一种丰收的喜悦，然而久而久之，一直重复着这么个过程，多少也有些枯燥乏味。陈以宁的存在便很好的解决了这一点，不仅给陆晨提供了乐子，并且他那年纪小小却无比傲人的身材也是极为的养眼，特别是生起气来的时候，一跳一跳的。不能再想了，陆晨赶忙止住自己飘飞的思绪，再这样下去，恐怕就要犯错误了。咦，就在这时，一抹淡淡的异香飘进了陆晨的鼻子里，他下意识地抽到了下鼻子，
不过因为此刻陈以宁就站在面前的缘故，这个动作多少有些猥琐了。闻什么闻？陈以宁不满道。切，又没闻你，一边去。陆晨伸手推开陈以宁。虽然陈以宁身上的气味确实也很好闻，但很明显这股异香来自于某种灵植。你居然敢这样对本师姐！陈以宁银牙紧咬，攥紧了小拳头。不过陆晨接下来的一句话顿时转移了他的注意力。这味道好像是金阳果。金阳果，虽然陈以宁不学无术，但对于基本的知识还是了解的。这金阳果同样也是极为不错的灵材，与那星辰草不相上下。一般而言，都是只有在更高等级的秘境中才能找到的。现如今能在这里发现，运气确实相当不错。不过陆晨也清楚，运气是一方面的，更重要的是别人即便闻到了这股香味，也根本不会当回事。毕竟在这秘境内，各种药香常见无比，而只有陆晨对这气味如此敏感。一时间陈以宁也不吵不闹了。他也知道，若是能找到金阳果，那可绝对是巨大的收获。很快在陆晨的仔细寻找之下，顺着那股如有若无的气味，二人来到了不远处的一片树林。就在这里了。陆晨的目光投向不远处的一棵参天大树，在那茂密的枝叶间，数个金灿灿的果子悬挂其上，俨然已经成熟。不过虽然找到了金阳果，二人并没有轻举妄动，上次的教训还历历在目。陈以宁这次也没有莽撞，与陆晨小心地躲在远处一棵树后观察起周围有没有守要的妖兽。时间一点点过去了，然而除却偶尔刮过的微风让树叶簌簌作响，除此之外，那金阳果所在之处没有半点别的动静。奇怪，陆晨有些诧异，在这低级秘境内进入都是炼气期弟子，因此为了照顾新人们的安全，宗门会派人定期清理妖兽。上品妖兽的数量会保证控制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可对于中品下品妖兽，数量则要稍稍多些。而这金阳果已经成熟，那股异香对妖兽而言可比对人要清晰许多。即便没有上次那条银环玉蛇一样的上品妖兽，按理来说也会有中品妖兽占据此地才对。莫非自己当真运气那么好，碰到个无主的？天色渐暗，陆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若是到了夜里，恐怕会更加麻烦。陈师姐，你在这里等我，我悄悄摸过去摘金阳果。闻言，陈以宁的小脑袋顿时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你是师弟，我是师姐，哪有让师弟去冒险的道理？还是我去。陆晨有些好奇地看了他一眼，这小丫头上次见到银环玉蛇被吓成那样，居然还胆子那么大，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陆晨哪里知道，对于上次丢人的事，陈以宁一直牢记在心底。如今终于有了一雪前耻的机会，他当然不会错过。毕竟在这秘境内，上品妖兽可谓稀罕至极，哪有道理次次运气都那么差，正好让他给碰上。至于中品妖兽或是下品妖兽，对于如今炼气6层的陈以宁已经不足为惧。若是没妖兽也就罢了，如果有妖兽，本小姐一定手起刀落，分分钟把它解决掉。陈以宁心底美滋滋地想着，似是已经看到自己解决妖兽，在陆晨面前大显神威，让得陆晨一改先前姿态，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场景。师弟，准备好膜拜我吧。见陈以宁执意要去，陆晨拧不过他，再加上观察了那么久，想来应该也没什么危险，也就答应了。不过前提是二人要先一起过去，再由陈以宁爬树摘果。时间不早，二人也没有再耽搁。决定好后，两道身影便悄咪咪的一路摸索了过去。终于二人来到金阳树旁的一棵巨树下，陆晨留在原地，而陈以宁则是爬上了金阳树。他虽然涉世未深，但经过上次的教训，倒也并不莽撞，无比的小心翼翼。而树下的陆晨也牢牢地盯着陈以宁周围，以免他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遭袭击。终于陈以宁来到树梢处，朝着第一个金阳果伸出手。金阳果到手，四周依旧风平浪静，这让陆晨心中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陈以宁也是满脸欣喜，他转过身朝着陆晨挥了挥手中的金阳果。然而下一秒，他脸上的喜色骤然变成了惊恐，下意识的惊叫出声。陆师弟，小心身后。陆晨一愣，顿时他骤觉寒芒在背，顾不得回头看，他的身子径直朝着一侧扑去。随着他躲开，一根粗黑的树藤从他衣角处划开，将衣服给撕开了一道裂口。好险！在地上翻了个滚，陆晨站起身来，只见金阳树旁那棵原本岿然不动的不知名巨树，不知何时变得张牙舞爪，无数树藤蔓延，散发着恐怖的气息。那气息分明已经达到了炼气后期的档次，这竟是一棵上品等阶的树妖。分辨出眼前树妖的等阶，陆晨的脸色顿时变得有些难看。他刚才把注意力全部放到了采果子的陈以宁身上，却是没想到
这树妖会在这时候突然从背后对他出手。刚才若是被那树藤缠住，想要脱身，恐怕就不太容易了。一旁，陈以宁也从金杨树上一跃而下，站到了陆晨身边，颇有些担心道：“陆师弟，你没事吧？”“没事。”陆晨摇了摇头，“还好师姐提醒的及时。”“应该的。”见陆晨没事，陈以宁的脸色也好看了许多。不过，当目光转到一旁的树妖身上，他的脸色再度变得难看起来。上品等阶的树妖，怎么就那么倒霉？陈以宁紧咬银牙，陆晨也眉头紧皱。刚才二人一直在远处观察着这金杨树，想要看看是否有妖兽在附近行动，却是没想到对方竟一直那么明晃晃地站在金杨树的旁边，并且因为此地树木丛生，气息混杂，形成一道天然的保护罩，将那树妖的气息完美的掩饰下来。他又一动不动，让二人根本发现不了，妥妥的灯下黑。一时间，二人有些气恼，不过所幸没有出事。陆师弟，怎么办？打还是跑？陈以宁有些小声地询问起陆晨的意见。若是中品或者下品的妖兽，此刻他早已经冲上去了。可是对这上品的树妖，他心底终究还是有些发怵，不敢轻举妄动。师姐，你看看周围。陆晨低声提醒了一句。陈以宁抬眼望去，脸色顿时变得无比难看。不知何时，那树妖的树藤早已经蔓延到了四周，远远地将二人团团围住。他们的后路早已经被封锁了。这家伙居然那么阴险！陈以宁咬牙切齿，只能打了。陆晨叹了口气，这也是他太不小心了，要不然也不至于落到这等境地。不过还好这只是上品树妖，对于陆晨而言，想要对付也没那么困难。说着，陆晨就预计出法器鬼藤绳。一旁陈以宁却是率先娇声喝道：“我来对付他，师弟你小心些，保护好自己。”闻言，陆晨一愣，这分明是自己的台词，怎么让这小丫头给抢了？下一秒，陈以宁拿出一柄长剑，朝着树妖径直刺去。陆晨还发现，似是担心会吓得转头逃跑，陈以宁在冲向树妖，竟是闭着眼睛的。这小丫头分明心底怕得要死，但还是站到了自己的面前，这让陆晨觉得好笑之余，心底又有些感动。陈以宁虽有些刁蛮，遇事却是真不含糊，说不定他心底还真把自己当成亲师弟来看待。不过虽然勇气是有了，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那点勇气根本一文不值。陆晨看得出来，陈以宁手中的剑只是低阶法器，对付中品妖兽还行，对上这上品树妖绝对不是对手。果然，几个呼吸之间，刚才还气势汹汹的陈以宁转眼间便节节败退，败下阵来。不过他没有忘了陆晨，转头看向陆晨道：“师弟，我打不过他，我先拦住他，你快跑。”说着，陈以宁挥起手中利剑，将陆晨附近的几根树藤斩断，为陆晨清出一条道路。然而他又一头朝着树妖冲了上去，一根根树藤如暴雨般猛烈地攻击着，而陈以宁只能勉力支撑。突然，一根树藤击打在他的手腕处，手中的剑当啷一声掉在地上。陈以宁再没有了挣扎的能力，脸上露出一抹认命的笑容。不过当转头看到陆晨时，他顿时又瞪大了双眼，继而气愤道：“都让你走了，你怎么还没走？”陆晨笑了笑，让一个女孩子拼命为我创造逃命的机会，我陆晨虽然不是什么绅士，但脸皮也没那么厚。你笨蛋！陈以宁气的胸口起伏不停，陆晨的行为在他眼中就是彻彻底底的愚蠢，连炼气6层的他都不是对手，修为还比他低1层的陆晨又怎么可能打得过这树妖？不过下一秒，陈以宁顿时目瞪口呆，这是高阶法器。只见不知何时，陆晨的手中多出了一根长长的东西，颜色黝黑，散发出阵阵灵力波动，而这鬼王藤制成的鬼藤绳对那树妖似有几分天生的压制。随着陆晨将鬼藤绳在陈以宁周围抽了2下，所过之处原本快要缠上陈以宁的树藤立刻迅速缩回。该到小爷出手了。陆晨嘿嘿一笑，灵力催动之下，手中鬼藤绳威势更甚，一时间竟是抽的那树妖节节败退。转眼间，原本围住二人的树藤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厉害！这一幕看得一旁的陈以宁惊骇不已。虽然他知道这大部分都是鬼藤绳的功劳，但看到刚才打得他节节败退的树妖，在陆晨面前竟是如此不堪一击，还是让他的心中泛起了一丝涟漪。如果哥哥在这里，恐怕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吧。陈以宁低声呢喃。而要知道，陆晨与陈以清之间的修为差距可是有5层之多。另一边，陆晨挥舞着手中的鬼藤绳，抽得不亦乐乎。让你狂，让你偷袭我，让你……而那原本威风凛凛的树妖，此刻只能节节败退，生不出半点反抗之意。此刻，
陆晨心中只有一个字：爽。这就是金钱的力量吗？若是没有这鬼藤绳的存在，以陆晨的实力，面对上品树妖，恐怕还真只能仓皇逃窜。不过此刻形势却是完全不一样了。堂堂上品树妖被他陆晨压制的根本还不了手，其实这里边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制作这鬼藤绳的鬼王藤对眼前的树妖有着血脉压制，要不然换做别的上品妖兽，即便陆晨能够战胜，也不会那么轻松。很快跟抽陀罗似的，树妖被抽得伤痕累累，陆晨也累了。这类树妖最强的便是生命力，想要击败不难，想要击杀却是相当的不容易。而陆晨虽有无定灵火晶在身，但以他的修为，想要烧死这树妖也是相当的不容易，抽一顿泄愤也就罢了。不过一旁的陈以宁似乎并不这么想，回想起刚才这树妖带给他的屈辱，让他怒不可遏。他这么个大小姐，何时受过这样的委屈？那一刹，他真的以为自己要死了。而如今有了陆晨的存在，或者更准确点说，有了鬼藤绳的存在，也算是让他能狐假虎威上了。陆师弟，你抽累了的话，换我来。说着，陈以宁径直朝着陆晨伸出手去，想要继续陆晨未完成的工作，继续狠狠地抽陀螺。今天不把这口恶气出了，我就不姓陈。陆晨也没想到陈以宁会直接来抢自己手里的鬼藤绳，一时大意，鬼藤绳脱手而出，来到陈以宁手上。然而不等陈以宁大显神威，意外却突然发生了，并没有如同在陆晨手上那般乖巧听话。到了陈以宁手上后，鬼藤绳猛地伸长蔓延开来，但却并不是朝着树妖去的，而是顺着陈以宁光洁的手臂蜿蜒而上，一点一点缠住了他。哎，怎么回事？本就灵力耗得七七八八的陈以宁大惊之下，几乎没有半点反抗能力，只能连连大声惊叫。自主行动的鬼藤绳在他身上肆虐着，转眼间他就被牢牢缠住了。而身上某些女性特质因被鬼藤绳牢牢缠住的缘故，而变得越发的凸显。看得一旁的陆晨目瞪口呆之余，下意识地咽了下口水。陆师弟，是不是你搞的鬼？挣扎无果的陈以宁将目光投向陆晨，羞恼地看着他。嗨，陆晨连连摇头。陈师姐，你这可就冤枉我了。我这鬼藤绳本就有些特殊，认主之后，若是被除我之外的人拿到，便会自主攻击。师姐你刚才也不提前说一声，就直接来抢，也怪不得师弟啊。这么说怪我咯。陈以宁越发羞恼起来，今天算是丢脸丢大发了，并且他隐约觉得这鬼藤绳绑住他的方式多多少少有些奇怪，具体奇怪在哪儿，陈以宁也说不上来。总之在陆晨面前被这样绑住，让他觉得非常的害羞。那你还不快帮我解开？见陆晨始终无动于衷，只呆呆地看着自己，陈以宁连声娇喝道。不知为何，他感觉陆师弟此刻看自己的眼神也变得有些奇怪起来，好像什么时候看到过一样。对了，他想起来了，当时陆师弟看那云瑶不就是这么个眼神吗？好像要把人生吞活包吃掉一般。当然此吃非彼吃，这点陈以宁还是懂的。害羞之余，他心中又莫名有两分暗喜起来。果然自己是不比那搔首弄姿的妖精要差的吗？其实当初几人相遇时，云瑶从来没有搔首弄姿过，最多偶尔言语眼神带着些许不经意的魅惑。而除开单独在陆晨面前以外，大多数时候云瑶还是以清冷仙子的模样示人。若是让他知道自己在陈以宁心中竟是这么个评价，不被气个吐血三升，也要大为郁闷一番。师姐，我这就来救你。一旁原本看得有些呆的陆晨，在陈以宁连声催促之下，也不得不上前替他解开鬼藤绳。不过陆晨本能直接灵力催动，瞬间收起鬼藤绳。鬼使神差下，他却是如普通人一般，一点一点把鬼藤绳从陈以宁身上解开。在这个过程中便不可避免的有些许触碰，很软又很有弹性。果然年轻人皮肤就是好。心底暗暗想着，陆晨忍不住再度感叹起陈以宁的深藏不露。原本穿着衣服的陈以宁就已经很具规模了，被鬼藤绳缠住后，更是将他的优势展现得淋漓尽致。陆晨回忆了一下，就算云瑶恐怕也比不上他。真不知道这小丫头吃什么长大的，莫非天天抱着头奶牛啃，还是吃的木瓜？以后有机会得问问。毕竟云瑶还好，只能说略逊一筹，而柳师姐和陈以宁相比，那就得逊个2、3、4筹了。反正到时候把这秘方分享给他，便宜的也是自己。对了，还有这鬼藤绳，以前咋没发现它还有如此妙用？说不定之后也能派上用场，这样一来花样就更多了。就在陆晨想入非非之际，一旁陈以宁的小脸却是越来越红，因为陆晨思索那些东西的时候，一直都在盯着他身前的起伏，一边看还一边露出嘿嘿的笑容，那模样跟正经人是半点关系都没有。
不用猜，陈以宁都知道，这家伙脑袋里肯定在想些什么脏东西。刚才还因为自觉不逊色于云瑶的暗喜烟消云散，女儿家的娇羞让陈以宁再也忍不住，一脚将陆晨踹开。臭流氓，你在看哪里呢？嗨嗨，被拆穿的陆晨解释道。师姐误会了，刚才我消耗灵力过多，太过疲累，一时间有些走神而已。放屁！陈以宁翻了个白眼，口水都快掉地上了，骗谁呢？向来厚脸皮的陆晨也不管陈以宁信不信，将鬼藤绳给收起，随即他转身爬上金杨树，将剩余的几枚金杨果也都摘了下来。至于一旁的树妖，他早已经被陆晨的鬼藤绳给抽服了，哪怕看着自己辛苦守护的金杨果被人摘了，也是敢怒不敢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陆晨在他眼前对着金杨树肆意妄为。一共5枚金杨果，收获可谓丰厚到了极点，陆晨满意无比，看向一旁还在生着闷气的陈以宁。陈师姐，走吧，天色已经晚了，莫非你想在这陪着树妖过夜？那也比跟你在一起要好。陈以宁嘟了嘟嘴。哦。闻言，陆晨不仅没有反驳，反而大喜。那师姐就待在这儿吧，师弟先走一步。说着，陆晨脚底抹油，径直离开。喂！见陆晨仿若下定了某种决心，头也不回。陈以宁气得火冒三丈，这家伙还有没有一点点绅士风度了？哪有这样把女孩子一个人丢在这种鬼地方的？枉自己刚才还拿他和兄长做比较，简直是瞎了眼了。不过话虽这么说，陈以宁也不敢继续一个人留在这里，没了陆晨在，指不定一会儿那树妖就又硬气起来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撤！某个隐蔽的山洞内，一个小小的火堆照出2道身影，真香，真好看，不愧是金杨果。陈以宁白嫩小巧的手里攥着一个金灿灿的果子，好奇地看来看去。少见多怪。一旁，陆晨倚靠在一块巨石上，嘴里叼着根不知哪儿摘来的狗尾巴草。要你管！陈以宁朝着陆晨恶狠狠咆哮一声，仿佛一只发怒的小老虎。他还在对刚才陆晨丢下自己一事耿耿于怀。陆晨也不生气，带着几分好奇问道：你们陈家不是赫赫有名的丹道世家吗？即便你再不喜欢学习，但对于金杨果这样灵芝灵果，应该见过不少吧？闻言，陈以宁眼中的光芒略微暗淡了几分，想说些什么，张了张嘴，欲言又止。见陈以宁似乎有些难言之隐，陆晨道：我就随口一问，陈师姐要是不想说也没什么关系。踌躇了下，陈以宁最终还是缓缓开口：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我和兄长确实来自丹道世家陈家，但这类大家族外表看似光鲜亮丽，内里的龌龊却是许多人都不知道的。在陈以清这个好哥哥以及父母的呵护下，陈以宁虽然有些天真，但却并不傻。有的是，陈以清即便有意瞒着陈以宁，但天底下没有不漏风的墙，因此陈以宁多多少少还是知道一些的。身为东荒首屈一指的丹道世家，陈家的辉煌可想而知。在修真界最不能得罪的人中，炼丹师便是其中之一，而最让人垂涎欲滴的炼丹师也是其中之一。因为若是能拥有一个厉害的炼丹师为自己效力，那简直相当于拥有一个宝库。无论是伤病、修炼、财富，只要你找来相应的材料，他都能为你解决。因此陈家坐拥诸多高等级炼丹师，却能屹立多年不倒，没有被人瓜分，不只是靠着无数年来积攒下的无尽人脉，自身的实力也很是强盛。随着陈家的日益壮大，他的内部也被分成了诸多派系。30年河东30年河西，一方唱罢我登场，而随着10年前老家主退位，新家主上台，陈以宁一家所在的派系顿时式微。最是无情帝王家失去了权力后，陈以宁的父亲陈哲在家族内地位骤降，变得谨小慎微起来。而在这个时候，他的大儿子陈以清展现出了过人的修炼天赋。在往日，这本该是天大的好事一件，可偏偏发生在他们家地位骤降之时。这种时候展现出过人的天赋带来的只有打压，甚至更恐怖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可能。毕竟在某些帝王之家，便是弑兄弑父也并不罕见，更何况只是同族兄弟。为了儿子的安危着想，陈父痛定思痛之下，将陈以清送进了身为东荒霸主的阴阳宗内。而陈以宁天资虽比不上陈以清，但也还算不错，被前来收徒的长老看上，一并收作弟子。就这样，当时才年方5岁出头的陈以宁离开了父母，与兄长一同进入阴阳宗。进入阴阳宗时，陈以宁的年纪还太小，记不住多少事，对于那些灵芝灵果、各类丹药接触的其实并不算多。而之所以有些相关的知识储备，也是这些年来陈以清要求他被月曜金骨集所致。不过他心不在此，3天打鱼2天晒网，虽比普通弟子要强，但也极为有限。竟然是这样，陆晨略有些吃惊。他本以为
顶着出身单道世家名号的陈氏兄妹二人，背地里不说生活奢靡，起码也要比普通弟子强上许多。却是没想到他们的处境也并没有好上多少。这么一来，上次陈以清主动让出星辰草，就更让陆晨心中感激了。当然，陈以宁也很是不错，哪怕不敌树妖，也甘愿赴死，让自己先走。这份情谊，陆晨永远不会忘记。就是这丫头的实力未免太差了些，都已经进入阴阳宗10年了，怎么还才练气6层的修为？你懂什么？面对陆晨的疑惑，陈以宁皱了皱鼻子，轻哼道：“是师父说的，在练气期要打好基础，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这样未来才能走得更长远。就拿我兄长来说，他其实练气大圆满已经1年多了，却一直压制着境界，在最近感觉实在压不住了，才开始着手准备筑基之事。这些都是师尊的授意。还有，我虽然入宗10年，但实际上前几年都一直没有真正修炼，从10岁开始才正式修炼的，别那么瞧不起人好不好？”说到这里，陈以宁颇有些郁闷。其实依他的天资，若不刻意放缓修炼速度，此刻即便没有筑基，恐怕也快了，绝不可能才区练气6层。他也知道师尊这是为了自己好，可是修炼数年才这点修为，实在有些拿不出手，连眼前这个入宗没多久的家伙都马上要赶上自己了。不过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原因也在于陆晨的修炼速度实在有些非人，短短1个月的时间便提升2层，这说出去多少有些令人匪夷所思。而陈以宁不知道的是，陆晨从普通人变为练气3层的速度还要更短，只用了仅仅1天而已。若是让他知道，更是要大惊，直呼陆晨是个变态。对了，似是想起了什么，陈以宁看向陆晨道：“陆师弟，我先说好，没有嫉妒你的意思，但我觉得你修炼的速度确实太快了一些。这固然是件好事，但欲速则不达，若是不能将境界凝实，恐怕会对你的未来造成很大的影响。”说着，担心误会，他又重申了一遍：“我真没有担心你修为超过我的意思。”行了，我知道了。陆晨有些无语，解释就是掩饰，陈以宁的心思都快写在脸上了。这丫头绝对不想自己的修为超过他，毕竟那样他就当不了师姐了。但是他没有嫉妒自己，想要自己好的心思也是实打实的。欲速则不达，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无数古人的智慧都告诉了陆晨，想要干大事急不来。可是陆晨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白，千年的修炼技艺让他对自己身体的状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哪怕以如此之快的速度提升修为，但他境界却从未出现过虚浮的情况，相反却是无比的凝实，让陆晨挑不出半分毛病来，甚至比起眼前多年压制境界的陈以宁，恐怕还要稳固3分。莫非这是因为我的修为几乎都是通过双修系统赠予的？想了想，陆晨觉得很有可能。他自觉不是什么亿万中无一的绝世天才，那么会出现这样特殊的情况，也只能归咎到系统身上了。又或者是千年的修炼技艺，让他的身体早已经习惯了练气每一层的感觉，如今只是重走一遍来实路。想不出个所以然来，陆晨也懒得继续深究。反正若是身体出现问题，他第一时间就会发现并加以解决，绝不会为了境界的提升而给未来留下后患。又与陈以宁闲聊了2句，陆晨从储物袋内拿出3个金阳果来，递向陈以宁。陆师弟，你这是什么意思？看了看陆晨递过来的3个金阳果，又看了看自己手里的那个，陈以宁有些摸不清所以然。陆晨淡淡道：“还能是什么意思？给你的呗。”不行，我拿这一个就够了。陈以宁扬起手中的金阳果道。在他看来，金阳果是陆晨找到的，守果的树妖也是陆晨击败的，除了丢人，他什么也没干。能分到1个金阳果就已经很不错了。现在陆晨要把1大半都给他，自己却只拿1个，他怎么好意思？让你拿你就拿着，就当是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吧。陆晨笑了笑，要是当时不是你出言提醒，我可能就被树妖偷袭得逞了。以当时陆晨毫无防备的情况来看，若是那一下挨实了，不死也得重伤，后续也就无从谈起了。再说了，你当时和树妖激战许久，耗费了他许多灵力，我才能借助鬼藤绳轻松击败他。为了说服陈以宁收下金阳果，陆晨违心地说了一句：“我妈。”陈以宁总觉得有哪些不太对劲。他确实和树妖打了许久，但是那能叫激战吗？感觉都是自己在单方面挨打才对。当然了，陆晨循循善诱，不然你想，以师弟我练气5层的修为，若是没有师姐率先出手，即便有鬼藤绳，又怎么可能赢得那么轻松？还不全是因为师姐你修为精湛，巾帼不让须眉。换做别人，那种情形之下绝对不敢冲上去。好像是这么个道理哈。陈以宁被陆晨夸得有些飘飘欲仙，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陆晨别的话或许违心，但最后一句话绝对是真的。换做旁人，当时的情形下，莫说主动冲上去给陆晨制造逃命的机会，哪怕只是不把陆晨当作垫背的，让陆晨拖住树腰，自己逃之夭夭，都已经算是好人了。陆晨有些好奇道：“师姐，我能不能采访你一下？当时你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冲上去的？”心理？陈以宁挠了挠头：“没什么心理啊，当时我就是觉得我入门比你早，修为比你高，我是师姐，你是师弟，我当然要保护你。兄长也是一直这么对我的。”闻言，陆晨一怔，他想过很多种可能性，却是没想到陈以宁的理由当真如此简单而纯粹。陈以清那样对陈以宁事事冲在他的前面，那是因为二人乃是血亲，血浓于水。可他和陈以宁充其量不过是见过2次面的简单关系而已，在此之前连好朋友都很难算得上。至于那所谓的同门师姐弟，更是狗屁。这丫头简直傻得有点可爱，只是在修真界，这样的性子可不是什么好事。陆晨语重心长地缓缓开口：“陈师姐，下次可不要再做这样的事了。若是今天你真的死了，我怎么向陈师兄交代？生命只有一次，你可以为了父母，为了陈师兄付出生命，但绝不能是我这样一个同门师弟。我不值得你这样做，明白吗？”可是陈以宁想反驳些什么，却又说不出口，最终只喃喃道：“我以为宗门和家族不一样，我不想让他们一样。”他并不是真的傻，陆晨说的他哪里不懂。可是或许是因为家族纷争，让的陈以宁不得不从小背井离乡来到阴阳宗，这里就是他的第2个家。师尊对他虽严厉，却也疼爱有加，兄长更是对他呵护之至。内门的诸多师姐师兄对他也总是笑脸相迎，颇为的宠溺。下意识的让陈以宁也想要这样对陆晨这个师弟，哪怕他知道自己做得很蠢很冲动。闻言，陆晨长叹了一口气，不经他人苦，怎知其中味。与残酷的家族相比，阴阳宗为陈以宁描绘出的生活太过美好，但他怎知除去师尊与兄长，别的同门对他宠溺，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为他自己。陆晨不知道陈以宁的师尊是谁，但既然是长老，起码也是元婴期修为，而看得出来陈以宁的师尊对他们兄妹2人宠爱有加。对于元婴长老的爱徒，其他人自然上赶着巴结。若是没有这层关系，若陈以宁只是个普通的外门炼器弟子，他哪里会感受得到那么多善意？家族或许残酷，宗门同样无情，又或者整个修真界本就是如此，沉浸在同门友爱、兄友弟恭的幻想之中，早晚有一天陈以宁会被吃的骨头都不剩。还好他陆晨算不上大好人，但也不是恶人，起码他没兴趣坑陈以宁这个小丫头。行了，把金阳果拿着吧，上次你们兄妹把星辰草让给我，这次你多拿些也是应该的。并且陈师兄筑基后，这金阳果也正好能派上用场。金阳果与星辰草虽是同等级别，但金阳果单个的价值并不如星辰草，只是胜在数量更多。一般而言，星辰草是单独生长，而金阳果一棵树上起码也有好几个。犹豫了下，陈以宁从陆晨手中拿过一个金阳果：“那我和兄长1人1个，你拿3个，行吧？”见陈以宁执意如此，陆晨也只能将剩下的金阳果收了起来。一旁陈以宁却是陡然间有些扭捏起来：“陆师弟，有件事还想拜托你。”“什么事？”见陈以宁这副含羞带怯不好意思的模样，陆晨有些好奇起来，莫非是想要与自己修行，一同提升修为，共求大道？那他陆晨肯定是不会拒绝的。不过很显然陆晨想多了。只听陈以宁犹豫了半天，终于红透着脸对陆晨道：“陆师弟，可以教我食药吗？我可以交学费的。”其实陈以宁并不是刚才对灵植、炼丹啥的半点兴趣没有，只是对他来说，看那些药经古籍实在是太过折磨。相比之下，或许实践教学对他来说更有趣，也更容易接受些。闻言，陆晨满脸难掩的失望。原来就这么个事儿，至于脸红的跟猴屁股一样吗？就这么个事，人家可是鼓起很大勇气的好不好？不对，更重要的是，什么叫自己的脸跟猴屁股一样？陈以宁咬牙切齿。不过此时有求于人，陈以宁也懂得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道理，罕见的没有出口反驳。倭人。一旁陆晨细细思索起来，叫陈以宁食药对他而言自然不是什么难事，只是他能有如此食药本领，那是千年积攒的经验所带来的。若是一点一点的叫陈以宁，未免太慢，他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有没有什么办法速成呢？很快陆晨突然眼前一亮：“你在这等我一下。”嘱咐了陈以宁一声，陆晨出了山洞，在附近搜寻一番，半炷香不到的时间他就回来了，手中还拿着数来株各式各样的草药，
上边都沾着些许泥土，显然刚从地里给拔出来。陈以宁瞪大了一双美目，不过下一秒他就失望地摇了摇头。他还以为陆晨如此神通广大，出去一眨眼的功夫就找回了一堆灵植呢，原来都是些不值钱的普通草药。陆师弟，你采这些不值钱的草药回来干嘛？陈以宁百思不得其解。陆晨却是嘿嘿一笑，另一只空着的手一挥，又是一把草药出现在他的手里。这些草药外形与气味都与陆晨刚采回的极为相似，不过若是有经验老道的炼丹师在此，便能一眼看出陆晨新拿出的这些都是值钱的灵植，绝非那些普通货色能比。不过显然陈以宁并不在此之列，呆呆的在陆晨左右手上来回看了又看，他根本看不出这两堆玩意儿究竟有什么区别，傻傻分不清楚。陆晨倒也不着急，耐心地教导起来：你看这白灵草上的纹路要稀疏些，玉灵草的纹路则要紧凑许多，紫薇花的花瓣顶端要尖锐些，而紫阳花的花瓣顶端则是微微有些椭圆，还有它们的气味也有些许的区别。一个时辰过后，笨，太笨了。陆晨满脸沉痛，他第一次深刻的感受，在未来的记忆中，他刚开始学习炼丹食药时，为何会屡屡被骂得狗血淋头。不过风水轮流转，此刻骂人的是他，而挨骂的则是娇俏可爱的陈以宁。沉沉的低着脑袋，陈以宁乖乖地承受着陆晨狂风暴雨的洗礼。不是他不想反驳，实在是没那个底气。在陆晨眼中如此明显的区别，到了他这里瞪着眼睛看上半天也发现不了。学了半天，等到陆晨将两种相似的草药灵植混在一块儿，他还是会弄错。除开两种他本就比较熟悉的灵植外，剩下偶有选对的也基本是靠蒙的，把陆晨气得不轻。当老师果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会折寿。陆晨扶着额头，不禁想要为自己之前轻易答应陈以宁的莽撞自罚一杯。一旁陈以宁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陆师弟，要不算了。他不想再挨骂，也不想再折磨陆晨了。然而闻言，陆晨却是眉头一皱，不行，既然决定了，哪有半途而废的道理？我就不信了，就这10来种灵植还教不会你了。他的脾气也上来了。陈以宁又不是真的傻，这都教不会，岂不是在打他的脸？既然从外形上陈以宁难以分辨，要不从气味下手。对于炼丹师而言，嗅觉同样无比的重要。一个成熟的炼丹师，哪怕不用眼睛去看，单单靠鼻子便能轻易分辨出灵植的种类，而对于气味，个人的体会都会有些许轻微的不同。最好的方法便是亲自体验。想到这里，陆晨看向陈以宁问道：陈师姐，你身上有没有带着别的衣物？储物袋里有，你要干嘛？陈以宁答应了一声，有些狐疑地看向陆晨：你别管那么多，我有用就是了。刚才讲了半天课，早已口干舌燥的陆晨懒得慢慢解释。犹豫了下，陈以宁一只小手在腰间储物袋轻轻拂过，一块薄薄的白色布料出现在他手里。我只有这个。陈以宁小手遮遮掩掩地说着，眼尖的陆晨却是一眼看出，那块轻薄的布料显然是女孩子家的肚兜，上边还绣着2朵荷花，显得清新淡雅。下意识的，陆晨朝着陈以宁上半身看去，不知道他此刻身上穿着的又是什么款式，莫非是一样的？你在瞎看什么？陈以宁涨红了脸，他再涉世未深，也清楚女孩子家的贴身衣物是不能随便给别人看的，而他显然也做不到如宗内诸多师姐师妹那般开放。只是刚才见陆晨一副郑重其事的模样，这才下意识地拿了出来。又或者说，其实他心底对陆晨并没有什么防备。还没什么。陆晨恢复一本正经的模样，对陈以宁道：陈师姐，你把他围在脑袋上，把眼睛蒙住。陈以宁，这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过可能是因为眼前的陆晨此刻不只是自己的师弟，更是自己的老师，陈以宁尽管满头问号，还是乖乖照做了。虽已经清洗过，却仍残留陈以宁身上香味的布料被系在脑袋上，蒙住双眼。陈以宁静静地等待着陆晨的下一步指令。殊不知，一旁的陆晨见了陈以宁此刻的模样，心跳竟是猛地漏了半拍。陈以宁的双眸灵动清澈，若盈盈秋水，搭配他一张如花容颜，本是天造地设，极为好看的。可陆晨觉得此刻把眼睛蒙上，竟又是另有一番风味，完全不输平时。再看此刻的陈以宁，乖乖地坐在原地，一双红润的嘴唇将闭未闭，似是待君采撷。陆师弟，陈以宁有些羞涩的声音唤回了陆晨的理智。你到底要我蒙上眼睛干什么？差点干坏事了。陆晨摇了摇头，检讨起自己。毕竟陈以宁不同于外门的云瑶等人，以他的师尊对他的疼爱，他必定还未与男子亲密接触过。一切都留待筑基后，
遇到瓶颈时的关键时刻再进行，方能利益最大化。并且阴阳宗向来也讲究的是你情我愿，若刚才陆晨真 A 了上去，可就违背门规了。暂时收起心中起念，陆晨拿起一株草药，在陈以宁面前挥了挥，记住它的味道。见陈以宁点头后，陆晨又拿起与其相似的灵植放到陈以宁面前，现在的味道和刚才可有区别？相比之前的傻傻分不清楚，犹豫了片刻，陈以宁便重重地点了点头，有，很好。陆晨面色一喜，人在失去视野的情况下，触觉和嗅觉通常会变得更加的敏锐，这就是为何凡间的一些盲人在熟悉的环境中生活上一段时间，甚至能与常人无异。陆晨曾经也借助过这一特质，锻炼自己对灵药气味的分辨能力，如今用在陈以宁身上同样收获颇丰。记住后边的这个味道，它的气味和普通草药相比会更加清新一些，而草药的味道则略显浑浊。一边让陈以宁分别嗅着草药灵植的味道，陆晨一边将自己的经验倾囊相授。记牢了吗？记牢了。好，我们换下一个。一夜时间悄然而过，外边天已经蒙蒙亮。在陆晨的悉心教导之下，陈以宁也已经将其中大半灵植的气味记得无比牢固。再次测试时，准确率达到了 90% 以上，而不是如同之前那般纯靠猜，也算是没浪费我的一番苦心。陆晨满意的点了点头，不过还不是高兴的时候，接下来才是最关键的实战阶段。在陆晨的带领之下，二人离开山洞，搜寻一番后，陆晨在一个地方停住下来，目光一扫而过，他转过头对陈以宁道：陈师姐，方圆100米内有一株灵植的存在，你若能在一盏茶的时间内找到，这一项上就算是勉强合格了。你瞧好吧，陆师弟。与先前被陆晨骂的狗血淋头时的模样截然不同，此刻的陈以宁挥舞着小拳头，一双大眼睛闪着光，满带着跃跃欲试。现在的他经过刚才陆晨的秘密教学后，对自己充满了信心。瞪大双目，陈以宁在周围认真搜寻起来，一边看还不停地抽动着鼻子，如小狗一般拼命地嗅着。时间慢慢流逝，终于在一盏茶时间即将结束之时，陈以宁终于在一处草丛间猛地站起身来，挥舞着手中一株碧绿的小草。陆师弟，我找到了，是翠玉草。跑到陆晨身边，陈以宁激动不已，兴奋地挥动着手中的翠玉草。陆师弟，你太棒了！下意识的，陈以宁在陆晨脸颊上轻轻一啄，开心地围着他转圈。这让陆晨微微一愣，同时或许是同样有些激动的缘故，他感觉自己体内灵力的流动都微微加快了几分，继而眼中流露出一抹欣慰之色。其实陈以宁的悟性算得上相当不错，外加上他本就有底子，只是有些半吊子，学得不是很到位。如今在陆晨的特训，顿时效果立竿见影。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刚才激动之下干了些什么，陈以宁小脸微红。此刻陆晨的脸上还留着一道浅浅的印记，不过即便略有些害羞，也难掩陈以宁此刻的欣喜。在他的催促之下，二人很快来到了下一个地方。还是差不多的时间过后，陈以宁再度拿着一株灵植朝陆晨跑来，激动之余，陆晨脸上的印记又多了一个。在数次的重复之下，陈以宁已是习惯，每次找到灵植都给陆晨一个小小的奖励。而看着越发熟练起来的陈以宁，陆晨的心中悄然冒出一个邪恶的想法。一天时间转眼过去，回到栖息的山洞，陆晨看向仍笑颜如花，喜悦怎么也平息不下的陈以宁，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陈师姐，你应该没有忘记，之前你说过跟我学习是愿意交学费的吧？没错。陈以宁点点头。今天可谓是他多次进秘境以来收获最大的一天。虽然因为陆晨提前给他划定区域，节省了极大的功夫，但整整6株灵植的收获依旧是从前的他想都不敢想的。此刻的他说是脱胎换骨也不为过。而陆晨将自己经验和盘托出，倾囊相授，自己交学费也是应该的，这很公平。不过此刻看着陆晨满脸不怀好意的笑容，一种不妙的念头萦绕在陈以宁脑海，他隐隐觉得自己恐怕要被卖了。只听陆晨缓缓开口：陈师姐，你我二人一见如故，交情匪浅，虽然该交学费，但我觉得让你拿灵石未免有些太见外了。所以陆晨顿了顿，目光在陈以宁的身上来回扫了扫，这目光看得陈以宁不寒而栗，下意识的双手交叉抱在胸前。陆师弟，我劝你理智，不然我师尊不会放过你的。哪怕陈以宁被保护的再好，但毕竟身处阴阳宗，对于男女之事他并不完全懵懂。他还以为陆晨是看上了他，可是即便他同意，他的师尊也不会同意的。然而陆晨淡淡一笑，他确实看上了陈以宁，不过看上的并非他的身体，而是他的价值。你是说
以后每次我到这些低级秘境内来寻找灵植，除去入秘境所需10块灵石，剩下所得的一半都要交给你作为学费。陈以宁双眸圆睁，他没想到还有这种交学费的方式。没错，陆晨点点头道：陈师姐，你自己想想，以前你到秘境来辛苦10天，运气好也就找到2、3株，而你再跟着我学上几天，下次再进来10天时间轻松找个10来株灵植不成问题，即便要交一半给我做学费，剩下的也比以前要多1倍。而随着时间慢慢推移，你会对这些灵植越来越熟悉，找到的数量也会越来越多，这样好买卖上哪去找？这倒也是。陈以宁眨巴眨巴眼睛，觉得陆晨说的很有道理，虽然感觉有些怪怪的，但想了想，他还是同意了下来。见此，陆晨心中大喜，陈以宁固然赚了，但真正的大赢家还得是他陆晨。陈以宁想要灵植，还得自己亲自来找，而他陆晨交过这几天后，以后在家躺着也可以收灵植，这才是天大的好买卖。收灵石要法器，那是目光短浅之人才会干的事，他陆晨要的是细水长流，并且陆晨觉得他隐隐间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不只是陈以宁，之后他完全可以在宗门内多发展一些师姐师妹，教会他们如何寻找灵植，为自己打工。正如陈以宁愿意答应一般，利益能够提升的他们也绝不会拒绝。而陆晨自己躺在家里也会有灵植灵石滚滚而来，我他妈真是个天才，陆晨欣喜不已。一旁并不知道陆晨脑袋里在想些什么的陈以宁，看到他满脸激动的模样，不明所以。接下来的几日，陆晨继续对陈以宁悉心教导。如果说之前的陆晨就算是用心，那么此刻的他就是加倍再加倍的用心，视如己出般彻彻底底的倾囊相授。至于什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不存在的。那么多秘境，每一个秘境又那么大，陆晨一个人就是天天泡在里边，时间到了一出去又立刻进来，这么多秘境他也根本搜刮不完。因此陆晨根本不担心别人学会了自己的食药技巧对自己有什么影响，要说真有影响，那也是天大的好影响。而虽然与陈以宁已经相当熟络，陆晨也很是信得过这个傻丫头，但在二人达成约定后，他还是以自身修行对大道起了个誓，与凡间普通人发誓，纯靠自身道德约束不同。修誓以修行对大道起誓，若是违背誓言，短时间内或许没什么影响，但是在你修为达到瓶颈时，这些誓言就会成为你的心魔，阻碍你突破，修为终生停滞于此。更严重的，甚至可能走火入魔，修为一落千丈，彻底沦为废人。没有人会拿自己的修行来开玩笑，因此这道誓言的约束力可谓相当之强。时间匆匆而过，陆晨对陈以宁的测验也从一开始的划区域让陈以宁寻找，变成了让他自由发挥。陈以宁倒也没有辜负陆晨的期望，最后1日竟是一连找到了2株，这速度比起陆晨或许有些太慢，但比起曾经的陈以宁自己，那便是质的飞跃。陆师弟，你真是个好人。二人一同离开秘境，分别之际，陈以宁忍不住给了陆晨一个狠狠的熊抱，然而习惯性的在他脸上啄了一下，师姐严重了。陆晨面不改色，比起好人，他还是更想当良人一些，被发好人卡的一般都没有什么好下场。那我就先告辞了。虽有些依依不舍，但陈以宁还是很快与陆晨告别。之前陈以清只是闭关准备，他说过会带自己从秘境回来再开始筑基，因此时间一到，陈以宁也不敢久留。二人分道扬镳，留下陆晨待在秘境分店内。环顾四周一圈，陆晨发现了一旁呆若木鸡的周生。周师兄，周师兄，你这是怎么了？几日不见，莫非修炼修傻了？陆晨笑道。周生回过神来，顾不上陆晨对他的调笑，他无比激动，结结巴巴的道：我刚才没看错吧？那是出身丹道世家的陈师妹。你没看错。陆晨点点头。陈氏兄妹，尤其是陈以清天赋卓绝，二人破例以炼气期修为进入内门，再加上他们出身丹道世家的身份，在阴阳宗内，二人还是小有名气的。周生认识他也不奇怪。他见陆晨确定了陈以宁的身份，周生越发的结巴了起来，他了半天也没个所以然。无奈之下，陆晨只能掏出3株灵植放到周生面前晃了晃。周师兄，如果你能顺畅的把话说完，这3株灵植就是你的，如果你还是结结巴巴的，那不好意思，师弟得先走了。说着，陆晨做事就欲收起灵植。听这厮说话也太费劲了，他不得不使些手段。灵植果然包治百病，眨眼间周生的结巴就被治好了。他刚才亲你了？周生无比流利地问道。没错。陆晨再度点头，一边将灵植放到了周生手里。这些灵植本就是他提前为周生准备的报酬，
有了他的情报，即便教导陈以宁花费了诸多时间，他这次的收获也比上次要丰厚不少。忙不迭接过灵职，周生顿时喜笑颜开，拿在鼻尖轻轻一嗅，更是满脸陶醉。将灵职收起，他立刻又变了脸色，看着陆晨颇为严肃的道：陆师弟，我真有些看不透你了。先是云瑶云师姐与你百般亲密，现在就连内门的陈师妹也与你不清不楚，这有什么？说明咱有魅力呗。陆晨恬不知耻道。周生摇了摇头，语重心长道：我承认，我确实很羡慕你，可是陆师弟，你要清楚咱们与内门弟子，尤其是陈师妹这种人的差距。哦，此话怎讲？知道周生在外门中算得上头1号的情报网，见他这般态度，陆晨也知道里边恐怕有些不简单，神色也严肃了些。只见周生取出一道简易阵法，将二人声音隔绝，这才对陆晨沉声开口：陆师弟，你可知道陈师妹的师尊是谁？杨澜长老平日里负责照看陈氏兄妹的修炼，是他们二人明面上的师尊。杨澜长老，陆晨虽入宗不久，却也听过这个名字。他是九阴峰的高层之一，并且更是与陆晨有过一面之缘的银月长老的道侣。与脾气暴躁的银月长老不同，他待人和善，在阴阳宗内广受弟子爱戴，并且杨澜长老实力不俗，有这么个师尊，身为他的弟子，难怪区区炼气6层的陈以宁在内门深受宠爱。不过听周生的意思，陈氏兄妹实际的师尊并杨澜长老，并且恐怕身份还要胜过杨澜长老。果然，只听周生面色凝重，缓缓道出了真相：掌教玲珑上人，这才是陈氏兄妹二人真正的师尊。当这个名字从周生口中吐出，虽然陆晨已经隐隐猜到了，还是不免有些吃惊。每个宗门掌教的定位都有些不同，有的宗门强者不理宗门事务，只愿一心修炼，这样的宗门立出的掌教大多修为并非顶尖行列，严格来说算半个傀儡，负责处理宗门事务，而遇上真正的大事并没有对宗门的绝对掌控。而阴阳宗不同，掌教玲珑上人乃是阴阳宗最强者，掌控了阴阳宗绝对的话语权。身为千年难遇的阴阳圣体的他，可以说便是如今阴阳宗的灵魂，没有他也就没有这称霸东荒的阴阳宗。而杨澜长老虽强为元阴长老，但与掌教玲珑上人比起来，却是一个天一个地。拜师收徒，陆晨喃喃自语，这样的事并不少见，但是一般而言都是因为真正的师尊没有时间，或是身陷意外。而玲珑上人好好的，也并非连教导弟子的时间都挤不出来，却还是让杨澜长老带师收徒，并且还特地将这件事隐瞒下来，其中必定有大秘密，恐怕与陈家的派系之争有关。在秘境时，陈以宁曾与陆晨提起过他的家族内的龌龊，可陆晨现在看来，或许陈以宁隐瞒了许多事实，不过更可能的是，对于一些真相与秘密，就连他也不清楚。毕竟当时离家的他才仅仅5岁有余。陈以清确实是个天才，在阴阳宗内颇有名望，但是此刻陆晨细细想来，以他展现出的天赋，当真足够让陈家家主一脉感到威胁吗？那可是整个东荒第一的丹道世家，甚至能算得上东荒第一家族，只比阴阳宗低了半个档次。区区一个陈以清固然厉害，但是让陈家家主一脉为之忌惮，甚至动手铲除，恐怕分量还差上不少。甚至以陈以清的天资，也不够资格让玲珑上人收他为徒，那么便只有陈以宁了。陆晨猛然回想起，在陈以清第一次亲吻自己脸颊的时候，自己体内的灵力流转速度猛然变快了些，在那之后的每次也都亦是如此。陆晨本以为这是因为陈以宁的美貌让自己心跳加速，灵力流转变快，实际上恐怕并非如此。陈以宁能被玲珑上人秘密收为亲传弟子，绝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整整10年时间，除去开始没有修炼的时间，还剩下好几年，陈以宁却才炼气6层修为，哪怕有刻意压制境界的缘故，这也绝非元婴长老弟子，更不是掌教弟子该有的修炼速度。陆晨越想越觉得诡异，隐约之间，他或许接触到了一个足以撼动整个东荒的大秘密，涉及东荒第一丹道世家与东荒霸主，背后还有哪些势力牵扯，陆晨暂时不得而知，那根本不是现在的他能够接触的层面。既然这是个秘密，周师兄又是如何得知的呢？陆晨有些好奇，就连门内诸多长老都不知道，周生即便消息再灵通，又怎么有资格知道这些？闻言，周生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实不相瞒，这件事乃是陈师妹无意之间告诉我的。周生在此地任职已有多年，而一直以来他都是个很健谈的人，除开少数性情淡漠之人，大多来秘境的弟子都会与周生攀谈一番，聊上2句。而陈氏兄妹2人显然并非性情淡漠之人，因此在数年前，周生就与他们兄妹2人熟识了。
在一次聊天中，当时尚年幼的陈以宁无意间告诉周生，玲珑上人乃是他的师尊。第一时间，周生还以为这小丫头在开玩笑，可是陈以清却瞬间如临大敌般布下阵法，严重的警告了周生一番。陈师兄的态度让我明白这件事并非虚假，也让我明白了这背后的秘密绝不是我区区一个外门弟子有资格触碰的。周生自嘲地笑了笑。从那以后，陈师妹整整3年时间没再来过秘境，而陈师兄虽偶尔前来，待我却从此如同陌生人般，我们没有再说过半句话。不过我对陈师兄没有意见，我知道他那是想要保护我。如果让旁人知道我知晓了这个秘密，区区外门弟子的我恐怕转瞬之间就会被灭口吧。那现在可能会被灭口的人又多一个了。陆晨摸了摸鼻子，故作轻松地笑道，但实际上此刻他的心情沉重无比。周生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个秘密告诉他，只有一个原因，以他们的身份实力根本没有资格介入这般天大的因果。不说远离陈以宁，起码要与他保持普通同门师姐弟的距离，要不然有朝一日他陆晨恐怕会如路边一条野狗，被路过的某位大能一脚踢死。九阴峰，陈以清洞府，一道身影悄然入内。端坐在蒲团上凝神静气的陈以清睁开眼睛看向那道身影。陈以宁惊喜道，哥，你已经出关了。本就只是稍稍闭关，凝神静息准备筑基。陈以清点点头道，宁儿，这趟秘境之行收获怎么样？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吗？诺。朝着陈以清摊开一双手，其上述珠灵值琳琅满目，这是陈以宁最硬气的一次。陈以清颇感意外，笑道，有进步。然而目光落到其中一样东西上时，他的声音陡然一滞，继而眉头微微皱起。金阳果，宁儿，这莫非也是你寻来的？拿起那2个金灿灿的果子，陈以清目光中带着疑惑看向陈以宁。陈以宁犹豫了下，有些迟疑道，算我有那么一点点功劳吧，但实际找到他的是陆师弟。陆师弟，陆晨。陈以清转瞬想到了那个再食药一道令他也颇为感叹的外门弟子，对方明明是个毛头小子，偏偏眼光毒辣，如千年的老怪物一般。陈以清哪里知道，若以记忆经验来论，陆晨确实挺老的，不过怪物就谈不上了，哪有修炼1000年才筑基1层的怪物。听到其中有陆晨的掺和，本来相信自家小妹不会骗自己的陈以清，这下也对剩余灵芝的来路有了几分怀疑，看向陈以宁道，到底怎么回事？如实招来。哦。陈以宁不满地嘟了嘟嘴，将如何撞见陆晨，又与他一同找到金阳果，连同2人如何对敌上品束妖的事都全盘托出。你怎么可以如此鲁莽？那可是上品等阶的束妖，就凭你区炼气6层的修为，不想着逃跑，居然还敢主动冲上去，不要命了？听到陈以宁曾有性命之忧，陈以清顿时大怒，厉声呵斥了一番。俗话说长兄如父，陈以宁从小离家，没有父母陪伴左右，身边只有陈以清这么个哥哥，管教的责任自然有不少都落到了他的头上。因此在外时，陈以清虽对陈以宁呵护之至，但私底下还是有几分严厉的，要不然也管不住陈以宁这个古灵精怪的小丫头。见陈以清发怒，陈以宁也只能乖乖低头听着。然而陈以宁没有看到的是，陈以清虽生气，但眼中实际上却没多少担心之色。他的目光落到了陈以宁雪白的脖颈处，在那里悬挂着一条玉坠，那是陈以宁母亲送给他的，从小到大陈以宁一直从未离身。陈以宁一直只当它是普通吊坠，但陈以清却知晓那是自家小妹的护身符，唯有性命之忧时才会自主激发。莫说区上品束妖了，便是元婴修士，一时3刻内也休想奈他分毫。只要有那玉坠在，又待在阴阳宗内，陈以清便无需忧心陈以宁的安危。而不告诉陈以宁这一点，也是怕这个不让人省心的小丫头有了依仗，胆大包天。但让陈以清没想到的是，便是不知道那玉坠的真正功效，这不要命的小丫头居然也敢以身涉险，这一点倒是把陈以清气得够呛。哥，我知道错了，以后绝对不会再犯。陈以宁乖巧地举起手保证道，这次多亏了陆师弟身上有高阶法器，要不然我看你怎么办。见他有了低头认错的意思，陈以清这才停了下来，又道，还有，你老实告诉我，这些灵植当真是你自己找到的，还是陆师弟找到的？见自己的功劳要被抹杀，陈以宁连声开口，当然是我自己了。但转瞬他又想到，其中有一些乃是陆晨提前为他划定区域，他才轻松找到的，倒也没有隐瞒，将向陆晨学习如何食药的事也都交代了一遍。原来如此，陈以清点了点头。我就说你这小丫头怎么可能突然就开窍了，原来背后有高人指点，别这么看不起人好不好？陈以宁嘟囔了一句。不过他不得不承认，
确实大部分都是陆晨的功劳。经过他的密训，自己也算是小有成就了。不过这陆师弟还真是个妙人。想起陈以宁与陆晨签订的协议，陈以清有些哭笑不得。聪明如他，很快就想清楚陆晨在打什么算盘。这绝对是项好买卖，躺在家里就能赚灵值，薅宗门的羊毛。不过陆晨的这个办法并不具备什么复制性，阴阳宗这么多年来也不都是笨蛋，不是没有一些厉害的人想到过做这门生意，但自己有本事的人不代表就有教人的本事，并且大多数人学习食药都是从书本典籍上先学习灵植的生长环境、习性、特点、外形、颜色，如此繁琐，想要学成谈何容易？即便悉心培养，也难以高效培训出食药的人才。而陆晨则是另辟蹊径，他不教你学懂这玩意有哪些特点，有哪些习性，只要你了解它的气味，知道它长什么样子即可。如此目的性明确的培训，自然见效极快。罢了，虽然对一些灵植你还是一知半解，但能找到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陈以清夸赞了陈以宁一句，然而不等陈以宁开心，对方的下一句话又将他打入冰窖。不过既然你学会找这数十种灵植了，那正好趁热打铁，去将这数十种灵植的特点、习性等都背背。过些时日我要检查。没想到自己超额完成了任务，还是逃不过这一劫。但刚被训过，陈以宁也不敢顶嘴，只好乖乖答应回屋背诵。看着陈以宁离去的身影，陈以清淡淡一笑，这陆师弟果然有趣，只可惜是个杂灵根。陈以清叹了口气，因出自丹道世家，陈以清对这方面人才向来颇具好感。在第一次见到陆晨时，见他有此本事，并且性格不错，甚至还将他列入过妹夫的考察对象行列，能择一良人，平平静静地过完一辈子，那是陈以清对自家妹妹最大的期望。不过很快发现陆晨乃是杂灵根后，陈以清就把这个念头打消了。陈以清不指望陈以宁找个多么了不得的道侣，但起码也不能拖后腿，不是？想到未来可能面临的诸多麻烦，陈以清眼中闪过一抹坚定。宁儿，为兄一定尽力，让你不卷入这场风波。另一边，回到自家小院的陆晨刚一推开屋门进去，却是看到一抹倩影正坐在他的床边。有贼！陆晨猛然一惊，仔细一看，这才讪笑道：“原来是柳师姐你啊！”坐在床边，凤目寒霜的不是柳如雪，还能是谁？陆晨讪笑道：“柳师姐，你怎么一声不吭闯进师弟家里来？万一被当成贼揍一顿，岂不冒犯了师姐？”柳如雪浅浅一笑：“哦，师弟还想揍我一顿不成？”“没有没有，我是说万一吗？”陆晨连连摆手，不知为何他隐隐有些怕柳如雪，一定是因为他冰冷的气场，绝不是自己不行什么的。那就好。柳如雪伸手拢了拢额后的秀发，师弟这些日子到哪里风流快活去了？倒是让我一阵好找。嗨嗨，师姐说笑了，只是到秘境找些灵植而已。说着，为了表示自己没有说谎，陆晨还随手将本次收获大部分都拿了出来，摆在桌上。柳如雪抬眼一看，顿时微微一怔，这些都是陆师弟你找到的？那是自然，难不成还能是别人送的？陆晨笑了笑，闻言，柳如雪不禁带着几分好奇，多打量了陆晨两眼。他知道这家伙是个厉害的炼丹师，而炼丹师一般对灵植很是熟悉，在秘境内找灵植会比较占便宜。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陆晨这家伙居然如此变态，40-50株灵植摆在他面前，不知道的还以为陆晨刚去打劫了哪家小药铺。既然师弟真是去了秘境那就好，不然我还以为是在故意躲着我呢。柳如雪娇笑了一声：“当然不会。”陆晨斩钉截铁地摇了摇头，至于到底是不是，就只有他自己知晓了。而在二人的闲聊中，屋内的气氛也渐渐变得暧昧起来。柳如雪来此的目的虽未明说，却也不言而喻。养精蓄锐多日的陆晨自然也无所畏惧。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金丹7层鬼魂柳如雪进行亲密接触，奖励100块下品灵石。2盏茶的时间过后，20分钟，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金丹7层鬼魂柳如雪进行深度接触，柳如雪好感度72，奖励200块下品灵石。感受到体内修为的明显增长，柳如雪目露喜色。这些时日，她的心中一直颇为煎熬，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在体会到与陆晨深度接触那修为快速增长的感觉后，柳如雪就回不去了。本就修炼心切的她，这些日子来找了陆晨许多次，却都无果而归，这让她的心头颇为郁闷，担心自己是不是吓到对方了。柳如雪不知道的是，若是这件事传扬出去，不止陆晨，所有外门弟子都得被吓到。这还是那个往日板着一张脸，一副生人勿近模样的柳师姐吗？居然会如此的主动，谁给调成这样的？
柳如雪自己倒觉得没什么，对于陆晨，她确实颇有好感，甚至愿意与对方结为道侣。但究其根源，仅是因为通过阴阳修行能帮助她快速提升实力，并且外门弟子中只有陆晨能有这个本事，所以她才会对陆晨如此宝贝。至于陆晨自己，更是乐在其中。一个冰山大美人主动在自己面前摇尾乞怜，这感觉要多爽有多爽。当然，不管多爽，也要适度才行，身体要紧。结束后，二人心照不宣的没有提出再开一局。上次的疲惫，陆晨历历在目，而柳如雪，她自然还想，却是怕又把陆晨给吓跑了。她想清楚了，细水长流才是硬道理，大不了明日再来。柳师姐，你是不是也快要筑基了？感受着手上传来的绵软触觉，陆晨随口问道。没错，柳如雪点了点头。本来距离筑基还有一段距离了，但这些时日，我的修为突飞猛进，不成意外的话，再过半月左右就能着手准备筑基之事。那你可有准备好筑基丹？自然是有的，我一直有比灵石，一直没动过，就是为了留待购买筑基丹。因为能帮助众多弟子解决阴阳平衡的问题，柳如雪的收入比起大多数外门弟子都要稳定。这些年下来，她早已积攒了不少的一笔灵石，可以说是妥妥的小富婆。只是其中的大部分都被她存了下来，不敢擅动。要不然，以她的财力，上次也不至于因为购买一件高阶法器而捉襟见肘。那不知柳如雪准备购买什么等级的筑基丹？陆晨继续问道。闻言，柳如雪眼前露出一抹黯然。只能买重品的，不过想来也够了。所有丹药都分为下中上三品，无论是哪种丹药，都残留有杂质、丹毒。其中下品丹药不仅药效最差，并且其内残留的杂质丹毒是最多的。若是下品丹药吃多了，杂质丹毒在体内聚集，就会对修行造成影响。而上品丹药则恰恰相反，不仅药效强力，杂质也寥寥无几。这也是上品丹药如此受欢迎的缘故，价格也比起下品丹药贵上好几倍，比中品丹药贵上2-3倍。若是没有这些隐患，人人都愿意去买下品丹药了。毕竟一枚下品丹药的药力不及上品，难不成10枚也不及吗？只是吃的越多，隐患就越大。而作为破境用的筑基丹就更是如此，越是高级的筑基丹，成功晋升的概率就越大，对修士造成的影响也越小。师姐不考虑下上品的筑基丹吗？陆晨问道。闻言，柳如雪却是苦笑一声，哪买得起啊？师弟，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么有钱的。上品筑基丹可是需要4-5千灵石一枚，而中品筑基丹才1000余灵石。中品筑基丹乃是大部分宗门弟子的选择。而上次若非帮了顾小柔一个忙，得了炼丹的机会，云瑶最后的选择恐怕也只能是中品筑基丹。陆晨笑了笑，终于道出了他的真正目的。柳师姐，我这里有个极好的赚取灵石的机会，你想不想要？哦，细说。柳如雪顿时来了兴趣，毕竟她很是清楚陆晨的财力，这家活口中的赚灵石机会恐怕相当的有搞头。你是说，经过你的秘密特训，可以让我也能在10天时间内从秘境里找到10株以上的灵芝？听完陆晨的讲述，柳如雪目瞪口呆。阴阳宗外门的秘境，柳如雪也不是没进去过，但她实在不是这方面的材料，去了3次才通过好运采到2株最为低阶的灵芝，血亏20多灵石。在那之后，她再也没进去过那鬼地方。八字不合，这是柳如雪心里的想法。她没想到有一天有一个人告诉她，她也能在秘境内大有收获。真的假的？柳如雪有些半信半疑。她不是不相信陆晨，而是不相信自己，毕竟对方的能力还在桌子上摆着呢。轻轻松松40-50株灵芝的战绩是柳如雪根本不敢想的。可是自己这学渣真有摇身一变的一天吗？柳师姐若是不信，试试不就行了？反正也就10来天的时间，若是成功，便有机会扶上上品筑基丹了。陆晨循循善诱。闻言，柳如雪也觉得正是如此，几乎稳赚不赔的买卖，干了。陆晨与柳如雪达成的协议乃是，由他教导柳如雪学会如何寻找灵芝，而随后再由柳如雪来培训一批新人。还在秘境时，陆晨就已经琢磨过了，队伍的人数不能太多，10多个也就差不多了。要不然，若是薅羊毛薅得太狠，可能会引来宗门的注意。而10多个也不算少了，若是全让陆晨去教，未免太浪费时间。原本陆晨是想要把这个任务交给陈以明的，但是在得知他身份的秘密后，陆晨便暂时打消这个念头，转而看上了柳如雪。好歹2人也有了肌肤之亲的关系，自己吃肉也得分柳如雪吃上2口，正好对方筑基在即，也能帮上他一把。次日，秘境分店。当陆晨到这里时，
柳如雪早已经在此等候了。周生满脸陪笑地站在一旁。周师兄，陆晨上前先与周生打了个招呼。周生同样热情一笑，随即对陆晨低声耳语道：“这位大神来这里好久了，也不进秘境，就在那儿一直看着，不知道在搞什么鬼。”身为冰山美人的柳如雪，便是外门中周生不熟悉的少数人之一，并且因为对方体质的原因以及那生人勿近的恐怖气场，周生甚至没敢和他主动搭话。他在等我，陆晨回答道。闻言，周生撇了撇嘴，一脸的不信：“陆师弟，你这就过了，吹牛没意思。”周生也知道陆晨这家伙很讨女人喜欢，在外门无论谁与陆晨亲密，他都不怀疑，唯独柳如雪除外。除了找柳如雪治病，周生没见过柳如雪主动和任何一个男弟子说过话，并且即便治病，那也是别人等柳如雪的份，哪敢让柳如雪等他？有这么夸张吗？见周生不信，陆晨只要用事实打他的脸了。柳师姐，你再等我一会儿，我和周师兄有点事要聊。我等你。柳如雪点了点头，继续如一座冰山般杵在那里。有外人在，他的态度确实要淡漠许多，但这已足以让周生目瞪口呆。这家伙说的居然是真的，凭什么？周生死活想不明白。连这座生人勿近的冰山都被陆晨给攻略了。不过转瞬他想起了些什么，连忙对陆晨道：“我说陆师弟，你怎么净结识一些危险人物？别怪我没有提醒你，柳师妹可是极致冰灵根，你不行的。”陆晨自然知道周生在说些什么，不过这对他而言不是问题，撇了撇嘴：“切，以己夺人，你不行不代表我不行。”说着，陆晨又道：“周师兄，我找你是有别的事商量。”“哦，你说。”伏在周生耳边，陆晨将自己计划的一部分透露给了周生。对于现在的陆晨来说，技术有了，但怎么招人却是个大问题。毕竟不是大街上随便拉几个师姐师妹来就行的，找一些懂点药理并且信得过的师姐师妹到秘境内找你。周生满脸狐疑地看向陆晨，不知道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没错，陆晨连连点头。最好是那种每次来都能有一点收获，但又不多的。当然，最重要的还得是人品没问题，信得过。只要他们肯来见我，就可以获赠10块灵石。行，包在我身上。有了陆晨这句话，周生立刻拍了拍胸脯。对他来说，每日都待在秘境分店，想要找这样的人再简单不过，难的是如何让对方心甘情愿去见陆晨。毕竟又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谁也没时间白跑一趟。但有报酬就不一样了，有钱能使鬼推磨，跑一趟就能得10块灵石，在外门没几个人会拒绝。安排好后，随即陆晨便与柳如雪一起进了秘境。现在事情还不成熟，他还不想对周生透露太多。而等到他将那批愿意入伙的师姐师妹培训完成后，周生可是计划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周生对秘境的情况了如指掌，哪个秘境近期少有人带出灵植，他最清楚不过。到时候便可由周生来为那些师姐师妹安排分配秘境。3号秘境内，好精纯的灵气。柳如雪深吸了一口气，满脸舒畅。比起外门，这秘境内的灵气浓度可强太多了。只是每次进入都需支付10块灵石，没有人舍得花费灵石到这里边来修炼。好了，柳师姐，咱们抓紧时间开始吧。没有墨迹，很快陆晨带着柳如雪来到一处山洞，开始了与之前如出一辙的特训。而柳如雪虽然对灵植基本一窍不通，但让陆晨意外的是，她对气味却要敏感许多，几乎一点就通。学习的速度竟然比陈以宁还要快上一些。不错不错。当柳如雪在陆晨划定的范围内轻松找到第一株灵植后，陆晨欣喜不已。回想起当初教陈以宁时，那过的都是什么苦日子啊！阿嚏！某个洞府内，少女猛然打了个喷嚏。谁在骂我？陈以宁不明所以。5日时间转瞬而过，柳如雪的悟性极强，在陆晨这偷工减料的教学方法特训下，食药一道也算是略有小成，比起陈以宁都不遑多让了，让得陆晨不由啧啧称奇。这就是传说中的极致冰灵根吗？不仅修炼天资过人，在这方面的天赋都如此令人惊叹。粗看之下，饶是陈以宁那小丫头似乎都比不上她了。贼老天厚此薄彼啊！不对，目光在柳如雪身上打量了一下，陆晨回想起陈以宁的那里可是相当的壮观，而柳如雪却多少有些差强人意。虽然其实也还行，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不知道陆晨心中正在把自己和某个内门小师妹做着比较，一旁的柳如雪仍在专心致志地研习着各种灵植的气味与外形。这几日他几乎不眠不休。曾经对灵植一窍不通的他，在陆晨的指点下，仿佛一个普通人陡然被打通了任督二脉，
突飞猛进。柳如雪本就是对大道求知若渴之人，而修炼一途，法财履地，除开最重要的法，才同样乃重中之重。没有财力支撑，便是金财绝艳，天赋妖孽也会困难重重。就比如他，即便在陆晨的帮助下，解决了功法与体质略有冲突的问题，让他的修为继续突飞猛进，可是却被区区一枚筑基丹给难倒了。能有上品的筑基丹吃，谁会愿意吃中品的呢？为了自己的美好前途，柳如雪可谓是拼了。师弟，对于这玉樱花与玉树花，我还是经常会弄混，可否帮我指点迷津？经过这几日的接触，柳如雪对陆晨越发客气起来。或许人在面对自己的老师时，总是会有下意识的敬畏之心。虽然陆晨并不是柳如雪真正的老师，却也实实在在的教了他一些东西，让他获益匪浅。不自觉的对陆晨也多出了几分尊敬，甚至都没主动要求修行过。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柳如雪的修为已经炼气大圆满，若是拿不到筑基丹，再修炼也暂时用处不大。而陆晨答应他，只要学会食药，并帮助陆晨培训出一批靠谱的师妹来，便会将一枚上品筑基丹双手奉上。柳如雪深知陆晨赚灵石的能力，自然不担心他会食言，因此学习也就越发认真起来。这倒是苦了陆晨了，和如此一个大美人朝夕共处，却一直没能有些亲密接触，换谁来受得了事？他是说过那玩意儿要适度，但也不能完全没有啊。这几天来，陆晨已经有过数次想法，但奈何每次看到柳如雪那求知若渴的眼神，他就偃旗息鼓了。总觉得这样对一个好学的学生，自己这老师虽名不正言不顺，却也多少也得有为人师长的风范。不过到了今天，再憋下去，陆晨觉得自己对得起柳如雪的求学之心，却是太对不起自己了。不管了，这个简单。陆晨笑眯眯地说着：“柳师姐，你将眼睛蒙上，我来帮助熟悉一下她的气味线。”好。柳如雪不疑有他。前几日，二人曾多次用过这样的方法提升感官，效果显著。而他不知道的是，陆晨此时眼中毫无教学之心。当柳如雪乖乖用那条黑色的丝巾蒙住双眼，陆晨抖得呼吸一滞。这是他提前嘱咐柳如雪带上的，虽少了当初陈以宁所用遮眼之物那抹诱人的幽香，但却更加的适配。太美太诱人了。陆晨不知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或许这就是所谓半遮半掩所带来的神秘美吧。师弟，开始了吗？迟迟没有发觉陆晨将灵植放到他面前，柳如雪有些好奇地问道。马上。闻言，陆晨回过神来，顾不得欣赏柳如雪此刻的美，急忙开始。不过他并没有去拿玉樱花与玉树花。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过后，一根灵植凑到了柳如雪的面前。柳如雪眉头微皱，她能感觉得到有什么东西在自己面前晃悠，可是自己怎么没闻到灵植的香味呢？即便陆晨拿的是玉樱花那普通药草，也该有药香才对，难不成自己这些天用鼻过度，嗅觉失灵了？这让柳如雪下意识地向前凑去，想要贴近闻闻。柳如雪悚然一惊，但很快反应过来的她随即冷静，确实是灵植。她开始细品灵植的味道。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金丹7层鬼魂柳如雪进行亲密接触，奖励100块下品灵石。2盏茶的时间过后，20分钟，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金丹7层鬼魂柳如雪进行深度接触。柳如雪好感度72，奖励200块下品灵石。你想要修行，直接告诉我就是，干嘛耍这种手段？还骗人家？陆晨连声求饶。错了，这不是想看看师姐你会是什么反应吗？还能是什么反应？反正这又不是咱俩第一次修行。柳如雪强装镇定说着，但俏脸上不可抑制的红晕还是暴露了她内心的羞涩。即便求道之心再坚定，深知一切为了大道。突然一道声音在山洞外响起，可是陆师兄在此，在下徐莹莹，特来拜见。听到这道悦耳的声音，陆晨知道这恐怕是周生挑中的人开始来找自己了，好事被打断。虽然陆晨只觉心神激荡难平，却也不好再继续下去，更何况柳如雪也肯定不会答应。在陆晨面前乖巧妖娆的她，在外边可是以冰山美人面目示人的。着急忙慌地整理好着装，担心山洞内还未散去的气味被发现端倪，陆晨孤身离开山洞。山洞外果然有一位娇俏可人的女子在那等着，不时地伸长脖子往洞里张望。见陆晨出来，她立刻规矩下来，娇笑道：“见过陆师兄。”而见到对方的一刹，陆晨也是眼前一亮。对方是一名炼气4层修为的弟子，虽然样貌不及云瑶、柳如雪等人，但放到外边也是一等一的小美女，并且年岁才大概16、17的样子，正是青春娇艳、含苞待放的年纪。比起柳如雪等人，却又是别有一番风味。
不愧是以样貌作为一大考核标准的阴阳宗。陆晨心底悄悄感叹，能进来的几乎就没啥歪瓜裂枣。甚好甚好。见陆晨在打量自己，徐莹莹也不介意，甚至还下意识地伸了个懒腰，展现自己作为女性优美的曲线。陆师兄，人家远道而来，不请人家进去坐坐吗？徐莹莹带着几分撒娇的语气问道。甜腻的声音让陆晨脑袋一晕，差点就下意识答应了。不过还好，想到带徐莹莹进去可以会面临的尴尬场景，让陆晨顿时清醒过来，摸了摸鼻子，拒绝道：这有点不太方便。其实要他来说，别说进去坐坐了，就是坐坐也是可以的。但奈何里边的那位师姐不一定会答应，那位师姐可是会吃人的。见陆晨拒绝，徐莹莹有些委屈地嘟起了嘴，突然凑上前来，抱着陆晨的一只胳膊摇来摇去。人家可是在从周生师兄那里得知消息后，就第一时间马不停蹄，根据他给的地点来找你了。这就陆师兄你的待客之道吗？喂，裁判，这人犯规了，带球撞人。陆晨很想大声反驳，可是阵阵幽香入鼻，让他的心根本狠不起来。英雄难过美人关啊！陆晨心底暗叹。就在他琢磨着该怎么拒绝这缠人的师妹时，一道身影从山洞内缓缓走出，随之而来的是一道刺骨的寒意。人未到生先至，师妹若是想进来，自然是可以进来的。柳如雪冰冷的声音响起。当柳如雪窈窕的身躯出现在洞口上，原本还一脸魅惑之意的徐莹莹骤然脸色大变。柳师姐，我不知道是您在山洞里。徐莹莹诚惶诚恐，刚来时她便发现陆晨所在的山洞内还有人在，而陆晨脖颈处还未来得及擦干净的印记，更是让她明白里边的是个女人。虽然在阴阳宗内此类事情屡见不鲜，但好奇之心还是让徐莹莹想要进去看看里边的是哪位师姐或是师妹。身为秘境常客，徐莹莹在食药方面算是有些天赋，每次进来也都能小有收获。不过前些日子她却是听说外门新来了个叫陆晨的弟子，在食药一途相当的厉害，这让她怀疑真假之余，也对陆晨起了些兴趣。而今日又恰巧被周生挑中，告知他来此地找陆晨可以领10块灵石，又能见到自己好奇之人，又能临时拿，徐莹莹自然马不停蹄地赶来了。甚至见陆晨有些衣衫不整，他还玩心大起的故意戏弄一番，只想钓钓小鱼的他，哪里知道竟是引出了柳如雪这条大鲨鱼。身为外门名列前茅的角色，柳如雪不止样貌出众，修为同样冠绝。她那一身极致冰灵根，极善杀伐，在之前的门内大比中杀得另外几位同为炼气10层的师兄师姐丢盔弃甲，留下赫赫威名。再加上她那冰山般的气场，让人下意识简而言之，在外门诸多弟子中，柳如雪绝对是最不能招惹的几个人之一。若是早知道在山洞内的是柳如雪，便是再给徐莹莹100个胆子，她也不敢主动提出要进去。师妹刚才不是说陆师弟待客不周，想要进来吗？现在为何又不愿进去了？柳如雪冷声问道。闻言，徐莹莹哭笑不得。她本来的目的是想要进去看一下同门笑话的，可她哪敢看柳如雪的笑话。陆师兄，徐莹莹把求助的眼神抛向陆晨，然而不等陆晨开口，进来，柳如雪的声音再度响起，满含冷意。下一秒，徐莹莹立刻灰溜溜地跟在柳如雪身后10尺处，乖乖进了山洞。咦，进入山洞一看，只见其内焕然一新，刚才2人大战的痕迹已经被完全抹除。柳师姐动作倒是麻利，难怪会让这小丫头进来。一旁徐莹莹也有些好奇，这干干净净的山洞看上去完全没有厮混过的痕迹，可她刚才明明见到陆晨脖颈间有印记，难不成自己看错了？心中虽好奇，徐莹莹脸上却不敢表露出分毫。她一改出见陆晨时的模样，规规矩矩地坐着，乖巧开口道：陆师兄，不知道你让人来找你，说有要事相谈，具体是什么事？很快，陆晨将自己的计划大致告知了徐莹莹，这让她颇为的惊讶，甚至一时间忘记了柳如雪的存在。你是说，你有办法让我在短时间内能找到的灵值翻倍，甚至更多？没错。陆晨微笑点头。这怎么可能？徐莹莹不敢相信，她也是常年混迹秘境的人，对于食药一道想要提升的难度非常了解，那是需要依靠长时间的经验积累才能做到的。即便陆晨传说中是个食药的天才，但他又怎么帮助别人也做到这一点呢？陆师兄，你不会是在骗我吧？徐莹莹悠悠开口，她怎么觉得陆晨是想要用这种方法来骗自己这样的师妹呢？注意你的言辞。一旁柳如雪冷声开口，让得因为震惊之下险些忘记这座冰山存在的徐莹莹吓了一大跳，连声开口：我不是那个意思。一旁陆晨却是笑着摆了摆手，示意柳如雪别激动。柳师姐，
稍安勿躁。身为曾在炼丹食药意图经营多年之人，他能理解徐莹莹心中的震惊与质疑。不如说，越是如徐莹莹这般对灵芝有所了解的，就越难相信。不过柳如雪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摆在眼前，由不得他不相信。陆晨看向徐莹莹问道：徐师妹，看你的样子应该常到秘境里来吧？没错。徐莹莹点了点头。那你之前可有在秘境内见过柳师姐？没有。徐莹莹迟疑地摇了摇头。柳如雪在外门声名赫赫，但她还真从未在秘境见到过柳如雪。陆晨笑了笑，这是因为柳师姐前些时日还对灵芝一窍不通，自然不会到秘境里来浪费灵石，而现如今已经今非昔比了。现在柳师姐一天之内可以轻轻松松在秘境内找到3株以上的灵芝，你可相信？哦，徐莹莹自然不相信。一天3株，那近来10日就是30株灵石，平均下来轻轻松松上百灵石的收入，甚至更多，这对她来说也是根本不敢想的。而若是柳如雪当真有这么个本事，以前绝不会不到秘境来，毕竟这么个天大的赚灵石机会，谁会放过？可要说对方能在几天之内就有此成就，那他就更不相信了。但柳如雪就在一旁，即便心中再不信，她也不敢表露半分。而陆晨自然知道这小丫头嘴上不说，心里却是不信的，不过没关系，自然马上会用事实堵上她的嘴。很快3人离开山洞，来到一片无人的旷野。柳师姐，开始你的表演吧。陆晨伸了个懒腰，躺在不远处一棵树上，而柳如雪则是乖乖听话，寻找起灵芝来。徐莹莹虽对这位凶巴巴的冰冷师姐害怕不已，但最终好奇心还是战胜了恐惧，跟在柳如雪身后悄悄地看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徐莹莹也一次一次地被震撼了。这柳师姐当真有此本事？看着眼前的4株灵芝，徐莹莹目瞪口呆，甚至还超额完成了任务。一旁陆晨悄悄朝柳如雪竖起了大拇指，柳如雪也暗暗露出一抹浅笑。至于徐莹莹，依旧在震惊中。便是她想要找齐4株灵芝，一般也得花个4、5天的时间，而这天天最新修炼的柳师姐怎么可能比她还强？可是事情摆在面前，她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切。我愿意加入。最终徐莹莹妥协了。在见证了奇迹的发生之后，若是还不答应，除非她的脑子被驴给踢了。很好。一旁对于徐莹莹的加入，陆晨颇为满意。他看得出来，这小丫头或许悟性不如柳如雪，但身上是有些食药的基础在的。这样的人教起来速度也会快些，而随着徐莹莹的加入，也代表他的计划再度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接下来的几日里，除了柳如雪，还多出了徐莹莹这个学生。不过陆晨倒也不觉得枯燥，毕竟面对这么一大一小2个美女，如此赏心悦目，秀色可餐，哪来的乏味可言？与此同时，又源源不断的有数名师姐师妹找上门来，在说明情况后，几乎都愿意加入，唯有一个殷氏单个表示暂时无法加入，在拿了陆晨的灵石后，乖乖立誓不会将此事泄露出去，而后离开。山洞内，看着眼前一个个嗷嗷待哺的莺莺燕燕，眼中带着求知若渴的光芒看着自己，陆晨的心中颇有成就感，同时也悄悄对周生点了个赞。原因无他，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这家伙找来个人，个个都花容月貌，虽比不上柳如雪，但放到凡间绝对都是1等1的大美女，并且各式各样的有大桃的、纤瘦的、高挑的、娇小的，这是想要满足自己的各类爱好啊！不错不错，必须得给他加工资。陆晨心中暗道。不过唯一有一点美中不足的是，在见识到陆晨的财力以及他的本领后，原本应该许多师姐师妹愿意投怀送抱的，但是这些天来，陆晨却一次没有享受到过这样的待遇。原因无他，有柳如雪这座冰山在这里，他们根本不敢轻举妄动，最多偶尔不经意间让陆晨摸摸小手，再进一步的，他们却是无论如何也不敢了。这让陆晨心中颇为的郁闷，一时间怀疑起自己将柳如雪纳入这个计划是不是做错了。不过转念一想，也正是有柳如雪在此，这帮大小丫头才会如此乖巧，没有一个刺头，全都乖乖学习，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罢了罢了，陆晨叹了口气，大不了之后全从柳如雪身上弥补回来便是。哎，徐师妹，你说的是真的吗？田野间正在寻药的徐莹莹和另一名新加入的许源悄声说着话。当然是真的了，不然你看这几天咱们有哪个敢勾引陆师兄的？对于第一天发生的事，徐莹莹心有余悸，因此在发现一位新加入的许源想要诱惑陆晨时，及时劝阻了他。可是我听说柳师姐因为极致冰灵根的缘故，无法与男子双修，向来都是自己闭门造车的。这陆师弟虽然厉害，但毕竟修为才炼气5层，怎么可能驾驭得了柳师姐？许源百思不得其解。徐莹莹也隐隐听过那个传闻，莫非
他真的看错了，柳师姐和陆师兄并不是那种关系，只是柳师姐天生性格如此。一时间，徐莹莹心中大呼不好。毕竟，如果传闻是真的，那身为除开柳如雪第一个接触陆晨的她，本可以占尽先机，如今却因为自己的失误判断失去了大好机会，那她岂不是亏大了？可是现在的许源想要验证也验证不了，因为今日便是出秘境的日子了。一晃，陆晨离开秘境的时间已经到了，与他一同前来的柳如雪也是如此，但其他人因都是后来的，倒也还有些时间。接下来就交给你了，柳师姐。陆晨轻声道。他准备暂时离开秘境，这些日子收集到的诸多灵植还迟迟没有炼制成丹药，包在我身上。柳如雪轻声说着。经过陆晨的悉心教导，此时的他已经彻底接替了陆晨的位置，当起那群莺莺燕燕的教官。而对他，陆晨可以说一点也不担心，原因无他，柳如雪的威慑力比起他可强了太多太多。在他面前时不时敢顶上两句嘴的师姐师妹妹们，在柳如雪面前却是个个噤若寒蝉，乖乖听话，心无旁骛之下，学习的速度也是飞快。想来要不了多久，等陆晨下一次来，恐怕就是另一番景象了。离开秘境，又与周生寒暄一番，陆晨径直离开。而柳如雪则是缴纳了一笔灵石后，再度钻进了秘境里。1月后，回到自家院子的陆晨，这1月来几乎足不出户，每隔几天就有大量的灵植被源源不断的送来。现如今，陆晨的计划已经基本成型了，除开陈以宁和柳如雪，一共15人。按照约定，每月他们要进入秘境至少1次，其中所获一半都要上缴给陆晨。不过很显然，在寻药能力大幅度增长10岁之位后，除非天大的事耽搁，不然他们几乎每日都泡在秘境内。反正白天寻药，晚上也可以修炼，并不耽误。并且以往10日只能找到几株灵药的他们，现在平均能找到30-40株。除去缴纳给陆晨的一半，收入也比以往高出太多太多，自然乐此不疲。可以说，除去陆晨以及少数有特殊渠道的人，外门弟子中，他们现在绝对是收入最高的那一批。当然，陆晨也一直没有闲着，每日不是修炼就是炼丹。偶尔出秘境的柳如雪也会来他这里忙上1日。呼，又是一炉丹药出炉，陆晨长出了一口气，正准备休息一下，一道轻轻的脚步声在院内响起。柳师姐。陆晨还以为是柳如雪暂时出秘境了，打开门一看，门外之人却是让他有些意想不到。徐莹莹，陆师兄，是我了。他朝陆晨可爱的挥了挥手。你来干什么？看着眼前娇俏可爱的小丫头，陆晨有些意外。对这位师妹，他印象颇为深刻，不仅是第一个前来投奔自己的，并且天赋颇高，食药能力除开变态的柳如雪稳居第一。当然，他扎实的知识却又是柳如雪所不能比的。进来坐吧。在陆晨的邀请下，徐莹莹进入屋内，一边走一边转着颗小脑袋四处打量着。虽然明知道柳如雪不在这里，但显然上次的事让他心有余悸。再度确定柳如雪不在，他终于放下心来，一下子蹦到陆晨的床边坐着，将鞋子踢掉，2条白皙的小腿轻轻晃着。看来陆师兄你和柳师姐的关系果然很不一般嘛。柳师姐经常到这里来吗？嗨嗨，柳师姐经常来给我送灵植，还有送她自己。陆晨心底暗暗补充了一句。原来如此，徐莹莹点了点头。这些10日，她大部分时间都泡在秘境内，偶尔出来也都是在打听陆晨与柳如雪2人的信息。这一打听，她才知道那个传闻竟是真的。天生极致冰灵根的柳如雪，根本没有哪位师兄师弟能近得了她的身。莫说与她深度接触了，便是牵个小手、亲个小嘴也不行，要不然会被冻伤不说，还会被打破体内的阴阳平衡，对修炼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这件事一些女修并不知晓，但在男弟子中却不是什么秘密。毕竟对于柳如雪这么个冰山气质的角色，哪个男弟子没冒出点想法过？只可惜要么在同门的劝阻下悬崖勒马，要么就是还没碰到柳如雪半分就被吓跑了。而且柳如雪在教导自己等人的时候，莫说肢体接触了，根本没人能靠近她1尺范围内。起初有的师姐师妹还以为是柳如雪性格如此，但实际上却是为了避免身上的寒气影响到他们。这么一来，徐莹莹越发肯定自己当初是误会了，那个印记肯定不是柳师姐留下的。这陆师兄与柳师姐或许关系匪浅，却绝不可能是道侣。即便再绝色，谁又愿意找一个只能看不能碰的道侣呢？在外边或许还有傻子愿意接受，但这里可是阴阳宗，不接触就无法共求大道的阴阳宗。也难怪柳如雪天资出众，容貌绝世，却总是形单影只，孤身一人。一时间，徐莹莹都有些同情起柳如雪来了。不知道徐莹莹脑袋里在胡思乱想些什么的，陆晨开口问道：“徐师妹有什么事？
就直说吧。自认为柳如雪不再是威胁的徐莹莹也就越发大胆起来。听陆晨问起自己的来意，他浅浅一笑，带着几分魅惑，轻声道：陆师兄，当日一见，师妹心中就对你仰慕的紧，这些时日可都是茶饭不思，今日实在忍不住，所以才来找你的。哦，没想到我还有这么大魅力。陆晨嘿嘿一笑，心里却在道：狗屁。他陆晨虽然也算是玉树临风，貌比潘安，但想让这么个小妖精一见倾心，主动投怀送抱，那还是不太可能的。这不是看上自己的人，而是看上自己那沉甸甸的灵石了吧？陆晨心中有数，但是送上门来的菜哪有不吃的道理？大家各吃所需罢了，那是自然。徐莹莹低着头，光洁如玉的双腿微微摩挲着，做出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来。不知师兄觉得我好看吗？当然好看了。陆晨斩钉截铁的点头。这是实话，徐莹莹的容貌即便比不上柳如雪云瑶之流，在外门中也算得上绝对的上乘了。没想到以前自己还得主动找人结仙缘，现在不用自己招手都有人凑上来，这就是有灵石的好处吗？那陆师兄，人家都已经那么主动了，你还在等什么？莫非是在哄骗人家？徐莹莹做出一副娇羞的模样，而陆晨也终于忍不住了，管这丫头什么目的，送上门来的先吃了再说。突然院内一阵脚步声传来，陆师弟在吗？这道清冷的声音悦耳又熟悉，是柳如雪。陆晨不觉有他，但他怀里的徐莹莹却是猛然打了个哆嗦。他虽认为柳如雪与陆晨没有那层关系，但是天生对柳如雪的畏惧让他下意识的想找个地方躲起来。至于那么夸张吗？陆晨有些哭笑不得。虽然他与柳如雪关系匪浅，但二人又并非道侣，柳如雪管不到他身上来。但见徐莹莹真如此害怕，他只能指了指一旁的衣柜，要不你进去躲躲。多谢师兄，千万别说我在这里。他也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但他就是怕。见徐莹莹藏好，陆晨也起身打开了房门。怎么那么久？柳如雪有些好奇地打量了陆晨两眼，随后又在房间内扫视一番，并无异样。陆晨解释道：刚炼好丹药，正在休息。辛苦你了。柳如雪不疑有他，微微点头。陆晨则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他确实差点就要辛苦了。收起心中腹诽，陆晨疑惑道：师姐，你不是前日刚送灵植来过吗？怎么今日又来了？怎么不是给你送灵植，我还不能来你这儿了不成？柳如雪白了陆晨一眼。当然不是。陆晨连连摇头。柳如雪来，他自然求之不得，但怎么偏偏挑这么个时候？只听柳如雪继续道：我有些事需要出秘境处理，办完后想着正好还有时间，就来看看你。那现在看完了，我很好，师姐可以回秘境了。怎么？你想赶我走？柳如雪有些不满。怎么可能？陆晨义正言辞道：我这不是怕师姐你不在，没人管着那群小丫头，她们乱来吗？闻言，柳如雪扑哧一笑：行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她们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已经个个都能独当一面了，哪还需要我日日守着？老实跟师姐说。柳如雪凑到陆晨耳边，吐气如兰道：是不是前日劳累了半天，今天还没有恢复过来？当然不是，本少现在精神得很。听到柳如雪质疑起自己身为男人的能力，陆晨顿时有些急了。开玩笑，他现在身体好着呢，要不是衣柜里还藏着个小丫头，他早就让柳如雪见识下他的厉害了。那你干嘛三番五次想赶我走？柳如雪眨巴眨巴眼睛，浅笑道：陆师弟，要我说，你要不还是去找点丹方来给自己炼上2副药吧，别逞强了。说着，柳如雪拍了拍陆晨的肩膀，一副师姐理解你，不会嫌弃你的样子。气得陆晨肝都在颤，是可忍孰不可忍。气急败坏之下，他也顾不上衣柜里还藏着个徐莹莹了，管他3七21，先把面前这个质疑自己的女人狠狠揍一顿再说，看他以后还敢不敢这么说自己。至于徐莹莹，大不了让他见识见识本师兄是如何大显神威，将他最害怕的柳师姐揍得服服帖帖。衣柜里一直认真屏气凝息，生怕被柳如雪发现的徐莹莹早已经目瞪口呆。他没想到平日里冰山一般的柳师姐私底下竟是这般模样，那高冷的气质呢？那淡漠的语气呢？那令人敬而远之的气场呢？若不是不敢，徐莹莹真想出去看看柳如雪是不是被谁给调包了。不等徐莹莹想明白，突然她发现外边的2人越来越不对劲，她差点一口银牙都给咬碎了。这柳师姐也就算了，别人起码不知道自己在这里。那陆师兄呢？你怎么回事？当真就这么不拿师妹我当外人？一时间，徐莹莹有些哭笑不得。不对，突然徐莹莹又想到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自己明明已经认真调查过，不是说柳师姐因灵根体质问题，根本没有人能与她亲密接触吗？可是她现在分明看到陆师兄根本没有在怕的，再看陆师兄哪有半分寒气入体、阴阳不调的模样？莫非消息有误？又或者柳师姐修为精进，已经解决了体质问题？坏了坏了！那这样一来，自己刚才岂不是真在和柳师姐抢男人？这要是让她给知道了，那还得了。想到这里，徐莹莹一颗小心脏砰砰砰的跳个不停，差点从嗓子眼跳出来。徐莹莹一定不能被发现，被发现你就死定了。心中暗暗想着，徐莹莹拼命压制下自己内心的恐惧，全力的屏息凝神。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金丹7层鬼魂柳如雪进行亲密接触，奖励100块下品灵石。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金丹7层鬼魂柳如雪进行深度接触，柳如雪好感度72，奖励200块下品灵石。云雨将歇，陆晨满意的看着乖巧无比的柳如雪。柳师姐，现在你可服气了？服了。柳如雪乖巧点头。那师弟还需要吃什么丹药吗？不等柳如雪回答，突然屋外一道娇媚的声音响起：陆师弟在吗？云瑶。听到这道熟悉的声音，陆晨第一时间锁定了他的身份。这妖精出关了。不等陆晨答应，原本还乖巧缩在陆晨怀中随他占着便宜的柳如雪浑身一颤，低声道：别让他进来。通过声音，柳如雪也认出了来人是谁。他自然不怕云瑶，但是他怕丢人。虽然柳如雪并不是很在乎自己所谓冰山美人的名声，但不代表他愿意让别人看到自己现在这副模样，尤其是曾经的一大竞争对手云瑶。要是让云瑶看到，他还不如找块豆腐一头撞死得了。见云瑶那副惊恐的模样，陆晨总觉得这一幕是那么的似曾相识。陆师弟，别假装不在哦，我刚才听到你的声音了。门外云瑶催促的声音响起，为避免云瑶下一秒直接闯进来，陆晨连声开口：云师姐，师弟今天身体不太舒服，要不师姐改日再来，或者明日一早师弟就亲自上门拜访。你这小冤家，人家一出关就第一时间来找你了，居然要赶师姐走。我不管，今天我必须要进去。云瑶娇嗔道。这话听得屋内正急忙穿衣服的柳如雪眉头微皱，目光在陆晨身上打量了一番，似是没想到云瑶和陆晨居然也有这么一层关系。陆晨尴尬的笑了笑，又继续道：云师姐，我这病可是会传染的，要不还是改天吧，师弟一定带上礼物登门谢罪，可好？不好，师姐不怕被传染。云瑶毫不犹豫的拒绝，并且威胁道：要是你再不开门，我就只好破门而入了。见根本拦不住云瑶，陆晨只要把无奈的目光投向柳如雪，那意思很简单，我没办法了。狠狠地瞪了陆晨一眼，已经穿好衣裳的柳如雪环顾一周，最终目光落到一处，顿时眼前一亮。而见到柳如雪目光落到那东西上，陆晨心头一紧，暗道不好。然而不等他阻拦，着急忙慌的柳如雪径直拉开柜门，藏了进去。坏了！陆晨以头扶额：许师妹，你可不能怪师兄啊，是他自己发现的。一旁拉开柜门的柳如雪，这一刻的脸色十分的精彩。柜里蜷缩着的徐莹莹又是尴尬又是恐惧，最终木然的抬起手朝柳如雪打了个招呼：嗨，柳师姐。徐师妹。看着柜里那具娇小的身躯，柳如雪先是疑惑，继而恍悟，最终暴怒。不过这抹怒气对的不是徐莹莹，而是陆晨。好你个陆师弟，难怪自己刚来的时候一直找借口让自己离开，原来早就已经金屋藏娇了。不过眼下情况紧急，柳如雪也来不及找陆晨算账了。柳师姐，要不急急？明白外边发生了什么的徐莹莹朝柳如雪发出了邀请。徐莹莹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只知道这一连串的事情发展下来，她那可怜的小脑袋瓜已经有点不够转了。深吸一口气，柳如雪按下暴打陆晨一顿的冲动，也灰溜溜地钻进了衣柜里。门外云瑶已经有些等不及了，就在她准备破门而入之际，只听咯吱一声，陆晨的屋门终于打开了。陆师弟，你再不开门，师姐可真要把你这门给拆了。云瑶笑眯眯地说着。暴力狂陆晨心底暗暗吐槽了一句，脸上却没有流露出分毫，将云瑶迎了进来。师姐说笑了，快请进。一阵香风刮过，云瑶的身影飘然而入。陆晨见状不禁赞叹，师姐到了筑基期后真是越来越有仙子的风范了。前些日子云瑶刚筑基时，二人虽也在一起，但那时云瑶境界尚未稳固，一身修为难以完美掌控，远不如现在这般得心应手。那师弟喜欢吗？云瑶凑了上来，吐气如兰，淡雅的清香熏得陆晨浑身都有些发软。什么仙子？还是那个妖精？陆晨心底暗暗确认，讪讪笑道：当然喜欢。
云师姐如此容貌，在咱外门有哪个弟子会不喜欢呢？哦，云瑶浅浅一笑，这么说，我在陆师弟心目中是外门之最，那是自然。云瑶师姐堪称外门绝色之最。陆晨斩钉截铁地说着。其实真要论起来，云瑶的容貌在外门不说第一，也稳居前5之列。不过现在陆晨忙着把这妖精给哄开心，赶紧送走，自然对他百般推崇。但从云瑶嘴里说出的下一句话，却顿时让他呆住了。那陆师弟，你说我和柳如雪柳师妹哪个更漂亮？闻言，陆晨顿时一愣，这让他怎么回答？问谁是第一，他可以毫不犹豫地答应。单独拿出来比较，两人独处时，他也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云瑶更美。但偏偏现在这房间里另一个正主也还在啊，他若是说云瑶更美，岂不就得罪了柜子里的那个？完了完了，这云瑶挑谁出来比不好，干嘛偏偏就选柳如雪呢？莫非二人有什么过节？不对，突然陆晨发现眼前这妖精眼里一直藏着一抹狡黠的笑意，顿时陆晨恍然大悟，恐怕这妖精早已经知道了屋里藏的有人，甚至还知道那人正是柳如雪。早知如此，还躲什么？陆晨有些哭笑不得，伏在云瑶耳边极为小声的道：云师姐，你就不要再戏弄我和柳师姐了，她脸皮薄。哼！云瑶娇哼一声，其实她早就来了，以她如今筑基期的修为，想要掩藏气息，陆晨二人自然毫无所觉。只是当时屋内战火纷飞，他也不好意思打扰，在外边等了好久，待到二人结束，这才叫门。至于为何明知屋内的情况还要进来，自然也是心底藏着一分想要看柳如雪出丑的意思。二人虽无仇怨，但修为相仿，容貌也不相上下，往日里常被同门拿来做比较。但因柳如雪那冰山般的迷人气质，让得云瑶一直被柳如雪略压半头，这让云瑶心中一直有些不服气。如今虽好奇陆晨是怎么把柳如雪弄到手的，但想到往日冷如冰霜、高岭之花般的柳如雪也会乖乖在陆晨面前摇尾乞怜，就让他心头一阵暗爽。一瓶固灵丹，侧过身子，保证柜子的方向看不到。云瑶朝陆晨竖起了一根青葱般的玉指，闻言，陆晨脸色一黑：云师姐，你这是狮子大开口啊！固灵丹可用于稳固境界，提升修为，在筑基期也算颇为昂贵，一瓶价值约1000灵石，都比得上普通筑基弟子所使用法器的价格了。莫说一般的炼器弟子，便是对于筑基弟子，一下子拿出一瓶固灵丹来，都有些肉疼。但显然陆晨不在这个行列，而深知陆晨炼丹能力的云瑶自然也清楚，这对别人来说算是狮子大开口，但对陆晨而言就算不了什么了，那可是拿上品丹药当糖豆嗑的狠人。再说了，自己闭关这么一小段时间，这小子就把令诸多师兄弟退避三舍的柳如雪给弄上手了，敲他一瓶固灵丹怎么了？见云瑶一副没得商量的表情，陆晨也只能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低声道：那师姐之后可得好好抚慰一下师弟我受伤的心灵才行。云瑶浅笑：我还以为你有了柳师妹就看不上我了呢。那肯定不会，这段时间我对师姐也是想念的紧。陆晨斩钉截铁地摇头。柳如雪和云瑶各有各的好，他从来不做选择，而是全都要，这还差不多。娇媚地白了陆晨一眼，云瑶的心中也有几分庆幸，他还真有几分担心陆晨喜新厌旧，以后就不来找他了，那他岂不是亏大了？他可舍不得陆晨这棵摇钱树。云瑶贴在陆晨耳边轻声道：那师姐答应你了，想师姐了随时来找我。好。闻言，陆晨顿时大喜，这样一来，区区一瓶固灵丹也就不算什么了，反正每次与云瑶接触都能赚上几百块灵石，羊毛出在羊身上。哪怕给了云瑶一瓶固灵丹，只要多与云瑶欢好几次，他不仅不亏，甚至还有得赚。不知道陆晨心里在想些什么的云瑶，见他如此开心的样子，自觉自己魅力不减，顿时也心情大好。那我就把房间留给你和你那小情人了，低声说了一句。云瑶随即恢复正常声音：陆师弟，既然你确实身体抱恙，那我也不便久留，明日我在洞府摆上酒宴，到时还望师弟赏脸。说着，云瑶一双美眸朝着陆晨眨了眨，那意思很明显，明天就把丹药还有你自己一同送到我洞府来。多谢师姐，明日师弟一定不会缺席。陆晨连声答应，现在他只想急忙把这个大麻烦送走，屋内还有2个小麻烦在等着他呢。柜子里听着外边传来的断断续续的声音，柳如雪却是根本没有心情去认真听。此刻她脸上如同火烧一般，脑袋里更是一片空白。与徐莹莹同处一柜，安静下来后，她才猛然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徐莹莹已经到这里边躲上许久了。也就是说，自己刚才与陆师弟的模样都已经全被他看了去，自己那不知廉耻的声音，以及在陆师弟逼迫下说出的有损颜面的话语，
也全都被徐莹莹给听了去。虽然柳如雪从未想要维持自己所谓冰山美人的人设，但1个多月以前，她还只是一个未经人事的，哪里接受得了这么刺激的事？都怪陆师弟！柳如雪一口银牙咬得快碎了。陆晨明知徐莹莹躲在这里，却还与自己欢好，这不是打定主意要让自己丢人吗？不行，一定不能让这件事传出去。想到这里，柳如雪看向一旁的徐莹莹。黑暗中，徐莹莹被柳如雪那带着几分杀意的眼神吓了一跳，一颗小心脏扑通扑通的跳个不停。坏了坏了，柳师姐莫不是气急败坏，想要杀人灭口吧？她只是区区炼气4层，而柳如雪不仅炼气10层，并且濒临根源故，战力超群，想要杀她，她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这一下彻底完了。徐莹莹心如死灰。吱，柜门发出声响，被人拉开，一道光透了进来。藏在柜子里的2人也终于重见天日。陆晨站在柜子面前，看着蜷缩在衣柜里的2人，心中暗道不好。只见柳如雪神色冰冷，眼中分明透着杀意，而徐莹莹就惨了。虽然她已经尽力蜷缩着，离柳如雪远一点，但她裸露在外的皮肤依旧一片青紫，显然因为离柳如雪太近，被冻伤了。不过此时的徐莹莹根本顾不上查看自己身体的情况，只可怜巴巴的把求助的目光投向陆晨。陆晨也是一个头2个大，连声道：“柳师姐，千万冷静，不能杀人啊！”呵呵。闻言，柳如雪冷笑一声，从衣柜里走了出来。她身上的气息毫不掩饰，冰冷的气息在屋内盘旋，让得周围温度骤降。身体被冻僵的徐莹莹在陆晨的搀扶下坐到床边，见柳如雪露出如此可怕的笑容，顿时吓得浑身一颤，差点哭出声来。太恐怖了，早知道打死他，他也绝不会来勾引陆晨的。为什么老天要这样对他？徐莹莹欲哭无泪，一旁的陆晨也是心中暗暗警惕。莫非柳师姐当真羞恼之下，彻底破罐子破摔，决定杀人灭口了？也不知道自己拿出鬼藤绳能不能挡住他。就在陆晨盘算着自己对上柳如雪能有几分胜算之际，只见柳如雪看着徐莹莹，冷冷地说出一句话：“别担心，我不杀你。”话语虽冰冷无比，却是让冬日暖阳，让徐莹莹觉得整个人都温暖起来。太好了，不用死了。但柳如雪的下一句话却再度让徐莹莹坠入冰窖。但是我也不会那么轻易的放过你，毕竟我不能保证你不会把今天看到的事说出去。我一定不会说出去的，柳师姐。徐莹莹撅着嘴，快要哭出来了。莫非自己虽逃过一劫，但是要变哑巴了？一旁陆晨也连声帮腔：“是啊，柳师姐，就放过徐师妹这一次吧。毕竟今天的事，她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若是徐莹莹真被柳如雪废了，她得愧疚一辈子。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你的账我待会儿再算。”冷冷地瞪了陆晨一眼，柳如雪朝着徐莹莹缓缓逼近。“不要，你不要过来！”徐莹莹一双手拼命挥舞着，双腿直蹬，那模样活脱脱一副即将惨遭逼迫的可怜少女。陆晨也是震惊无比。虽然外界总传柳如雪如何可怕，但一直以来在她面前流露出的都是小女儿家的姿态，因此让得陆晨都忘记了这位师姐的赫赫凶名。如今见此一幕，他才知道自己所享受到的待遇是多么的特殊，可谓整个阴阳宗独一份。不过无论如何，陆晨也不能真让徐莹莹惨遭毒手，也不能让柳如雪犯下大错。就在陆晨刚取出鬼藤绳，准备阻拦柳如雪之际，突然只听刺啦几声，柳如雪扑到徐莹莹身边，3下5除2把她卸中。看到眼前的景象，陆晨彻底傻眼了。这个发展好像有些不大对劲吧？若是柳如雪在徐莹莹身上留下几道伤痕，那倒没什么问题。可陆晨左看右看，也没发现徐莹莹身上有受伤的迹象。也就是说，柳如雪只是纯粹的把徐莹莹给卸了。她这是要干啥？莫非受了刺激，精神失常？还是说取向变了，想要对徐莹莹辣手摧花？那自己是该拦还是不该拦呢？见徐莹莹性命无忧，陆晨一时间有些犹豫起来。一旁柳如雪却是已经停了下来，满意的看了一眼面前蜷缩着身体的徐莹莹，她无比的满意。自己的身体都被你个小丫头看了，莫非你还想幸免不成？随即柳如雪看向一旁的陆晨，冷声道：“陆师弟，现在该你了。”什么意思啊？陆晨有些懵逼。柳师姐这到底是要闹哪样？他怎么没看明白？只听柳如雪淡淡开口：“你们俩现在就在这里，把我们刚才的修行再修一遍。”什么？陆晨彻底傻了。一旁的徐莹莹也停止了哭泣，呆呆地看着柳如雪，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还要让我再重复一遍吗？柳如雪的声音再度响起。徐莹莹顿时吓得打了个哆嗦，她也顾不上什么脸不脸面的了，
反正他来找陆晨，本来报的也是这个目的。陆晨则是有些尴尬，摸了摸鼻子，他算是明白了，因为自己被看了，就要看回去。最好让徐莹莹保守秘密的办法，那就是手里拿到同样的把柄。这就是柳如雪的计划与报复。果然是阴阳宗的妖女，这脑回路简直不是正常人能想得出来的。陆晨以手扶额，虽然刚与柳如雪大战过，但他身强体壮，想要再教训一番徐莹莹自然也是没问题的。而看那小丫头一副被吓坏了的模样，肯定也不会反抗。可是看到徐莹莹露在外的肌肤上一片青一片紫，陆晨顿时有些于心不忍。这小丫头本就修为低微，实力不济，别看现在什么都不说，但早已经被冻伤了。若是再拖下去，迟早寒气入体，造成难以挽回的损伤。陆晨就是在垂涎她的身体，此刻也是做不出来这等禽兽之事来的。想到这里，陆晨快步上前，凑在柳如雪耳边轻声道：“柳师姐，你还是别折腾这小丫头了，你看她身上早就已经冻坏了，这样下去是要出事的。”闻言，柳如雪下意识看去，这才发现徐莹莹身上的异样。刚才一直处于羞恼与暴怒中的她，竟是没注意到这一点。想来是刚才自己躲进柜子时，两人不小心接触导致，再加上后来一直靠得很近，这才造成这般下场。深知自己身上寒气的厉害，柳如雪眉头微皱，心中的怒气已经消了大半。其实她也不是真想看陆晨与徐莹莹上演的活春宫，只是一想起自己刚才与陆晨所做之事都被徐莹莹看光了，她就又羞又气，失去理智之下，这才做出这等荒唐之事。柳师姐，你看她都吓成什么样了，肯定什么都不敢说的。陆晨又劝了一句。再看一旁的徐莹莹，正可怜兮兮地看着自己，想要说些什么，却又一副不敢说的样子。柳如雪心中的怒气也终于烟消云散。罢了，他我就暂且放过。说着，柳如雪将目光投到陆晨身上。那你呢，陆师弟，你想好什么死法了没有？嗨嗨！见徐莹莹逃出升天，祸水却东引到了自己头上。陆晨急忙手一翻，一个盒子出现在他的手里，诚恳道：“此物就提前送给柳师姐赔礼道歉。”看着眼前精美的盒子，柳如雪心中若有所觉，下意识地打开看了一眼，顿时面色一喜，小心脏砰砰地跳个不停。筑基丹，还是上品筑基丹？他当真为自己寻来了。虽然二人早已有过约定，他帮陆晨训练新人，打理秘境事务，事成之后，陆晨送他一枚上品筑基丹。但当这宝贝真到了自己面前时，他还是激动的小脸泛红，刚才的不快彻底消散，心中有的只剩下狂喜与急切。一旁徐莹莹虽没能看到盒中之物，只略微闻到一缕外泄的药香，但见上一秒还冷若冰霜的柳师姐，下一秒就露出如此喜色，她自然能猜到那盒中必定是相当珍贵的东西。毕竟近些时日，他们的眼光可都水涨船高，一般的宝贝都不放在眼里。而最早认识陆师兄并与他关系匪浅的柳师姐，想必就更是如此了。能让他都露出这般姿态的宝贝，现在的徐莹莹想都不敢想。而既然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自己也已经让陆师兄给看光了，大不了一不做二不休，死死抱紧陆师兄这条大腿。徐莹莹暗下决心。一旁柳如雪不动声色地收起玉盒，强颜喜色，淡淡道：“既然如此，那这次的事情就暂且接过，不要再有下次。”是。闻言，陆晨与徐莹莹二人顿时点头如捣蒜，保证不会再有下次。不对，刚才发生的事我们都已经全忘了。就在屋内三人尽皆大喜，气氛一片祥和之际，屋外一道身影却是攥紧粉拳，气得牙痒痒。此人正是云瑶。虽然在陆晨的贿赂之下，为照顾柳如雪的面子，他自称已经离开，但是这么一场好戏，他又怎么可能舍得错过？与陆晨告辞后，他便又悄悄到屋外潜伏起来，想看看柳如雪出糗的模样。却是没想到，躲起来的不止柳如雪一人，竟还有个名叫徐莹莹的娇俏小师妹。起初云瑶还以为这两人是一起来的，暗道陆晨这家伙玩得真花之极。屋内的情况却是再度超乎他的想象，本以为是同伙的两女，竟是发生了冲突，险些大打出手。不对，准备来说是徐莹莹差点被柳如雪单方面暴揍。身怀极致冰灵根的柳如雪气场全开的情况下，那恐怖的架势，就连刚晋级筑基的云瑶也微微有些变色，以为柳如雪当真被愤怒冲昏了理智。好几次云瑶差点破门而入拦住他，但好在见陆晨二人没有受伤，他终究还是忍了下来。直到陆晨拿出那枚上品筑基丹，即便二人小心遮掩，但瞒得过徐莹莹，又怎么瞒得过筑基期的云瑶？况且这玩意儿他没多久前才刚刚吃过，对那气味可谓熟悉无比，这让云瑶恨得一口银牙险些咬碎。为了那枚上品筑基丹，他不仅花费了多年积蓄，并且还为了得到炼丹机会，与陆晨达成了不平等的交易。
虽然他并不后悔，可是自己奔波劳碌那么久才换来的东西，到了柳如雪这里，竟是如此轻飘飘的发顿脾气就拿到，并不知道柳如雪付出的云瑶，这一刻心底有小情绪了。这陆师弟真是偏心的紧。云瑶撅着小嘴，枉我刚才想着敲了他一瓶固灵丹，之后得好好服侍他。现在看来，我这顿竹杠敲得轻了。暗暗想着，等明日陆晨来自己洞府，一定要让他好看。云瑶带着小情绪不满地离开。屋内不知道自己无意间又得罪了一尊大神的陆晨，正得意地笑着。幸好自己见计划完成的不错，提前花灵石让周师兄给自己换来了一枚上品筑基丹。虽然因要得急切，这枚筑基丹花了快5000灵石，但一来这点灵石对现在的陆晨而言虽然不少，但不至于伤筋动骨；二来还能顺便让柳如雪平息怒火，倒也是一举两得。一旁，柳如雪从随身的储物袋内拿出一套衣物，递给了徐莹莹。徐师妹，先穿上吧。说着，他又看向旁边傻笑着的陆晨，瞪了他一眼道：等会儿帮徐师妹驱除体内的寒气，再炼些丹药给她补补身体。明白明白。自知理亏的陆晨此刻不敢反驳柳如雪的话，连连点头，并且即便柳如雪不说，他也是会那么做的，只是还是忍不住在心底暗笑柳如雪的刀子嘴豆腐心。旁边徐莹莹接过柳如雪的衣物，乖乖地穿上，脸色也变得好看了许多。见状，柳如雪才点了点头，带着筑基丹飘然而去。她已经急不可耐，想要回去做好筑基的准备。嗨嗨，徐师妹，你没事吧？见柳如雪离开，陆晨也对徐莹莹嘘寒问暖起来。闻言，徐莹莹摇了摇头，除开不小心接触柳师姐有些冻伤以外，并没有别的问题。陆晨笑了笑，徐师妹，这次是我的错，不过你也别怪柳师姐，她这个人啊，看起来可怕，实际上挺善良的。陆晨这么一说，徐莹莹才回忆起来，虽然刚才柳如雪一直表现出一副很可怕的样子，但实际上柳如雪完全没有伤害她，就连扒她衣服的时候也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分毫的伤痕。而一旁的陆晨也是因为见柳如雪嘴上喊得凶，但根本没有伤害徐莹莹，这才一直没有出手。不过还是吓到徐师妹你了，等会儿师兄多给你些丹药补补身体。多谢师兄。徐莹莹脸上露出一抹喜色，乖乖点头。好了，我先给你驱除体内的寒气，要是拖久了可就不好了。是。徐莹莹乖巧地答应着。很快，在陆晨无定灵火晶的催动下，徐莹莹体内的寒气被驱散一空。不仅如此，身体还暖洋洋的，好舒服。徐莹莹娇哼一声，原来陆师兄有此绝技，难怪不怕柳师姐的极致冰灵根。陆晨笑了笑，没有说话，原因无他，这小丫头倒是舒服，却把她给累坏了。为了避免伤到徐莹莹，她控制着灵火，以极为缓慢的速度一点一点驱散寒气。这个过程中，她的心神高度集中，一点也不敢分心。一顿操作下来，比她炼丹还要累上许多，额头上都冒出了一层薄薄的细汗。徐莹莹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抬起一只手，轻轻帮陆晨擦去额头的汗水，体贴入微，随即又轻轻在陆晨脸上啄了一下，俏脸微红道：这是给师兄你的奖励。这还差不多，也算自己没白费一番功夫。陆晨满意的笑了笑，拿出几瓶丹药放到了徐莹莹手里，这里面有些丹药，你拿去用，不够了再来找师兄。徐莹莹眼前一亮，接过丹药就欲道谢，但当她看清小瓶里的丹药时，道谢的话到了嘴边顿时止住了。上品归元丹，还有上品聚气丹，师兄这会不会有些太贵重了？徐莹莹有些忐忑，她知道陆晨是个炼丹师，也想要从陆晨这里薅点好东西走，但她没想到陆晨一出手就如此豪横。这些丹药加起来都得快200块灵石了，陆晨却是无所谓的摆了摆手，一点小东西而已，能帮助到你的修炼就行。见陆晨当真毫不在意，徐莹莹也不再扭捏，将丹药收起，又在陆晨脸上啄了一下，轻声道：师兄，今日师妹身体不适，之后有机会你可以来找师妹。其实徐莹莹现在身体舒服得很，只是刚才发生的一切仍心有余悸，她生怕柳如雪去而复返，虽然心中感激，也只能之后找机会再报答陆晨了。好说好说。陆晨嘿嘿一笑，就算徐莹莹真愿意，他也暂时不想来了，他也不想动不动被人打断，他来得买套阵法布置在院里才是。陆晨暗暗想着。次日清晨，天刚蒙蒙亮，陆晨便离开院子，驶着云雾舟直奔灵宝阁而去。昨日的事给了陆晨一个深刻的教训，他的小院可以说几乎毫无防护，虽然一般而言也不会有人硬闯，但是这样乌龙的事若是再发生一次，他可承受不起。回想那修罗场一般的场景，陆晨就一阵后怕，因此买一套阵法布置上对他而言是如今的重中之重。到了灵宝阁，在不少弟子艳羡的目光中，陆晨竟直上了2楼。陆晨的身影刚一出现在2楼，
一具鲜活的娇躯便立刻贴了上来，娇滴滴道：“陆师兄，你可算来了，人家等你好久了。”来人正是江兰兰。上次陆晨前来，二人曾交换过传讯玉简。昨日陆晨曾传讯过他自己今早会来。这机灵的小丫头一大早就在伺候着了。对江兰兰的服务态度，陆晨可谓相当的满意。在旁人看不到的角度，陆晨伸手在她身上随手抓了2把，入手一片柔软滑腻。江师妹，我昨日说的，你可记得？当然不会忘了，早就都给师兄准备好了。江兰兰娇笑着，引着陆晨进入内里。很快，几块玉符出现在陆晨眼前。江兰兰详细的介绍起来：“陆师兄，这块玉符内所藏乃是青龙诛邪阵，威力巨大，并且能在法阵主人指挥下主动出击，全力施展下可以击杀炼气巅峰修士，并且它的防御力同样颇为不俗，便是筑基期修士2个时辰内也休想破开。这块玉符内所藏乃是四方灵龟阵，并不能主动出击，但却正如其名，它的防御力极其强悍，尤胜青龙诛邪阵一筹，甚至能挡住金丹期修士约1炷香时间，至于筑基期修士不磨上个2-3天时间，休想破开此阵。对了，这法阵还有一个特点，持阵之人可以随意穿梭出现在阵内任意一个地方，若能配合门内的归西诀，还能彻底隐匿身影，非金丹不可勘破。”闻言，陆晨顿时眼前一亮。对他而言，法阵的攻击力在其次，最主要的还得是防御能力。相比之下，这连金丹修士都能阻拦一段时间的四方灵龟阵，无疑是更好的选择。并且这四方灵龟阵附带的特性也让陆晨觉得颇为有意思。不过这四方灵龟阵既然如此不俗，想来价格不菲。果然，当江兰兰眼含笑意地报出价格时，饶是以陆晨的身家也心中微微一惊。5000灵石，这都比得上一枚上品筑基丹了。四世也清楚这四方灵龟阵的价格有些惊世骇俗，江兰兰连忙道：“陆师兄，这四方灵龟阵好归好，但毕竟价格太高，相比之下，这青龙诛邪阵才2000灵石，性价比更高，也更加实用些。”其实江兰兰根本没想过陆晨会买四方灵龟阵，准备来说，这阵法摆在灵宝阁2层不知多久了，就一直没能卖出去过。原因无他，价格实在太高。5000灵石的价格对于筑基期修士也需要攒上很久一段时间，甚至不少筑基修士说不定都根本没那么多家底。而对金丹期修士而言，这阵法却又有些差强人意，他们有更好的选择。因此这四方灵龟阵上不来下不去，就这么卡在这儿了。筑基期修士眼馋，但买不起；金丹期修士买得起，但不太看得上。至于陆晨这炼气期修士，虽然以他的财力，江兰兰根本没把陆晨当普通的炼气期修士来看过，可是他再豪横，也不可能舍得买这四方灵龟阵吧。所以这四方灵龟阵只是个衬托，江兰兰把它拿出来，是为了让青龙诛邪阵显得更加的有性价比。毕竟相比四方灵龟阵，青龙诛邪阵2000灵石的价格可谓相得不行，这是他向来惯用的手段，无往不利。就在江兰兰以为陆晨必然会决定买下青龙诛邪阵之际，只见陆晨摇了摇头道：“这青龙诛邪阵虽有攻击之能，但防御力终究差了些，并且远不如四方灵龟阵玄妙。”闻言，江兰兰心中一紧，急忙道：“陆师兄莫非是嫌青龙诛邪阵价格太高了？师妹手里的权限可以为师兄再降一些价格的。”错。陆晨摇头淡笑道：“我只是根本没看上这青龙诛邪阵，江师妹，把这四方灵龟阵给我收起来吧，我买了。”啊！江兰兰闻言一怔，她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这可是价值5000灵石的法阵，对方当真这么轻飘飘的一句就买了？不可能不可能，我一定是在做梦。江兰兰，你最近想业绩想疯了是不是？这种梦都做出来了。不过这梦真的好真实啊。江师妹，陆晨疑惑地看着刚才还好端端，转头就莫名开始傻笑起来的江兰兰，有些摸不着头脑。这小妞莫非是个傻子不成？不对啊，上次自己见她还挺正常的。陆晨伸手在江兰兰面前晃了晃，同时周围纷纷的议论声也一同将江兰兰的意识拉了回来。不会吧，这个炼气期的小子也敢口出狂言要买四方灵龟阵，肯定是瞎说的。这阵法就算是我也舍不得买，区区一个炼气期哪来那么多灵石？就是我都缠着四方灵龟阵好久了，可惜啊，根本买不起。这不是梦。耳边有些嘈杂的声音让江兰兰清醒过来，她偷偷掐了下自己光洁的胳膊，传来的剧痛让她彻底醒悟。真的，她真的要把这压在灵宝阁2层不知多久的四方灵龟阵卖出去了，这可是大功一件。陆师兄，这四方灵龟阵的价格只是明面上的，若你真有心要买，应该可以再压下一些，你稍等一下，我去请示管事。江兰兰小心翼翼地说着，她早已经知道陆晨是个大户，却是没想到这么大。
5000灵石的东西也话都不多说一句，一声不吭就买了。为了牢牢抓住陆晨的心，让他以后买东西都来找自己，江兰兰急忙主动想要表现，能为陆晨省一点是一点，竭泽而渔那是蠢货才会干的事，那就有劳江师妹了。陆晨轻笑了笑，虽然他并不认为江兰兰能为自己争取到多少折扣，但能省一点是一点。他陆晨的灵石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就在江兰兰离去之际，周围的议论声更多了。我就说这小子是瞎说的吧，真正大户人家出来的少爷哪里会屑于这么点折扣？就是我听说那些世家的少爷都是丹药嗑着玩，灵石铺在床上睡觉的。听着这些人越说越离谱，陆晨不禁有些无语。灵石铺床上睡觉，那得多个人啊！这就是穷人对富人生活的想象吗？幸好自己现在也是万恶的富人中的一员了。至于他们对自己的怀疑，陆晨不置可否，懒得搭理。反正事实会帮他说话的。很快，江兰兰笑意盈盈地回来了。陆师兄，我已经问过管事，这套四方灵龟阵的价格可以降到4500灵石，但这已经是最低价，不能再低了。不错，陆晨满意点头，一下子降了500灵石，这倒是有些超出他的意料。不过这也说明了2点：第一，这四方灵龟阵是真的没人买；第二，江兰兰这小丫头也是真心在为自己办事，倒是挺懂事的。不过，哪怕价格骤降500，也不是一般人买得起的。至少，一旁围观的众人虽对这四方灵龟阵垂涎3尺，但却没有一人站出来与陆晨争抢。很快，陆晨掏出灵石，让江兰兰清点。上一秒还在议论纷纷的众人，顿时都傻了眼了。这个练气期的小子，真这么富？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可是事实摆在他们面前，由不得他们不信。江兰兰也是暗暗有些啧舌，4、5千的灵石，对于一些筑基修士还是能掏出来的。可是舍得花这笔灵石买一个法阵的，却是寥寥无几。陆师兄这条大腿真是又粗又硬，他江兰兰抱定了。交易完成后，江兰兰还想领陆晨到贵宾室，再来一次上次的特殊按摩。陆晨自然求之不得，可惜他今天实在赶时间，也只能拒绝了。离开灵宝殿，陆晨又到附近的灵药店买了一些东西，便使着云雾舟径直朝着一个方向飞去。九阴峰，此地正是云瑶如今的洞府所在。虽然才刚刚筑基，云瑶还未来得及正式进入内门，却已经有资格开辟自己的洞府了。陆晨一路飞来，越是靠近九阴峰，便能时常看到一道道偏若惊鸿的身姿掠过。这便是救九阴峰的师姐们吗？萧师兄承不起我。陆晨心中暗赞。据他刚入门时带领他的落霞峰大弟子萧逸所说，阴阳宗内大小山峰无数，但其中最大的共有6峰，主峰也即掌教玲珑上人所在，被纯阳、九阴、赤炼、落霞4峰拱卫其中。纯阳峰中大多都为男性弟子，人数众多，派系混杂。九阴峰则以女性弟子为主，除去寥寥几个高层，几乎找不到男弟子的身影。而论起人数，还要比纯阳峰更胜一筹，乃是阴阳宗内弟子数量最多的一峰。赤炼峰的人数要少上许多，以精英为主，能进赤炼峰的都是天资不俗之人。而落霞峰人数就更少了，全峰上下加起来不超过10个人，也是陆晨内定要加入的。至于丹峰，说好听点叫超然物外，说难听根本就连人影都看不见。据说只有峰主一人，具体情况如何，就连萧逸也不清楚，更别说陆晨了。这样看来，云师姐之后必定是要加入九阴峰的了。陆晨暗暗想着。来到山腰处，陆晨等了一小会儿，石门便缓缓打开，一道娇媚的身影出现。陆晨下意识抬眼望去，这一看眼睛就差点直了。只见眼前的云瑶穿着清凉无比合身的衣服，将她完美的身材彻底凸显，该出现的不该出现的都毫无保留。特别是随着云瑶走动一蹦一跳的，更是让陆晨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这云师姐当真是富有且慷慨啊！小样，这还拿不下你？见陆晨看得眼睛发直，云瑶也颇为满意。昨日之事让他一直心中暗暗有些不爽。虽然并非陆晨道侣，他也没什么资格拦着陆晨沾花惹草，但他总归还是担心对方喜新厌旧，因此也就难得的大胆了一回。这般装束放在以前，他想都不敢想。陆师弟，师姐今天好看吗？云瑶一边说着，一边下意识地弯腰侧身，让陆晨看得更清楚些。这种半遮半掩、将露未露，无疑是最有杀伤力的，更何况是由云瑶这么个顶级美人来穿。好看，太好看了！陆晨赞不绝口。如果不是自己还在洞府外，担心被路过的师姐发现，他恐怕已经忍不住了。那你还等什么？还不快进来！云瑶朝陆晨勾了勾手指。这个妖精，陆晨依稀记得曾经的云瑶在他眼中还是那么高不可攀的仙子，可现在撕开那仙子外表的伪装，内里分明是个勾人夺魄的女妖。
哪个男人忍得住？反正他陆晨忍不住。进入洞府，只见一旁的石桌上已经摆满了饭菜，显然在陆晨来之前，云瑶早已经精心准备过。双手挽在陆晨脖颈处，云瑶一双美目直勾勾地盯着陆晨，指了指一旁的饭菜，又指了指自己。陆师弟，你是想要先吃饭，还是先吃其他的呢？这还用问？陆晨用行动回答了云瑶。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金丹4层鬼魂云瑶进行亲密接触，奖励100块下品灵石。2盏茶的时间过后，20分钟，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金丹4层鬼魂云瑶进行深度接触，云瑶好感度22，奖励200块下品灵石。难怪柳师妹都被你弄到手了，你的本事还真是大呢。云瑶眼中带着几分盈盈笑意，指甲却在陆晨的腹部处轻轻划过，隐隐间带着几分威胁之意。陆晨心中一惊，再往下几寸便是他的命脉所在，这可开不得玩笑。云师姐说笑了，别人再好又哪里比得上云师姐你呢？一边恭维着，陆晨一边悄悄地将云瑶的手往上拿了一截。他自然知道以云瑶的性格是不可能对他动真情的，但人都是有占有欲的。陆晨若是陪别人多了，那云瑶能分到的自然就少了，以后定然也会多多来找云师姐的。那就好。闻言，云瑶笑了笑，其实他也就是和陆晨开个玩笑而已。从刚才陆晨的表现，他早已看出陆晨对他依旧很是痴迷，对自己的身体云瑶也很有信心，便是那冰山仙子柳如雪又如何，休想从他云瑶手里把人抢走，大不了大家一起分就是。无论如何他的那份也不能少。不知道在云瑶的心中已经将自己给瓜分干净。陆晨起身看了看一旁石桌上的饭菜，虽然已经放了很久，但刚才云瑶提前略施一点小术保着温，并没有变凉。看着这个个色香味俱全的饭菜，陆晨不禁食指大动。这些都是云师姐自己做的吗？陆晨有些好奇。难不成是鬼做的？云瑶娇媚地白了他一眼。嘿嘿，我只是没想到云师姐居然还有这么一手。陆晨颇有些诧异，毕竟除了二人独处时，云瑶在陆晨眼中一直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形象，那一双玉手完美无瑕，让人觉得必定是十指不沾阳春水。云瑶厨艺之好，倒是让陆晨有些意外。云瑶轻笑了笑，结丹之前又做不到辟谷，再是不染凡尘，终究也是要吃饭的。这倒也是。陆晨点点头。才练气期的他自然也没能辟谷，不过自己厨艺太差，再加上为了节省时间，进入阴阳宗以来他一直都在服用辟谷丹，每每吃上一顿已经是好久之前的事了。拉着陆晨坐下，云瑶轻笑道：陆师弟别客气，想吃什么尽管吃就是。真的？陆晨乐滋滋问道。不然呢？云瑶白了他一眼，自己人都让他吃了，还缺这顿饭菜，那我就不客气了。陆晨也不啰嗦，拿起筷子张开大口，给云瑶表演了一番什么叫饕餮在食。很快桌上的饭菜被一扫而空，其中大部分自然都是陆晨的功劳。吃人嘴软，陆晨也不吝啬，反手拿出2瓶固灵丹摆在了云瑶的面前。这一幕看得云瑶眼前一亮，他提出的条件只是1瓶固灵丹而已，没想到陆晨如此大方，直接翻倍。陆师弟，都是给我的。自然。陆晨满意的打了个饱嗝，这顿饭吃得很爽，有劳云师姐款待了。师弟什么时候想吃了，尽管来找师姐就是。云瑶喜滋滋的说着，做一顿饭就能换1瓶固灵丹，那他一天可以做10顿。对了，师弟，还有件事差点忘记告诉你了。突然想起这次叫陆晨前来，除了再续前缘，还有一件要事。云瑶急忙道：哦，什么事？陆晨好奇问道。很快云瑶将上次顾小柔带他去丹峰炼丹之事细细说来，也让陆晨顺带明白了为何之前云瑶愿意付出如此之大的代价与他交换星辰草。毕竟当时的他可还没展现那么大的价值。只是让陆晨有些没料到的是，里边居然还有顾小柔这家伙掺和。陆晨可永远不会忘记这女人当初是如何轻视自己的，此仇不报非君子。只是他眼下实力还是太弱，还不到报仇的时候。就在陆晨想入非非，未来将顾小柔踩在脚下唱征服之际，云瑶接下来的话让他微微一愣。丹峰峰主慕言熙长老要见我。没错。云瑶微微点头。据顾师姐所说，穆长老最是看重炼丹一道的人才，想来他是看中了你身上的天赋。说到这里，云瑶有些激动起来。陆师弟，若你真能获得穆长老赏识，拜入其门下，那么你很有可能打破杂灵根无法结丹的传言。哦，这倒是让陆晨有些惊讶。虽然有系统在身，但记忆中蹉跎千年却才筑基1层的陆晨深知自己这资质想要结丹有多么困难。他对自己有信心，那是因为系统的存在。而这慕言熙竟也有那么大本事吗？
随着云瑶解释，陆晨才清楚，虽然丹峰人少，但却是几峰中最富的。慕言熙不仅有元婴期修为，在炼丹一道上的天赋更是不凡，是整个阴阳宗当之无愧的第一人。若是他想，绝对可以用丹药把陆晨给堆上金丹。闻言，陆晨不禁有些啧舌。他以为自己已经够富了，但比起这位穆长老，那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这才是真正妥妥的富婆啊！若是能傍上，岂不是一辈子丹药不愁了？要知道，那可都是高阶丹药，绝不是现在的他可以炼制的。不过，对于用丹药堆上金丹的做法，即便慕言熙愿意，陆晨也不会接受。他还有更大的目标，绝不愿如此自毁前程。既然如此，明日就随师姐你一起去见见这位穆长老吧。二人决定下来后，陆晨也告辞离开。就在他离开云瑶洞府之际，不远处一道目光死死盯着陆晨离去的背影，眼中满是恨意。此人正是江鹤。他得知云瑶出关后，也立刻出关，第一时间带上几件礼物，想要来与云瑶再续前缘。经过多日苦修，他也已经摸到了筑基的门槛。他觉得云瑶必定会给他这个机会，但是当看到陆晨从云瑶的洞府里出来，他顿时打消了这个念头。陆晨，你不死，我寝食难安。此刻江鹤深知不除掉陆晨，云瑶恐怕难以真正回到他的身边。手中灵植落到地上，被江鹤碾入泥土，他心中的杀意也彻底凝实。次日，陆师弟来得那么早。出了洞府，看到早就守在外边的陆晨，云瑶意外道：当然得来早些，岂有让师姐等我的道理。陆晨做出一番绅士的姿态。云瑶浅浅一笑：我看师弟你是急着想去见那位神仙般角色的穆长老吧？哦。闻言，陆晨顿时来了兴趣。一开始他还以为那慕言熙穆长老也如同银月长老一般是个老妪，但听云瑶的意思，似乎并非如此。师弟原来不知道啊。云瑶笑了笑，穆长老可是宗内有名的美人，天仙般的人物，便是师姐我在他面前也要自惭形秽呢。陆晨摇了摇头，反驳道：师姐说笑了，这世间哪里存在这种人？就算是真的天仙下凡，想来也最多和师姐打个平手。在他眼里，云瑶和柳如雪就已经算是仙女下凡了，就算那穆长老再美，又能美到哪里去？顶多略胜半筹。云瑶只浅浅一笑，不置可否。师弟，拉紧我的手。正当陆晨想要拿出云雾舟，在二人前往丹峰之际，云瑶的话却顿时让他止住了动作。云师姐这是要亲自遇见带自己，如今机会，陆晨怎么可能错过？急忙打消拿出云雾舟的念头，陆晨一跃而上，站在云瑶身后。站稳了。云瑶话音刚落，飞剑骤然射出，化作一道长虹，带着二人朝着远处飞去。不行，师姐太快了。师姐我好怕。飞在半空中，陆晨脸上一片煞白，下意识地伸手揽住云瑶纤细的腰肢，似是因为惊吓过度，双手牢牢地抱紧云瑶，时上时下。陆师弟你抱得太紧了。云瑶还以为陆晨第一次飞行，被吓到了，不疑有他，却是没发现陆晨的眼底哪有半分畏惧之色，只是借机占云瑶的便宜罢了。即便已经触碰过了不知多少次，还是那么舒服呢。在二人的纠缠中，终于来到了丹峰所在。呼，二人落地，云瑶面色有些怪异的急忙整理着自己的衣衫。他本就是个聪明人，一开始没发现，后来却是察觉到了，这小子哪里是真的怕，分明是在和自己玩情景扮演，趁机占自己便宜呢。可恶！云瑶捏紧了小拳头，明明整个人都早就是他的了，怎么还玩这种小把戏？幼稚的家伙！没发现云瑶的腹诽，一旁的陆晨不住地打量起眼前气派的大殿，虽不是金碧辉煌，却也大气恢宏，极具气势。只是怎么那么多杂草呢？看着大殿附近一丛一丛的杂草，陆晨脸色有些怪异。莫非萧师兄告诉我的传言是真的？这整座丹峰只有那穆长老一人。一旁的云瑶也忍不住打量了四周一番，他上次来也发现了这一点，只是没敢询问。按理来说，作为整个阴阳宗首屈一指的炼丹师，应该有许多弟子愿意拜入慕言熙门下才对。毕竟对方不仅是炼丹师，还是个元婴期修士，实力强大又资源富足，这样的师傅各类天才不得挤破头想要拜。结果慕言熙却是孤家寡人一个，有问题，一定有问题。莫非是这位穆长老眼光极高，连阴阳宗内诸多天才弟子也看不上眼？云瑶暗暗猜测。就在二人胡思乱想之际，一道身影晃悠悠地走了出来。别看了，这里就老娘一个人。一袭红衣，若烈焰般夺目，眉目如画，眼波流转间似能点燃人心，肌肤白腻胜雪，一颦一笑仿佛能勾魂夺魄。虽然早在来之前，陆晨就从云瑶口中得知这位穆长老是位极为漂亮的仙子，但真正亲眼所见，还是让他幼小的心灵遭受了强烈的震撼。这样的仙子，当真是世间能存在的吗？
在此之前，陆晨见过最美的女子，便是那顾小柔无疑。可现在一见慕言熙，他才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也难怪能让向来自视甚高的云师姐自惭形秽，这谁看了不迷糊啊？只是这位绝色美人此时的姿态，多少有些不符合她仙子的身份。只见慕言熙一边往外走，手里拿着一个葫芦，不时地往嘴里灌上一大口，活脱脱一个烂酒鬼。拜见穆长老。见到慕言熙，云瑶急忙躬身行礼。虽然慕言熙在宗门内不理俗事，几乎很少在普通弟子面前露面，但却超然物外，地位比起很多长老都要高。一旁陆晨也回过神来，急忙朝慕言熙行了一礼。你就是云丫头说的那小子？慕言熙有些好奇地打量了陆晨两眼，随即撇了撇嘴，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嘛。闻言，陆晨有些尴尬道：无论什么天才，与穆长老比起来，自然都是要黯然失色的。千穿万穿，马屁不穿。闻言，慕言熙却是听出了陆晨的弦外之音，笑道：小子，听你的意思，你就是那个天才喽？陆晨不卑不亢道：弟子不才，天才不敢称，但在炼丹方面自认为还是有几分天赋的。慕言熙灌了一大口酒，才又道：好，既然你这么说，老娘就给你个机会，让我看看你的天赋。但若是说大话，浪费老娘时间，就别怪老娘不客气了。看了看眼前这个貌若天仙，言语却粗犷无比的穆长老，陆晨笑了笑道：多谢穆长老给弟子这个机会，只是不知道弟子若能让你满意，能有什么赏赐？开玩笑，他陆晨的时间也是很宝贵的好吗？闻言，一旁的云瑶顿时吓得一激灵，这可是元婴长老，还是整个阴阳宗最强的炼丹师，哪有你这样直接开口要东西的？要是把穆长老惹毛了，你小子还不得吃不了兜着走？云瑶正欲拉拉陆晨衣角，暗示他一下，对面的慕言熙却是已经笑了起来。你小子胆子倒是不小，不过老娘喜欢大男人就得直接一点，只要你能让老娘满意，自然不会亏待你小子的。陆晨同样微微一笑，那弟子就先谢过穆长老了。想要获得一个炼丹师的认可，最简单的方法自然是炼制丹药，并且以慕言熙的修为以及他在炼丹一道的造诣，想要让他刮目相看，只展现出一般的天赋绝对不够，要不然这丹峰早就人满为患了。不过陆晨既然敢这么说，自然心中有着足够的把握。只见他拿出丹炉，很快就忙活起来。一旁慕言熙时不时灌上2口酒，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心神一直在注意着陆晨。他也很好奇，这小子究竟哪里来的底气这么自信？好久没人敢和他慕言熙这么说话了。随着一道道药香在店内弥漫开来，慕言熙眼底也掠过一抹诧异之色。这小子的控火术倒是相当的炉火纯青，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虽然陆晨还只是在进行最简单的药材准备，但慕言熙还是一眼看出他对火焰的掌控可谓出神入化。这等造诣，便是一些经营炼丹一道上百年的丹师也不过如此，甚至还不及他。但这小子的年纪才不过18岁吧？慕言熙哪里知道，陆晨年龄虽然才18，但实际上却有着上千年的经验与见识，对这最基础的控火术自然老道无比。随着炼丹的逐渐进行，慕言熙眼中也渐渐流露出越来越多的异彩。分！只听陆晨低喝一声，丹炉底的一团火焰竟是一分为2。风来！他左手双指并拢，朝着其中一团火苗的方向一挑，一股微风助燃火势，让炉内团火焰变得庞大了几分。一大一小2团火焰同时焚烧着炉底，如此一心二用，竟也能分毫无差。感受着2团火势截然不同的火焰，慕言熙眼中闪过一抹惊讶。一旁的云瑶看得云里雾里，完全不知道陆晨为何莫名其妙地将一团火给分作2团，但慕言熙却对他的目的清楚无比。陆晨想要同时用2团火祭炼丹炉内的2种灵植，这对慕言熙而言自然不是什么难事，但对一个炼气期的炼丹师而言就有些骇人听闻了。他不仅能极大节约炼丹的时间，同时也是炼丹师对自己无比自信的一种体现。毕竟2种灵植同处一个丹炉，而炼化2种灵植所需的温度都不同，稍有不慎就可能毁掉灵植，前功尽弃。便是门内诸多金丹期的炼丹师，敢这么玩的也没几个。一旁云瑶已是美目中异彩连连，这小子在炼丹上的天赋当真如此逆天。饶是见惯了诸多天才，这一刻慕言熙也有些惊叹起陆晨的不凡来。不过他哪里知道，这一切都是陆晨用1000年的时间硬生生的磨来的，将1000年的经验见识浓缩为18年的成就，无论是谁见了都得惊呼一声天才。察觉到慕言熙目光中的惊艳，陆晨面色无悲无喜，心中却颇为的得意。虽然作弊了，但得到慕言熙这位前辈高人赏识后，获取的好处那可是实打实的。尽管因为杂灵根的缘故，让他失去了获得阴阳宗大力培养的机会，但如果能博得慕言熙青睐，
那同样是天大的好事。有培养的价值，才能获取足够多的资源。陆晨深知这个道理，因此这一刻，他将记忆中千年的炼丹经验毫无保留的展现，也让慕言希越发的惊喜起来。随着一股浓郁的药香自丹炉中飘逸而出，回春丹终于炼制成功。这是炼气期最为珍贵的几种丹药之一，可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灵力，治疗伤势。不仅炼制材料珍贵，炼制的手法同样颇难。当然，这都是在炼气期而言，不是陆晨不会炼制更好的丹药，只是以他现在区炼气期的修为，只能支撑他炼制出这回春丹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好的丹药，他想炼制，灵力也是远远跟不上的。慕言希自然也深知这个道理，以陆晨炼气5层的修为炼制出回春丹，已经是因为他灵力远比同阶修士深厚的缘故了。若是个境界虚浮的，连这回春丹也炼制不出来，更何况还是上品回春丹。感受着那股诱人的药香不住地往鼻子里钻，慕言希一张俏脸上满是满意之色。你小子果然有点本事，难怪如此狂妄，多谢慕长老夸奖。一边说着，陆晨一边毫不觉得脸红地朝慕言希摊了摊手。想来以慕长老的身份，慕长老的赏赐也一定能让小子惊艳。你个小滑头！见陆晨竟是伸手直接向自己要起东西来，慕言希不禁哑然一笑，玉手一挥，一瓶丹药已是飞到了陆晨手中。老娘现在心情好，自然是不会亏待你的，多谢长老赏赐。陆晨喜滋滋地说着，急忙打开玉瓶，想要看看是什么好东西。他也看出来了，慕言希是个豪爽之人，定然不会吝啬。然而当陆晨看向小玉瓶中的丹药时，还是被结结实实地吓了一跳。这莫非是洗髓丹？这可是金丹期才能炼制的丹药，有洗净法髓之能，虽无法改变人的灵根，却能一定程度上洗去人体内的杂质，疏通经脉，让人体变得更易接纳灵气。对于此丹药，陆晨也只是曾经听闻，却从来没机会吃过。闻言，慕言希得意地笑了笑，没错，这正是老娘亲手炼制的上品洗髓丹。其实我手里还有更好的东西，但却不是你这炼气期的小子能销售得了的，眼下也只有它比较适合你了。多谢慕长老。陆晨真心实意地行了一礼。这洗髓丹虽只是金丹期丹药，但却是可遇不可求，它的材料颇为珍惜，炼制手法也相当困难，论起实际价值，比起一些元婴期才能炼制的丹药也不遑多让。慕言希送给他这丹药，显然也是经过考虑的。正如慕言希所说，这洗髓丹眼下对他无比的合适，简直就是雪中送炭。虽然对他那可怜的杂灵根于事无补，却足以让他的资质更上一层楼。一旁云瑶看向陆晨的目光中满带着羡慕。来，呵。看着眼前烂醉如泥的慕言希，陆晨也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变成了这样的画风。刚才慕言希赠他洗髓丹后，他还来不及高兴，就与云瑶一起被慕言希拉着坐下，陪他喝起酒来。陆晨本想拒绝，但在慕言希你不喝就是不给老娘面子的言语威胁下，他也只能乖乖就范，陪着这女酒鬼放纵起来。而云瑶更不必说，自从上次一见，他已经知道这是这位慕长老表达亲近的方式，能被他选中赐酒，那就说明已经被他看中了。能有接近慕言希的机会，云瑶自然求之不得。不过让二人有些尴尬的是，慕言希竟然规定不许用灵力来驱散醉意，没有醉意那还算什么喝酒，不如喝泉水。在慕言希的专制下，二人也只好乖乖就范。很快云瑶便不胜酒力，趴在玉桌上呼呼大睡。而慕言希他的酒量虽然很好，但在陆晨二人来之前，他就已经喝了许多了，如今又是一阵猛灌，却是第二个醉倒的，倒是让陆晨给笑到了最后。眼看慕言希又拿起一杯酒，摇摇晃晃地往嘴里倒完，而后朝自己倒来，陆晨一阵头疼，一半是喝酒喝的，一半是因为这位穆大长老，这酒品实在有些差啊。美人儿，来，笑一个给老娘看看。慕言希半个身子攀在陆晨身上，一边嬉笑着，一边拍住陆晨的脸。见陆晨无动于衷，他又拿起一杯酒，美人不笑，那就给老娘把这杯酒给喝了，不然就是不给老娘面子。听着慕言希断断续续有些含糊不清的话语，陆晨有些哭笑不得。若不看慕言希那张美得惊天地泣鬼神的脸，这活脱脱就是一副酒醉流氓的样子。随着慕言希趴在陆晨肩膀上，从他的角度可以很轻易地从慕言希的领口一路看下去，白得直晃人眼。而即便混着浓重的酒味，从慕言希身上依旧有一股极为好闻的味道不住往他鼻子里钻着，即便有几分醉意，也让得陆晨下意识地向慕言希表示了尊敬。什么东西罗着我了？慕言希不满地哼了一句，下意识想要伸手抓去，却是把陆晨吓了一大跳。虽然眼前的美人已经醉了，但他可没忘记对方的身份，丹峰峰主，阴阳宗首席炼丹师。
地位仅在掌教玲珑上人之下，与朱峰峰主齐平。这样的人物，别看他现在平易近人的与自己喝酒，但若是真敢碰他，之后他清醒过来，让他发现，那就算是一剑把他陆晨给砍了，也绝不会有人会为他鸣不平。长老，你喝醉了。温香软玉在怀，陆晨虽然很舍不得这美妙的感觉，但担心自己控制不住，他还是只能忍痛将穆言熙从自己身上给拉开。我没醉。谁说老娘醉了？给老娘拿酒来。穆言熙张牙舞爪，让得陆晨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把他规规矩矩地按到一旁的蒲团上，然后又晕乎乎地拉起一旁早已经醉醺醺的云瑶。师姐，咱们该回去了。此时的云瑶早已经醉倒，毫无反抗能力，被陆晨直接抱起扛在肩上，而后放上云雾舟。二人摇摇晃晃地离开了丹峰。随着陆晨二人离开，刚才还躺倒在蒲团上呼呼大睡的穆言熙突然睁开了眼睛，一双美目中掠过一抹清明之色。他虽然有几分醉意，但并未当真，彻底失去神智。常年泡在酒坛子里的他有了相当的耐酒性，除了上次顾小柔送来的那等极品灵酒，普通的酒却是早就喝不醉他了。刚才的模样也只是伪装出来，想看看陆晨面对醉倒的自己会不会做些什么。对于自己的容貌，穆言熙深有自信。早些年的丹峰也并不如同现在一般清朗，有不少天才愿意拜入穆言熙门下，不过那些人大多都是冲着他穆言熙这个人来的。在阴阳宗，双修之事再正常不过，便是师徒之间也并不罕见。若是能傍上他穆言熙，不仅能拥有这样一个绝色美人，丹药资源也完全不用愁了。因此当时无数阴阳宗弟子可谓趋之若鹜，而穆言熙并不待见那些人，他想要找的是真正热爱炼丹的人才，而非垂涎于他的美貌。而现在的陆晨第一关算是过了，他还是那个家伙定下的弟子，若是真还算不错，大不了从他手里抢过来便是。不知想到了什么，穆言熙悠悠地说着。另一边，载着云瑶来到自己的小院，陆晨的脑袋也早已经昏昏沉沉的，把云瑶随手扔在床上，他也直接扑倒在上边，呼呼大睡起来。自从开始修仙，他已经许久没这么好好的睡过一觉了。等到陆晨再度醒来时，迷迷糊糊间，他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自己脸上轻挠着，睁开眼睛一看，却是云瑶正用她的头发在自己脸上扫来扫去。云师姐，你怎么在这里？陆晨微微一愣，闻言，云瑶嘟了嘟嘴，你这小子睡傻了，人家还要问你呢。一醒过来，我就躺在你的床上。听云瑶这么一说，陆晨才回想起来，是他晃悠悠的载着云瑶和自己从丹峰回到这儿来的。因为实在太晕，再加上进不去云瑶的洞府，也只能让云瑶睡在自己这儿了。反正对方也不是第一次睡了。不等陆晨开口，一旁的云瑶突然戏瘾大发，双手抱胸，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看向陆晨。陆师弟，你是不是趁着人家酒醉的时候对人家做了什么坏事？陆晨也十分配合的奸笑起来。云师姐，你说呢？你这么一个大美人，师弟还能对你做什么？云瑶瑟瑟发抖。不要啊，你快要滚开，不然我就叫人了。陆晨激动的搓了搓手。你叫吧，你越叫我就越兴奋。咦，陆师弟你好变态。云瑶撅了撅嘴。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金丹4层鬼魂云瑶进行亲密接触。奖励100块下品灵石。2盏茶的时间过后20分钟，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金丹4层鬼魂云瑶进行深度接触。云瑶好感度65。奖励200块下品灵石。师弟，你突破了。感受到陆晨身上层层攀升的气息，云瑶红润的小脸上满是吃惊。他清楚记得，不到2月前的陆晨还只是个普通人，2月时间对修仙者而言不过弹指一挥间，转瞬即逝，而这小子却已经炼气6层了。这等资质当真是杂灵根吗？便是在阴阳宗外门中资质名列前茅的他，当初修炼时也远没有这等速度。陆晨嘿嘿一笑，抱住云瑶道，云师姐，这不都多亏了你吗？我能突破，你起码有一半功劳。陆晨这话还真不是虚言，他能突破这么快，自然全靠着双修之力。而在与陆晨双修过的几女中，云瑶的次数占了一半还多，说云瑶有一半功劳还真不为过。坏家伙，清楚陆晨在说什么，云瑶娇媚地白了陆晨一眼。不只是陆晨，他也在这一次又一次的修行中受益匪浅，这是曾经的道侣江鹤远远不能带给他的。不过云瑶还是有些疑惑，忍不住上上下下的打量了陆晨许久。见云瑶满脸困惑地看着自己，仿佛想从自己身上看出些什么，陆晨有些不自然道，云师姐，虽然师弟我自知很帅，但你这样一直盯着人家看也是会不好意思的。去你的！云瑶啐了一口，小脸上依旧满是疑惑的开口道，陆师弟，我真的很好奇，
你当真不是那阴阳圣体吗？我也想是啊。陆晨无奈地摊了摊手。可是这是银月长老那老家伙亲自鉴定的，不许对长老不敬。听陆晨这么称呼银月长老，可把云瑶给吓了一跳。银月身为元婴期修士，虽还不至于博古通今无所不知，但其神通之广大也远远不是云瑶一个初入筑基的小修士能想象的。他生怕陆晨上一秒这么编排银月长老，下一秒对方就到家门口了。不过既然是银月长老亲自鉴定，那可是元婴大能，想来必然不会出错。云瑶也只能失望地长叹了一口气，但转念一想，若是陆晨真是传说中的阴阳圣体，也不会在这里与他阴阳相济了。那时候便是那门诸多天资卓越的师姐，恐怕也是任君采撷吧。陆晨不是，才好让自己占上这份便宜呢。笑了笑，云瑶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一旁见云瑶一副紧张的模样，陆晨无所谓的撇了撇嘴，怕什么？就算那老东西就在院外，他也是不知道我这么叫他的。哦。云瑶有些疑惑地看了陆晨一眼，不知道这家伙哪里来的自信。随即他环顾四周，仔细感应了一番，这才发现不止二人所在的屋内，连同整个院子都被一个固若金汤的阵法牢牢守护住。这是感受着这阵法上传来的强悍气息，云瑶脸色微微一变。他在阵法一道颇有些天赋，早在炼气期时就曾钻研过，他自己也一直随身携带的有简易阵法，之前还为他与陆晨二人阻挡过江鹤。但陆晨布下的这阵法却是让云瑶感到有些心悸，这绝非普通阵法。看不出虚实的云瑶忍不住开口询问道：陆师弟，这到底是什么阵法？为何我感觉以我的实力，就算轰上他3天3夜也休想破开它？师姐，你的感觉没错。陆晨哈哈大笑道：此乃四方灵龟阵，便是一般筑基期5层6层的修士也得花上2、3天时间才能破开，至于师姐你才刚刚步入筑基期，想要以力破开它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你看不起人。云瑶不满地瞪了陆晨一眼，却也知道他说的没错。若真是那四方灵龟阵，那自己还真拿他束手无策。只不过这玩意儿不是一直摆在灵宝殿2层没人买吗？怎么到陆晨这里来了？陆师弟，这是你买的？陆晨笑道：那当然，难不成还能是谁送的？云瑶长吸了一口气，他可清楚得很，这四方灵龟阵一直摆在灵宝殿2层无人问津，不是因为别人看不上他，而纯粹是因为这玩意儿太贵了，没人舍得买。在阵法一道有些研究的云瑶便一直对这四方灵龟阵眼馋无比。可是他辛苦多年攒下的灵石，用来准备筑基丹都有些相形见绌，又怎么买得起这个连诸多筑基期弟子都舍不得买的四方灵龟阵？却是没想到，一转头自己这位才刚刚炼气6层的师弟就把四方灵龟阵给搬回家了，真是人比人气死人。不过云瑶也清楚陆晨的财力，这可是随手一炼就是上品丹药的男人，甚至还获得了堂堂丹峰峰主慕言熙的认可，买得起四方灵龟阵，云瑶并不很是诧异。只是一个炼气期的修士用这等阵法守宅，未免有些浪费了。师弟，你怎么突然想起来买阵法，还是四方灵龟阵这等级别的？话音未落，见陆晨脸上挂着意味深长的笑容，云瑶顿时反应过来了，这小子是因为前日的乌龙事件，这才买下了四方灵龟镇守宅，避免劫仙原时再被人撞见。见陆晨一副师姐你懂我的表情，知道自己猜对了的云瑶彻底无语了。败家子啊，只是想起到这么点作用，随便一个2、300灵石的阵法就足够了。这家伙偏偏用这么顶级的阵法，这就是有钱人的任性吗？他也好想这么任性一次，可惜他没有这家伙那么逆天的寻找灵芝与炼丹的能力。罢了，还是继续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吧。云瑶叹了一口气，不过他也清楚，其实虽比不上陆晨那么豪，他也绝对算不上穷，甚至还比许多同门师兄弟要富裕不少。其中利益自然是他所苦心钻研的阵法一道为他带来的。可是和陆晨这家伙比起来，依旧是一个天一个地，完全比不了一点。虽然很想研究一下这四方灵龟阵，但云瑶今天还得去忙进入内门的事务，因此并未在陆晨这里逗留太久。约定好下次来找陆晨研究阵法后，云瑶便告辞离开。陆晨也没有闲着，刚从慕言熙那里得到了那宝贵的洗髓丹，这东西能驱除体内杂质，越早使用对修炼越有益处，因此陆晨也是迫不及待。而想要将洗髓丹的效用发挥到最大，还得需要一些药材辅助才行。陆晨驾驶云雾舟径直来到宗内的灵药店，虽然到合欢城的灵药阁购买价格会更便宜些，但他现在实在着急，也顾不上那些小钱了。这位师兄还请收好，一共是32块灵石。一名娇艳的女弟子将一批药材灵植放到陆晨手中，一边对他暗送秋波。
这就是长得太帅的烦恼吗？感受到这位不知名师妹眼中的魅惑之意，陆晨大方地甩出一袋零食。不用找了。说罢，直接扬长而去。身后那位女弟子连连道谢。多谢师兄，下次再来哟。出了灵药店，陆晨没有在外逗留，直接回到自己的院子烧满热水。陆晨将它们全都倒入一个大木桶内，随后又将刚买来的各类药材、灵植放进水中浸泡。很快，热水的颜色变得浑浊起来，药力也渐渐弥漫在水中。时机已到，陆晨不再犹豫，整个人直接坐进水里。顿时只觉一阵热气扑来，他体内的灵气流转隐约都快了几分。这些药材和灵植都不是很珍贵，组合在一起的效用便是能促进体内血液循环、灵力流转，让陆晨能更好地吸收洗髓丹的药力。感觉身体状态差不多到了巅峰，陆晨取出洗髓丹，犹豫半秒便直接服了下去。之所以犹豫，并非是舍不得这枚珍贵的丹药，而是陆晨记得服用这东西洗精伐髓的过程会极为的痛苦，甚至有记载有修士服用洗髓丹却因身体承受不住痛苦，生生痛死。不过这样的情况极为罕见，更多的也只是痛晕过去，但那也并非陆晨想要见到的。虽然哪怕痛晕也能正常完成洗精伐髓的过程，但若是全程保持清醒，控制着洗髓丹的药力带来的益处要大上许多。我就不信了，一个小小的洗髓丹还能把我给痛晕。陆晨喃喃道。下一秒，一股剧痛猛然袭遍他的全身，让他再也说不出话来。怎么会这么痛？丹药入腹的一瞬间，一股灼烧之感从陆晨五脏六腑间轰然炸开，仿佛有一团团火焰从体内焚烧着陆晨全身。继而他感觉自己浑身上下所有经脉胀痛无比，仿佛有许多人正在疯狂地撕扯着他的身躯。陆晨忍不住在水桶里翻滚起来，浑身痉挛，喉咙里发出痛苦的嘶吼，豆大的汗珠如同雨点般从他额间滴落。痛，太痛了！陆晨只觉得自己的神智仿佛都要被撕裂一般，眼前因剧痛变得模糊起来。不行，不能晕过去。察觉到自己差点晕倒，陆晨强忍住痛苦，瞪大了眼睛，瞪得溜圆的双目中满是血丝。虽然晕倒就不用再那么痛苦，但是却会让洗髓丹的药力损耗许多，那不是陆晨想要看到的。虽然嘴上不说，但对于自己资质之差，陆晨心中一直很清楚。即便有系统的存在让他修为一日千里，但若是能有更好的资质，谁又不想呢？陆晨不想再蹉跎千年，却只堪堪筑基。这一次要干就干票大的。灵根暂时无法改变，那就先从体质入手，强力压下昏厥过去的欲望。陆晨控制着体内的药力，不再让他们如同无头苍蝇一般随意乱撞，而是分别去往该去的地方。在那股磅礴的药力，陆晨体内经脉一些原本阻塞的地方被轻而易举地冲开，而随着药力融进他的血肉，融进他的骨骼，陆晨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正在变得越发的坚韧。好恐怖的药力！陆晨心中暗暗想着，他体内经脉之宽本就远超同阶修士，不逊色于筑基期。在这洗髓丹的帮助下，他的经脉竟还在进一步的扩宽。陆晨虽未亲眼所见，但他估计便是已经筑基的云瑶，恐怕也远比不过自己了。而在这个过程中，陆晨的周身也渐渐覆盖上一层薄薄的黑泥，散发出一股恶臭。陆晨知道，那是从他体内排出的杂质。终于，在陆晨快要坚持不住之际，那股剧痛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浑身的舒畅。洗髓丹的药力已然耗尽，洗去身体表面的黑泥，陆晨满脸惊喜之色。他感觉到此时自己的身体状况可谓是前所未有的好，让他忍不住想要仰天狂笑上两声。体内灵力的流转速度明显变快，空气中的灵气也能更加轻易地被他吸入体内炼化，收为己用。这洗髓丹果然名不虚传。从木桶中离开，陆晨又简单地冲了个澡，这才端坐在一具蒲团上，细细感受起身体的变化。越是感受，他便越是惊喜。如果说满分10分，之前陆晨的灵根能打1分，体质能打6分，那现在陆晨的灵根还是1分，但体质却至少到了9分的程度。这洗髓丹给陆晨带来的惊喜实在有些太大了，并且在洗髓丹的帮助下，陆晨明显感觉到自己才刚刚突破的炼气6层境界不仅彻底稳固，甚至隐隐有着向7层继续冲击的势头。或许再过不了几天，他就要到炼气7层了。这等速度简直骇人听闻。小师弟可在家中？就在陆晨沉溺于身体的巨大变化之际，突然一道久违的声音从院外传来。萧师兄！听到这道声音，陆晨眼前一亮，来人正是落霞峰大弟子萧逸，也是陆晨刚入门时曾带他熟悉门内情况的人。萧逸为人正直善良，待人和善，对于这位儒雅师兄，陆晨也颇有几分好感。萧师兄，还请稍等。
陆晨的声音从阵法中传出，随即他急忙简单收拾起屋内。而院外被四方灵龟阵拦住的萧逸也正好奇地打量起这道阵法来。这是四方灵龟阵。身为内门弟子中的佼佼者，萧逸粗略感受了一下阵法的力量，便猜到了它的来源。这道阵法对他而言自然不算太贵，咬咬牙也能买得起。可是现在正用着的却是才入门不到2个月的小师弟陆晨，这就让他很是意外了。有几个炼气期修士用得起这连一般筑基修士都舍不得买的阵法，自己这小师弟财力竟如此丰厚，看不出来啊。就在萧逸感叹之际，很快陆晨再度给了他第2个震撼。随着陆晨收拾完毕，打开阵法，看到站在院内的陆晨，萧逸打量了2眼后，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无比的精彩。炼气6层，小师弟，我没看错吧？萧逸张大了嘴，手中一直摆着的扇子也停止了晃动。虽然陆晨还只是炼气期，暂时没有机会进入落霞峰，但是担心这小子在外门被人欺负，萧逸也一直对陆晨的情况有所关注，因此他也早已经知道了陆晨炼丹师的身份。所以对于陆晨能买下四方灵龟阵的惊人财力，萧逸虽有些惊讶，却还不至于被吓到。但看到陆晨以杂灵根的资质，在短短不到2月内摇身一变进入炼气6层，萧逸彻底坐不住了。小师弟，你真的是杂灵根？与云瑶一般，萧逸也对陆晨的真正资质起了怀疑。走，我带你上落霞峰，让师尊给你好好查看一番。见萧逸上前来，拉起自己就要走，陆晨连连摆手。萧师兄，别。很快在陆晨的解释下，得知亲自探查陆晨灵根的乃是银月长老，萧逸也只能作罢。看来你小子倒是有几分机遇。萧逸颇有些感叹，他当然很清楚陆晨的这种情况绝对不太正常，可是哪个修道之人没点秘密呢？萧逸也不欲深究，只要陆晨能有所进步就好。看来可能要不了多久，小师弟你就能真正拜师进入落霞峰了。师兄说笑了，我还差得远呢。2人一边闲聊着，一边走进院内。一块药田顿时吸引了萧逸的注意。前些时日柳如雪送来的诸多灵植，其中大部分都被陆晨炼制成丹药或者卖掉，但也有一小部分被他随手种下，成了这块药田。在陆晨悉心的照料之下，长势也还算喜人。师弟在炼丹一道上果然本事不小。萧逸忍不住啧称赞。陆晨炼丹师的身份他自然早就知晓，可是这小子不仅炼丹种灵植，同时修为进展还如此迅猛，这就难能可贵了。师弟你辛苦了，等回峰我一定在师尊面前多提2句。拍了拍陆晨的肩膀，萧逸语重心长道。在他看来，陆晨能取得这份成就必定是不眠不休，日夜辛劳所致。不知道自己在萧逸心中已经被戴上了勤奋达人的帽子，陆晨连忙道：那就多谢师兄了。虽然陆晨还一直没有见过自己那有名无实的便宜师尊，但对方既然是一峰之主，想来修为起码也是元婴才对。这等人物手里随便露出来一点都是天大的造化啊。刚从慕言熙那里得了大好处的陆晨食髓之位，自然不会拒绝萧逸的好意。很快2人来到屋内，刚一坐下，萧逸便轻咦一声，似是发现了什么。一旁陆晨笑道：果然瞒不过萧师兄，实际上师弟刚服用完洗髓丹没多久，难怪我一进屋就闻到一股浓烈的药香，只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竟是洗髓丹。对于洗髓丹，萧逸并不陌生，身为落霞峰大弟子，他也曾有机会服用过。而身为外门弟子的陆晨能有机会服用洗髓丹，本该极为不可思议之事，但在经历了刚才接二连三的震惊，萧逸已经有些习惯了。在这小子身上发生什么不符合常理的事，似乎都是正常的。2人闲聊着，萧逸也终于说出了此次来意。门内大比。没错。萧逸点了点头，继续道：我宗每3年都会举行一次门内大比，用以检测弟子们的修炼状况。你可别小看这门内大比，若是能名列前茅，不仅奖励丰厚，并且还有一些特权。闻言，陆晨顿时来了兴趣。哦，还请师兄解惑。只听萧逸缓缓开口：小师弟应该也知道，在我宗分为外门内门，比起外门，内门弟子不仅地位更高，所享有的修炼资源也更加丰厚。但是除去少部分极其优秀的天才，大部分弟子想要进入内门都得在一定年龄内筑基才行。这个我清楚。陆晨点了点头。如那陈氏兄妹陈以清与陈以宁便是破格进入内门，而云瑶则是以正常途径在筑基后才拥有进入内门的资格。这一点虽看似有些不公平，但没人能有什么怨言。或是家世，或是灵根，或是天资，每个人从一生下来就注定享有不公平的待遇。天资够高，灵根卓越者可轻松1日千里，而资质普通者
唯有勤能捕捉。但即便如此，也往往会被天赋出众之人远远甩在身后。修仙从来并非一片坦途，而是伴随着无数的残忍与不公。陆晨早已见惯不惯，神色如常地听着萧逸继续说来。若是能在门内大比中脱颖而出，外门前3者可提前进入内门，这对诸多外门弟子无疑是个极大的诱惑。小师弟，我知道以你现在的修为，想要在大比中夺得前3还有些困难，毕竟在你前面还有不少炼气9层、10层的师兄师姐。但是师尊在派遣我来时曾亲口说过，若你能在本次门内大比中表现突出，他会赠予你一件宝物，而若是能进入前10，他会请求掌教，特许你提前进入落霞峰。提前进入内门，这对诸多外门弟子而言无疑是个巨大的诱惑。进入内门意味着更高的地位、更好的资源，但是对陆晨而言，相比起能够进入内门赠予的那件宝贝，无疑对他的吸引力更大。若是能与洗髓丹一般，对他的益处可谓无穷无尽。没想到我居然还挺受关注的。陆晨淡淡一笑，萧逸点了点头道：那是自然，小师弟，我们落霞峰一脉人比较少，不比其他峰，但是人少也有人少的好处，不仅资源分配上更占优势，师尊对我们的关注也比其他峰要多，你可别辜负师尊的一番好意。那是自然。陆晨连连点头，也多谢萧师兄辛苦跑一趟。无妨，都是自家师兄弟。萧逸笑了笑，起身道：消息已经送达，我也就不耽误师弟你修炼了。这里有一瓶丹药，是师尊吩咐我交给你的。递给陆晨一瓶丹药后，说着，萧逸又拿出几张符篆，还有这几张灵符是师兄自己的收藏，就送给小师弟你防身用。多谢大师兄，也多谢师尊赠丹。没想到居然还有礼物拿，陆晨目露喜色，连声道谢。很快，萧逸扬长而去。陆晨也打开丹药看了看，炼金丹。这丹药虽比不上慕言熙所赠的洗髓丹，但也还算不错，对炼气期的陆晨而言大有用处。而萧逸所赠的几张符篆，攻击类与防御类各占一半，这让陆晨大为感动。没想到自己那个便宜师尊人还挺不错的。陆晨喃喃道：不过想来也是，大师兄萧逸如此平易近人，那位自己尚未谋面的师尊必定也不会差。将这份好意暗暗记下，陆晨并未耽搁，继续修炼起来。另一边，九阴峰站在峰主殿内，云瑶有些惴惴不安。今日便是他正式进入九阴峰的日子。此刻，峰主宁玉真人端坐于主位之上，在其侧，诸位长老依次而坐。弟子云瑶见过峰主，见过诸位长老。云瑶躬身一礼，被眼前的阵仗吓了一跳，但同时他的心中也颇有几分欣喜。一般而言，普通弟子进入内门最多有1-2个长老接见，若运气好，或许能被其中一位长老收为弟子，地位大涨。而云瑶身为外门中的佼佼者，天赋不俗，资质不错，因此才能获得这等待遇。宁玉真人的目光在云瑶身上扫视一番，顿时云瑶只觉被对方看了个清楚，一切秘密一览无余。不错。最终宁玉真人满意的点了点头。其实以云瑶的资质，当初险些便有机会被直接收入内门，不过最后还是棋差一掌。但是在外门摸爬滚打数年时间，对云瑶而言也是一件好事，确实是难得的人才。一旁几位长老对视一眼，也是纷纷赞不绝口。最终白发苍苍的老妪银月长老站起身来，看向云瑶，开口道：听说你与我门下弟子顾小柔有几分交情，既然如此，你可愿拜入我银月门下，成为我的亲传弟子？弟子愿意。弟子云瑶见过师尊。闻言，云瑶连声答应，颇为的激动。银月长老在九阴峰也是有数的高手，能拜入他的门下，云瑶自然求之不得。好好好。见云瑶如此上道，银月长老满意大笑。一旁诸位长老也是纷纷贺喜，恭喜银月长老喜的爱徒，我九阴峰又多一位人才。数日后，院子内，陆晨脸色有些怪异的看向云瑶，开口道：云师姐，你居然拜入了银月长老门下？没错。云瑶笑意嫣然。我也有些没想到，毕竟师尊的实力在九阴峰内也在前3之列，能入他的法眼还颇有些不容易呢。陆晨一时语塞。云瑶说的还真没错，银月那老家伙别的不好说，但眼光却是相当的高。因为自己乃是杂灵根，哪怕体质有些特殊，却也被他直接一脚踹掉。虽然陆晨也清楚灵根的重要性，但一想起这件事，他就气得牙痒痒。还有他那个徒弟顾小柔，更是狗眼看人低，以为自己是阴阳圣体时对自己温柔如水，得知自己乃是杂灵根，则是直接将自己视为无物。云师姐，你可不能变成那样。陆晨心中暗暗发愁。他对云瑶一直颇有几分好感，不只是贪恋她的身体，
也对云瑶的性格颇为欣赏。可是将来他与银月师徒二人接触的多了，难免不会改变。似是看出了陆晨心中所想，云瑶温柔安慰他道：“陆师弟，别人不知道你的特别，难道师姐我还不清楚吗？别担心，哪怕师姐我上了九阴峰，入了内门，只要师弟想，也随时可以与我结仙缘。”说着，云瑶用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的心意。一时间，陆晨不禁想起了银月那老家伙，那么看不起老子，但你的爱徒现在不照样被我收拾了？等到陆晨醒来的时候，已经日上三竿。只听吱呀一声，陆晨推门而出，沐浴在阳光之中，他只觉神清气爽。昨夜在陪陆晨荒唐了许久后，云瑶便悄然离开。回忆起云瑶的温柔，陆晨也是满脸惬意。在院内的一张躺椅上坐下，陆晨开始打量起自己的修为状况。昨日他本就已经达到瓶颈的修为，在与云瑶二人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成功突破。现在修为已然来到了炼气7层，虽然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洗髓丹的功劳，但对于这个速度，陆晨还是相当满意的。距离门内大比只有不到半月的时间了，突破到炼气7层又多了几分把握。虽然陆晨并不是很着急进入内门，但若是能在大比中一展头角，自然是好处多多的。就在陆晨喃喃自语之际，院外一道身影飘然而至。陆师兄！透过阵法见到正在院内晒太阳的陆晨，徐莹莹连连招手，大声道：“是这小妮子。”见到徐莹莹来访，陆晨顿时眼前一亮。上次他与徐莹莹的好事被后来的柳如雪给打断，对于这个娇俏的小师妹，陆晨还是颇有几分垂涎的。现在对方主动送上门来，陆晨自然颇为开心。打开阵法，陆晨将徐莹莹迎入院内。陆师兄真是好雅致，今天天气也确实挺好的。与陆晨寒暄一番后，徐莹莹又转头看向将小院笼罩的阵法，只见那道光幕薄如蝉翼，看上去仿佛轻轻一拍就会碎开。陆师兄，这是什么阵法？徐莹莹忍不住好奇问道。不同于云瑶，她对阵法可谓是一窍不通，自然也看不出这阵法的不凡。陆晨淡淡一笑：“此乃四方灵龟阵，徐师妹，你别看那光幕很薄，但却坚韧无比。”徐莹莹并未听说过四方灵龟阵的大名，听陆晨说这看起来薄如蝉翼的光幕实则坚不可摧，她顿时来了兴趣。不知道我多久能把这阵法给打破？你打不破？看了徐莹莹一眼，陆晨笑着摇了摇头。若是连徐莹莹这个炼气4层的小丫头都能打破四方灵龟阵，那她这么多灵石岂不是全白花了？陆师兄，你看不起人？徐莹莹撅了撅嘴，满脸的不信。陆晨笑了笑：“徐师妹若是不信，可以尽管一试。若你能打破，师兄送你10瓶上品归元丹。”此话当真？闻言，刚才还只是稍有些兴趣的徐莹莹顿时瞪大了一双美眸，大大的眼睛里写满了2个字：财迷。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陆晨点了点头，又道：“不过，若是师妹不能打破。”说着，陆晨目光中带着几分玩味之色，在徐莹莹身上扫视了一番，眼中的欲望毫不掩饰。面对陆晨有些赤裸裸的目光，徐莹莹不仅不避，反而大胆的抬头挺胸，任君观赏。那师妹就任由师兄处置。上次他拿了陆晨不少好处，这次前来本就做好了准备。不过，相比起那事，现在更让徐莹莹感兴趣的是这赌约。若是他能侥幸赢下整整10瓶上品归元丹，说一夜暴富也不为过。一时间，徐莹莹踌躇满志，斗志昂扬。师兄，你看好了！只听徐莹莹娇喝一声，一团流动的水流出现在她手中。凝水诀，这是阴阳宗诸多可供外门弟子修行的低阶术法之一，也是徐莹莹的看家本领。她身怀水木土3灵根，资质算不得太好，但是这凝水诀在她刻苦修行下，倒也有了几分威力。去！在徐莹莹的操控下，那团水流凝成一道水箭，朝着阵法急射而去。在徐莹莹的想象中，在自己全力施为下，这道阵法即使不破，起码也要被撼动几分。但是结果却让她大跌眼镜。只见那道水箭来势汹汹，射到光幕之上，却如尼龙入海般，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别说让阵法撼动了，就连几层涟漪也未能激起。这……徐莹莹傻眼了，这和她想的不一样啊！剧本不是这么写的。她知道陆晨敢如此豪赌，必然对这阵法有足够的信心。但自己虽才炼气4层，却境界凝实，灵力如炼，比起一般的炼气5层也不遑多让。因此，徐莹莹想过自己打不破这阵法，却是没想到连微微的撼动她一下也做不到。丢人，太丢人了！徐莹莹捂住了脸，即便再不懂阵法，她也清楚眼前的一幕代表着什么。原来陆师兄不是看不起她，而是说的大实话而已。呜呜！徐莹莹欲哭无泪地看向陆晨，
陆师兄，你直说吧，你这阵法多少灵石买的？见徐莹莹一副吃瘪的表情，陆晨哈哈大笑，强忍着嘴角，云淡风轻的开口道：不多，也就4500灵石。多少？徐莹莹以为自己听错了，4500灵石，这他得挖多久的灵值才能赚到啊？也难怪自己用尽全力也无法撼动其分毫，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陆师兄，你欺负人！徐莹莹嘟起了嘴，不满道。陆晨笑了笑，我早就说过你打不破，你自己不信而已。我不管。徐莹莹耍起了小性子。好啦，在徐莹莹的小脑袋上摸了摸，陆晨笑着道：大不了师兄等会儿再送你2瓶归元丹就是。当真？徐莹莹眼睛一眨，脸上哪还有半分委屈的样子。对着变脸如翻书的小丫头，陆晨也是有些哭笑不得。顿了顿，他又道：不过师兄有些条件。师兄请说。伏在徐莹莹耳边，陆晨悄声说了几句话。与此同时，徐莹莹的脸也变得越来越红，最终熟成了一个小苹果。师兄你这……徐莹莹满脸震惊地看向陆晨，眼中满是不可思议。而陆晨则是摸了摸鼻子，厚脸皮的他毫无丢人的感觉，追问道：怎么样，师妹？师兄说的，你愿不愿意答应？我……徐莹莹一时语塞，回想起陆晨刚才所说，他简直羞得不行。虽然进入阴阳宗许久，他也并非未经人事，但哪有人第一次就在外边？况且万一被来来往往的同门师兄弟看到，那可就丢人丢大发了。似是看出徐莹莹心中的顾虑，陆晨咳嗽了一声道：徐师妹不用担心。随着陆晨话音落下，只见原本还透明的阵法竟是悄然一变，隔断了外界的视线。不仅如此，就连神识也根本无法伸进来。当然现在的徐莹莹还远没有修出神识，她只知道虽然还是露天，但起码不会被路过的同门看到了。犹豫了一下，徐莹莹银牙一咬，做出了决定：师兄得加钱。没问题，再加1瓶。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金丹一层鬼魂徐莹莹进行亲密接触，奖励100块下品灵石。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金丹一层鬼魂徐莹莹进行深度接触，徐莹莹好感度70，奖励200块下品灵石。半个时辰过后，60分钟。陆师兄，你可满意了？他的声音微微有些虚弱，不过他的付出也是有回报的。陆晨十分豪气地拿出4瓶归元丹放到了徐莹莹面前。多谢师兄。见到陆晨又加了1瓶，刚才还有气呼呼的徐莹莹顿时喜笑颜开，谁会和灵石过不去呢？这些归元丹他即便是直接拿去卖了，也能得上数百块灵石，若是自己服用，对于才炼气4层的他更是受益无穷。你个小丫头，只要能让师兄满意，少不了你的好处。陆晨笑了笑，随即他耸了耸肩，一旁的徐莹莹立刻秒懂他的意思，乖巧地凑上来，在陆晨肩膀上揉捏起来。而陆晨则是满脸惬意地享受着，这日子简直是神仙过的。最重要的是，陆晨不仅能享受，同时修为也能突飞猛进。这要是让别的同门师兄弟知道，还不都得极度的牙痒痒？就在陆晨尽情享受之际，一旁徐莹莹凑了上来道：陆师兄，其实我此次登门拜访，还有一件要事，是为了将一件东西交给你。哦，什么东西？居然劳驾徐师妹，你大驾？陆晨颇有些好奇。这些时日，柳如雪都在忙着准备筑基之事，因此秘境小分队的管理仪式就暂时落到了徐莹莹的头上。只见徐莹莹神秘兮兮的从储物袋内拿出一株灵植，放在了陆晨的面前。这是玉髓枝。看清眼前的东西，陆晨顿时满脸喜色。这玉髓枝其实并不是什么特别高等的灵植，但却颇为罕见，而它唯一的作用也仅是用来炼制定年丹。这在别的一些宗门，例如全是汉子的元阳宗，玉髓枝或许并不是那么受欢迎，但这里乃是阴阳宗，靠脸吃饭的阴阳宗，因此在阴阳宗定年丹一度被卖脱销。到现在灵药店还一直紧缺着，想要买上1枚定年丹都得靠关系才行。也难怪徐莹莹会如此神秘。这是你找到的？陆晨惊喜道。那是自然。徐莹莹得意的点了点头。我一找到这玉髓枝，简单收拾一下就来找师兄你了。不知师兄你是准备把它卖掉，还是……当然是用来炼制定年丹。陆晨毫不犹豫的开口。单单玉髓枝的价格虽然也不低，但若是就这么卖掉，未免有些太可惜。这次算你大功一件，等我将定年丹炼制好后，少不了你的那一份。闻言，徐莹莹顿时满脸喜色，这也正是她的目的所在。没有哪个女子不想自己容颜永驻，更何况在这靠脸吃饭的阴阳宗，定年丹的意义远超它的实际价值，要不然也不会一丹难求。
得知陆晨会练制定颜丹，徐莹莹也顿时放下心来。以陆晨一贯大方的作风，绝不会亏待了自己。那我就先谢过陆师兄了。徐莹莹俏皮地说着，惹得陆晨又是一阵哈哈大笑。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因为要管理秘境之事，徐莹莹也没有在陆晨这里久留。又待了一会儿后，她便向陆晨告辞道：“陆师兄，师妹得先回秘境去了，还有好多事情需要处理，辛苦你了。”看着自己的左膀右臂之一，陆晨诚挚地说了一声。若是没有柳如雪与徐莹莹的存在，他恐怕也得忙得焦头烂额，哪会如此悠闲，早点能吃上定颜丹，就算再累，心里也是甜的。开了句玩笑，徐莹莹就欲离开，陆晨却是拦住了她：“徐师妹，正好我也去灵药店一趟，顺便送你一程。”陆晨此去自然是去购买炼制定颜丹所需的其余材料。还好，炼制定颜丹除了主材玉髓之外，别的都是颇为常见的草药灵植，购买起来很是容易。一旁徐莹莹自然也知道陆晨的目的，只是她有些好奇陆晨要怎么送自己一程。对方又还没筑基，无法御剑飞行。就在徐莹莹疑惑之际，陆晨径直将自己的云雾舟拿出，从储物袋内溢出来。刚才还巴掌大小的云雾舟迎风而长，短短几息之间就变得硕大无比，能轻松承载下10来人。果然如此，我就知道陆师兄你靠的是超能力。看着这精美无比的云雾舟，徐莹莹一边啧啧称奇，一边迫不及待地走了上来。这还是她第一次做这等飞行法器，平日里来往全靠一双腿，但也没办法，在炼气期买得起飞行法器的弟子可谓寥寥无几。看出徐莹莹眼中的羡慕之色，陆晨哈哈一笑道：“若是师妹喜欢，过些时日我送师妹一件。”当真？闻言，徐莹莹顿时激动无比。当真？陆晨点头。毕竟之后秘境内的诸多事务还得由徐莹莹来帮他处理。这次徐莹莹还找到了玉髓枝，即便许诺了他一粒定颜丹，也是自己赚大了。陆晨心里面清，对于徐莹莹这等有大功劳的人才，自然不会吝啬。那我就先谢过陆师兄了。徐莹莹一张俏脸，笑得如花一般。她万万没想到自己此次前来居然能有这么多的好事。坐稳了，师妹。在陆晨的声音中，云雾舟飞去，以极快的速度朝着远处疾驰而去。感受到强烈的风从自己鬓边刮过，徐莹莹再一次确定自己当初选择抱上陆晨这条大腿是件多么正确的事。告别徐莹莹，陆晨便前往灵药店购买炼制定颜丹所需的其他材料。这些材料都不是什么珍贵稀罕之物，很快陆晨便把东西买齐，准备离开。就在他驾驭云雾舟来到半空之际，突然下方一道身影吸引了他的目光。江鹤，这家伙倒是许久未见了。本懒得关注这家伙，只看了一眼，陆晨就欲离开。但是对方的行踪却突然吸引了他的目光。这江鹤一直往丛林里去干什么？见江鹤一副鬼鬼祟祟的模样，往密林深处而去，陆晨眉头微锁，回想起当初周生对自己的忠告。虽然最终江鹤的报复无疾而终，但出于警惕，犹豫片刻，陆晨还是收起云雾舟，悄悄跟了上去。密林中，江鹤行色匆匆，很快他来到一棵树下，吹起口哨，模仿出某些鸟类的声音。几息过后，一道黑影悄然出来。你想好了？虽看不到黑影的模样，但他的声音中透露出几分诡异，嘶哑无比，让人听之便毛骨悚然。想好了，只要你能帮我杀掉我的仇人，我就答应让你与我共生。江鹤眼中充满了恨意与疯狂。这道黑影乃是很久以前他来这片密林时无意撞见的。江鹤不知道他曾经是何等修为，但现在的他仅仅只剩下一抹残魂。当时的他告诉江鹤，只要江鹤愿意与他共存，主动放开心神接纳对方，他便愿意传授江鹤诸多秘术，让江鹤战力大幅提升。同时他生前还藏有秘宝，待到江鹤修为到达一定境界，还可前往搜寻，保证江鹤从此法宝灵石不愁。如此巨大的诱惑自然让江鹤颇为心动，但是江鹤也不傻，对方虽仅剩一缕残魂，但那不经意间透露出的森然魔气，还是让他明白了对方曾经的身份。魔修在东荒，魔修不说人人喊打，生存的土壤也极少，而阴阳宗向来自诩正道，自然不屑于与这等魔修为伍。江鹤担心自己接纳了这魔修，若是事发被赶出宗门事小，甚至有可能直接被宗门前辈当场就地正法了，那样再多的秘术再多的宝贝也于事无补。因此江鹤打消了这个念头。可是随着云瑶离他而去，陆晨的名声之响亮在外门与日俱增，让得江鹤彻底被冲昏了头脑。我不仅要他死，我还要在宗门大比中当着云瑶，当着所有师兄弟的面彻底的虐杀他。宗门大比严格意义上而言不允许下杀手，但是毕竟刀剑无眼，偶尔有弟子失手杀人也在所难免。
在前几届的宗门大比中，便发生过2起这样的事，被失手杀掉的弟子修为不高，也没有什么背景，最后都不了了之。而失手杀人者也不过是关上几个月的禁闭而已。而经过调查，江鹤自认为对陆晨已很是了解，对方几个月前还不过是个望云瑶楼星探的普通人，在宗门内也是毫无背景，天赋更是可怜至极的杂灵根，得不到宗门半分重视。虽不知道为何这家伙竟有几分炼丹天赋，大肆敛财，俘获了不少同门师姐妹的芳心，但终究只是一个杂灵根。这样的人若是在宗门大比中被自己失手所杀，自己也不会有太重的惩罚。江鹤想得很清楚，虽然以自己炼气10层的修为，他自认为无需借着残魂之力，陆晨也绝不是他的对手。但是想要击败陆晨容易，想要击杀却难。毕竟在宗门大比中必会有宗门前辈旁观，若自己在陆晨不敌的情况下痛下杀手，必会被宗门前辈所阻拦。而想要光明正大杀掉陆晨的最好机会，便是与对方交手中突然施展一项威力巨大的秘术，让旁观的宗门前辈来不及反应，便将陆晨当场击毙事后，再装出一副没想到陆晨如此不堪一击的模样。如此一来，不仅心腹大患可除，宗门对自己的惩罚也会倾斜，同时自己还能在云瑶与诸多同门面前出尽风头。到时候见到自己亲手将他的小情郎杀掉，不知云瑶那贱人会作何感想。想到那一幕，江鹤便浑身舒畅，爽得不得了。没问题，区区一个炼气6层的弟子，我随便传授你一项秘术，你修行上数日便能轻易秒杀他。那黑影听了江鹤的要求，毫不犹豫道，若是与江鹤同阶，想要瞬间秒杀，那或许还有些难度，毕竟现在的他只是一抹残魂，无法动手，只能让江鹤自己来。但对方竟比江鹤还低上几阶，那想杀之简直轻而易举。就在二人密谋之际，远处屏气凝息的陆晨完全听不到二人在说些什么，他也不敢靠太近，毕竟且不说江鹤修为高于他，那道黑影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不过即便听不到二人的对话，但陆晨还是勉强看见了江鹤那满是恨意的一张脸。而要说整个阴阳宗，谁最让此刻的江鹤最为痛恨，无疑只有自己了。对于这一点，陆晨还是很有自觉的。这家伙八成在密谋对自己不利之事。哎，果然心境太差，难怪一直困在炼气10层，迟迟无法筑基。陆晨摇了摇头，更换道侣之类的事在阴阳宗比比皆是，而自己也从未做过逼迫云瑶之事，每一次都是对方愿意甚至主动的。因此陆晨对于江鹤心中没有半点愧疚之意。毕竟江鹤修为停滞，已然跟不上云瑶的步伐，那么他被抛下早已就是注定之事。那个人不是他陆晨，也可能是张晨、王晨。而江鹤纠结于这一点，甚至还记恨，屡次想要报复于他。此等心境在阴阳宗内，若是被前辈长老知道了，是被要训斥的。若是在凡俗，他陆晨自然不占理。可这里是阴阳宗，那他的做法便是天经地义。江鹤这家伙，这香了。为避免被发现，陆晨没有再继续暗中观察，悄然离去。得知江鹤对自己有不利的想法，虽然不知道对方具体想要做些什么，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为了避免出现意外，陆晨犹豫了一下，便选择折返，回到了灵药殿。陆师兄，不知道你有什么需要？见陆晨前来，刚才接待他的那个师妹便立刻满脸笑容地迎了上来。这些时日在灵药店，陆晨已是越发的出名了。他虽在灵药店花费不多，但却在灵药店出售过数次各类丹药，数量巨大不说，并且所有丹药都是上品，价值不菲。因此不少在灵药店打工赚灵石的弟子都知道，这位也可是个豪。陆晨每次前来，哪怕只是买上几块灵石的普通灵植，接待的弟子也都笑脸相迎。毕竟万一哪天这位也豪兴大发，大肆采购一番，从他手里虽然漏点出来，拿点提成，都是一笔不菲的灵石，享受着与其他外门弟子截然不同的待遇。陆晨满脸惬意地开口：师妹，给我拿点高阶的丹药来。需要什么类型的？那个娇俏的师妹眼前一亮，除了筑基丹，什么类型的都要。陆晨豪气的大手一挥，不管是短时间提升境界，还是疗伤，还是驱除心魔，统统都给我来一份。陆晨也不知道江鹤会用什么方法来对付他，总而言之有备无患，反正他也不缺这点灵石。是。娇俏师妹闻言顿时满脸喜色，他知道今儿个自己的造化终于来了，可算是让他等到了。陆师兄，您稍等片刻。说完，娇俏师妹扭着腰，急匆匆地走进了里间。不一会儿，她便端着一个玉盘走了出来，上边堆满了各类瓶瓶罐罐。如陆晨所言，各类丹药可谓应有尽有。这些丹药几乎都是因修为不足，现今陆晨还炼制不了，因此价格也都颇为不菲。
娇俏师妹一一为陆晨介绍起来。陆师兄，这是九骸丹，可治疗绝大部分伤势，无论外伤内伤。此乃玉液丹，服下后一定时间内可保证神魂坚固，不受外界所扰。此乃破境丸，可让服用者在1炷香时间内修为短暂提升，筑基期能提升1个小境界，炼气期能提升3个小境界。听完师妹的介绍，陆晨满意的点了点头。其实这些丹药他都是认识的，甚至还都会炼制，只是因修为问题，暂时只能购买。不过见这位师妹态度热情，介绍的如此详细，陆晨不忍负了她一片好意，也就勉强听完了。师妹，你直接说多少灵石就行。见对方介绍完毕，陆晨开口问道。师妹笑了笑，报出了一个数字：1800灵石。两人这边的场景早已经吸引了诸多的目光，毕竟平日里哪会有人一下子买那么多高阶丹药。在庞大梁的众人都在好奇这批丹药的价格，听到这么个天文数字，顿时纷纷倒吸一口凉气。他们知道这些丹药贵，但没想到居然这么贵啊！对于这个数字，陆晨倒是心中有数，点了点头，随即他便将灵石全部付清。虽然这个价格不低，但对他而言还不算什么。见此一幕，周围的众人再度纷纷感叹，不愧是陆晨，不知道自己在这灵药店已经有了几分名声。收起丹药，陆晨随即离开。不过他并未直接回自己的小院，而是驾驶着云雾舟再度来到了灵宝殿。不知为何，回想起那道黑色身影，虽看不到其容貌，听不到其声音，但只是远远看上一眼，陆晨便觉得心中有些发悸。为了稳妥起见，他决定到灵宝殿再度采购一番法宝、符篆，又买了许多好东西，几乎足以将自己武装到牙齿之后，陆晨这才心满意足地飘然离去，只留下身后接待他的江兰兰满脸幸福与崇拜地望着他。回到院子，陆晨启动阵法，而后他便径直拿出了丹药、玉髓汁以及炼制定颜丹所需的诸多材料。除去记忆中的诸多丹药，这定颜丹可以说陆晨这18年光阴中炼制的最为珍贵的一种丹药。他对修炼没多少提升，但对阴阳宗的诸多仙子却是价值连城。为了保证成丹率与丹药的品质，陆晨特意调息一番，甚至还服用了一枚凝聚心神的丹药，这才开炉。大火升腾，一件件材料被陆晨抛入炉中，飞快地融化。见情况差不多，陆晨不再犹豫，手中的玉髓汁也精准地落入了炉中。同时他右手一挥，控火术运转，火焰顿时变得小了许多。玉髓汁颇为珍贵，比起别的药材也要娇贵不少，只能用小火慢灼，若是用大火，转瞬之间就可能化为灰烬。陆晨不敢大意，全神贯注，保证着火焰的大小。终于玉髓汁在小火的灼烧中渐渐化为汁液，与其他药材、灵植融合在了一起。与此同时，各类药材的香味也渐渐弥漫开来。只见陆晨左手一挥，数团药液猛然悬于半空，继而缓缓凝聚成了丹状。与此同时，空气中弥漫的香味也达到了顶峰。丹成。看着悬于手心的5枚丹药，陆晨喜不自胜。他原本的预期应该是4枚，没想到最后竟成丹5枚，倒是有些超出他的预料了。以定颜丹的珍贵，这样的成丹率绝对算得上是相当高的了。不错不错。看着手中几枚圆溜溜散发着香味的小东西，陆晨满意点头。这东西可不比筑基丹便宜多少，每多1枚那都是天大的好事。徐师妹1枚，柳师姐1枚，云师姐1枚。心中默默想着，陆晨已经为这些丹药分配好了主人。当然除开采来玉髓汁的徐莹莹，剩下几人想要这定颜丹，自然是需要付出些代价才行的。数日没见柳师姐，正好去看看她筑基之事准备的如何了。一炷香后，陆晨驾驶着云雾舟来到柳如雪的住处。与陆晨一般，尚未进入内门的柳如雪还没有资格开辟洞府，只能在九阴峰下拥有一座小院子。不过与陆晨略有不同的是，柳如雪的院子明显要比陆晨的大上许多。区别对待是吧？陆晨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不过想想也是，柳如雪的灵根虽不太适合修为阴阳宗的功法，但是以对方的灵根资质，放到外边别的宗门，那都是被四处抢夺的天才，相比自己这个杂灵根，有些许优待也不奇怪。柳师姐在家吗？陆晨在院外叫了2声，却是无人答应。奇怪，陆晨皱了皱眉头，他明明感觉到屋内有一股寒意透出，而能制造这股寒意的必定是柳如雪无疑，可为何人明明在，却不答应自己呢？莫非是上次的事他还耿耿于怀，心中对自己有意见？不过2人早已经是知根知底的关系，陆晨才管不了那么多。好在不像自己的院子一般有阵法守护，显然柳如雪没心思把灵石花在这方面。见柳如雪不答应，
陆晨也毫不犹豫的直接进了院子，撞开了柳如雪的屋门。柳师姐，怎么不理我？还在生气呢？一边说着，陆晨一边进入里屋。然而，入眼的一幕顿时让他猛然一惊。只见此时的柳如雪正盘坐在一个蒲团上，在她的周身，无数寒气几乎凝成实质，而她自己本人更是几乎冻成了一个小冰人，身体表面覆盖了一层薄薄的冰霜。似是感受到了陆晨的到来，柳如雪尽力的想要睁开眼睛，但那衔着冰霜的睫毛只微微颤动了2下，却是无论如何也睁不开。坏了，柳师姐，你怎么了？陆晨大惊，急忙上前查看。此刻他才知道，柳如雪不是故意不应，也不是还在生气，而是根本回答不了自己。知道柳如雪无法作答，陆晨也只能自己判断。很快他就得出了结论，柳如雪似乎是在修炼什么功法，但却不慎走火入魔，被体内的寒气反噬，才成了眼下这副模样。若是换作宗门内其余弟子在这里，哪怕是与柳如雪同样的炼气大圆满，面对此情形恐怕也是束手无策。但陆晨显然不在这个行列。运转无定灵火经，很快陆晨体内的灵力剧烈运转起来，若大江般在他的经脉中奔腾。若有人知道此刻陆晨经脉中的情况，必然大惊，因为陆晨体内经脉之宽竟不逊色于筑基期，灵力之深厚虽还达不到筑基的程度，却也与炼气9层、10层的同门不相上下。陆晨盘坐在柳如雪身后，体内灵力毫无保留地朝着柳如雪传输而去。冰山遇烈火，很快柳如雪体表的冰霜逐渐消融，化作水流离开了柳如雪的身体。陆晨的额头也渐渐冒出了一层细汗。虽然他的灵力深厚远超同阶，但柳如雪的情况实在太差。体表的冰霜虽已全部融化，陆晨的灵力也耗得七七八八，但柳如雪却还是没有半分苏醒的迹象。陆晨知道，这是因为他境界不足的问题。就好像面对一块千年玄冰，若只用一团普通火焰去烧，便是猴年马月过去，也只能让它破个皮。而若是用3昧真火，几息之间就能让其融化。简单来说，以陆晨现在的实力，哪怕运转无定灵火经，也破不了柳如雪的防。无奈之下，陆晨只能拿出了几枚灵药。本以为要到大比时才会用到，没想到却是提前派上了用场。先是服用了恢复灵力的丹药，陆晨也端坐原地调息了一会儿，而后他毫不犹豫地吞下了一枚破镜丸。刹那间，陆晨周身气息暴涨，灵力奔涌，他的境界也被暂时提升至了炼气10层，而他真正的灵力深厚，已不逊色于筑基初期的修士。就这么一枚啊！感受到体内从未有过的汹涌灵力，陆晨苦笑了笑。这破镜丸在他购买的诸多丹药中，无疑是最为珍贵的，不仅仅此一枚，并且价格也几乎是其余所有丹药的总和。本来陆晨还想把这玩意儿当成对付江鹤的杀手锏，到时候他服下此丹药，和筑基期的修士都有得一战。更何况区区江鹤，任他有什么阴谋诡计，自己也能以力破之。不过现在很显然，陆晨的计划泡汤了，但也没办法，人命关天，更何况还是柳如雪。别说一枚破镜丸，便是再珍贵的丹药，陆晨也不会吝啬。收敛心神，陆晨看向依旧浑身僵硬的柳如雪，笑了笑道：“柳师姐，别怕，我这就救你。”说着，陆晨张开双臂，将被冻成冰美人的柳如雪揽入怀中。与此同时，他体内带着无定灵火经气息的灼热灵力，也毫无保留地朝柳如雪传输而去。不知过了多久，就在陆晨体内的灵力几乎再度耗尽之际，柳如雪的嘴唇终于微微颤动起来，原本僵硬无比的身躯也变得柔软下来。柳如雪睁开了眼睛。陆师弟。看到眼前的人，柳如雪一双美眸中满是意外。其实她虽被冻小冰人，但还保有意识，她还以为救自己的会是宗门里的某位前辈，却是没想到竟是陆晨。区区炼气期的陆晨。柳师姐，你醒了。看到柳如雪终于醒过来，陆晨露齿一笑，吐出的气息却带着几分寒意，同时他也将怀里恢复了温度的娇躯松开。陆师弟，你没事吧？柳如雪这才发现陆晨身体的状况，他自己倒是已经安然无恙，但是陆晨却是浑身发抖，裸露在外的肌肤也是一片青紫之色。一时间，柳如雪失了眼眸，他哪里不知道陆晨是为了救自己才变得这副模样。陆师弟，你怎么样了？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柳如雪心急如焚，但是却不敢靠近陆晨，生怕自己身上控制不住的寒意让陆晨伤势更重。陆晨强撑着扯出一个笑容：“我没事，师姐，帮我一下。”在陆晨的指挥下，柳如雪帮他拿出9转还丹服下，丹药一入肚，顿时一股暖意弥漫开来，遍及5脏6腑。陆晨冻僵的身躯也在9转还丹的作用下，渐渐回暖，身躯能动弹，
灵力也逐渐恢复后，陆晨随即运转无定灵火经。他所受的寒毒本就不严重，只是在灵力耗尽后，毫不设防地与柳如雪接触，身体被冻伤，这才成了那副狼狈的模样。如今随着无定灵火经在他体内运转，体内残留的寒毒也尽皆驱散，不留下半分隐患。一旁柳如雪虽不知道陆晨的身体状况具体如何，但也从他逐渐红润起来的脸色以及恢复正常颜色的皮肤也能看出陆晨已然大有好转。见此一幕，柳如雪终于略微放下心来。若是陆晨因他而出了大问题，他会愧疚一辈子的。陆师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还需不需要什么治疗的丹药？需要的话，我马上去买。柳如雪诚挚地询问道。闻言，其实已经没有半点问题的陆晨顿时脸色一变，满脸痛苦地开口道：师姐，我胸口好难受啊！怎么回事？才刚放下心的柳如雪，一颗心顿时再度提到了嗓子眼。她急匆匆地围着陆晨来回转着，一张精致的小脸上满是担忧。莫非是伤到了心肺？那可不得了。没错，陆晨痛苦地点了点头道。不过师姐你别担心，我有治疗的办法。怎么治？得知有办法，柳如雪露出一抹喜色，急忙问道：师姐，你听我指挥，把手给我。在陆晨的指挥下，柳如雪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正等着陆晨的下文之际，突然一股力量袭来，没半点防备的柳如雪直接陆晨一把扯进怀里，紧紧地抱住。软玉入怀，陆晨满脸享受之色。虽然是块寒玉，但胜在够美啊！柳如雪顿时被吓了一大跳，急忙想要挣脱陆晨的怀抱，惊慌道：不行，陆师弟，你和我接触体内的寒毒会更……担心自己再度把陆晨冻伤的柳如雪话音未落，感受到陆晨的身体滚滚热浪袭来，温暖无比，与往常无异。本就聪明的他顿时回过神来，此时他哪里还不明白自己是被陆晨给骗了，只是刚才关心则乱，让他没发现陆晨眼中掠过的笑意而已。一时间，柳如雪有些羞恼的娇哼一声：陆师弟，哪有你这样的？你刚才都快把我吓死了。嘿嘿，陆晨笑了笑道：我也没骗你啊，我的心里真的很空虚，急需师姐来安慰一下我。哼，冻死你算了。嘴上虽这么说着，柳如雪却还是乖乖地依偎在陆晨怀里，任由他四处游走。柳师姐，你刚才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被冻成那样？回想起刚才的一幕，陆晨好奇之余，心中也有些后怕，差一点自己怀里的美人就真成了个名副其实的冰美人了。闻言，柳如雪双眸略微暗淡了下，犹豫几息后开口道：实不相瞒，师弟，我刚才是在修炼我爹娘给我留下的一则秘术，如今我的境界已经炼气大圆满，而那则秘术与我灵根极为契合，修炼有成可以帮我提高筑基几率。只是我没想到那则秘术修炼竟如此凶险，一个不小心差点害死自己。回想起刚才的情况，柳如雪也是心有余悸，若非陆晨上门来找自己碰巧撞见，恐怕再过好几天也不一定有人能发现的了。毕竟虽然他身上那股寒气已然溢出体外，甚至蔓延到了屋外，但平日里知晓他体质特殊的同门见此一幕，也不会想太多，而是敬而远之。也只有陆晨这家伙会直接闯进来，没有陆晨的话，等到宗门发现不对劲，前来寻他的时候，他刚才已经真成一座毫无生机的冰雕了。原来如此，陆晨点了点头。柳如雪的情况一看就知道，必定是修炼出了什么岔子，只是没想到竟是因为修炼他爹娘留给他的秘术导致的。对此，陆晨也没有细问。且不说涉及柳如雪的爹娘，对他而言是个不愿意轻易揭开的伤疤，并且秘术一般都颇为珍贵，只有在关键时刻才会使出，不会轻易示人。而柳如雪所修炼的能让他变成那副模样，不用说也知道，那则秘术必定威力相当不俗。不过陆晨也清楚，自己眼馋也一点用没有，哪怕柳如雪大方的愿意教给他，这一看就是冰灵根才能使用的秘术，他也学不会。但他还是不得不感叹一声，有背景就是好啊。哪怕柳如雪如今落魄至此，却还是有几分底蕴可言，绝非普通人出身的修仙者能比的。师弟，我刚恢复过来，身体还有些不舒服，恐怕不能与你。察觉到陆晨越来越大胆的动作，柳如雪微红着脸道：往日里为了修炼，都是他主动要求陆晨与自己修行，但不知为何，在经历刚才的一些，在面对陆晨，他竟是有些害羞起来。我知道。陆晨笑了笑，动作却依旧没有停止。不能吃，莫非还不能过手瘾不成？这都是刚才救你应得的报酬。一会儿后，陆晨心满意足地收回手，终于道出了来意。右手一翻，一个精美的玉盒出现在他手中。陆晨看向柳如雪，笑道：柳师姐，猜猜这是什么？看着那精美的盒子，那里的东西一看就不普通。柳如雪眨巴眨巴眼睛道：莫非是玉运丹？
错。陆晨摇了摇头。那就是淬体丸。也不对。柳如雪一连猜了好几种丹药，全都是有助于修炼的，这让陆晨顿时有些哭笑不得。柳师姐，你可真是个修炼狂，真就满脑子都离不开修炼相关之事。柳如雪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可是人家想到的就只有这些吗？相处这么久，二人不只是结仙缘的关系，可以说陆晨也是整个阴阳宗里柳如雪唯一的朋友。因此对于柳如雪的身世以及她那强烈的执念，陆晨也渐渐有所了解。求仙问道，攀升境界，可以说是所有修仙者的最大追求。陆晨自然不会阻拦柳如雪提升自己的实力，可是欲速则不达。柳师姐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即便再想修炼，再想提升实力，也得循序渐进才行，要不然不止刚才这般走火入魔的事情容易发生，到了高境界还会滋生心魔，后患无穷。陆晨忍不住劝说了一番。闻言，柳如雪有些样样的低下头道，陆师弟，我知道了，我不会让这种事再发生的。罢了。陆晨摇了摇头，他也清楚柳如雪的观念根深蒂固，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轻易更改的。自己的一番话也仅仅只是一个提醒，具体怎么做还得看他自己。只希望这次的走火入魔能在柳如雪的心中敲响警钟，起码不要让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见柳如雪情绪有些低落，陆晨打开玉盒笑道，柳师姐，你看这是什么？抬起头看了玉盒里的丹药一眼，药香虽浓郁，却并没能勾动柳如雪体内灵力半分。就在他疑惑之际，突然他似乎想起了什么，面色一变，惊喜之色布满整张小脸。这莫非是定颜丹？没错。陆晨斩钉截铁道，这份礼物柳师姐你可喜欢？这是送我的。这真是送我的？似有些不敢相信，柳如雪下意识地连问了两句。当得到陆晨肯定的回答后，柳如雪将玉盒接过，心中的激动已是彻底遮掩不住。果然，定颜丹对任何一个漂亮女修而言都有着极大的杀伤力。陆晨心中感叹，刚才见柳如雪一心扑在修炼上的模样，他的心里颇有几分担忧。现在见柳如雪因定颜丹露出如此灿烂的笑容，顿时那抹担忧散去了不少。无论如何，柳师姐起码也和普通女修一般，对自己的容貌还是相当在意的，而不是真正彻底变成了一个修炼狂。那样的话，起码还有得救。陆晨可不想自己这位美若天仙的冰山师姐因执念太深，急于求成，孤独的在某个地方香消玉殒。刚才那种事发生一次就好，谢谢陆师弟。将定颜丹拿在手中看了又看，柳如雪满脸珍惜的模样。而后似是终于回想起赠送自己这份厚礼的主人，她俯下身子，在陆晨脸颊上留下一道浅浅的印记。这一次并非为了修行，并非为了提升修为，而只是出于对陆晨的感谢。感受着这个与平日略有些不同的吻，陆晨淡淡一笑，这样的感觉还蛮不错的。又与柳如雪待了一会儿，在陆晨3令5申下，让得柳如雪保证绝不在没有把握的情况再修炼那则秘术后，感觉今日不太适合留宿，陆晨也就告辞离开。院内望着陆晨远去的背影，柳如雪的目光掠过一抹复杂。次日，外门任务大殿秘境分殿，陆师弟。一见到陆晨的身影，上一秒还老神在在悠闲品着灵茶的周生，下一秒顿时一蹦3尺高，直直朝着陆晨冲了过来。陆师弟，快请坐。陆师弟，请喝茶。陆师弟，累不累？要不要师兄给你捶捶背，捏捏肩？见周生一副狗腿子的模样，陆晨有些无语的摇了摇头，开口道，怎么，周师兄，你有什么事吗？这家伙热情的实在有些过头了。二人关系匪浅，对周生的人品他也颇为了解，这让陆晨忍不住怀疑对方是不是有求于自己。周生满带着否定意味的哼了一声，摇头道，陆师弟，你这说的哪里话？那你干嘛这副样子？陆晨脸色有些怪异，周生这热情得都到让人猜测他性取向的地步了。我什么样子？对待陆师弟你不就应该这样吗？周生义正言辞道。陆晨的脸色越发古怪起来，莫非当真是自己思想太龌龊了？而很快陆晨就了解了其中原因，他还真没冤枉周生这家伙。随着陆晨手底下采药小分队的成型与壮大，对于这门生意获利多少，除却陆晨与柳如雪、徐莹莹3人外，最了解的就是周生了。毕竟陆晨的人每日在秘境里忙进忙出，可都被周生给看在眼里，而这批人都是周生替他找来的。前些日子柳如雪也在陆晨的吩咐下交给了周生一大笔灵值作为报酬。周生这小子可谓是吃得满嘴流油，一夜暴富。可是他还是不太满足，别说对幕后老板陆晨了，就是对他手底下的任何一人，周生也眼馋无比。毕竟一夜暴富哪比得上如此细水长流。他很想知道
陆晨究竟是通过什么办法，把这些师姐师妹个个调教得如此厉害，摇身一变都成了搜寻灵芝的高手，还望陆师弟不吝赐教。周生眼巴巴地看着陆晨，空手宝山却只能看他人采摘，这样的日子他周生已经受够了，他也要加入，成为其中一员。闻言，陆晨顿时乐了，笑道：怎么，周师兄，你这分店管事的活儿不干了？不干了，谁爱干谁干去。周生斩钉截铁地摇了摇头，随即露出一抹谄媚的笑容。干这破管事，哪有和陆师弟你混来的自在？这样啊。陆晨叹了一口气，本来我还有一笔生意要和周生你谈谈的，看来只能让新来的管事占这个便宜了。什么？闻言，周生脸上的笑容一正。陆师弟，你没在和我开玩笑吧？那不然呢？陆晨耸了耸肩，这生意只能和管事谈才行，并且顺带一提，若是能谈成，能获取的利润比自己去采灵芝强个好几倍吧。但既然周师兄你如此醉心于采灵芝，那师弟我也只好忍痛割爱了。不，周生满脸哀求地看向陆晨，急忙道：师弟我错了，我不辞了。看着周生还是那副一如既往见钱眼开的模样，陆晨又是无语又是好笑地摇了摇头。周生对自己如何，他一直心中有数。无论是在江鹤想要对付他时通风报信，还是在他与陈以宁走得太近时冒着生命危险提醒，这些恩情陆晨都不会忘记。他的心中有杆秤，又岂会亏待了如此对待自己的周生？周师兄，实不相瞒，我今天来正好也是想和你商量这件事。师弟请讲。周生眼巴巴地看着陆晨。陆晨笑了笑道：周师兄你也清楚，我手底下的这些人已经训练有素，个个都堪称寻药高手，但是眼下的收益我还并不满足，若是有周师兄你帮忙，必定能更上一层楼。哦。周生满脸诧异，他咋不知道自己还有那么大本事？师兄你忘了？陆晨挑了挑眉，当初我来秘境时，在你的指引下找了个近期采出灵植极少的秘境，结果事半功倍，大有收获。而现在同样的办法不也可以用在那些师姐师妹身上吗？周生也是聪明人，一点就通。你是说让我给你手下的那些人安排进入的秘境？没错。陆晨点了点头道：周师兄你是对各个秘境情况最为了解的人，把我们的人安排进灵植较多的秘境，自然收益大增。而外来的人嘛，哪个秘境人满了，哪个秘境还有位置，还不是周师兄你一句话的事。说着，陆晨朝他眨了眨眼睛。周生倒吸了一口凉气，顿时觉得大有可为，把别的前来秘境的弟子都安排到灵植少的秘境，自己的人则都安排到灵植多的秘境，那时日一长，自己等人还不赚大了。就是不知道周师兄你愿不愿意？如果愿意的话，我所获利润30%就都是师兄你的了。陆晨看向周生，他已经观察了许久，这秘境分店几乎都是周生一人做主，宗门高层根本懒得搭理这些小事，因此周生加入这个计划被发现的可能性极小，但终究是有一些风险的，所以陆晨还是尊重周生的选择。若是他不愿意，大不了保持现状，并且周生该有的那一份也不会少。脸色变幻许久，周生最终一咬牙，狠狠地点了点头。干了，别人当管事多多少少都能捞点油水，就我在这秘境分店这么多年时间，还是就那点俸禄，兢兢业业这么多年，也该让老子享受享受了。行。见周生答应下来，陆晨笑了笑道：只要师兄你小心一些，绝不可能被人发现，那之后就拜托周师兄你了。没问题。周生拍了拍胸脯，豪气道：陆师弟尽管包在我身上。交易达成，陆晨也并未久留，询问徐莹莹在哪个秘境里后，陆晨便径直进入秘境内。陆晨随意的四处闲逛着，在这个秘境内，除去徐莹莹，还有3个是他手底下的人。此时这几位师姐师妹都在认真的搜寻着灵植，并且个个收获颇丰。很快，陆晨找到了徐莹莹的身影，娇俏的身躯穿梭在林间，将一株玉灵草采到手中。不错。一旁陆晨满意的点了点头，看得出来这些日子徐莹莹进步神速，发现那株玉灵草的速度竟是不比自己慢上多少。陆师兄。听到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徐莹莹回过头来，顿时喜形于色。陆师兄，你怎么会在这里？你说呢？陆晨笑了笑，反问道。闻言，徐莹莹顿时反应过来，满脸惊喜。陆师兄，你真练成定年丹了？没错。陆晨点了点头。本师兄出手，岂有失手之理？不愧是师兄。徐莹莹可爱的吐了吐舌头，轻盈的身躯飞快蹦过来，抱住陆晨的手臂，感受到一片柔软。陆晨一边享受，一边掏出一个玉盒放到徐莹莹手中。诺，答应你的那一份。虽然早知道会有那么一刻，但当看到定年丹真出现在自己手里，
徐莹莹还是难掩激动之色，缓缓将玉盒打开，只悄悄瞄了一眼，她便飞速将玉盒给盖上，收了起来。现在不吃吗？陆晨问道。闻言，徐莹莹摇了摇头，认真道：不行，我得回去沐浴更衣，好好打扮一番后才吃。至于吗？陆晨哑然失笑，他赠予柳如雪的那枚，对方在欣喜之后便直接服下了。这类丹药并不存在药效损耗的问题，任何时候服下都是一样的效果。你不懂，这叫仪式感。徐莹莹白了陆晨一眼。好好好，陆晨笑了笑，也懒得和这小丫头争。寒暄一番后，他将与周生达成的交易告诉了他。当然，为了周生考虑，具体细节陆晨并没有说出来，只是让徐莹莹以后都按照周生的安排来分配手下各位师姐师妹进入秘境的序号、人数、时间，确保一切井然有序。陆晨虽未明说，但徐莹莹本就聪明，眼睛一转，他就多少猜到了几分。不过他并未说破，只乖巧地点了点头。知道了，得到周师兄的命令后，我会安排好他们的。陆晨满意地点了点头。和聪明人说话就是不费劲。徐莹莹已然明白，虽然背后安排的人乃是周生，但却是得由他亲自出面，这样底下的人也只会以为一切安排出自徐莹莹之手，而不会怀疑到周生身上，从而进一步减少事情败露的风险。对了，最近收获如何？看样子似乎还不错。聊完正事，陆晨随口寒暄起来。徐莹莹娇笑了笑，没错，这些日子因为临近宗门大比的缘故，进入秘境寻药的人很少，因此也就方便了我们自己人大展拳脚，收成比起之前接近翻倍呢。陆师兄你今日不来，师妹也准备过几日找个时间把灵芝给你送去，既然你亲自来了，也省得我跑一趟。哦，看着储物袋内琳琅满目数量众多的灵芝，陆晨也颇有些意外，难怪他一路找来，感觉秘境内的人数比起以往少了不少，原来竟是这么个原因。那师妹你们呢？不去准备下宗门大比吗？陆晨有些好奇道。说着他又补充了一句，若是你们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们放假一段时间。徐莹莹嘻嘻一笑，可别了，陆师兄，若是以往，我们肯定都去准备宗门大比了，但现在可不一样。说到底，以前咱们这些人参加宗门大比，也就是为了靠前线能多获得一些宗门奖励的资源，但现在趁着这段时间，咱们多挖些灵芝，赚的可比在宗门大比上拼死拼活多多了。原来是这样。陆晨微微一笑，除开柳如雪这个特例外，他手底下剩下的人修为都不是很高，最高的也就一个炼气8层，剩下的基本是炼气4层、5层的样子。这些的修为想要在宗门大比中一展头角，名列前茅，自然是不大可能的。虽然后续的前50、前100、前1000都有不同档次的奖励，但是这些奖励确实还远不如老老实实在秘境里挖上半月的灵芝来得多。徐莹莹也早已询问过手下的师姐师妹们，一个个根本舍不得离开秘境。尽管每次在秘境待的时间是有限制的，但出了秘境，在周生那里缴纳灵石后，就马上又可以回来。好几个师姐师妹都已经把各个秘境当成家了，就是赶他们出去，他们也不出去了。徐莹莹笑了笑道：师兄可以去看看，每个秘境现在都有一个山洞被开辟出来，作为我们的窝点。什么窝点？那叫据点。怎么搞得我们跟什么强盗小偷似的？陆晨纠正道。徐莹莹痴痴笑道：行行，据点据点。不过师兄啊，我感觉对各个秘境来说，现在的我们说是强盗还真不为过。闻言，陆晨也是有些忍俊不禁，看着手上的灵芝，他也是有些没想到，为了避免因队伍过于壮大，一方面导致不好管理，一方面容易引起宗门方面的注意，所以陆晨一直控制着人数。虽后续在徐莹莹的引荐下又加入了几位他的朋友，但满打满算一共也就20人，不能再多了，这是陆晨的底线。但没想到这些师姐师妹竟如此拼命，几乎是没日没夜的四处搜刮，吃喝拉撒全在秘境里，都把这些秘境快当成家了。如此努力之下，收获自然也远超陆晨的想象。相比之下，曾经的陆晨就是个懒鬼，以他的能力自然是要比这些徒弟们厉害的，但之前进入秘境所得却已经只和徐莹莹等比较厉害的徒弟相仿，便是因为别人进来10天，那除了偶尔睡觉，就是完完整整的找上10天。而他呢，不仅早早就休息了，还时不时的游山玩水，赏起秘境内的风景，四处摸鱼。惭愧惭愧，陆晨心中暗叹了一声。不过这些师姐师妹们却依旧乐在其中，并对陆晨感激不已。原因无他，若是没有陆晨教给他们那些识别灵芝的方法，传授诸多经验，他们就是再拼命10倍，也赚不到现在那么多的灵石。师兄，你现在忙吗？正好这里咱们的据点不远，没事的话，咱们正好过去看看。在徐莹莹的邀请下，陆晨点了点头。
他对现如今自己手下的小分队在徐莹莹的带领下发展成了什么模样，也颇为的好奇。此地离据点不远，陆晨也懒得拿出云雾舟，二人有说有笑，很快便来到了一个山洞外。洞口被一个简易阵法遮掩着，无法随意进入，但阵法却丝毫没能挡住徐莹莹的步伐。他径直走入，同时朝陆晨扔来一枚玉牌，给陆师兄，有了这玉牌，你以后就也可以无视这阵法，随意出入了。陆晨接过玉牌，有些哭笑不得，没想到这下我反倒成外人了。徐莹莹娇媚地白了他一眼，嗔道：谁叫你天天什么也不管，当个甩手掌柜的？陆晨有些尴尬地咳嗽2声，师妹辛苦了。二人进入山洞，陆晨眼中也不由掠过几抹惊讶之色。他手下的人全都是女弟子，而女孩子天生就比较细心，虽然在这秘境里天天累死累活，但这居住的地方倒也搞得颇为精致。山洞的石壁都被遮掩住，路面也被铲平，铺上了地毯。一路走来，还摆放着好几盆香味清新淡雅的灵植。那些灵植都不值钱，但胜在味道好闻，放在这山洞里顿时满是生香。看出陆晨眼中的金色，一旁的徐莹莹得意洋洋道：这些可大部分都是本小姐我亲自布置的，再往里就是隔出来的床铺，供各位师姐妹们休息用。厉害！陆晨真诚地给徐莹莹点了个赞，她的这份细心与动手能力实在难得。从外面看只是个普通的山洞，但在看里边却是别有洞天，都算得上一个小型的洞府了。嘿嘿，得到陆晨的夸赞，徐莹莹美滋滋地笑了笑，正要再带着陆晨到里边去参观，突然山洞最深处传来几声响动，继而是大声的争吵。从那只言片语中，徐莹莹听出了其中一方的声音，是许师姐。徐莹莹皱了皱眉，她在和谁争吵？听起来还是个男生。二人对视一眼，便径直往洞穴深处走去。许师妹，你到底什么意思？为何这段时间都一直躲在秘境里？任凭我如何传讯给你，也不肯回来，你眼里究竟还有没有我了？男生满带着愤怒。一旁的许元一副头疼的样子，摇着头道：刘师兄，我早就已经说过了，我很忙的。原来是刘宇刘师兄。不远处，徐莹莹小声地说着。一旁，陆晨有些好奇地问道：这位刘师兄是谁？徐莹莹连忙解释：刘师兄是许师姐的道侣，并且还是筑基10层，乃是咱们外门中有数的高手。陆晨哦了一声，原来二人是道侣关系，难怪那刘宇会这般对许元说话。忙！只听刘宇怒声喝道：在这破地方有什么好忙的？闻言，陆晨顿时眉头一皱。一旁，徐莹莹更是直接小脸一垮，脸上写满了不高兴。什么叫破地方？这可是他花了好多心思和灵石才打造出来的，又烧钱又费脑，在整个秘境里也找不出第二个了，好不好？这刘师兄怎么说话呢？徐莹莹不满地哼了一声。本来因为对方乃是炼气10层的修为，与自己相去甚远，徐莹莹对他还有几分尊敬。现在在自己的心血被对方称为破地方后，他的那丁点尊敬也彻底烟消云散了。一旁的陆晨也是摇了摇头，这刘师兄脾气不太好。倒也不是，徐莹莹低声解释道，其实刘师兄在门内风评还算不错，对诸多师妹都很是友善，有不少师妹还对他芳心暗许。我虽然不喜欢他，但之前也一直以为他是个还不错的人。那这是怎么回事？陆晨有些好奇，看对方这样子和语气，可一点也不像个友善的人。唉，徐莹莹叹了口气，我也是后来与许师姐熟识了，听许师姐悄悄说起，她私底下是这样的人，并且只有对许师姐才这样。当时我还以为许师姐在和我开玩笑呢，现在看来果真如此。这是为何？陆晨越发不明白了。这刘宇居然是个窝里横，那许元是怎么受得了他的？陆晨对许元印象颇深，他是在后加入的人中，在容貌上唯一能与柳如雪相媲美的，就连徐莹莹也要略逊他半筹。如此角色在阴阳宗也绝不多见，应该是排得上名号的。按理来说，这许元身边应该追求者无数。面对窝里横的刘宇，在发现其真面目后，大不了一脚踹掉，照样有很多人会对他趋之若鹜。徐莹莹再度叹了口气，向陆晨娓娓道来。1年前，许元刚加入阴阳宗不久，当时的他还只是炼气4层，却已经因为绝美的容貌在外门声名鹊起，引起诸多外门男弟子的觊觎。而在那一大批追求者中，最为热烈也最为优秀的便是刘宇。当时刘师兄对许师姐可谓好到了极点，日日嘘寒问暖，常常指点许师姐一些修行上的问题。再加上刘师兄外貌不错，出手阔绰，当时又已经是炼气9层的实力。一来二去，许师姐也对刘师兄渐渐生出好感，便答应了刘师兄，二人结为道侣。这在当时还被诸多外门弟子引为一段佳话，认为我阴阳宗又出了一对神仙眷侣。可惜好景不长，在与许元的相处中，刘宇渐渐本性暴露，
不仅再无半点从前的温柔，并且还经常对许源恶言相向。许源也是有脾气的人，就欲与刘宇解除道侣关系。可是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在二人最后一次争吵中，许师姐负气而走，离开时却不小心碰到刘师兄的一件宝贝，东西摔到地上，直接4分5裂。刘师兄恶狠狠地告诉许师姐，那是流光玉，乃是不可多得的宝物，如今被许师姐碰坏，他自然是要许师姐赔偿，要不然就继续乖乖做他的道侣。许师姐去灵宝殿问了，那流光玉竟要2000灵石，许师姐根本赔不起，只要忍气吞声，继续与刘师兄保持道侣关系。说到这里，徐莹莹的双眸中闪过一抹心疼，低声道：“这也是为何许师姐如此拼命寻找灵植的缘故，她想快些把灵石凑够，还给刘师兄，这样她也就可以脱离刘师兄的魔爪了。”陆晨闻言点了点头，他听徐莹莹提起过，虽然手底下大部分师姐师妹都很是勤勉，但其中最为拼命的还是许源无疑。他一开始还以为许源也是个财迷，没想到背后竟然还有这样的故事。2000灵石对他而言不算什么，但对许源这等修为较低的外门弟子，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入门更早、修为更高的云瑶都只有那么些积蓄，更何况许源。不过那刘宇又是为何如此富裕，竟能拥有流光玉这等宝贝？对于流光玉，陆晨也有几分了解。这是一种极为珍贵的锻造材料，融入一些法宝会起到奇效，但其本身质地极脆，保管稍有不慎便会摔碎，沦为废品。不过哪怕有着难以保管的缺点，因其炼制法宝中能起到的特殊性，这价值2000灵石一小块的流光玉仍让诸多炼器师趋之若鹜。这位刘师兄师姐是个炼器师吗？陆晨忍不住疑惑问道。徐莹莹闻言摇了摇头，没听说过，应该不是。那就奇了怪了。陆晨闪过一抹思索之色。刘宇一口咬定让许源赔，绝非不懂流光玉的价值，并非炼器师，再加上流光玉不便保存，流光玉留在手中便没有价值，不如卖掉换取大额灵石。可刘宇不仅不卖，偏偏还不将这价值连城的流光玉收起来，随意摆放在外，有点意思。陆晨露出一抹笑意。就在这时，里间的争吵越发加剧起来。许源，你当真不跟我走？没错。刘师兄，你走吧。许源声音斩钉截铁道。若是他真跟着刘宇走了，再如同以前一般，他怕是要得猴年马月才能攒齐灵石。而在这里，不过1月的时间，他便攒下了400块灵石，加上原本的一点积蓄，再过2-3月，他便能脱离魔爪，这是他唯一翻身的机会，他绝不能错过。好好好。刘宇怒极反笑，没想到现在你居然这么不听话，看来是该好好管教一下你了。你要干什么？许源发出一声惊呼。你说我要干什么？咱们可是道侣，自然是要干些道侣该干的事。刘宇狞笑着朝着许源扑去。见状，许源连忙反抗，慌乱道：不行，这里随时可能有别的师姐师妹回来的。哪有如何？刘宇淫笑道：若是他们回来见了新样，那刘某就大发慈悲，也让他们爽一爽就是了。刘宇你混蛋！许源快要哭出来了。可是以他炼器6层的低微实力，根本无法与炼器10层的刘宇相抗衡。住手！见此一幕，陆晨再也坐不住，沉喝一声：谁？刘宇被吓了一跳，转过身来厉声喝道。陆晨3步并作2步，掠过屏风，来到2人面前。在他身边，徐莹莹紧紧相随。你是谁？见到陆晨，刘宇不满问道。区区一个炼器7层，也敢坏自己的好事？但当他看到陆晨身后的徐莹莹时，顿时下意识露出了笑容。莹莹师妹，别！见他再度露出往日伪装出的一贯模样，徐莹莹连忙摆手，一副划清界限的样子。咱俩可不熟，别叫得那么亲热。刘宇还想再说些什么，徐莹莹却是率先开口道：刘师兄刚才不是说要让师妹爽爽吗？不过师妹我可没这个兴趣，如此低俗下流，枉为我阴阳宗弟子。阴阳宗向来信奉的法则便是色而不淫，双修之事在阴阳宗屡见不鲜，各种花样千奇百怪，在外界看来羞于启齿，但在阴阳宗却是正道。可是无论私底下玩得多花，但却必须讲究一个你情我愿，只要能吸引到对方，上到宗主长老，下到最低级的杂役弟子，想要双宿双飞都可。但若是对方不愿，却是强行，那便犯了阴阳宗大忌，为人所不齿。闻言，刘宇有些尴尬道：师妹这是说的哪里话？我刚才不过在与你许愿师姐开玩笑罢了，你也懂得闺房之乐嘛，说些粗鄙的言语助兴再正常不过了。若是冒犯到师妹，那我便向师妹赔礼道歉。说着，刘宇向徐莹莹鞠了一躬，一副风度翩翩的模样。说实话，刘宇这家伙伪装起来还真像那么回事，再加上他也长得人模狗样的，一不小心还真会被他给蒙蔽。
不过徐莹莹先听过许源对她的控诉，刚才又亲眼听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岂会被他三言两语给迷惑？呵呵，冷笑一声，徐莹莹不再言语，看向一旁还带着几分畏惧的许源。徐师姐，你没事吧？徐莹莹关切问道。许源回过神来，看了一眼徐莹莹，再看到一旁的陆晨，一张精致的小脸上顿时尴尬无比。我没事，答应了一声。许源低下头去，他不知道二人什么时候来的，但只是刚才所发生的事，便足以让他丢尽颜面。徐莹莹倒也罢了，这段时间接触下来，二人情同闺蜜，无话不谈。况且自己早向他说起过刘宇的为人，被他看到也没什么。但陆晨不同，除非一开始的教学，二人便几乎没有额外的接触，私底下也没有任何交流。如此丢人的局面被陆晨撞见，这一刻许源恨不得挖个地缝钻进去。徐师妹，你这是什么意思？见徐莹莹冷落自己，反而对许源嘘寒问暖起来。刘宇面色微寒，一直以来他都装出暖男师兄的模样，试图俘获诸多修为较低的师妹的芳心，哄骗他们的身子。而徐莹莹在外门中也算得上等，因此也是刘宇的目标之一。之前他曾数次对徐莹莹大献殷勤，这也是徐莹莹对他印象还不错的原因。可这还没吃到嘴的鸭子，现在眼看就要飞了。不仅如此，徐莹莹眼中掠过的鄙夷眼神更是让刘宇有些抓狂。我对一个人渣没什么好说的，徐莹莹冷漠道，甚至都懒得看刘宇一眼。你找死！知道自己的伪装已经被徐莹莹识破，刘宇也懒得再伪装了，露出一副凶相，恶狠狠道：徐师妹，祸从口出，你莫要自误。你这是在威胁我吗？徐莹莹凛然不惧，现在自己一方有整整3人，刘宇修为虽高，但在自己3人手中也讨不了好，并且若是刘宇真敢动手，事后他上报宗门，少不了他一顿罚。刘宇自然也知道徐莹莹心中所想，冷哼一声，他收敛起杀意，冷冷道：徐师妹，我懒得威胁你，但还请你放开我的道侣，要是再对他纠缠不休，我便是当真对你动手，闹到长老那里，你也讨不了好。听到刘宇的话，徐莹莹顿时有些啼笑皆非，怎么莫名其妙成了自己对许师姐纠缠不休了？就在徐莹莹正欲再度反驳之际，一旁许源却是面色复杂的将她推开，低声道：许师妹，这不关你的事，你还是别管了。许师姐，你……徐莹莹愣了一下，心中略寒，自己想帮的人却主动推开了自己。不过转瞬她就明白了，许师姐这是不想连累自己。许源看向徐莹莹的目光中满含着歉意，对于徐莹莹的好意他当然清楚，可是他不能恩将仇报，害了徐莹莹。刘宇的手段他最清楚不过，若是被刘宇盯上，以徐莹莹的修为必定讨不了好。这家伙暗地里使绊子的功夫可太强了。而更重要的是那2000灵石，哪怕许源心中再恨再不情愿，也没办法真正和刘宇闹翻脸，他还赔不起那2000灵石的巨款。罢了，我跟你回去，你别为难徐师妹。许源站起身来，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他自己这次回去想要逃回来就更难了，但无所谓，早晚会让他找到机会的。那么久都熬过来了，也不差这一会儿。许师姐，一旁徐莹莹见此一幕，急得眼泪都快落下来了。可是她一下子也拿不出那么多灵石，帮不了许源。对了，自己还有一枚定年丹。就在徐莹莹咬紧牙关，正欲开口之际，一旁陆晨站了出来，他将许源按回身后，淡淡道：许师妹，你与他接触道侣关系吧？你到底是谁？这是我们俩的事，与你何干？一旁见陆晨是与徐莹莹一同前来，刘宇早就看他不顺眼了，现在陆晨主动站出来，更是撞到了他的枪口上。你知道他为什么不敢与我接触道侣关系吗？轮不到你区一个炼气7层来插嘴。我知道。陆晨耸了耸肩，淡淡道：不就是区2000灵石吗？我给你便是。陆晨此言一出，在场3人皆是微微一愣。不过区2000灵石，你当这是路边的破石头吗？那可是灵石，修仙界的硬通货，而整整2000灵石便是对于筑基修士也算得上一笔巨款了，更何况炼气7，不知多少阴阳宗外门弟子积攒数年，灵石也破不了1000。愣了一下后，刘宇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这位师弟真会说笑话。区2000灵石，便是师兄我也不敢如此大言不惭。你一个炼气7层，能拿得出1000灵石吗？哎，师弟，师兄劝你一句，虽然人都喜欢出风头，你想要在2位美人面前表现一番，师兄很理解，但是做事要量力而行，说话更是要过脑子，要不然只会让人笑掉大牙。刘宇毫不留情地讥讽着，在他看来，陆晨此举不过就是为了讨徐莹莹和许源2人的欢心罢了。
毕竟两人都是外门榜上有名的绝色佳人。可惜这方法未免实在太过愚蠢。一旁，徐莹莹和许源也是呆呆地看着陆晨。许源虽不知道陆晨的财力具体如何，但也清楚对方必定远远胜过自己，一时之间心中升起一抹希冀。而徐莹莹就更不用说了，陆晨有多好，她再清楚不过了，那可是舍得买价值4、5千灵石的阵法守家的男人。说2000灵石不过区区之数，还真不为过。只是他没想到陆晨居然如此慷慨，愿意替许源解围。这位师弟，这事不是你能管的，还是快走吧，要不然莫要怪师兄我不留情面。见陆晨被自己拆穿，却还站在原地不为所动，刘宇厉声喝道。至于陆晨，他淡淡一笑，并未与刘宇废话，而是选择用事实来打刘宇的脸。右手一挥，大把的灵石从他储物袋中飞出，朝着刘宇砸去，宛如雨下。这阵灵石雨持续了一会儿，很快在刘宇面前堆成了一座小山。刘宇气的鼻子都要歪了，他刚才一时不察，被陆晨抛来的灵石砸了好几下。虽然他及时反应过来，灵气化罩护住了自己，但还是疼得他龇牙咧嘴。这小子砸得还挺狠。刘宇怒声喝道：你居然敢本师兄动手！陆晨微微一笑道：师兄这是说的哪里话？不是你要的灵石吗？还是说你改变主意不要了？若是如此，师弟我可就收回来了。说着，陆晨上前2步，作势要将灵石收起。刘宇见状，急得连声开口：别，我要！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晶莹剔透、散发着微光的灵石，是多少修仙者的命根子。刘宇虽怒，但理智还是在的。见陆晨要将灵石收回，他急得直接扑倒在地，将灵石全都抱住，收回储物袋内。正好2000灵石，一块不多，一块不少。细细盘点完毕后，刘宇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眼前这小子居然还真有那么多灵石，整整2000。便是换作炼气10层的他，也绝不敢如此挥霍，这都快比得上他的全部积蓄了。一旁，许源也是惊得目瞪口呆。他知道陆晨肯定很富，但随手扔出2000灵石，却眼睛都不眨一下的豪迈，还是吓到了他。反观刘宇，趴在地上拼命护住灵石，生怕陆晨收回去的模样显得是那么的滑稽可笑。人比人得死，货比货的扔。放在以前，许源虽对刘宇窝里横的德行很是厌恶，但还是不得不承认，这家伙的一身修为以及伪装出的作风，再加上还算俊逸的外表，看上去还是人模狗样的。可和陆晨一比，顿时高下立判，简直就一个天一个地。哪个女子不喜欢这等风度翩翩，随手一挥便是数千灵石的男子呢？一旁，徐莹莹也是小脸泛红，双眼放光的看着陆晨。陆师兄，你好帅。那当然。陆晨完全不脸红的点了点头。他不帅谁帅？一旁看着意气风发的陆晨，收好灵石的刘宇脸色变了又变。他也有些好奇，陆晨区区一个炼气7层，为何如此富裕？你姓陆，你叫什么名字？刘宇有些好奇起陆晨的身份来。莫非这是哪个修仙家族的公子哥到阴阳宗外门体验生活来了？那他可惹不起。陆晨闻言淡淡开口：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陆晨是也。陆晨听着这略有几分耳熟的名字，刘宇思索一番，很快他就想起来了，原来是你。一段时间以前，与刘宇颇为熟识的江鹤曾来找过他，想与他联手对付陆晨。而也在那时，刘宇从江鹤那里得知了陆晨的不少信息。入门不久，虽有几分炼丹天赋，但只是杂灵根，被银月长老扔到外门，被内门的顾小柔师姐所厌恶。这些信息有些是江鹤调查而来，有些是他暗自揣测得知是这么个无足轻重的家伙。再加上江鹤的许诺，刘宇本欲答应下来，却因为一些其他事耽搁，只能无奈拒绝。没想到该来的总是要来，今日还真让自己碰见这小子了。略微一想，刘宇也明白了陆晨手中那么多灵石的由来。这小子修为虽低，但毕竟是个炼丹师，咬咬牙拿出2000灵石，应该还是不难的。一时间，刘宇又是羡慕又是嫉妒，但起码放心下来，只要这小子不是什么大家族的子弟就行。至于炼丹师的身份，刘宇身边也有修习炼丹一道的朋友，炼丹师想赚灵石固然简单，尤其是高阶炼丹师，更是随手一炼制，便是成千上万的灵石入账。但对于炼气期的低阶炼丹师而言，不过刚刚摸到了炼丹的门槛，虽然赚取灵石还是要比普通弟子容易不少，但那都是辛苦钱。若是一个不小心，丹药炼制失败，把丹炉给炸了，更是亏到姥姥家去。因此，在刘宇看来，陆晨想要积攒这2000灵石，恐怕也耗费了不少的功夫，说不定这就是那家伙的全部积蓄。
你认识我？一旁见刘宇不仅知晓自己的名字，还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陆晨不禁有些好奇，自己在外门的名气都那么大了。刘宇的思绪被陆晨打断，抬头看向陆晨，不禁露出一抹抹冷笑之色。陆师弟，你倒是挺舍得的，冲冠一怒为红颜，但如今你将自己的所有积蓄都给了我，不知身上还有几块灵石可用，可别到时候连起炉炼丹的灵石都凑不齐，只能找别的师兄弟借，到时恐怕悔之晚矣。一旁对于刘宇认出自己炼丹师的身份，陆晨也不奇怪，毕竟他一直没有藏着掖着，甚至还主动显现，就是为了将自己身上系统所赠的那批灵石也给洗白。只是越听刘宇说，他就觉得越是不对。什么叫我身上没几块灵石可用了，还起炉炼丹的灵石都凑不齐，需要找人借？不是，哥们儿，你自己过得那么凄惨，别也这般揣测别人可以吗？小爷，我兜里还有18000多块灵石呢。一旁听了刘宇的话，许元也是面色一变。他虽然知道自己等人所采灵芝一半都要交给陆晨，也知道陆晨是炼丹师，猜到陆晨身家不菲，但毕竟队伍才拉起来1个多月的时间，外加上据说炼丹师赚灵石花灵石更是如流水一般，每一个炼丹师的成长都是踩着灵石铺就的路走来的。若是真因为自己害得陆晨倾家荡产修行受阻，那他可就成天大的罪人了。想到这里，许元不由得一阵心慌意乱，他急忙拿出自己的储物袋递向陆晨，诚恳道：这是我的全部积蓄，虽然不多，但也有1000来块灵石，还望陆师兄一定要收下，至于剩下的灵石，还请稍微等待一些时日，我一定尽快还给陆师兄你。这见许元信以为真，送上自己的全部身家，陆晨一时语塞，你怎么也把我当穷鬼了？你到底哪边的？不过陆晨也清楚，许元这是一片好心，想要弥补欠自己的，此事稍后再说。摆了摆手，陆晨莫急着收下许元的辛苦钱，这里边有将近一半都是这个月许元近乎不眠不休拼命赚来的。一旁并不知晓这一切的刘宇死死地盯着许元手中的储物袋，眼中掠过一抹贪欲，冷声道：好你个许师妹，居然藏了这么多灵石，我倒是小看你了。刘宇还以为许元手中顶多不过500-600块灵石，想要还清欠债，脱离自己，得到猴年马月，却是没想到不知不觉间他已经积攒了那么多，这是铁了心要脱离自己了。想到这里，刘宇心中一阵不爽。虽然许元在发现他的真面目后早已不愿与他欢好，但毕竟二人总归还是道侣，只要维持着这关系，待他筑基成功进入内门，便是对许元用强也不会受到宗门责罚。可若是道侣关系解除，那他即便进入内门，在许元不同意的情况下，敢对许元动手动脚，已是名不正言不顺，必定遭到惩罚。对于许元，刘宇可舍不得很，这可是整个外门容貌排名前10的仙子，便是在内门中，想必能与之媲美的也不会太多。刘宇又怎愿意放手？看出刘宇眼中对许元仍有欲念，陆晨不满地皱了皱眉头，看向许元，朗声道：许师妹，现在债务已清，你的顾虑没有了，是时候与他解除道侣关系了。好。此刻的许元对陆晨自然是言听计从，在他的命令下，看向刘宇冷声道：刘师兄，事已至此，你我二人恩断义绝，道侣关系就此解除，再无瓜葛。许元话音未落，刘宇便怒声喝道：我不允许！开玩笑，没了许元，他上哪儿去再找那么漂亮的道侣？况且自从二人闹掰后，许元再也不愿与他深入接触，在宗门内，即便有着道侣这次关系，还只是外门弟子的他，也不敢对许元用强。直到刚才自觉在这秘境内较为隐秘些，不容易被宗门前辈发现，他这才恶向胆边生，结果还被陆晨二人给打断了。许元是他的，绝不能放走。一旁陆晨脸色一冷，他早就看出来刘宇这家伙是个不要脸皮，之前自觉有许元把柄在手，老神在在，现如今把柄没了，见许元真要与他解除道侣关系，便直接恼羞成怒了。很符合他对此类小人的所有想象。许师妹，我可是炼气10层，整个外门少有的高手，离开了我，你可找不到这么好的道侣了。刘宇冷声开口，搬出自己的修为，说着，他又恢复了往日和颜悦色的模样，诚恳道：许师妹，我知道这段时日我对你不太好，都是我的错，我一定会改正的，但我对你的心意日月可见，你别一下子昏了头，做出后悔终生的决定。哼！听到刘宇话语间所谓的绵绵情意，许元冷哼一声，丝毫不假以颜色。日月可见，刘宇，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不成？自从我不愿意让你碰，你在外门中勾搭了多少师妹，就连徐师妹你也不怀好意，幸好她理智清醒，才没遭你的毒手。别开玩笑了，说到底你不就是喜欢我这张脸吗？一直以来
刘宇在外门中伪装出暖男师兄的人设，再加以各种方法哄骗了不少入门不久的师妹，唯有徐莹莹这等见识多些的才不会那么轻易上当，但也被他的伪装所骗，对他印象不错，这些都被许源看在眼里。但刘宇从未改过，他认为许源的把柄在自己手中，绝不敢真正离开自己。再加上即便有了道侣与其他人发生些什么，也都是门规所允许的，因此刘宇甚至有变本加厉的趋势。而现在刘宇居然对他谈起所谓的心意，简直令人笑掉大牙。许源，你不要胡说！自己的谎言被许源无情戳穿，刘宇有些恼羞成怒。然而此刻许源完全不再将其放在眼里。至于道侣，许源下意识地看向一旁的陆晨，但随即他又有些失落地转过头去，冷声道：即便没有道侣又如何？又或者随便在外门中找个师兄师弟，那都比与这种人结伴同行要好出10000倍。你……刘宇被气得双目通红，下意识地走上前去，想要拉过许源。别闹了，跟我回去。眼看许源就要落到刘宇手中，徐莹莹身形一闪，挡在了他的面前。刘师兄，你别动手动脚的，你个毛都还没长齐的黄毛丫头，滚一边去！在之前垂涎徐莹莹美貌的刘宇自然对她和颜悦色，但得知自己的伪装已经被识破，刘宇也懒得再装模作样，展现出自己的本性。其实单论脸蛋，徐莹莹并不逊色于许源，但奈何在某些方面她确实比不过。看了一眼身后许师姐那庞大的规模，再低头看看自己，都能勉强看到自己的脚尖了。不怪我，人家只是还没有发育嘛。被刘宇戳到痛处，徐莹莹急得气呼呼地反骂道：你才黄毛丫头，你全家都黄毛丫头，要想碰许师姐，先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见徐莹莹真不愿意让开，刘宇不住地狞笑起来。既然如此，徐师妹就别怪师兄我辣手摧花了。说着，一团灵力在刘宇手中汇聚，气势颇为磅礴，把徐莹莹吓了一跳。别看她气势十足，但说到底也只是炼气4层，比起许源还不如，与炼气10层的刘宇相比，更是天渊之别。若刘宇真敢动手，那他无异于螳臂当车。坏了坏了！就在徐莹莹心中暗暗叫苦之际，一道身影如山岳般将刘宇拦住。对2位师妹出手，刘师兄此举如果被传扬出去，不说遭宗门责罚，恐怕也要让诸多同门笑掉大牙了。看着眼前的陆晨，刘宇冷笑一声：许师妹是我道侣，我要带她回去，被徐师妹横加阻拦，我便是动手，到了长老那里，我也有说法。至于耻笑，在外门有几人敢耻笑我刘宇？刘宇这话说的还真有些底气，修仙界以实力为尊，以下犯上之事极为少见，以他炼气10层的修为，在整个外门能稳胜过他的还真没几个，自然也没多少人敢耻笑于他。不过很可惜，显然在他面前就有3个。徐莹莹有了人撑腰，自然不再畏惧，冷声哼道：刘宇，你别太狂妄了，许师姐已经不是你的道侣，和你没有了半分瓜葛，闹到长老那里去，你别想讨好，到时被宗门惩罚，我看你还怎么硬气。许源就是我的道侣，我不同意解除道侣关系。刘宇怒声喝道，说着他就欲越过陆晨，直接去拉许源。然而陆晨又怎么会让他得逞？对不起刘师兄，按照我宗门规，解除道侣关系并不需要双方同意，所以你的反对无效。还有，目光落到许源身上，陆晨淡淡一笑，许师妹现在是我的人，我不允许你碰她。哇！见到陆晨如此霸气地护住自己2人，徐莹莹顿时惊呼出声，双眼直冒星星，一副小迷妹的样子。对面的可是刘宇，虽然这家伙毫无人品可言，但不得不承认他的实力还是很强的，至少徐莹莹面对他要说不怕那是不可能的。而陆晨修为虽高于徐莹莹，但也比刘宇低了3个小境界，面对刘宇却如此霸道，让得徐莹莹对他越发刮目相看。一旁许源也是微微一愣，掩着小嘴，有些不敢相信。你找死！陆晨的挑衅已然让刘宇怒不可遏，再看到许源看向他的表情，更是让刘宇彻底爆发。就是因为你这家伙，许源才敢忤逆我！心中怒喝着，刘宇周身灵力涌动，下意识地朝陆晨挥出一拳。不过他含怒之下的一拳却是被陆晨轻易挡住。刘师兄，你确定要对我等出手吗？到时宗门的责罚你可经受得起？一旁见刘宇真敢出手，徐莹莹吓了一跳，连声道。一旁的许源也是一脸忧色，虽然自觉3人联手也不惧刘宇，但这毕竟是炼气10层的高手，而许源对刘宇的实力更是清楚，如果不到万不得已，他并不想动手。即便能敌得过刘宇，但若是让徐莹莹与陆晨受伤，他也会心中有愧。无妨。一旁听到徐莹莹的话，不等刘宇开口，陆晨先摆了摆手，他若是想动手，我陆晨奉陪便是。许师妹，
你们俩先退到一边，别误伤到你们。啊！听到这话，两女皆是一愣。陆师兄这是要单挑刘宇，那可是炼气10层的高手。旁边的刘宇闻言更是怒极反笑。好好好，我看你为了出风头，真是连命都不想要了。既然你当真找死，那我就让你认清楚自己究竟几斤几两。陆晨只淡淡一笑，一副我就在这儿，你随意的样子。刘宇彻底暴怒了。本来因为担心宗门的责罚，他的心中多少还有些顾虑，但陆晨接二连三的视他如无物，两女又对陆晨如此关心，愤怒嫉妒交织在一起，彻底撕碎了他的理智，让他什么也顾不上了。大不了就受宗门责罚，今天我也要把你一条腿给卸下来。厉声怒喝着，刘宇放下犹豫，全力出手。虎豹拳！只听一声怒吼，刘宇右拳灵力大作，朝着陆晨猛地袭来。这一拳看上去朴实无华，但其中蕴含的汹涌灵力却是让徐莹莹二女皆是一惊。陆师兄小心！之前刘宇虽含怒出拳，但并未动用灵力，只是纯粹的肉身力量，而现在这一拳与刚才不可同日而语。在三人看来，若是陆晨托大，还与刚才一般，随手去接必定付出惨重的代价。然而眼看裹挟着灵力的拳头砸来，拳风阵阵，气势凶猛，但陆晨却依旧不避不让。找死！见此一幕，刘宇大喜。就在他以为自己这一拳下去，陆晨很可能会死之际，突然他的拳头被什么东西被缠住，任他如何使劲，灵力大作，也无法再向前一寸。本以为是陆晨拦住自己，但自己眼前的陆晨分明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怎么回事？刘宇低头看去，这才发现不知何时一条青黑色的藤蔓缠上自己的手臂以及全身，将自己给牢牢禁锢住，丝毫动弹不得。原来是法器！刘宇恍然大悟，区区一件法器也想困住我？刘宇面色一冷，浑身灵力再度疯狂汹涌起来，看我把你这破法器给扯断！刘宇厉声怒喝，双手拉起鬼藤绳，拼命撕扯起来。一旁见此一幕，徐莹莹和许元均是吓了一跳。这一刻，刘宇展现出的灵力未免太过强盛，甚至有些出乎许元的意料。他看向陆晨，急忙道：陆师兄，恐怕是因为这段时间为了门内大比做准备，他的实力又有所精进了，咱们好汉不吃眼前亏，趁着他被这法器给困住，先走吧。徐莹莹也深以为然。陆师兄，留得青山再不愁没柴烧，下次再找他算账。不等陆晨开口，刘宇闻言顿时冷笑起来，脸上满是狰狞之色。想跑？哪有那么容易？等我扯断这破法器，就来收拾你们。你们一个也别想跑。哦。一旁的陆晨完全没有两女的惊慌，只淡淡笑了笑。刘师兄，我哪儿也不去，就站在这儿等你，看你怎么把我的法器给扯断。若你真能扯断，我任由你处置，并且绝不向宗门举报此事。若你输了，就为你之前的所作所为向许师妹道歉。这可是你说的。刘宇冷笑一声，看向陆晨的目光仿佛在看一个死人一般。虽然他并不敢真的杀了陆晨，但有了对方这番话在，打个半死不成问题。至于输，不存在的。说着，刘宇彻底疯狂起来，对着缠绕自己周身的鬼藤绳疯狂撕扯。然而任凭他使出吃奶的力气，也无法撕裂这鬼藤绳分毫。奇怪，这破绳子怎么韧性那么强？刘宇有些疑惑。其实这鬼藤绳并不是坚硬无比，相反还颇有些柔软。刘宇使劲一扯，便能将其拉长，但也仅此而已了。无论如何，这破绳子也没有半分断裂的迹象。见刘宇因为太过用力，满脸涨红，一旁的陆晨笑了笑道：若是刘师兄你有法器，也可以使用，没事，不算你违反规则。哼！闻言，刘宇恶狠狠地瞪了陆晨一眼，但还是乖乖从储物袋内拿出一把长剑，剑身修长，泛着一抹寒光，显然锋利到了极点。见到刘宇拿出法器，一旁的徐莹莹顿时急了：陆师兄，你怎么能让他用法器呢？是啊，陆师兄。许元更是满脸忧色，沉声道：他这冷风剑乃是中品法器，锋利无比，无坚不摧，便是一些同等级的法器，也不一定经得起他劈砍太久。听到许元这么说，徐莹莹更急了。本来看到刘宇半天扯不断绳子，他悬着的心好不容易放下去，这一下又直接提到嗓子眼了。然而陆晨依旧无所畏惧，淡淡道：无妨，我陆晨一人做事一人当，两位师妹不用担心，就算输了也绝不会连累你们，更何况我绝不会输。一旁的刘宇闻言顿时哈哈大笑起来。好，算你小子还有几分担当，等下师兄我教训你的时候不打你的脸。此刻拿出冷风剑的刘宇已觉胜券在握，至于陆晨的最后一句话已经被他给彻底忽略了。
这清风剑乃是他积攒了许久的灵石，才好不容易买来的，一直被他当成宝贝供起来，很少舍得拿出来用。有了这在中品法器中也算得上厉害的冷风剑，刘宇不信自己还斩不断这破绳子。然而刘宇很快就被打脸了，裹挟着灵力的冷风剑周身闪烁着熠熠寒光，毫不犹豫地斩在鬼藤绳上。这足以破石碎金的一击，在鬼藤绳上却只留下了一道浅浅的印记。莫说斩断鬼藤绳了，仅仅只是让对方破了点皮。见此一幕，刘宇彻底傻了。之前他徒手扯不到鬼藤绳，他还可以当作是这绳子织的比较坚韧，但现在拿出冷风剑也无法将其斩断，这让他陷入了迷茫。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刘宇咬着牙，一件不行，那就5件、10件、100件。刘宇状若疯狂，拼命地挥舞着手中的冷风剑。一旁看着陷入疯狂的刘宇，徐莹莹与许愿二女也彻底看呆了。他们看到了什么？堂堂外门顶尖高手，炼气10层的刘宇用上了自己的冷风剑，竟是斩不断一条绳子。这是真实存在的吗？若不是悄悄掐了一下自己，传来的清晰痛楚提醒着他们都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了。许久，徐莹莹最先反应了过来，看向陆晨，带着几分不确定道：“陆师兄，这绳子莫非是上品法器？”“没错。”陆晨微笑点头。眼前这鬼藤绳不仅是上品法器，并且他还继承了鬼王藤的一些特性，譬如坚韧与再生能力。其实挥舞着冷风剑的刘宇是能对鬼藤绳造成些许伤害的，毕竟鬼藤绳也只是上品法器，比冷风剑虽强，但也并非天渊之别。再加上刘宇炼气10层的实力，连续劈砍一个地方应该能斩断鬼藤绳。但是此刻鬼藤绳的另一个能力作用便至关重要了，再生。刘宇刚在鬼藤绳上留下一道印记，还来不及砍下一剑，鬼藤绳便悄无声息地将伤口给修复，一切恢复如初。因此哪怕如今刘宇拼命的砍，也始终无法真正将鬼藤绳给斩断，倒是把他自己累了个半死。不过为了修复鬼藤绳，身为其主人的陆晨也耗费了不少的灵力。此刻他体内的灵力已经烧掉一半了。不过很可惜，陆晨的境界虽只是炼气7层，但他可不是普通的炼气7层，他的灵力之深厚，比起炼气10层的刘宇也毫不逊色，甚至还更胜一筹。简单而言，这场比试看似是鬼藤绳与刘宇加上冷风剑，实则是陆晨加鬼藤绳对上刘宇加冷风剑。鬼藤绳乃是上品法器，对上中品法器的冷风剑完胜无疑。而陆晨境界看似不如刘宇，实则灵力比起刘宇还要深厚一些，也是小优。综合之下才会胜得如此之轻松。不过这一切陆晨自然不会说出来，他那深厚的灵力乃是他的一大杀手锏。之前在树林里撞见与黑影密谋的江鹤，那一幕始终让陆晨心中有些惴惴不安。在解决掉对方可能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之前，陆晨绝不会暴露自己的真实实力。面对区区一个刘宇，就更不值得他拿出自己的底牌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此刻在连续的挥砍之下，刘宇体内的灵力已经彻底枯竭，而眼前的鬼藤绳却依旧如同一开始一般完好无损。这一幕让刘宇深感奇耻大辱。不说斩断，哪怕鬼藤绳上留下1-2道明显的伤口，他的心里也能好受一些。徐莹莹与陆晨的对话，他自然也听到了。得知这绳子乃是上品法器，但在他看来，便是上品法器也不应该如此坚韧啊。毕竟他的主人只是炼气7层的陆晨，而手持冷风剑的自己可是炼气10层。刘宇哪里知道陆晨的真实底细，也只能将一切归结到鬼藤绳的特殊上了。怎么样，刘师兄，还要继续吗？陆晨微笑开口道。他自然看出刘宇已是强弩之末，而他自己体内的灵力还有不少，胜负已分。虽然刘宇心中万般不甘，满是疑惑，但事实摆在面前，他也无话可说。算你小子厉害。冷哼一声，刘宇沉声道：“把你这绳子松开，我要走了。”此时蔓延的鬼藤绳还有很长一截缠绕在刘宇的身上，限制着他的行动。而原本若是刘宇不想着斩断鬼藤绳，只是脱身的话，以他的境界实力，多花费些功夫还是能做到的。当然那是在没有陆晨控制着鬼藤绳的前提下。现如今刘宇体内的灵力因为连续挥剑已然挥霍一空，哪怕陆晨不刻意控制，面对鬼藤绳他也暂时没什么办法。闻言陆晨淡淡一笑，却是没有立刻将鬼藤绳收回，而是反问道：“刘师兄想走当然可以，但在走之前是不是还有些什么事忘了？”说着陆晨看向一旁仍处于震惊状态的许渊，刘宇的脸色也一下变得难看起来。若是他能斩断鬼藤绳，陆晨任由他处置；若是不能，他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向许渊道歉。
虽然贪图许源的容貌，但对于实力较低的许源，实际上刘宇心中一直没有将其放在与自己同一个层面上，只是想要将许源收为自己的玩物罢了。而如今不仅自己的计划落空，甚至还得向许源道歉，他如何能咽下这口气？刘宇刚想反悔，一旁看出其心中所想的陆晨低笑一声，刹那间缠绕在刘宇周身的那段鬼藤绳猛地一收缩，将其勒得更紧了，赤裸裸的威胁无疑。感受到下一秒可能就会再度收紧的鬼藤绳，刘宇的脸色变了又变，最终一咬牙低下了头。许师妹，之前是我做的不对，我向你道歉，希望你能原谅。一旁许源此刻也回过神来了，看着向自己低头道歉的刘宇，他的面色复杂无比，悠悠地叹了一口气，他下定决心般冷声道：道歉我收下来了，但原谅绝不可能。你我二人从此再无半点瓜葛，你走吧，我再也不想看到你。许源的话让刘宇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但眼下形势不如人，体内灵力几乎枯竭，即便心中再是愤怒，刘宇也不敢发作，只能憋着。一旁徐莹莹也连连帮腔道：没错，以后你要是再来找许师姐，我就对你。话说到一半，徐莹莹的声音陡然一滞，眼珠子滴溜溜一转，看了一眼旁边的陆晨，才继续道：陆师兄就对你不客气。这小丫头看了一眼狐假虎威的徐莹莹，陆晨哑然一笑，回头看向刘宇，他收回鬼藤绳，淡淡道：刘师兄慢走不送。虽然对脱离自己的许源、讥讽自己的徐莹莹，刘宇都恨之入骨，但此刻最让刘宇怨恨的还是既抢了他的道侣，又让他丢脸的陆晨。陆师弟，今天的事我会记住的，等到了宗门大比之时，希望我们二人能碰面，到时候我绝不会再大意。冷冷地放下一句狠话，刘宇转过身离开了。在刘宇看来，若是真论实力，区区炼气7层的陆晨绝不会是自己的对手，而刚才自己之所以一败涂地，也不过是中了他的奸计，被他引入圈套，借助那绳子法器的特殊，才让自己大败。等到之后一定要找回场子，报仇雪恨。看着灰溜溜离开的刘宇，陆晨摇了摇头。刘宇自觉自己只是大意，而他又岂是动用了全力？他还有很多底牌，真正碰上了，便是对方火力全开，鹿死谁手也还尚未可知。相比起这刘宇，江鹤带给他的威胁性还要更大些。回过神来，陆晨不再去管离开的刘宇，一转身却是看到一具娇躯扑了上来，香风阵阵。徐莹莹蹦到了陆晨的怀里，死死地抱着他，一边用脸蹭着陆晨的手臂，一边娇声道：天哪，刚才刘宇那家伙真敢动手的时候，可吓死我了，还好有陆师兄你在。回想起刚才刘宇的模样，徐莹莹顿时瑟瑟发抖，别看他嘴上硬气，实际上心里怕得不得了。叫你逞强，下次还敢不敢了？陆晨笑了笑，在徐莹莹的小脑袋上摸了摸，这不是有师兄你在吗？徐莹莹撒着娇道：不过师兄你可真厉害，我刚才还以为你会输的，没想到让刘宇占了那么多便宜，还是让师兄你赢了。那当然也不看看我是谁。陆晨大言不惭道。就在二人吵闹之际，一旁许源面露尴尬，眼中掠过一抹怅然若失之色。这段时间以来，徐莹莹与许源二人早成了近乎无话不谈的闺蜜，因此许源也隐约知道了徐莹莹与陆晨关系匪浅。他并不嫉妒徐莹莹，只是如今心境下的他见此一幕，心中颇有些复杂。就在许源正欲回避，给陆晨与徐莹莹腾出单独相处的空间时，一旁徐莹莹却是一把抓住了他，娇声道：许师姐，你要去哪儿？许源有些尴尬道：趁着天色还早，我再去找些灵植。不行，不许去！徐莹莹立刻反驳。陆晨也点了点头。许师妹，你这段时间辛苦了，还是暂且休息一下吧。至于那2000灵石，不用着急，我不缺这点，你慢慢还就行。其实对陆晨而言，2000灵石还真不算什么，而许源又是手底下工作最为卖力的一个，大不了当做优秀员工奖送给对方了，也无伤大雅。不过陆晨也看得出来，许源是个自尊心颇强的人，外加二人非亲非故，若是他说不要了，恐怕适得其反，反而会让许源为了归还灵石更加拼命。一旁徐莹莹也连声道：是啊，许师姐，你再这样下去，身体会累垮了。反正现在事情暂时解决，你也脱离刘宇那家伙的魔爪了，咱们今天就放个假，一起去庆祝一下。至于那笔灵石，徐莹莹眨巴眨巴眼睛，凑到许源耳边，以只有两人听得清的声音继续说了起来。听完徐莹莹的话，随即许源一张俏脸猛地变得通红，小心翼翼地看了陆晨一眼，随即见陆晨正好也在看自己，他顿时如同一只受惊的小猫一般，飞速收回目光，装出一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只是一直红到耳根的脸暴露了他的内心，依旧久久无法平静。见此一幕，一旁的陆晨顿时有些纳闷起来，
也不知道徐莹莹这丫头对许师妹说了什么，让得她变成这样，不会是在说自己的坏话吧？走，今天去我那里，本小姐亲自下厨。小手一挥，徐莹莹豪迈道。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许元也只好点头。至于陆晨，他本来暂时就没什么事，也欣然同意。三人一同离开秘境，前往徐莹莹的住处。路上，拿出云雾舟的陆晨再度让许元震惊了一番。拥有飞行法宝的外门弟子，在此之前，许元几乎就没见到过。虽然东西是陆晨的，但徐莹莹一副有容与焉的模样，嘿嘿笑道：“看吧，许师姐，我就说了，陆师兄可负了。相信我，抱紧这条大腿，准没错。”闻言，许元也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也不知同意的是徐莹莹话里的哪一部分，又或者全都认可。一路上虽然已经坐过一次云雾舟了，但徐莹莹还是好奇的看来看去，摸来摸去。一旁原本还有些矜持的许元，见陆晨没有意见，很快也忍耐不住，加入了徐莹莹的行列。欢声笑语中，三人来到了徐莹莹的小院。从外表看上去，徐莹莹的住处与绝大多数外门弟子无异，院子中种着几株装饰用的药草，或是价格低廉的灵植，但一进屋却是别有洞天。进来吧。打开房门，徐莹莹率先进屋，向二人发出邀请。陆晨紧随其后跟了进来。不等看清屋内的景象，首先感受到的是一阵扑鼻的清香，香味清新淡雅，恰到好处，让人心旷神怡。再定睛看去，屋内的家具相当之多，并且很多都并非宗门原本配备，而是徐莹莹后续自己花灵石购置的，并不是什么上好的材料，但胜在美观精致。屋内整体布局十分温馨，东西虽多，却井井有条，不显拥挤。住在这种地方，想必心情都会舒畅不少。自己的家布置得这么好，也难怪徐莹莹居然有闲心，将秘境内的据点也布置得那么精美。一看就是女孩子住的地方。陆晨点点头，满意道。一旁的许元显然并非第一次到徐莹莹家里来，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而刚才还一脸洋洋得意的徐莹莹，听了陆晨的话，顿时满头黑线。什么叫一看就是女孩子住的地方？陆师兄，你不会夸人可以不夸，没人逼你啊。陆晨也发现了自己的话语似乎并不是那么恰当，但是刚才他脑海中第一时间还真就冒出这么个念头。思索一番，陆晨很快想起了罪魁祸首，那就是柳如雪。对方也是个漂亮的女子，论起容貌比徐莹莹还要更胜一筹，但她家中的布置却是要单调许多，显得颇为朴素，比起自己的还不如。刚见过柳如雪的家，再来到徐莹莹家中，下意识的就发出这样的感慨。一旁见陆晨一副尴尬的模样，许元也是扑哧一笑。刚刚与刘宇对峙时，这位陆师兄如此伶牙俐齿，现在怎么连夸人都不会了？不过徐莹莹只是开个玩笑，并未放在心上。安排陆晨与许元与二人随意坐下后，徐莹莹便钻进了厨房。与陆晨尴尬的对视了一会儿后，许元的脸越来越红，最终他实在坚持不住，站起身来，丢下一句我去看看徐师妹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便也钻进了厨房，只留下陆晨一人无聊的坐着，索性开始打坐调息起来。不知过了多久，一阵一阵的香味从厨房的方向传来，许元与徐莹莹也端着一盘又一盘的精美菜肴从厨房出来。陆师兄，准备开饭。徐莹莹娇声道。陆晨停止打坐，抬眼望去，木桌上已经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菜肴，香味扑鼻，让人食指大动。二位师妹手艺不错啊。只是看一眼识货的陆晨就看得出，绝对是色香味俱全，一样不差。闻言，许元有些不好意思道，都是徐师妹的功劳，我也就打下手而已。哪有？徐莹莹摇了摇头，也有2个菜是许师姐烧的，肯定味道相当不错。虽然已经是修仙中人，但对于徐莹莹与许元二人有厨艺在身，陆晨也不意外。毕竟外门弟子都还做不到辟谷，除开陆晨这等靠服用辟谷丹度日的外，绝大部分外门弟子还是得自己下厨满足需求。不过即便如此，二人的厨艺在其中也算得上是佼佼者。陆师兄，你尝尝这个，这个也挺好吃的。还有这个。这场饭宴，陆晨无疑是其中焦点。徐莹莹频频给陆晨夹菜，让他尝尝自己的手艺。在徐莹莹的怂恿下，许元也微红着脸，夹了2块自己做的菜送到陆晨碗里。虽然陆晨很想说自己有手，但是2个大美女如此殷勤的服侍自己，换作是谁，恐怕也得迷糊。陆晨索性听之任之，享受起来。今天那么高兴，没酒怎么行？吃到一半，兴起的徐莹莹钻进厨房，不一会儿提出2壶酒来，徐师妹，我酒量不行的。许元刚想拒绝，就被徐莹莹打断了。不行。徐莹莹斩钉截铁道，今天都给我敞开了喝，反正是在我家，喝了也不会出事，怕什么？
还是说……目光落到一旁享受着幸福投喂的陆晨身上，他嘻嘻笑道：“莫非许师姐是怕被陆师兄占了便宜？”我……许元俏脸通红，一时语塞，过了半晌才喃喃道：“我蒲柳之姿，又岂能入得了陆师兄的眼？”听到这话，徐莹莹顿时满头问号，她愤怒地娇喝起来：“许师姐，谦虚也不是这么个谦虚法，你可是外门公认的10大美人之一，如果你都是蒲柳之姿，那我这没入选的算什么？难道你在拐弯抹角的骂我是丑八怪？当然不是，徐师妹天生丽质，怎么会是丑八怪呢？至于那什么外门10大美人，本就是好事者瞎扯出来的，没什么依据，没选上徐师妹，是那些人没眼光罢了。”许元连连摇头，这句话还算中听。徐莹莹满意的点了点头。一旁陆晨也笑道：“许师妹太过谦虚，可就成炫耀了。若是不胜酒力，大不了少喝些就是。”好吧。见陆晨也这么说，许元乖乖点头，看得徐莹莹轻哼一声，瘪起了小嘴。什么意思嘛？自己说了半天也不答应，陆师兄一说就行了，还是不是好闺蜜了？真是重色轻友，有意的小船说翻就翻。一旁并未理会徐莹莹的不满，陆晨接过许元为自己倒上的一杯酒，一边浅酌一边询问道：“刚才听你们说到外门10大美人，这是怎么回事？听起来许师妹似乎榜上有名。”说起这个，徐莹莹就来气，她气呼呼地开口道：“其实在以前，咱们外门只有几位师姐是公认的绝色之姿，如柳如雪师姐便是其中之一。她们各有各的拥趸，虽口碑略有高低，但大伙谁也不服谁。正巧过段时间不是门内大比即将召开吗？有位师兄闲来无事，就提出也评比一个绝色之榜，评选出咱们外门的10大美人。此举引来了诸多好事同门的认可，大家踊跃参与，积极投票，就评选出了现在的外门10大美人。哦，都有些什么人？许师妹又是第几？”陆晨越发好奇起来，看向一旁的许元问道：“师姐她屈居第8。”不等许元回答，徐莹莹就先把他给卖了。说着他又继续道：“第1是苏婉月，苏师姐；第2是柳如雪，柳师姐；第3是……”徐莹莹细细说来，陆晨也对这所谓的外门10大美人榜有了了解。听徐莹莹说完，想起她刚才一副不服气的模样，陆晨忍不住又笑着问道：“徐师妹虽然没能入选，但以你的容貌，票数应该也不少吧？不知道排在第几呢？”第11。徐莹莹有些悻悻然道，撅起小嘴娇哼道：“其实人家上不上榜也无所谓了，但凭什么偏偏是那个家伙骑在我头上？人家哪里比他差了？”徐莹莹所说的自然便是位列第10的李倩。二人向来不和，刚入门时便因一些事结了怨。但是李倩不仅修为一直略压徐莹莹一筹，如今连这角色榜的评选也正好以微弱的优势胜过徐莹莹，夺得角色榜最后1名，将徐莹莹给挤了出去。这自然让徐莹莹一直颇为耿耿于怀。更重要的是，在徐莹莹自己与身边不少朋友看来，那李倩虽然长得也还不错，却根本比不上徐莹莹。不知为何，偏偏票数要略胜过徐莹莹。许元连声安慰起徐莹莹：“好啦，徐师妹，这又不是什么权威的榜单，全当一乐而已。在师姐心中，你比陆师妹要漂亮多了。”许元一副哄小孩子的模样，倒是让刚才还有些不开心的徐莹莹心情顿时好转了不少。苏婉月、李倩。一旁回想起刚才从徐莹莹那里得知的一个个名字，陆晨喃喃自语：云瑶并不在这个榜单之内。当然并非颜值不足，而是已经筑基成功的她现在属于内门弟子，不在本次评选之列。但那苏婉月又是如何力压柳如雪夺得第1的呢？这让陆晨不禁有些好奇。毕竟柳如雪无论容貌身材都绝对是世间少有，那冷若冰霜的气质更是能激起人的征服欲。如此绝色的柳如雪都输给了苏婉月，对方又是何等天仙之姿。不过很快陆晨的思绪就被拉回来了。心情好转的徐莹莹非拉着他一起灌许元的酒：“许师姐多喝一点，为了庆祝你脱离苦海。”“对，再来一杯。”“没事，再来一小口，为了我们的姐妹情谊，干了。”徐莹莹劝酒的话一套一套的，很快许元就有些晕乎乎起来，不一会儿就彻底醉倒了。但为了劝许元的酒，他自己也没少喝，此刻也是摇摇欲坠。唯独陆晨好上许多，毕竟他的酒量要远超在场的2位美人。“陆师兄快上啊，许师姐都晕了，该到你表现的时候了。”半边身子扒在陆晨身上，徐莹莹醉醺醺的道。闻言陆晨顿时有些哭笑不得，刚才不还一口一个好姐妹吗？怎么转眼就把自己的姐妹给卖了？见陆晨不为所动，徐莹莹顿时急了。那可是角色榜第8的许师姐，陆师兄你还不把握机会？不得不承认许元确实极美，身材也是顶级之列，性格温柔如水。
能在家人众多的阴阳宗脱颖而出，不是没有道理的。看了一眼匍匐在桌面上，姿势有些不雅，连大片白腻肌肤裸露出来都毫无察觉的许源，陆晨下意识地咽了下口水，走上前去。对，就是这样，脱他的衣服。一旁见陆晨在自己的循循劝导下，终于主动出击，徐莹莹一边激动地挥舞着小拳头，一边醉醺醺地喊道：“那副模样，活脱脱的一个小流氓。幸好这家伙不是男的，不然不知多少仙子要被他祸害。”陆晨心底暗暗想着，无语地摇了摇头，径直来到许源身边。然而徐莹莹预想中的画面并未出现，陆晨将许源抱起，放在一旁的躺椅上，又将他有些不整的衣衫拉好，遮住泄露的春光，而后便走到了一边。看到这一幕，徐莹莹顿时傻了。不是，就这，陆师兄，你在干嘛？徐莹莹有些疑惑不解。陆晨放着许源这么个大美人在眼前，除开必要的接触，碰也不多碰一下。若不是亲自体验过，徐莹莹都忍不住要怀疑陆晨是不是不行了。陆师兄，你当初对我的那股气势呢？拿出来啊！错过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闻言，陆晨却只摇了摇头。许源固然很美，也很是吸引他，能够与这样的女子春风一度，恐怕换做任何一个男子来都是十分愿意的。陆晨自然也想，但是此刻许源处于酒醉的状态，已经彻底晕了过去。他若是此刻对许源不轨，无疑是在趁人之危。即便真要做些什么，那也得是在许源清醒的状态下，知晓他是自愿的才行，不然有违他陆晨的原则。既是结仙缘，又岂能如此不解风情？陆晨淡淡解释来，听得徐莹莹先是咬牙切齿，最后也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算了算了，陆师兄你说的也有道理，是我太着急了。徐莹莹这么主动地想把许源送到陆晨嘴里，自然不是想要出卖许源，而是知晓许源对陆晨有情意，想要让许源也一起抱上陆晨这条大腿，只是有些操之过急了。一旁昏睡中的许源眉头微不可觉地皱了一下，并未察觉到这一点的二人继续说着话。陆师兄，我头也好晕，抱我进房间里躺着。见陆晨主意已定，徐莹莹也不再劝他，伸出双手撒起娇来。好，陆晨应了一声，上前将徐莹莹拦腰抱起，搂入怀中。里间被徐莹莹用屏风隔开，作为闺房。陆晨抱着她3步并作2步来到床前，将她放了上去。然后，陆师兄，你干嘛？被屏风挡住的另一边，许源悠悠睁开眼睛，眼中闪过一抹清明。他的酒量虽差，直到现在依旧头昏脑胀，但也不至于彻底不省人事。其实早在一开始，陆晨把他抱到躺椅上睡下时，他就已经醒了。本以为会发生些什么，他的心中紧张无比，隐隐间还有一抹期待。正是这抹期待，让他下意识地装作依旧在熟睡之中，却是没想到，陆晨将他放下后便直接离开了。别说真做些什么，甚至还将他的衣衫拉好。后续陆晨与徐莹莹的对话又让他再度大为感动，认为自己没有看错陆晨。不过这一刻，许源的心境再度变得略微有些复杂起来，放着毫无防备的自己不碰，却又毫不顾忌的与徐师妹，真是个奇怪的家伙。仅仅隔着屏风，虽然里边的二人已经极力压制，但里间的声音还是不停地传入许源耳中。那声音如有魔力一般，让许源翻来覆去也无法再度入睡。无奈之下，他只能蹑手蹑脚地起身，悄悄打开房门溜了出去。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金丹一层鬼魂徐莹莹进行亲密接触，奖励100块下品灵石。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金丹一层鬼魂徐莹莹进行深度接触，徐莹莹好感度75，奖励200块下品灵石。半个时辰后，本就喝了不少酒的二人直接沉沉睡去，再度醒来时已是日上3竿。坏了，怎么都这个点了？徐莹莹推了推一旁的陆晨，急忙穿好衣衫，越过屏风一看，果然外边的许源早已经离开，只剩下孤单的躺椅以及桌上满布的狼藉，肯定被许师姐发现了。徐莹莹捂着脸呜咽道。虽然许源早已经知晓二人的关系，在阴阳宗此类事情更是屡见不鲜，但与许师姐就只隔着一扇屏风，这么大胆的事也实在少见。饶是以徐莹莹的脸皮，此刻也羞到了极点。怎么了？被徐莹莹吵醒的陆晨也穿好衣衫走了出来。都怪你！恶狠狠地瞪了陆晨一眼。徐莹莹不满地撅着小嘴。陆晨也顿时回过意来，笑了笑道：怎么，徐师妹还不好意思了？那当然，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厚脸皮？徐莹莹气呼呼道。好啦好啦。陆晨伸手揉了揉徐莹莹的小脑袋，温柔道：别生气了，你不是想要一件飞行法器吗？正好今天我有时间，带你去买，怎么样？你说真的？闻言，上一秒还气鼓鼓的徐莹莹顿时双目放光，眼中满是惊喜之色。
当然是真的，先收拾一下房间吧。陆晨笑着道。上次徐莹莹采来玉髓枝，此乃大功一件，却只要了一枚定颜丹。虽然定颜丹很是珍贵，但单枚定颜丹的价格比起玉髓枝还是要逊色不少。因此作为补偿，当时陆晨便承诺过，之后会送他一件飞行法器。正好今日二人在一起，陆晨便顺势提了出来。陆师兄，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狠狠地在陆晨脸上亲了一大口，徐莹莹便匆忙收拾起昨日的残局来。至于陆晨，徐莹莹哪敢让他动手，在徐莹莹的强制要求下，靠在一旁的躺椅上当起了监工大爷。很快，徐莹莹以风卷残云的速度将屋子收拾完毕，急不可耐地拉起躺在一旁的陆晨。好，咱们出发。见这小丫头如此心急，陆晨也不墨迹，拿出云雾舟，乘着风，二人径直朝着灵宝殿飞去。没过多久，那座恢宏的大殿便出现在二人眼前。真气派！走进殿内，徐莹莹脸上满是欣喜之色。虽然她入门要比陆晨早上许久，但实际来灵宝殿的次数却是屈指可数。毕竟平日里赚取的灵石用来修炼后便已经所剩无几，剩下的还得积攒下来，为那遥遥无期的筑基做准备，哪里舍得到灵宝殿来买东西。况且除开较为低劣的下品法器等物品外，灵宝殿的东西一件比一件贵，大多都不是曾经的徐莹莹能消费得起的。但现在今时不同往日，她徐莹莹现在赚取灵石的能力可比以前强了太多，手中的积蓄也多少有一些，不至于连走进灵宝殿的底气都没有。当然更重要的是，她的身后还跟着一个真正的大佬，挥灵石如土的那种。想到陆晨站在自己身后，徐莹莹的腰杆都挺直了几分。这位师姐，不知道有什么需要？二人刚走进殿内，便有一名女子迎了上来。徐莹莹虽来灵宝殿来的少，但在阴阳宗外门摸爬滚打数年，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家伙。二人自顾自地在殿内四周转了起来。灵宝殿一层的法器都只是中下品的等级，至于飞行类的特殊法器就更是寥寥无几了。疾风靴下品法器，加持有风系法术，全力施为可御风而行。这个就不必了。介绍的师妹还没说完，就被陆晨给否决了。这玩意儿他第一次来时就有人给他推荐过，虽然不算很劣质的法器，但缺点很是明显，对灵力的消耗过大。以徐莹莹那低微的境界，怕是飞不出多远就得灵力耗尽，一头从天上栽下来。要是把那张漂亮的小脸给摔坏了，那可怎么办？接待的师妹又拿出另一件法器，那就这个御风靴。它是疾风靴的进阶法器，中品等阶，使用起来不仅速度胜过疾风靴，消耗的灵力也要少上许多。陆晨拿过来仔细看了起来，过了一会儿还是微微摇了摇头，还是太差了些，就没有更好的了吗？陆晨虽然不会炼气，但起码的眼力还是有的。这御风靴虽要胜过疾风靴，但比起自己的云雾舟，差距还是有些太大了，完全入不了陆晨的眼。见陆晨一副嫌弃的样子，那位负责接待的师妹尴尬地笑了笑道：这位师兄，飞行法器本就很是稀少，这已经是我们一层最好的了。其实这御风靴还是很不错的，让这位师姐试试，说不定她会喜欢呢。师兄，要不我试试？一旁徐莹莹也开口道。见徐莹莹也这么说，陆晨也只好点头。很快试过法器之后的徐莹莹有些悻悻然地回来了，还是算了吧。他将法器放回台上，这法器速度还行，但只能用自身灵力催动，对灵力的消耗实在太大了些，我还是不要了。就在徐莹莹拒绝转身准备立刻之际，一旁一道轻嗤声响起。什么对灵力消耗太大？徐莹莹，我看你根本就是买不起吧。李倩听到讥讽声，徐莹莹转过头来，顿时脸色变得难看无比。来人不是别人，正是与徐莹莹有过旧怨，又抢了她角色榜位置的李倩。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李倩，你在瞎说什么？那疾风靴对灵力的消耗本就极大，本小姐看不上它，有什么问题吗？哈哈。闻言，李倩大笑起来。徐莹莹，你就别装了，你几斤几两我还不知道吗？穷鬼一个罢了。对了，不止穷，境界还低。你我二人差不多一起入门的，怎么我都炼气6层了，你还才炼气4层呢？你炼气6层了？感受到李倩身上传来的强烈气势，徐莹莹眉头猛地一皱。前几日李倩还只是炼气5层，略压她一筹而已，没想到几日不见，对方居然已经突破炼气6层，而她依旧在炼气4层原地踏步。倩儿，怎么回事？就在这时，一道身影缓缓走到李倩身边，低声问道：没什么，遇到个讨厌的家伙而已。买不起法器还要装不喜欢，真是让人笑掉大牙。李倩毫不忌讳地说着。闻言，徐莹莹越发火冒三丈。李倩，你不要血口喷人，我买不买关你什么事？哪里轮得到你来造谣？再瞎说
姑奶奶我撕烂你的嘴！哎呀，好吓人！师兄，他好凶啊！随着男子来到自己身边，刚才环牙尖嘴利的李倩立刻装出一副柔弱的样子来，看得徐莹莹一阵反胃，但那男子却是一副颇为受用的样子。倩儿没事，有我在，没人能欺负你。说着，他看向徐莹莹道：“这位是徐莹莹，徐师妹吧？咱们同为阴阳宗外门弟子，彼此间还是要和气一些。刚才那种话可不能再说了。”听到这里，一旁被无视的陆晨也坐不住了。那李倩空口白牙造谣别人，又该当何罪？这位王师兄，你这偏架拉得未免有些太明显了。被突然站出来的陆晨毫不留情地对了一句，男子眼中掠过一抹不满，但还是耐着性子道：“这位师弟是？你又是谁？”陆晨反问道。男子沉声开口：“在下王宇。”王宇这个名字一出，一旁的徐莹莹微微一愣，她怎么感觉这个名字这么熟悉呢？很快她想起来了，外门执法殿的管事不就叫王宇吗？与分管任务殿的江鹤或是分管秘境殿的周生不同，执法殿乃是外门少数实权部门之一，在王宇手下还有不少弟子，势力不小。再一看李倩依偎在王宇怀中，一副得意的模样，此时徐莹莹哪里不明白，难怪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李倩容貌不如自己，票数偏偏比自己多，原来是傍上了这么一条大腿。本以为自己的名号一出，不说让对方立刻卑躬屈膝，起码也得多少有些反应，但陆晨神色如常，一副完全没有听说过自己的样子。这位师弟看起来倒是面生的很啊。王宇笑着，眼中却掠过一抹冷意。在下陆晨。陆晨淡淡答应着。什么王宇？他还真不认识。这时一旁的徐莹应福在他的耳边小声说了两句，陆晨这才明白，难怪这家伙看起来一副那么拽的样子，原来在外门居然还有些名气和权力，原来是执法殿的王师兄，久仰久仰。嘴上这么说着，但看陆晨随意的模样，显然并没有半点真往心里去的意思。不过哪怕只是随嘴一说，却也让依偎着王宇的李倩一副有容与焉的样子。既然知道是王师兄，那你们还不快向我道歉？李倩叫嚣着。看着狗仗人势的李倩，徐莹莹气得俏脸涨红，浑身发抖。李倩，你不要颠倒黑白，明明是你先出口污蔑我，要道歉也应该是你向我道歉才对。哼，我不管，你骂了我就得向我道歉。李倩丢下一句话，转头又摇起王宇的手臂，撒起娇来。王师兄，你可一定要帮帮人家，不能让人家白白被骂了。虽是大庭广众之下，李倩却是毫不掩饰，半个身子都压到了王宇身上，蹭啊蹭的，看得一旁的陆晨都有些目瞪口呆。不得不说，这娘们儿虽然不如徐莹莹长得漂亮，但确实有够骚的，难怪能勾搭上王宇，真不要脸。见李倩露出这副模样，徐莹莹嫌弃的轻嗤一声。闻言，李倩顿时炸毛了。你说谁？谁对号入座，我就说谁了。哼，恶狠狠地瞪了徐莹莹一眼。李倩又看了一旁的陆晨一眼，冷哼道：徐莹莹，别以为你找了个练气7层的师兄当靠山，就可以为所欲为。王师兄可是练气10层，并且过段时间我们俩就会正式结为道侣，到时候就算你这位陆师兄也得对我们恭恭敬敬的。识相的话，给师姐我道个歉，这件事就算过去了。要不然……李倩话音落下，将目光投向身旁的王宇，那意思很明显，若是不识相，身为执法殿管事的王宇能找到100个理由针对你们。哦，听李师妹的意思是要公报私仇吗？一旁陆晨脸上没有半分惧色，淡淡笑道。见陆晨居然也如此嚣张，李倩头脑一热，承认道：就是，那又怎么样？身旁的王宇连忙捂住了他的嘴，笑着道：陆师弟这是说的哪里话？我身为执法殿管事，自然是秉公办事，绝不会做出那等公报私仇之事。但若是哪位师弟真犯了事，法不容情，我也不会留半分情面。身为外门中少数手握实权之人，王宇比李倩精明得多，有些事能做，但得暗地里悄悄去做。若是放到明面上来，100个王宇也不够宗门罚的。而显然，向来骄纵惯了的李倩并不是很懂这个道理。他挣开王宇的手，气冲冲的道：王师兄，你捂我的嘴干嘛？难道我说的不对吗？以你的身份地位，想要教训他们俩，还不是易如反掌？闻言，王宇眉头猛地一皱。够了，李师妹，别胡说八道。之所以会护着李倩，甚至还在前段时间的投票中帮李倩暗箱操作夺得名次，一方面是因为李倩容貌还不错，外加在床子之间对她百依百顺，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王宇自己的私心，能够做庸角色榜10大美人之一，才配得上他王宇的身份。可是若这女人除开身体价值外，只会恃宠而骄，甚至影响自己的前途，那王宇绝不会容忍她。不过是个玩物罢了。
并且哪怕是对面的徐莹莹，也要比这女人漂亮许多。察觉到王宇话语间的冷意，上一秒还使着性子的李倩猛然清醒过来，讪讪道：“对不起，师兄，我够了。”王宇摆了摆手，看向对面的陆晨和徐莹莹。虽然李倩有些发蠢，但毕竟是他罩着的人。李倩被落了面子，就是打他王宇的脸。陆师弟，徐师妹，倩儿说话虽然不太中听，但刚才徐师妹你辱骂于她也是事实，这是我们都亲耳听到的，是她先造谣我的。徐莹莹急忙反驳。此时的李倩也反应过来，咄咄逼人道：“说我造谣你，可以，只要你把那御风靴买下，我就承认是我错了，如何？”闻言，徐莹莹声音一滞。那御风靴价值约500石，以徐莹莹现在的积蓄，咬咬牙也能买得起。但问题在于，这玩意儿对灵力的消耗太大，以他炼气4层的修为，根本用不上啊！买了也是纯纯的浪费。怎么，没话说了？见徐莹莹满脸犹豫，刚才还有些样的李倩顿时再度神气起来。既然你本就买不起，又怎么能说我是造谣呢？徐莹莹，还不给我道歉？你做梦！徐莹莹咬牙切齿，她和李倩积怨已久，让她给李倩道歉，还不如杀了她。不就是500石吗？本小姐买了。说着，徐莹莹就欲咬牙买下御风靴，大不了亏上几百灵石就是了。一旁，李倩见此一幕，顿时有些乐不开支。俗话说，最了解你的人，正是你的敌人。以他对徐莹莹的了解，知晓徐莹莹应该能买得起这御风靴，但那又如何？徐莹莹却要为此付出500灵石的代价，照样是他李倩赢了。就在徐莹莹正欲拿出灵石之际，一旁一只手伸出：“徐师妹，你是不是忘了，今天的消费应该由我买单？”陆晨淡淡笑着，阻拦了他的动作：“咱们不买这破玩意儿。”可是，师兄，徐莹莹委屈巴巴地看着陆晨，他也不想买，但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陆晨笑了笑：“500灵石的飞行法器，咱们可看不上，我带你去买更好的。”一旁，李倩翻了个白眼：“这位师兄，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但这御风靴可就是灵宝殿最好的飞行法器了，想装逼也先打听打听好不好？”周围一些围观之人也发出阵阵嗤笑声，即便是这御风靴，在大部分人眼中都已经贵得不得了，还说要买更好的，简直让人笑掉大牙。在他们看来，陆晨这是为了讨徐莹莹欢心，已经昏了头了。这等大言不惭的话都能说得出来，谁说他是灵宝殿最好的飞行法器？面对李倩与众人的讥讽，陆晨神色如常道：“他只是一层最好的而已，上面好东西数不胜数。”说着，陆晨指了指屋顶。众人自然知晓，灵宝殿不止一层，但对于绝大多数外门弟子而言，2层及以上，那些都不是属于他们的地方。一旁，王宇闻言也是哑然一笑。要知道，飞行法器因其特殊性，价格都要比同阶的其他法器要贵一些。就连他也只去过2层一次，买了一件相对价格较低的上品法器。这位炼气7层的师弟，居然还想上2楼去买飞行法器。如果说刚才王宇还对始终神色自若的陆晨有几分怀疑，那么现在他彻彻底底的认定，这家伙就是在信口开河。陆师弟，你莫不是把2楼的法器们当成了路边的大白菜？那里的飞行法器，就连我都买不起。听师兄一句劝，让徐师妹道个歉，这件事情也就结了，别打肿脸充胖子。从未去过2层的李倩听王宇这么一说，顿时越发的底气十足，真是笑死人了。要是你们真买得起2楼的飞行法器，我李倩当场给你们磕一个。这可是你说的。陆晨淡淡一笑道：“到时候李师妹可别反悔。”说着，陆晨转身牵起徐莹莹的手，轻声道：“走，徐师妹，师兄带你上去买飞行法器。”其实陆晨一开始就想带徐莹莹上2楼去买，是徐莹莹不想让陆晨太过破费，才主动提出先在1楼多看会儿，说不定能有适合自己的。2人这才在1楼蹉跎了那么久。徐莹莹俏脸微红，牵住陆晨的手，与他一同走上2楼。身后完全不信的李倩、王宇以及一堆吃瓜群众也纷纷跟了上去。这是怎么回事？2楼楼梯口，一名准备接待的弟子见到浩浩荡荡的人群一齐上楼来，顿时傻了。在灵宝殿2楼工作了2-3年，他也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阵仗啊！今天这是怎么了？莫非诸多外门弟子集体发财，上2楼大消费来了？为首的陆晨看了一眼一脸懵逼的师妹，微微一笑道：“这位师妹，他们都是来看热闹的，你只需要接待我们俩就行。”陆师兄，那位师妹看了陆晨一眼，立刻认出了这位灵宝殿2楼少有的炼气7常客。听他这么一说，虽然依旧不明所以，但还是连连点头，如看不见后边的那一大群人一般，专心接待起陆晨2人来。得知了陆晨2人的需求，
这位师妹很快将二人引到一处贵宾室，还请二位稍等片刻。说着，他便暂时离开去取法器。一旁看着刚才与接待的师妹谈笑风生的陆晨，李倩冷笑着摇了摇头：“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倒是一边的王宇有些疑惑不解，他虽然也曾到2楼来消费过一次，但却没能被接待到这贵宾室来过。这陆晨为何一来就被迎到贵宾室了？不过深知灵宝殿2楼的服务极好，王宇虽疑惑，却也没有想太多。与此同时，那群沾了陆晨的光也一同进入贵宾室的吃瓜群众，顿时议论纷纷起来。这灵宝殿2楼果然气派，我还是第一次上来呢。就是居然还有贵宾室，服务真好。我看这小子一副轻车熟路的样子，不会真经常来这里吧？呸，瞎说什么呢？一看就是这小子偷蒙拐骗惯了，心理素质好而已。看着吧，一会儿法器真拿来了，他肯定又要找各种借口说不合适，不想买了。一名面相阴柔，看上去有些刻薄的男弟子说着，一副彻底看穿了陆晨心里的语气。这番言论顿时获得了周围众人的一致认可。陆晨的修为不过与他们相仿，他们才第一次上这灵宝殿2楼来，对方却早已经是这里的常客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很快，那位接待的师妹拿着2件法器回到了贵宾室。陆师兄，徐师妹，还请过目。他将2件法器放到玉桌上，顿时吸引了周围众人的目光。2件法器此刻均是缩小状态，并未完全呈现原貌，但即便如此，从2者周身萦绕的灵气与神秘力量都彰显着2者绝非凡品。一层那件中品法器等阶的御风靴也还算不错，但若是摆到这2件飞行法器前，那便是小巫见大巫，难以相提并论。徐师妹，请。陆晨微笑着看向徐莹莹，在他的鼓励下，小脸红扑扑的徐莹莹也鼓起勇气，激动地拿起其中一件法器。这是一件翅膀形状的上品法器，颜色五彩绚丽，缩小形态下显得极为小巧精致。被徐莹莹拿在手上，随着灵力的注入，顿时猛地变大，随即自行飞到了徐莹莹的身后。哇！看着自己身后如同长出了一对五彩斑斓的翅膀般，徐莹莹有些激动地叫出声来。一旁不少其他炼器弟子也满脸惊讶，这么漂亮的上品法器，他们平日里根本见不到。李倩也双目放光，眼中满是喜爱之色，下意识地拉了拉一旁王宇的衣角，这可把王宇给吓了一大跳，连连退开2步。这翅膀法器一看就不是便宜货，他虽然是执法殿管事，手中有些权力，积蓄也比一般外门弟子要多，但这玩意儿他可买不起。哼！李倩冷哼一声，但也没说什么。他虽然刁蛮，但也心中有数，这东西王宇买不起，也不可能买给他。不过连身为执法殿管事的王宇都买不起的东西，又岂是那陆晨和徐莹莹买得起的？看着沉浸在喜悦中的徐莹莹，李倩的嘴角勾勒出一抹讥讽之色，冷声道：“看样子徐师妹很是喜欢这件法器呢。”说着，她看向一旁负责接待的女弟子问道：“这位师妹，不知道这件法器的价格是多少？”女弟子疑惑地看了她一眼，但还是客气地回答道：“这件法器名叫仙子翼，取材自筑基后期的彩羽兽，不仅外形华丽精美，速度也是奇快无比，并且它对灵力的消耗极少，便是炼器期也可以完美掌控，最是适合徐师妹了。不过它虽只是单人飞行法器，但其实际等阶已经近乎法宝，算得上是顶尖行列的上品法器，价格比起一般的上品法器要贵上一些。”说着，他看向一旁的陆晨，恭敬道：“这件法器的原价是2000灵石，但若是陆师兄和徐师妹确实有意购买，我可以做主以1800灵石的价格卖出。”虽然因为陆晨的缘故已经打了折，但这个价格还是让周围众人惊得倒吸一口凉气。徐莹莹更是傻眼了，她还以为上品法器的价格应该也就1000块灵石左右，没想到这直接几乎翻了1倍。那可是1800灵石，多少外门弟子花上5-6年也不一定能积攒下这么多。在场众人除了陆晨外，可能也只有王宇倾家荡产才勉强能买得起。听闻这个价格，震惊之余，李倩脸上的喜色更浓。灵宝殿2层法器的价格实在超乎她的想象，但也正是如此，那陆晨和徐莹莹就更不可能买得起了。果然，转头看了一眼被吓傻的徐莹莹，李倩已觉胜券在握，连连冷笑。李倩开口道：“这位陆师兄，既然徐师妹这么喜欢这件法器，现在该到你表现的时候了。”“谁说的？我不喜欢。”徐莹莹狠狠地瞥了李倩一眼，将仙子翼收起放了回去。她虽知道陆晨很富，但对方具体有多少灵石她也不清楚，并且陆晨先是购买了价值4000灵石的四方灵龟阵，又替许元付了2000灵石的欠债。徐莹莹估摸着，陆晨就是灵石再多，恐怕也所剩无几。况且陆晨自己的云雾舟也才1500灵石，他
他哪来那么大的脸，用比陆晨还贵的飞行法器？眼中虽有几分留恋，但他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哈哈哈，我就说吧，刚才还一副爱不释手的样子，知道价格后就一下子不喜欢了。一旁那个面相阴柔刻薄的男弟子见状，顿时哈哈大笑起来，引得周围也是一片哄笑之声。李倩更是直接对接待的女弟子开口道：“这位师妹，你还是把法器收起来吧，这两个家伙就是俩穷鬼，不可能买得起这2件法器的。再向他们介绍，也不过是白费口舌。就是把他们赶出去，赶出去！”周围众人起哄起来，他们从来就不相信陆晨能买得起上品法器，大家都是炼气7、6、7层的修为，你凭什么？此刻见徐莹莹无话可说，他们也不介意痛打落水狗，顺带着巴结一下执法店管事王宇。一旁王宇眼中也满含笑意，讥讽地看着陆晨，这下我看你如何收场。他已经做好准备，等出了灵宝殿，就让自己手下的人去把这件事情好好宣传一番，让大家都知道外门有这么个喜欢信口开河的家伙。无知看着众人兴奋的模样，陆晨无语地摇了摇头。他转头看向已然有些懵逼的女接待，手在腰间的储物袋上一摸，顿时晶莹剔透的灵石如同流水般纷纷洒落到一旁的玉桌上，转眼间便堆成了一座小山。师妹，还请清点一下，1800块灵石，1块不少。哦，好的。女弟子回过神来，连忙上前清点起灵石，同时心中暗暗想到，果然这就是他认识的那个1掷千金的陆师兄吗？刚才见周围一口一个穷鬼，一副信誓旦旦让自己把2人赶出去的模样，他险些以为自己是不是认错人了。能买下4方灵龟阵的人，怎么也和穷鬼2字沾不上边啊。很快他将灵石清点完毕，转头看向陆晨，甜甜道：“陆师兄，没问题，灵石已经收到。”说着他又将再度缩小的仙子翼递到了一旁有些愣神的徐莹莹手中。徐师妹，法器还请拿好。哦。徐莹莹回过神来，连忙将仙子翼接过，一副有些没睡醒，感觉周围一切都不太真实的样子。至于周围的众人，更是已经彻底傻了，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眼前炼气7层的陆晨能随手拿出那么多灵石来。可是一旁玉桌上那一块块晶莹剔透堆积成小山一般的灵石，却又在明晃晃地打着他们的脸。那阴柔男弟子此刻只觉自己的脸正在啪啪作响。李师妹，如何？带着笑意，陆晨看向一旁还处于震惊状态的李倩。李倩呆呆地看着他，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却又什么都说不出口。王宇倒是很快反应了过来，苦笑了笑道：“没想到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陆师弟竟如此富裕。”说着看了一眼下意识缩在自己身后的李倩，王宇又笑了笑，打起圆场道：“陆师弟，今天的事说到底就是一场误会，既然你们说到做到，买下了2层的飞行法器，那刚才徐师妹辱骂李师妹的事也就算了，今天的事就此作罢，如何？”听对方一副放过自己2人的语气，陆晨顿时笑了：“王师兄，你好像搞错了些什么，徐师妹本来就没错，真正需要道歉的是你们身边的李师妹才对。还有，她刚才可是做过保证，与我们有过赌约的，王师兄可别忘了。”闻言，王宇面色一冷，即便有些灵石又如何，他可是执法店管事。他没想到自己好言主动提出和解，对方区一个炼气7层，居然敢不给自己面子。王宇的声音冷了下来：“陆师弟真要纠缠到底，一直纠缠的是你们的才对。”陆晨脸上依旧笑眯眯，声音却冷了下来：“真当自己软柿子那么好捏呢？”“好，很好，陆晨，我记住你了。”王宇冷声道，随即他的目光阴恻恻地看向一旁的徐莹莹，再度开口：“徐师妹也是这个意思吗？”徐莹莹昂起了头：“我听陆师兄的。”挑衅完自己就想跑，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好。王宇此刻的表情已经冷到了极点。自从他晋升炼气10层，成为执法殿外门管事，还从未有人大庭广众之下敢这么不给他面子过。不过显然陆晨确实丝毫不把他的身份放在眼里。陆晨看向李倩，淡淡道：“李师妹，现在该到你履行承诺的时候了。”闻言，李倩的脸骤然一白，当众给自己最大的敌人徐莹莹下跪，那他今后还怎么抬得起头来做人？他下意识地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一旁的王宇。然而王宇铁青着脸，并没有回应他。周围聚集了那么多人，李倩刚才的话被所有人都听到了，便是想赖账也赖不了。更何况陆晨2人不给他面子，他也无能为力，总不能叫人来把陆晨和徐莹莹2人抓起来吧？哪来的理由呢？见王宇不搭理自己，唯一的救命稻草也没了，李倩瞬间如坠冰窖：“不行，我不能跪，凭什么让我跪？”他猛地往后退去，竟是想直接逃跑。慌不择路之间，险些撞到门口聚集的诸多吃瓜群众。众人纷纷惊呼：“
被李倩闹得一阵鸡飞狗跳。然而就在众人以为真要让李倩给逃掉之际，她的身影却一点点的回来了。在她的腰间系着一条青黑色的绳子，任凭李倩如何向外挣扎，也撼动不了那根绳子半分。这是上品法器，有识货的人很快认出了那绳子的来历。王宇也是眼皮一跳，眉头紧锁。他自己也是拥有上品法器的人，他看得出来，与自己那件勉强跨过上品门槛的法器不同，眼前这条绳状法器，即便在上品法器中也是极为优质的存在。而它的主人正是那该死的陆晨。李师妹，这是要去哪儿？别那么心急嘛，磕完头再走也不迟。陆晨咪咪笑着，看上去一副友善可亲的模样，但此刻落在李倩眼中的却是恶魔的形象。他的全身被蔓延的鬼藤绳束缚住，动弹不得，只能任由陆晨摆布。不要，你放开我。没事，很快的，求求你放开我。别害怕，就一下而已。很快，在陆晨的摆弄下，李倩无比屈辱地跪倒在地。只听砰的一声，李倩的头猛地撞在地上，把地板都磕得震天响。李倩只觉一阵头晕眼花，缕缕鲜血顺着她破掉的额头滑落。哎呀，轻轻磕一下，意思意思就行了嘛，李师妹干嘛那么用力呢？一旁陆晨一副无辜的样子，埋怨起李倩来。听到这句话，李倩一口老血差点直接吐了出来，疼痛混杂着屈辱，让她浑身发抖，看向陆晨和徐莹莹的目光中饱含着恨意，还有几分责人而逝的疯狂。然而她的身体依旧被鬼藤绳紧紧束缚着，想要做些什么也根本做不了。答应的事已经做了，现在可以把人放了吧。一旁王宇脸色铁青，开口道。虽然磕头的人不是他，但李倩是他原定的道侣，李倩被逼磕了头，照样把他的脸也给打了。不好意思，忘了。陆晨嘿嘿笑着，手一招，鬼藤绳便迅速缩回普通长短，飞回他的手中。失去了束缚的李倩身子一软，险些摔倒在地。他看向陆晨的目光中满含恨意，如果眼神能杀人的话，恐怕陆晨早已经被他凌迟100遍了。别让我抓到你的把柄。王宇冷哼一声，扶起李倩。哎呀，我好怕啊。陆晨拍了拍胸口，笑道：王师兄，你可别说这样的话，师弟心脏不好，要是被吓到了，会忍不住跑去长老那里把你的话复述一遍的。你看着陆晨，王宇虽愤怒到了极点，但还真就不敢多说些什么。现场人那么多，若是他真敢说些不合适的话，被传扬出去，他这位执法店管事也就不用干了。后会有期。扔下冷冰冰的4个字，王宇带着已经快要气晕过去的李倩转身离开。王师兄，李师妹慢走不送，期待和你们的下次赌约。身后陆晨依旧满脸笑容，就仿佛离开的2位是他多年的至交好友一般。陆师兄，你好坏哦。那李倩刚傍上，还以为自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结果转头就吃那么大的亏，估计都得气死了。一旁徐莹莹再也忍不住，扑哧一下笑出声来。她认识李倩那么久，还是第一次见她吃那么大的亏，更何况还是栽在自己2人手上。至于王宇就更不用说了，那可是外门执法店管事，以往徐莹莹见了也要客客气气的，结果面对陆晨照样得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怎么，帮你出气，你不喜欢？陆晨淡淡一笑，区区一个执法店管事，不过吓唬一些不谙世事的外门弟子而已。他有着整整1000年的记忆，自然清楚这点蚊子腿大的权力在整个宗门面前不值一提，最多能背地里使点小手段而已，又怎么能吓退他陆晨？当然喜欢，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我看李倩那家伙以后在我面前还怎么抬得起头。徐莹莹嘻嘻一笑，心情显然好到了极点。陆晨则是没好气的在他屁股上轻拍了一下。你说谁是恶人呢？早知道不帮你了，人家只是开个玩笑嘛。这里好多人的，关键部位被偷袭。徐莹莹俏脸一红，有些娇羞道。然而周围众人见此一幕，却是纷纷转过头去，装作什么也没看见。开玩笑，这位可是连王宇都敢羞辱的猛人，之前不清楚情况也就罢了，现在还敢嘲笑，不要命了！离开灵宝殿，徐莹莹便急不可耐地拿出仙子翼，一对绚丽的翅膀从她的背部延伸而出，就仿佛本就是从她身上长出来的一般。陆晨也拿出自己的云雾舟，跟上了他。欢声笑语间，2人渐渐远去。陆师兄，你说刘宇那家伙坑了许师姐？天际飞累了的徐莹莹坐回陆晨的云雾舟，眨巴着一双大眼睛，好奇地看着他。10有8九。陆晨点头道，不过目前我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这样吧，不是说刘宇那家伙骗取了不少外门师妹的芳心吗？你的人脉比较广，帮我调查一下，和那些师妹聊一聊，看看有没有和许师妹类似的情况。得令。徐莹莹朝陆晨拍了拍胸脯，满口答应下来。
且不说此刻他对陆晨那叫一个言听计从，单凭这件事与许源有关，他便当仁不让。很快，徐莹莹辞别陆晨，前去调查起来，而陆晨则是回到了自己的院子。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修行幻形术与敛息术，这是他前世无意间习得的2种另类秘术。幻形术顾名思义，可以让他在一定时间内任意变换成别人的模样，比起易容术之类的江湖术法，既方便也几乎没有破绽。想要识破，唯有神魂力量比陆晨高才行。然而陆晨虽只是炼气7层，但无论是灵力之深厚还是神魂力量，他都远超同阶，甚至不逊色于一般的筑基初期。也就是说，陆晨修行这门术法后，想要识破他的伪装，起码也得是筑基中期才行。而在外门众多弟子中，根本就没有筑基期的存在。陆晨施展这门术法，被人发现的可能性极低。另一门敛息术亦是如此，不过它的作用是让人收敛气息，不被发觉。上一次在树林撞见江鹤与那黑影密谋之际，若是陆晨修习了这门术法，他也就敢靠近些，听听二人在说些什么了，不至于如现在一般两眼一抹黑。只能猜测江鹤可能是想要对自己不利。如今境界也提升上来了，结合此类秘术，必定妙用无穷。陆晨心中暗暗想着。有了1000年的充足经验，陆晨只在脑海中稍稍回想了一会儿，灵力流转间，2个时辰后，幻形术便入了门。而那敛息术亦是如此，若是让人初次学习，怎么也得花上个10天半个月才能学会。但不到半天的时间，陆晨便做到了。说到底，他不过是将已经学会了的东西重新练习一遍而已。对于2则术法需要掌握那些要点，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陆晨都一清二楚，自然轻而易举，水到渠成。变！陆晨心中默念一声，幻形术发动。很快，陆晨原本颇为英俊的一张渐渐变了模样，鼻子变长，眼睛变得细长了些。虽然依旧算得上英俊，但眉宇之间却多出了几分高傲之色。看着镜子里与自己记忆中几乎一模一样的一张脸，陆晨满意的点了点头。他所幻化的正是刚才见过不久的执法店管事王宇，只是略微一模仿，不只是对方的模样，就连那副神态，陆晨也学得惟妙惟肖。即便是与王宇知根知底的李倩在此，一时半会儿恐怕也不一定分辨得出眼前的王宇乃是别人假冒的。只是虽然样貌能幻化，神态能学，但一个人一些下意识的习惯却是很难模仿的。更何况每个人都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各种各样的秘密。陆晨借助这幻形术，想要瞒过别人一时不难，但若是与他身边的人相处久了，必然会露出破绽。不过只是如此，对陆晨来说也已经够用了，反正他又不准备去冒充谁一辈子。随即陆晨又尝试了一下敛息术，果然与他记忆中的一模一样。这敛息术的作用看似不如幻形术，但比起幻形术更好的一点是，只要神识比陆晨强大的，便能识破他的幻形术。但想要识破陆晨的敛息术，却起码要高出他一个大境界才行。也就是说，以陆晨实际相当于筑基初期的神识而言，若是此时有筑基修士从陆晨院外经过，神识一扫，也只会将陆晨当作一件死物，根本发现不了他的存在。起码也需要金丹期的高手才能发觉一点蛛丝马迹。就在陆晨不亦乐乎地尝试着2项秘术的效果之时，突然他发觉自己体内有些异样，感觉好像多出了些什么东西来。陆晨念头微微一动，随即系统界面出现在了他的眼前。宿主陆晨，年龄18岁，修为炼气7层，筑基1层，寿命1018岁，1036岁，功法无定灵火经、阴阳经，新增秘术幻形术、敛息术。咦，陆晨这才发现，随着自己修习成功幻形术与敛息术，自己系统的个人界面居然多出一栏来。检测到宿主成功习得秘术幻形术，奖励9转金玄丹1瓶；检测到宿主成功习得秘术敛息术，奖励上品防御法宝软猬甲1件。什么？听到这2道声音，刚才还只是有些好奇的陆晨瞬间瞳孔地震。身为一名炼丹师，陆晨修为虽低，但1000年经验积攒下，见识却是不少。不少高阶丹药，陆晨虽从没见过，但也有所耳闻。这9转金玄丹便是其中之一。这丹药比起当初丹峰峰主慕言熙长老所赠的洗髓丹还要稀罕，乃是真正的疗伤圣丹，号称可以活死人、肉白骨。当然，实际效果并没有那么夸张，但只要你有一口气在，服下9转金玄丹，就可以捡回1条命。这乃是真正的神药。至于那软猬甲，就更不必说了。上品法宝等阶，要知道，在修真界，各类宝物等阶森严，法器、法宝、灵器、灵宝，其中又分上中下品。陆晨仅凭借一件上品法器
就能将李倩玩得痛不欲生，那这身为上品法宝等阶的软猬甲又将是何等的不凡。陆晨深吸一口气，爱不释手地将软猬甲从那片神秘空间中照出，一滴精血附上，软猬甲便自动认主了。感受着其内蕴藏着的恐怖力量，陆晨满脸喜色。随着他心意一动，那软猬甲便自动飞到陆晨身后，越过衣衫，贴在了他的身体表面。陆晨下意识地挥出一道灵力，朝着自己胸口砸去。软猬甲轻轻一动，那道灵力近乎9层的力道便都被他给吸收了，剩下的力道已经微乎其微，被陆晨自己的身体轻易化解。宝贝，绝对的宝贝！陆晨顿时大喜。他虽然不知道这软猬甲的上限多少，最高能防御什么等阶修仙者的攻击，但他估计绝对不低。毕竟正常而言，上品法宝乃是元婴期大能才能常用的宝物，就连金丹巅峰的修士拥有上品法宝的也寥寥无几。身为一个炼气期，他竟能拥有此等宝物，炼气期自然是由他横着走。甚至就连筑基期修士，陆晨也有了信心碰上一碰。要知道，陆晨的灵力与神识虽已经不逊色于一般的筑基初期，但是筑基期与炼气期的差距不只在于灵力神识的强弱，还在于各类术法。筑基期所能修行的术法要比炼气期术法厉害了太多太多，就连御剑飞行也是筑基期之后才专属拥有的技能。因此哪怕以陆晨的实力，在此之前他也只有信心与筑基初期过上几招，想要打赢对方几乎没有可能。但现在有了软猬甲傍身，一般的筑基初期绝不是他的对手，甚至就连筑基中期，陆晨也不再那么惧怕了。只可惜不是攻击类的法宝。陆晨轻声叹息一句，若是攻击类的上品法宝，他甚至有信心和筑基后期的高手碰上一碰。不过只是瞬间，陆晨便将这个念头抛之脑后。攻击类与防御类法宝各有各的好处，一者强化战力，一者提升保命能力。反正眼下陆晨又不是要去和那个筑基期的师兄打架，有这软猬甲，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能救下他一条性命。一般来说，这个等阶的法宝都能隐藏才对。看着穿在自己身上的软猬甲，陆晨心念一动，随即这件银灿灿的宝甲很快变得透明，最终彻底消失在陆晨眼前，就连他的气息也彻底消失不见。果然如此，陆晨对这软猬甲越发满意了。若是不能隐藏，那他区一个炼气期弟子可不敢穿着这软猬甲招摇过市。一般的灵石，那些金丹元婴不屑与他一个小辈争抢，但若是这个等级的宝贝，就算是一些元婴老怪物见了，恐怕也可能会坐不住。陆晨可不想自己出一趟门，回来就看到一个元婴老怪站在自家门口。到那时，他即便交出软猬甲，恐怕也不一定能逃得一命，因为对于这等老怪物而言，面子可是相当重要的东西。抢了一个炼气期小辈的东西，自然是要顺手杀人灭口，毁尸灭迹，要不然若是传出去，名声多不好听。陆晨清楚，虽有阴阳宗的庇护，他可以适当的显露财富，但是软猬甲这等宝物，他若是真敢堂而皇之的拿出来，那他的脑袋就是被驴给踢了，嫌自己命长。好在软猬甲自带的功能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日后修为足够以前，不到万不得已，他也不会随意使用软猬甲。这玩意儿就是他在关键时刻的保命神器。次日午时，陆晨再度休息了一会儿唤醒术与敛息术后，一道身影突然落到了他的院外。陆师兄，快把阵法打开！徐莹莹一边收起翅膀，一边大喊道：来了来了！陆晨打开阵法，将徐莹莹迎进院内。调查的怎么样了？看着徐莹莹，陆晨开门见山道。徐莹莹有些尴尬的摇了摇头，对不起，陆师兄，我没有查到太多东西。听徐莹莹仔细说来，陆晨才知道，他去找了好几个往日里与刘宇走得极近的师姐师妹，这其中大多都表示，之所以与刘宇结仙缘，是出于对他的喜爱。简单来说，这些蠢丫头都是被刘宇伪装出的外表给欺骗了，主动上钩的。只有一个师姐有些支支吾吾的，并不承认与刘宇的关系，并且在提起刘宇的时候，她的脸上还下意识地流露出一抹厌恶之色。可我还想再追问些，她却是什么都不肯说了。徐莹莹无奈道：哦，这人是谁？陆晨好奇问道。是陆清禅，陆师姐。徐莹莹答道。陆清禅。陆晨闻言总觉得这个名字有些耳熟，似乎在哪里听说过。徐莹莹随即提醒了他，就是那个外门角色榜上排名第6的陆清禅，陆师姐了。是他。陆晨顿时想了起来。据徐莹莹当初所说，这陆清禅性格孤僻，向来形单影只，没什么朋友。没想到他居然也与刘宇有些关系。陆晨有种强烈的预感，从陆清禅的身上一定能挖出些线索来。秘境内还有诸多事务要忙，与陆晨聊了一会儿，又到屋内深度交流一番后，
徐莹莹便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而随着徐莹莹离开后，不一会儿，陆晨的身影也从院子内走出。陆清禅坐在云雾舟上，陆晨驾驭着它，朝着一个方向径直驶去。刚才从徐莹莹那里，陆晨已经得知了陆清禅的住所以及容貌等，顺带着陆晨还向徐莹莹打听了刘宇的一些言行举止、性格爱好。虽然满脑子好奇，不知陆晨打听刘宇这些情报干什么，但徐莹莹还是将自己所知的一切都乖乖告诉了他。很快，陆晨的云雾舟停在一处密林间，陆晨钻了进去。不一会儿，一个摇着折扇、满脸和善笑容的男子便从密林处走了出来。刘师兄。路过的一名弟子见到男子，向他打了个招呼。男子也和善一笑，师弟好。很快，男子刘宇便站到了陆清禅的小院外。陆师妹，在家吗？幻化成刘宇模样的陆晨上前叩响院门。很快，只听吱呀一声，屋门打开，一名身着青衣、面容俊冷的女子走了出来。看到陆晨的一瞬间，她的脸色瞬间再冷3分，目露厌恶之色。刘宇，昨日才刚走，今天你又来干什么？距离说好的时间不是还有3天吗？陆晨嬉笑着。陆师妹，你先让我进去呗，有什么话进去说。陆晨的声音与刘宇虽略有出入，但在陆晨极力模仿下，除非是与刘宇极为熟识之人，否则也难以辨别。显然陆清禅并不在此列。陆清禅好看的眉头微皱了皱，虽然对眼前之人厌恶无比，但他也心知外边不是说话的地方，犹豫一下后还是打开院门让陆晨进来了。我警告你，别想碰我，否则就算是拼上这条命，我也不会让你好过。冷声威胁了一句，陆清禅这才打开院门让陆晨走了进来。好一匹烈马。陆晨心底暗暗称奇。在阴阳宗受宗训以及功法的影响，大部分弟子思想都极为开放，对男女之事不仅不抵触，反而推崇之至。对他们而言，什么清白还不如一捧灵石来的实在。少有性子清冷的，也不过是眼光太高，出嫁不够罢了。如陆清禅这等是贞洁如命的女弟子，实在少见。他虽然不知道刘宇和陆清禅之间具体发生了什么，但隐约能猜出陆清禅恐怕也是受了刘宇的威胁。二人进屋后，陆晨嬉笑着坐到了陆清禅的身边。他不知道之前二人是如何相处的，也只好自由发挥了。再说了，如陆清禅这等绝色冷艳的佳人，是个男人见了都会忍不住往上凑的。陆清禅眉头微皱，往边上挪了挪，远离陆晨一些。说定的时间还没到，你今天到底来干什么？你说呢？陆晨神秘一笑，他根本不知道两人说定了什么，只能当起谜语人。我还没有考虑好。陆清禅叹了一口气，还考虑那么多干嘛？陆晨嘿嘿笑着，你的条件我是绝对不会答应你的。陆清禅声音坚决。陆晨依旧笑而不语地看着他，心中却是在狂吼着，到底是在考虑什么？你倒是说啊。虽然陆晨很想直接问问，但那样一来很可能引起陆清禅的怀疑，只能秉持着少说少错的原则，一言不发。见陆晨久久未语，只满脸笑容地看着自己，陆清禅的神色暗淡了几分。好吧，我承认，即便到了3天后，我也没有办法拿出那么多灵石。可是你的要求未免有些太过分了。既然你觉得我的要求太过分，那你想怎么样说说你的条件？陆晨斟酌了一下，开口道。他在试图引导陆清禅说出更多信息。陆清禅不疑有他，毕竟在他看来，眼前的就是刘宇，是对一切内容都很清楚的刘宇，自然也不会防着他。那2000灵石我可以分期一点一点害刘师兄你，好不好？有求于人，陆清禅的语气也软下来了几分。又是2000灵石，陆晨心头一紧。之前许元就是因为打坏刘宇的流光玉，欠下2000灵石，才被绑在刘宇身边，不敢接触道侣关系。现在陆清禅也欠下刘宇2000灵石，莫非也与流光玉有关？这个敏感的数字让陆晨浮想联翩。之所以他会追查刘宇的事，一方面是为许元出一口气，毕竟无论如何，许元在他手底下做事，为他打工，那就是他的人。要是自己的人被欺负了，不帮忙出头，那他这个老板心里也过意不去。另一方面，他陆晨的灵石可不是那么好拿的。若许元确实打碎了刘宇的流光玉，也就罢了，但若并非如此，那刘宇敢拿他的灵石，拿了多少就得吐出来多少。回想着刘宇的神态，陆晨手摇折扇，虚伪的轻笑起来。陆师妹，2000灵石可不是个小数目，以师妹你的能力，需要多久才能赚够这么多灵石呢？我自然会想办法，最多1年之内会把所有灵石全部还清。陆清禅咬着银牙，低声道：1年时间想要赚取2000灵石，哪怕以他炼气7层的修为，也几乎不可能做到。但他知道，若是再延长时间，对方绝不会答应，只能多拖一会儿是一会儿了。然而陆清禅还是想得太天真了，哪怕是1年时间，
陆晨，不对，准确来说，换做刘宇本人在这里，也是不会答应的。而急于从陆清禅这里逼问出消息的陆晨，就更不会答应了。1年时间太久了。陆晨摇了摇头，实话告诉你吧，陆师妹，我今天出现在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别说1年了，就是原定的3天，我也等不及。直勾勾地看着陆清禅，陆晨露出一抹阴冷的笑容。对方话语一出，陆清禅脸色陡然一白。虽然见到对方的那一刹，他的心中便早有预料，但真正听到这样的话，心中那最后一丝侥幸才彻底烟消云散。你想干什么？他警惕地看着陆晨。你说呢？陆晨嘿嘿笑着，目光在陆清禅那凹凸有致的身体上肆无忌惮地扫视着。你真就那么着急？陆清禅的声音冷到了极点。但你还是别做梦了，我就算死也不会答应做你的道侣。果然，听到这2字，陆晨心中冷笑一声，还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啊。刘宇这家伙当真又用灵石做要挟，让别人做自己的道侣。这是刚被许愿抛弃，转头就来找陆清禅这个预备役了吗？也难怪，徐莹莹上门来找陆清禅，却是什么东西也问不出来。2人关系本就不是多亲近，以陆清禅的性子，这么丢人的事自然不会随意向外透露。心中已经猜到个七七八八，做戏做全套。为了避免陆清禅起疑，陆晨看着眼前一袭青衣、绝色动人的陆清禅，露出一副色中恶鬼的模样，栖身而进。那可由不得你。随着身体贴近陆清禅，不仅入手一片绵软，一股似有若无的幽香也不住地往陆晨鼻子里钻。陆清禅的修为虽也不差，但面对炼气10层的刘宇，自然没有太多反抗的能力。哪怕他尽力反抗，很快也被对方制住。真香！贴在陆清禅脸上狠狠一嗅，真不出啊！一只大手将陆清禅的一双小手牢牢钳住，另一只手则开始进行检查。你放开我！陆清禅眼中含泪，满脸屈辱之色。他本以为以自己炼气7层的修为，面对刘宇，即便不敌，多多少少也有些反抗能力。谁知自己竟是那么的不堪一击。他不知道的是，并不是他的判断出错，而是他此刻面对的并非真正的刘宇，而是以炼气7层修为，实力却还要超过刘宇一筹的陆晨。其实单论容貌身材而言，陆清禅虽比徐莹莹和许愿略强，但还是不如柳如雪与云瑶。可无论柳如雪还是云瑶，陆晨得到他们时都不是很困难。云瑶不必说，柳如雪第一次虽有所抗拒，但那是因体质原因，以为陆晨无法触碰她。而在第一次后，她顿时食髓知味，主动无比。人前冰山美人，人后主动求乐，主打的就是一个反差。而这陆清禅不一样，那是真的表里如一啊！不只表现得清冷无比，实际上也是极为真烈。这样的烈马，在整个阴阳宗恐怕也找不出第2个来，简直就是奇葩中的奇葩。兴许是深受阴阳宗习俗的影响，就连陆晨都觉得这样的性格实在要不得，必须得好好改造一番，不然如何能适应阴阳宗的大环境？陆师妹挣扎的这么厉害，你不会还没好好修行过吧？陆师妹，让师兄来帮你检查检查身体，复习一下阴阳修行。陆师妹，别闹了，你也不想自己欠我那2000灵石的债一直还不上吧？刘宇，你再得寸进尺，我就和你同归于尽。陆清禅见对方越发放肆，他含泪的眼眸中闪过一抹坚定，仿佛终于下定了某种决心。咦？就在这时，陆晨发现陆清禅体内的灵力陡然变得狂暴起来。妈的，这娘们要自爆！坏了，玩脱了！陆晨额头冷汗津津，他刚才被陆清禅的特殊所吸引，一时之间不免有些得意忘形。谁知道陆清禅这娘们居然来真的，一言不合就要自爆。陆清禅的决绝还是出乎了陆晨的意料，要知道在他千年的记忆之中，也仅仅见过一次修士自爆。毕竟每一个修士踏上这条路的目的都是为了得到长生，哪怕是修士，绝大部分也是很怕死的，除非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很少有修士会自爆对敌。那一次他亲眼所见的也是一名敌人被自家诸多师兄包围，插翅难飞的情况下才无奈选择自爆。没想到这一世自己那么快就见到了，这小娘们儿也忒吓人了。陆师妹，冷静，冷静！陆晨急忙停下自己手上的动作，举起双手，示意自己不会动手动脚。虽然有软猬甲在身，陆晨觉得哪怕陆清禅自爆，恐怕也无法带走自己。但是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必定会被附近的同门发现，逼得一个外门角色榜上有名的仙子自爆，这样的事情绝对会引发一场大地震，甚至可能捅到宗主那里去。待到宗门彻查下来，即便他此刻是以刘宇的面目示人，也不可能瞒过宗门里的那些老怪物。更别说万一爆炸引来哪位老怪物的神识一扫，他的幻形术也将无所遁形，最后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
差点被陆清禅一波带走的陆晨，此刻冷静下来，不再被小头控制大头，温柔劝慰起陆清禅：“陆师妹，刚才都是师兄我鬼迷心窍，你千万不要冲动。”见陆清禅体内狂暴的灵力依旧没有平息的势头，他又急忙道：“师妹你那么漂亮，天赋又高，前途一片大好，不要因为我刘宇这么个人渣自毁前程啊！”见陆清禅依旧不为所动，陆晨索性破口大骂起来：“刘宇就是个人渣，败类！刘宇你下流无耻！刘宇你生孩子没？不对，你根本就不配有孩子，断子绝孙！”看着不停痛骂自己，各种污言秽语层出不穷的陆晨，陆清禅微微一愣，他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骂自己，骂得那么狠。另一边，陆晨依旧滔滔不绝，全力搜刮着千年记忆中所有骂人的话，毫不客气。反正他骂的是刘宇，和他陆晨有什么关系？够了！一旁，陆清禅似乎也终于冷静下来了些，冷喝一声。闻言，陆晨立刻闭嘴，连连陪笑。反正他现在顶着的是刘宇的脸，丢的也是刘宇的人，无所谓。陆清禅面色复杂地看着眼前的男人，陆晨痛骂自己的行为固然让他有些解气，但他心中的怨恨又岂是简单几句咒骂可以平息的？此刻他依旧对刘宇恨之入骨。他虽身为阴阳宗弟子，但20岁之前都在俗世王朝中成长，耳濡目染之下，对自身的贞洁看得颇重。虽然在阴阳宗的这些时日，他的世界观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好在阴阳宗虽思想开放，却讲究你情我愿，这段时日以来他倒也安然无恙，只是稍稍拖累了他的天赋。其实陆清禅对男女之事并不抗拒，甚至在阴阳宗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心中还有几分向往，可是心中的自尊让他只愿找个配得上自己的人，温文尔雅，知书达理，志不济也要正直善良，敢做敢当。很显然，以债务逼迫于他的刘宇绝不在此行列，因此陆清禅才会如此抗拒，甚至不惜以命相逼。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陆清禅眼眶含泪，轻声感叹了一句：青春易逝，命运无常。他也不想死，只恨自己哪怕加入修仙宗门，走上大道，竟也掌控不了自己的命运吧。一旁听着陆清禅的感叹，陆晨眨巴眨巴眼睛，这是个有文化的妹妹啊，难怪一股子倔脾气，这就是传说中的文人傲骨吗？陆晨不懂，但他大受震撼。对付这种人，来硬的那是绝对不行的。那只能……陆师妹，你还有什么顾虑吗？和师兄说，师兄一定尽力满足你。陆晨语重心长地开口道，满脸的痛改前非。呵，陆清禅不屑地轻嗤一声，即便你现在不敢再对我动手动脚，但奶又有什么用？早晚有一天，你还会这样做。陆清禅鄙夷地看着陆晨，一副看透了他的模样。我保证不会这样做了。陆晨举起手，满脸诚恳之色。我刘宇对大道起誓，一般而言，除非极其重要的重要之事，修士一般不会对大道起誓。这可不是凡人发誓，纯靠自身道德约束。大道有灵，凡是敢对大道起誓的修士，都会被大道所感，一旦违背，必将遭受严重的惩罚。不过这一点对眼前的陆晨并不生效，毕竟他又不是刘宇。听到陆晨竟对大道起誓，陆清禅面色如常，心中却松了一口气。最起码刚才那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了，若是再来一次，他恐怕会直接自爆，绝不会再停下来。但是这不代表他的危机就解决了，2000灵石的债务还在。刘宇，既然你答应不再碰我，那你可愿答应我刚才分1年归还灵石的计划？陆清禅心怀希冀地看向陆晨。闻言，陆晨苦笑了笑，2000灵石对他而言倒是不算什么，可是他又不是真正的刘宇，哪能替他答应下来？这会儿口嗨了，过2天两人一对话，不就暴露了？不行不行！陆晨眉头紧锁，头脑风暴起来。这件事要如何解决呢？一旁陆清禅见陆晨不说话，皱着眉头，只当他是在考虑，心中又多出几分期盼来。有了！过了一会儿，陆晨抬头看向陆清禅，陆师妹，1年时间太久，我等不了那么长时间。闻言，陆清禅美眸一暗，别急，生怕这小姑奶奶一言不合又玩自爆。陆晨急忙道，虽然不能给你那么长的时间，但我可以给你指一条明路。什么明路？陆清禅皱着眉头看向陆晨，心中带着几分警惕。除非是刚才那般对大道起誓，要不然他根本不敢随便相信对方的话。陆晨缓缓道来，陆师妹不认识一位同门师弟，名叫陆晨。陆晨？陆清禅思索良久，最终还是摇了摇头。他本就性格孤僻，交友甚少，而陆晨虽然以炼丹师外加土豪的身份有了些许名气，但显然还不足以传到陆清禅的耳朵里。陆晨只好细细解释，这家伙虽进入宗门不久，但是个小有天赋的炼丹师，
别的不说，零食那是大把的有，并且这家伙颇为慷慨，你若去找他借，只要愿意将难处都说出来，他很有可能会借给你。闻言，陆清禅的眉头皱得更紧了，随手就借2000零食。这陆晨即便慷慨，也不可能到这种程度吧？陆清禅根本不信，莫非这又是刘宇的另一个圈套？那陆晨其实是他的同伙，自己若是真信了，恐怕是刚出狼窝又入虎口。陆清禅思索一番，决定根本不考虑对方的这个提议。然而陆晨接下来的一句话顿时让他略微心动起来。不过有一点，我必须得提醒陆师妹你，实不相瞒，我与那陆晨颇有间隙，很是不合。陆师妹若去找他，千万别说是我推荐，要不然他恐怕会直接把你轰出去。说着，陆晨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做出一副尴尬的样子。此话当真？陆清禅眼睛一亮，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若那陆晨真与刘宇有间隙，说不定还真值得信任几分。当然是真的。陆晨点了点头，不信你可以去问问徐莹莹徐师妹，或是许媛许师妹。听到这句话，陆清禅心中又信了3分。许媛不必说，据他所知，刚刚与刘宇解除道侣关系，正因此事，对方这才借着前些日子的事来逼迫于他。而那徐莹莹在外门中人缘颇好，据说与许媛走得很近，关系匪浅，并且昨日他还来打听过刘宇的消息，话里话外间都透着对刘宇的鄙夷。若是有这2人的作证，那事情还真8九不离10。一时间，陆清禅心中生出无限希冀来，若非走投无路，谁愿赴死？只是陆清禅心中还是有些忐忑，即便这不是刘宇的圈套，但自己与那陆晨非亲非故，对方真舍得拿那么一大笔零食借给自己吗？另一边，见陆清禅基本信了，陆晨放下心来，又补充了一句：对了，陆师妹，那陆晨还有一个特点，最讨厌别人对他说谎，所以陆师妹若是想找他借零食，一定要把事情原委说个清楚，这样才会取得他的信赖。知道了。陆清禅点点头，依旧在沉思着。那刘某先行告辞。见事情差不多，陆晨也不再停留，告辞后直接转身离开。屋内，陆清禅依旧在皱着秀眉思索着。离开小院的一刹，陆晨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他知道陆清禅已经上钩了，这2天内早晚会来找他。然而无论徐莹莹、许媛，就连他刚才见到的刘宇，都是自己的人，陆清禅又拿什么和自己斗呢？乖乖钻进他的圈套吧，有点意思。嘴角带着一抹微笑，从一处密林中出来的陆晨已然恢复了本来相貌，驾驭着云雾舟，他径直离去。就在陆晨离开不到1个时辰的时间，院门再度打开，陆清禅走出，朝着一个方向疾行而去。次日清晨，正在屋内清修的陆晨被一阵细碎的动静吵醒。是他。透过窗户，陆晨看到院外一道身影正来回踱步，正是陆清禅。此刻的陆清禅满脸纠结与犹豫，去还是不去呢？昨日陆晨离去后，他也很快去找了徐莹莹和许媛，但2人的住所都没人在，耗费了好大一番功夫，他才知晓2人都在秘境内。虽然心中好奇，在这即将门内大笔的节骨眼上，2人怎么还扎在秘境内寻找灵芝，但陆清禅还是前往找到2人，细聊了一番。2人对陆晨的态度让陆清禅心中又多出了些期望。许媛口中的陆晨，那叫一个优秀，慷慨大方，温文尔雅，善良守礼，几乎所有好的形容词都被许媛给贴到了陆晨身上。徐莹莹就更不必说了，更是把陆晨夸到地上仅有，天上绝无。这可是刚给他买了价值1800零食仙子衣的金主爸爸。得知这些消息，陆清禅不仅对陆晨好感大增，也对陆晨的财力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知。说不定他真愿意帮我一把呢。踌躇许久的陆清禅一咬银牙，就欲叩响院门。然而他刚伸出手，院门就自动打开了。这位师姐，有什么事吗？陆晨满脸和善笑容，看着眼前的陆清禅。虽然2人修为相同，但陆清禅先于他入门，年龄也虚长他2岁，自然得称师姐。陆清禅吓了一跳，微微一礼，这才开口：陆师弟，在下陆清禅，有要事相商，不知师弟是否方便？自然，师姐请进。陆晨浅笑着侧开身子，做出迎接的姿态。多谢师弟。陆清禅俏脸微红，走进院内。出于礼节，陆清禅不好意思四处打量，但还是用余光飞快地扫视了周围一眼。这是阵法。进入院内后，陆清禅这才发现陆晨的院子所在竟都被一个阵法所笼罩着。他虽对阵法一道不通，但从那隐隐尖透露出的气息也显示出这阵法的不凡。身后，陆晨也在悄悄地打量着他。凹凸有致的身躯被一袭青衣完美的遮掩住，走动之间勾勒出一条条惊人的弧线，让陆晨不禁有些回味起昨日那美妙的触感。嗨嗨，陆晨摇了摇头，将心中的疑念散去。
今天他要扮演的角色是个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怎么能露出那样一副猥琐姿态？不过此刻他才看出，陆清禅与大部分阴阳宗女弟子真有几分不同，举止优雅，礼节周到。昨日兴许是面对刘宇极度厌恶之下，让他顾不上所谓的礼数，但此刻面对陆晨，举手投足之间活脱脱的一个大家闺秀。倒不是说别的阴阳宗女弟子不懂礼数，但毕竟大部分都是普通家庭或是修仙世家出身，无需学习俗世官宦人家的礼节，自带一股侠气。也难怪陆清禅与阴阳宗许多人玩不到一块儿去。当然陆清禅外表虽优雅温婉，但若是真把她当成可以任人宰割的小绵羊，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昨日陆晨已经深刻体会过这女人典型的外柔内刚，吃软不吃硬。听说陆师弟是炼丹师，难怪能将那些灵植培育得如此之好。看着院角的一方灵田，陆清禅没话找话道。陆晨谦和一笑，陆师姐过奖了，师弟不过懂得些许皮毛而已。倒是陆师姐你举手投足间优雅大气，有礼有节，必定来自书香门第。师弟过奖了，不过家父确实喜好读书，我虽为女子，年幼时跟着他也学到了一些东西。似是被自己的话勾起些许回忆，陆清禅脸上不自禁地露出一抹发自内心的浅笑，明媚动人，看得陆晨微微一愣神。昨日的陆清禅从未露出过这样的笑容。师弟，陆清禅有些羞恼的声音响起，陆晨这才回过神来，不好意思道：抱歉师姐，是我唐突了。无妨。陆清禅俏脸微红，拢了拢鬓间的秀发，他自然也清楚自己的容貌对男性的杀伤力有多大。二人你来我去，聊了许久，陆晨也绞尽脑汁搜刮着千年记忆中所有文绉绉的言语，尽力的应对着陆清禅。虽然陆晨很少阅读那些所谓的大儒典籍，但毕竟阅历摆在那里，交谈间让得陆清禅美眸中异彩连连，好感大生。陆师弟知道的真多。再又从陆晨嘴里听到一桩一文一事，陆清禅轻掩红唇，小声惊叹道：陆师姐才是如此博学多才，若不修炼，放在俗世恐怕要出个女状元了。陆晨的话虽有些夸大，但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如陆清禅这样的女子，你一味夸奖她的容貌初始还好，但若是多了，只会让她觉得你是个登徒浪子。但若是夸她的学识见闻，投其所好，必定有所斩获。果然在陆晨连番话语下，陆清禅看向陆晨的目光已经变了，就如高山流水遇知音般，相逢恨晚。不知不觉间天色渐暗，陆晨添了不知多少壶茶，却也说得口干舌燥。已经黄昏了，师弟这里条件简陋，没有吃食招待师姐，好在我这里有些灵果，还请师姐收下，莫要饿着肚子。陆晨这么一说，原本还不觉得的陆清禅肚子顿时咕咕叫了起来，让他俏脸微微一红。师弟，这怎么使的？陆清禅刚想拒绝陆晨的好意，但看着他那双诚挚的眼睛，嘴边的话语一致，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道了声谢后，陆清禅接过一枚灵果，小口的咀嚼起来。这灵果都是在秘境中所采，汁水丰盈，味道可口，并且灵力充沛。一个下去，陆清禅顿时感觉自己的境界都有了些细微的提升。味道真好，陆清禅小声赞叹了一句。闻言，一旁的陆晨微微一笑，索性拿出一个小果篮，装上7、8枚灵果，放到陆清禅面前。师姐若是喜欢，带回去慢慢吃。这望着眼前满满一篮灵果，陆清禅一愣。他并不擅长寻找灵植，也很少进入秘境，这样的灵果往日里陆清禅根本舍不得买来吃，而现在陆晨居然随手就要送他这么多。陆师弟真好，区区一点灵果，陆师姐不必挂怀。陆晨微笑道：今日能与陆师姐交谈良久，受益匪浅，况且得陆师姐这样一位良友，又岂是这些灵果所能比拟的？陆师弟。陆清禅一时语塞，眼巴巴地看着陆晨。如果不是一直以来的良好教养让他极力保持仪容，恐怕这会儿感动的泪水已经开始哗啦啦地往下流了。生我者父母也，知我者陆师弟也。这一刻，陆清禅看向陆晨的目光已经不仅仅是知音，甚至还带上了丝丝缕缕的崇敬。陆晨也点到为止，再煽情下去就有些过了。陆师姐，天色已经不早了，你我孤男寡女，恐怕有些不妥。如果师姐不嫌弃的话，我送你回去，如何？陆清禅俏脸微红，刚想拒绝，但话到了嘴边，却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只能微微一点头。陆师弟居然会在乎我的名声，陆师弟，你太好了。二人来到院外，陆清禅本以为陆晨是要陪自己走路回去，然而没想到的是，对方竟是反手一掏，一件宝物迎风剑掌化为舟的模样出现在他眼前。飞行法器。陆清禅眼前一亮，与大部分阴阳宗弟子不同，比起财富，陆清禅更在意精神上的契合，但不代表他就是金钱如粪土。精神契合的前提下，
又有灵石，自然是大大的加分项。刚才的畅聊中，陆清禅一直着眼于陆晨的谈吐风度，却是差点忘了陆晨还是炼丹师，是万恶的有钱人。再看一眼微笑着邀请他上云雾州的陆晨，那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模样，那张俊美的脸，陆清禅感觉自己要沦陷了。若是以前有人告诉陆清禅，他会在1天之内爱上一个陌生男子，他打死也不会信。但现在陆清禅信了，他也终于明白为何许渊与徐莹莹对陆晨如此推崇。这世上怎会有如此有才有钱又有颜的男人，并且又偏偏在他陷入危难之际让他遇上？莫非真就是上天派来拯救他的？自己真碰上了传说中的真命天子？陆清禅有些恍惚，直到陆晨将他送到住所告辞离开，他都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看到陆晨驾驶着云雾舟飞起，陆清禅才隐约想起自己似乎有什么很重要的事忘记做。坏了！站在院内，陆清禅一双美眸瞪得圆溜溜的。陆清禅，你这个笨蛋，怎么偏偏把最重要的事给忘了？他明明是上门去借灵石的。聊着聊着就把这件事给彻底抛之脑后。可是陆师弟已经离开，总不能现在追上去吧？那就更丢人了。陆清禅，你是花痴吗？陆清禅在心底恶狠狠地痛斥着自己。罢了罢了，刚才与陆师弟如此畅聊人生，突然提出借灵石，也未免有些太煞风景。想到还有1天时间，陆清禅摇了摇头，放过了自己。捏紧小拳头，陆清禅心底暗暗规划起明日的行程，彻夜难眠。另一边，飞翔在天际的陆晨感受着清凉的风，手在下巴处揉来揉去。嘴兄，今天辛苦你了。陆晨叹了口气，他没想到聊天居然也能那么累，比炼丹还累。当然，陆晨也不是完全为了讨取陆清禅欢心，应付于他。与陆清禅的聊天中，陆晨也受益匪浅，并且与这么一个温婉有礼的大美人面对面畅聊，无疑是一种顶级的享受。只是这一聊就是一整天，谁来也顶不住啊！今天让我的嘴那么累，早晚有一天要让你还回来。狠狠地想着，陆晨的身影彻底消失在天际。次日，今天一早，陆晨就泡上一壶灵茶，做好了准备。过了一会儿，陆清禅的身影再度出现在院外，依旧有些踌躇。今日陆清禅的心境与昨日已经彻底不同了。昨日他担心的是陆晨不愿意借自己灵石，而今日我向陆师弟借灵石的话，会不会被他误会我只是看上了他的财富？我会不会被陆师弟讨厌？那种事情不要啊！陆清禅来回踱步，他本就是个脸皮极薄的人，之所以借灵石，乃是因为走投无路，无奈之举。而现在让他向自己的心动男嘉宾借灵石，就更难开口了。院内被阵法掩去身形的陆晨无比好奇地看着几步外的陆清禅。他本以为昨日陆清禅是不好意思才始终提起借灵石一事，但在二人关系大有进展，自己又尽力表现出慷慨的一面后，今天的事应该会非常的顺利。没想到陆清禅竟然还是那么纠结。而当陆晨听清陆清禅嘴里碎碎念的话语后，他顿时一愣，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精彩起来。不会吧，这女人莫非喜欢上自己了？陆晨有些目瞪口呆。在阴阳宗虽有诸多对道侣，但是维系他们关系的并非感情，或是修为，或是灵石，或是身份地位。直到目前为止，虽然陆晨也与诸位师姐师妹数度偷欢，但有一点陆晨可以肯定的是，哪怕是徐莹莹、柳如雪，又或是与自己接触最多的云瑶，之所以愿意长久的与他结仙缘，其实也许有几分情分在，但更多的要么为的是他特殊的体质，通过与他双修能快速提升实力，要么为的是灵石、丹药、各类法宝。唯有陆清禅这女人似乎真是冲着他来的。我是不是完大了？陆晨有些头疼的揉了揉脑袋。他只想与陆清禅结仙缘而已，他不想在一棵树上吊死。不过若是让陆晨如之前面对柳如雪那般心狠的直接拒绝，他又有些做不出。前日陆清禅的决绝，陆晨记忆犹新。虽然想来陆清禅应该不会因为此事就自寻短见，但是陆晨心中对他多少有些愧疚。当时借着刘宇的身份，他鬼迷心窍之下，差点把陆清禅逼得自爆。如此逼迫之事，在此之前他从未做过。罢了，走一步看一步吧。陆晨摇了摇头，他决定不再如昨日那般刻意迎合陆清禅的喜好。毕竟陆清禅所喜欢的只是伪装出来的他，若是暴露本性，或许滤镜一岁，那点感情也就烟消云散了。这一次陆晨没有打扰陆清禅，等他犹豫许久，终于鼓起勇气敲门后，陆晨这才装出一副刚起床的模样，慢悠悠地将阵法打开，开了院门。陆师弟，早上好。陆清禅轻轻地打了个招呼，只看了陆晨一眼，他的脸就红了。
陆师姐，走，随便坐啊。随口招呼陆清禅一句，陆晨转身进屋，再不复昨日那般客气殷勤。陆清禅微微一愣，随即反应过来，陆师弟怎么如此随意？我懂了，这是把我当成自己人了。心中暗暗想着，陆清禅脸上喜色愈浓，更加雀跃了几分。进了屋后，陆晨瘫坐在椅子上，随手拿出一个灵果，大口的咀嚼起来，完全不管陆清禅的死活。其实平日里，就算是个毫不相识的同门前来拜访，陆晨也不会这样吃独食。但是此刻他满脑子想的是如何拉低自己在陆清禅心目中的印象，自然是怎么不客气怎么来。看着大口大口咀嚼灵果，样子有些粗犷的陆晨，陆清禅秀眉微微一蹙，疑惑道：陆师弟还没用过早饭吗？莫非刚起？没错，睡到刚才才起来。陆晨连连点头，是的，我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又懒又不懂礼数，天天睡到日上三竿的男人。陆清禅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一日之计在于晨，对于修仙者就更是如此。清晨的灵气更加清新，修炼的速度也会更快一些，因此大部分用功的弟子都会早起修炼。陆清禅也是刚修炼结束，这才急匆匆赶过来的。等等，看到桌上一壶沏满的灵茶，陆清禅突然回想起昨日陆晨添了无数次茶水的身影。是了，一定是我昨天叨扰陆师弟太久，又来回送我回住所，他太过劳累，今日才休息那么久，直到现在才来得及吃早饭。都怪我。陆清禅目露愧疚之色，温声道：陆师弟别着急，吃慢一些，别噎着。刚才还因为陆清禅眉头紧皱而心中叫好的陆晨一脸懵逼，你不是应该大声的斥责我太懒吗？顺便再说我礼数不周，当着客人的面吃独食，你那么温柔对我说话干嘛？还有，你那满脸的愧疚又是什么意思？陆晨只觉得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有力没处使。唉，微不可觉地叹了口气，陆晨开门见山道：陆师姐，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陆师弟，我……陆清禅捏紧小拳头，鼓足勇气，正欲开口，话到了嘴边，却陡然制住了。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当时刘宇告诉他，陆师弟很讨厌满嘴胡话之人，若想取得他的信任，从他这里借到灵石，就要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告知。可是如此屈辱之事，面对外人他都有些难以启齿，更何况是面对陆师弟。怎么了？陆晨有些好奇地看着眼前脸色涨红的女人，他就等着从陆清禅这里了解到更多刘宇的情报，好找机会收拾那家伙。咋就那么费劲呢？陆晨不知道，此刻陆清禅心中有多么的挣扎。在此之前，刘宇虽来找过他数次，但知道陆清禅内心的刚烈，刘宇始终没敢动手动脚，而是循序渐进，徐徐图之，直到许元在陆晨的帮助下与他解除道侣关系。气急败坏的刘宇这才对陆清禅下达限期数日的最后通牒，想要狠狠出口恶气。而前日幻化为刘宇模样的陆晨对陆清禅的所作所为，是他此生从未经历过的。有些一根筋的他下意识地觉得，既然坦白，就该把那些事也全都说出来。可是他又怎么说得出口？莫非陆师姐碰上了什么难处？以为陆清禅还是不好意思开口借灵石，陆晨循循善诱：没事，师弟我家底颇丰，只要能帮得上忙的，一定不会吝啬。就差直说想要借灵石是吧？没问题了。师弟。陆清禅闻言眼巴巴地看着陆晨，他哪里知道眼前这个自己眼中的大救星，正是让他陷入如此纠结境地的罪魁祸首。此刻陆晨也顾不上那么多，自觉与陆清禅的关系已经不错，为了快速获取信息，他索性摊牌不装了。陆师姐，既然你不愿意说，师弟斗胆猜测一句，莫非此事与刘师兄有关？你怎么知道？陆清禅下意识惊呼一声，瞪着一双美目，惊愕地看着陆晨。实不相瞒，陆晨飞速将当日在秘境内与刘宇发生的冲突简短说了一遍。原来如此。陆清禅顿时恍然大悟，他只知道许元虽与刘宇曾有道侣关系，但二人的分开闹得很不愉快，因为前几日刘宇上门来向他下达最后通牒，要求他做对方道侣时，陆清禅提起许元，刘宇便一阵破口大骂。与许元关系亲近的徐莹莹对刘宇也无比鄙夷，没想到背后竟然还有这么一件事。陆晨继续道，而从徐师妹那里，我得知刘宇常到陆师姐你那里去，昨日接触下来，我不认为陆师姐你会与刘宇那种人渣交情匪浅，这才怀疑，莫非陆师姐你也是受了他的逼迫？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陆清禅目光黯然，心知再没有什么遮掩的必要，微微点了点头。陆师弟，你猜的没错。随着陆清禅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娓娓道来，陆晨也明白了一切。与许元相仿，刘宇在之前一直伪装出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接近陆清禅。然而
这个人设虽对陆清禅有些吸引力，但当时刘宇与许元乃是道侣关系，因此陆清禅并未让刘宇得逞，始终以礼相待。久而久之，刘宇也有些不耐烦，渐渐表露出真面目，被陆清禅所察觉。就在陆清禅想要疏远刘宇之际，对方却是得寸进尺，想要牵他的手与他亲近。陆清禅下意识的反手就是一巴掌，刘宇猝不及防之下摔倒在地，挂在腰间的流光玉也被打碎。如此，刘宇就一直阴魂不散地缠上了他。一旁，陆晨额头上冷汗直冒，这陆清禅果然好生生猛。刘宇只是想要牵牵小手，反手就是一巴掌。前日他能如此轻薄陆清禅，一方面是他的实力远胜陆清禅，一方面也是因为债务原因，让陆清禅有些畏手畏脚。不过或许还有一个原因。陆晨冷哼一声，谁家好人会把流光玉挂在腰上啊？这玩意儿如此珍贵，又极为易碎，那刘宇也远没财大气粗到对于流光玉碎掉也无所谓的地步吧？况且这家伙哪来的那么多流光玉？陆晨提出这个疑问。陆师姐，你应该也去了解过流光玉的价值和特点，那你有没有想过，或许刘宇那块流光玉根本就是假的？陆清禅点了点头，自然是想过的。当时我仔细研究了2天，没看出什么问题来。半月前就拿着流光玉的碎片去找了灵宝阁的一位师姐鉴定，得到的结果却是真的。没办法，此事我确实有责任。当时刘宇想要碰我，我躲开就好，不应该动手。陆清禅有些失落地低下了头。陆晨心中暗叹，还好还好，若不是因为这个，当时自己靠近陆清禅，猝不及防之下，恐怕也要挨上一记响亮的耳光。不过那流光玉竟然当真是真的，陆晨有些不大相信。那流光玉的碎片还在吗？陆清禅点了点头，还在的。流光玉碎掉后虽价值大减，当时那位师姐想以100块灵石的价格收购，但我考虑了下，并没有同意。哦，陆晨眼睛微微一眯，能否给我看看那碎片？当然可以。陆清禅点点头，先手一挥，几块碎片出现在桌面上，晶莹剔透，流光溢彩，煞是好看。陆晨拿起其中一块，虽然流光玉破碎，其中的灵力早已随着时间流逝干净，但是那特殊的质感、色泽却是做不得假的。陆晨本以为这流光玉8成是刘宇伪造而成，只是做的极真，才让陆清禅等人走了眼。可如今以他1000年经验的眼光，竟也看不出丝毫破绽来。这流光玉碎片竟然是真的。见陆晨也看不出分毫破绽来，陆清禅叹了口气：“陆师弟，现在你信了吧？”陆晨点了点头。事实摆在眼前，他也不得不承认。只是陆晨依旧不死心，刘宇为何会有那么多流光玉？总不能让这小子找到了个玉矿吧？那他还至于对区2000灵石如此看重吗？一下子想不出个所以然来，陆晨暂时也不再继续去想。说着，他拿出2000灵石放到桌面上。陆师姐，这些灵石你先收好，免得那刘宇再以此作为要挟。陆师弟，这让我怎么好意思？陆清禅泪眼汪汪地看向陆晨，心中满是感激。我一定尽快还你。没事，日后再说吧。看着眼前的陆清禅，陆晨心中略有几分矛盾。出于愧疚，他不想让陆清禅沦陷其中，可是若是让他把这么个大美人白白放跑，那又实在对不起自己。先把刘宇解决了再说。陆晨看向桌面上的流光玉，陆师姐，这些碎片我可以先收起来吗？到时候再还你。当然可以，师弟若是有用，尽管拿去。陆清禅毫不犹豫地点头。对了，陆晨又嘱咐了一句，明日若是那刘宇上门来，你不要告诉他灵石是我借给你的。陆清禅虽有些疑惑，但还是应声点头。今天二人并未相处太久，很快陆晨就借故送客，陆清禅也识趣地告辞离开了。只是分别之时，他的眼中多少有几分黯然。看着陆清禅离去的身影，陆晨摇了摇头，随即他也离开了。他要去求证一件事。次日，陆清禅住所，陆师妹，快开门。大清早，刘宇的身影便出现在院外。很快，陆清禅出屋，看向刘宇的目光中掠过一抹毫不掩饰的厌恶。嘿嘿，陆师妹，考虑的如何了？刘宇走进院子，虽然他极力想要维持自己的人设，内心的激动还是让他忍不住露出一副猪哥样。真恶心。陆清禅爱憎分明，礼节那是留给该给之人。对于刘宇，他没有半分好脸色。更何况前2日与陆晨接触之后，更是让他觉得眼前的刘宇是那么的令人作呕，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家伙和陆师弟相比，一根毛都比不上。陆清禅心中暗暗想着。一旁面对陆清禅的辱骂，刘宇面不改色，他自觉胜券在握。陆清禅马上就要是他的人了，骂2句又有什么关系？到时候
还不是要乖乖的让自己？想到即将发生的事，刘宇口水都快流下来了。陆师妹，你就乖乖从了我吧。刘宇快步上前就欲拉过陆清禅，却是被他一闪身躲了开来。刘宇，你找死不成？陆清禅面色微寒，他不明白刘宇前些天才对大道起誓，保证不对自己动手动脚，现在为何又想碰自己？当真是色中恶鬼，连命也不顾了。刘宇哪里懂得陆清禅的言外之意，哈哈大笑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若能与陆师妹一清芳泽，纵死又如何？虽然巴不得刘宇死，但是陆清禅也绝不愿意让他再碰自己一根汗毛。拿去！他袖手一挥，一堆灵石如雨落下，在刘宇面前堆成一座小山。望着眼前的灵石，刘宇愣了。这一幕怎么有些似曾相识？这年头大家伙都那么富的吗？2000灵石说拿就拿，那陆晨也就罢了，好歹是个炼丹师。前些日子还在因灵石而焦头烂额的陆清禅又凭什么？刘宇脸色变幻，看着陆清禅的目光闪过一抹色欲。本以为2000灵石债务在身，陆清禅必将是自己的囊中之物，没想到到嘴的鸭子就这么飞了。但无论如何，得不到陆清禅，能得到2000灵石，自己照样大赚一笔罢了。刘宇上前一步，收起灵石，不知陆师妹这灵石从何而来？刘宇好奇道：不是你。陆清禅下意识想说，不是你让我去找陆师弟的吗？回想起陆晨的嘱咐，他连忙改口：与你何干？只是好奇而已。刘宇嘿嘿一笑：莫非师妹是与哪位师兄点？说着，刘宇挤了挤眼睛，一脸猥琐道：其实师妹选我也是可以的嘛，何须舍近求远呢？在刘宇看来，陆清禅浑身上下唯一的能换来2000灵石的，也就这张绝色的容颜了。陆清禅哪不知道刘宇的想法，气得浑身发抖，冷声反驳：莫要以为谁都与你一般，色中恶鬼，令人作呕。他才和你不一样。想起陆晨，陆清禅脸上掠过一抹绯红。他从未见过如此优秀又慷慨之人，哪怕借给自己2000灵石，也从未提过什么条件。哪像这刘宇借此威胁自己？哦，究竟是哪位同门，竟让陆师妹如此推崇？无可奉告，反正他绝不是你这种人能比的。莫说是你，整个阴阳宗恐怕也无人比得上他。陆清禅俏脸通红，声音却无比坚定。闻言，一旁的刘宇好奇之余，心中升起几分嫉妒来。他最是清楚陆清禅这人有多难搞，他绞尽脑汁，使尽浑身解数，也未能一清芳泽，最终不得不威逼利诱。究竟是哪个混蛋，能让陆清禅露出如此娇羞之色？屋后暗处，施展脸悉数隐匿身形的陆晨满脸尴尬之色。虽然他自认是要比刘宇这家伙好上一些的，但没想到在陆清禅心中，自己居然这么优秀。灵石已经拿到了，还不走？懒得与刘宇多废话，陆清禅下起了逐客令。刘宇心中虽万般不甘，却也没了继续留下来的理由。对了，那流光玉的碎片可还在师妹手中？不在，扔了。陆清禅冷声道。扔了。刘宇嘴角微抽了抽。流光玉碎片的价值虽远不及完好的流光玉，但好歹也值个100来块灵石。怎么，你有意见？没有，不知师妹扔哪里了？刘宇陪笑道。九阴渊，你要是感兴趣就去找吧。陆清禅摆了摆手，赶苍蝇一般。闻言，刘宇的脸色更难看了。九阴渊是位于九阴峰侧一道深不见底的深渊，乃宗门禁地之一。莫说他刘宇，就连内门弟子也不允许随意进入。陆清禅自然也一样。此言分明就是在随意打发他，连演都不演了。告辞。话都说到这份上，刘宇也不再久留，转身离开。但他不知道的是，身后一道身影潜藏在暗处，悄悄跟了上来。妈的，究竟是哪个混蛋给了陆清禅灵石？这个贱人平日里装出一副清高的模样，私底下还不是婊子一个。一路上，刘宇毫不掩饰地辱骂着。虽然2000灵石到手，让他很是开心，但到嘴边的陆清禅飞了。更重要的是，想到本该属于自己的女人在别人的怀里，他就不爽到了极点。罢了，去找林师姐一趟，也有好几日没见过她了。若是再不去，恐怕要被她责罚。刘宇嘴里念叨着，调转方向，并未回自己住处所在的纯阳峰，而是朝着九阴峰而去。山腰处一所洞府前，刘宇鬼鬼祟祟地观察了许久，这才上前敲响了洞府大门。没过多久，大门打开，露出一道娇媚的身影，与刘宇简单聊了2句，二人便一同进入其中。洞府有禁制存在，陆晨没办法摸进去，只好耐着性子在外等着。过了半个时辰，洞府大门打开，刘宇的身影再度打开，脸上带着一抹疲惫之色，悄然离去。暗处，陆晨思忖一番，也离开了此地。不过他并未离开九阴峰，
而是来到另一处洞府所在。叩响大门，很快大门打开，一道倩影出现在门后。看到陆晨，他两眼微微放光，娇声道：“陆师弟怎么有空找我来了？当然是想云师姐你了。”陆晨笑着上前2步，将云瑶纤细的腰肢搂进怀里，轻轻一嗅，满鼻生香。陆师弟怎么那么猴急？察觉到陆晨有些不老实的手，云瑶轻轻把他们拍掉，转头关上洞府大门，伏在陆晨耳边轻声道：“想做什么，到屋里再说。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金丹4层鬼魂云瑶进行亲密接触，奖励100块下品灵石。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金丹4层鬼魂云瑶进行深度接触，云瑶好感度75，奖励200块下品灵石。1个时辰后，心满意足的云瑶躺在陆晨怀里，伸出一根手指在他胸口轻划着，看向陆晨的目光中饱含蜜意。如此珍贵的丹药，陆师弟都愿意赠送给我，我果然没有看错你。2人进屋后，陆晨便拿出一枚定年丹赠予了云瑶，这让云瑶大喜过望，自然也是彻底坦诚相待。云师姐喜欢就好。感受到云瑶好感度的提升，陆晨心中暗自啧舌。云瑶这女人虽然花样够多，但是2人都相处那么久，彼此知根知底，好感度也才堪堪75，不过与徐莹莹持平而已。可见此女道心之间，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成道准备，没有利益，自己恐怕也难成她的入幕之宾。不过对此陆晨也不觉有他，若非云瑶是这样的人，他又怎么能那么早一清芳泽呢？如云瑶这般弟子，在阴阳宗中才是大多数存在。陆晨想起此行的主要目的，开口道：“对了，云师姐，有件事想问问你。”“什么事？”陆师弟尽管问，师姐我必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陆晨将与刘雨相会那女子的洞府所在描绘出来，随即问道：“云师姐可知住在此地洞府的是哪位师姐？怎么有了师姐还不够？陆师弟就那么贪心？”云瑶咯咯一笑，显然会错了意。陆晨懒得解释，索性将错就错，让云瑶误会，也免得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云师姐，你就告诉师弟吧。好啦。深受阴阳宗宗训熏陶的云瑶，显然并不觉得陆晨此举有什么问题，很快回道：“住在那里的乃是邹师叔门下的弟子林小雨林师姐，她的修为如今应该是筑基2层，比我略高一些。不过她在门内的地位，比起我这刚入内门的，可要高上不少。”“哦，这是为何？”陆晨好奇道。云瑶悠悠一叹，林师姐的修道天赋虽不甚突出，但她在炼气一道却是宗内少有的天才，将来或许有机会接下邹师叔的衣钵，成为宗内第一炼气师。你说她的地位能不高吗？原来是这样。陆晨恍然大悟，虽然对于宗门而言，最重要的支柱还是修道天才，但若是能在炼气、炼丹等方面展现出过人的天赋，照样能够得到重用。陆晨本也有这个机会，但是他杂灵根的天赋实在入不了宗门的眼，这才得不到任何优待。唯有丹峰慕言熙长老对他还算不错，愿意给他个机会，还赠予了他一枚珍贵的洗髓丹。若是此事让一些宗门长老得知，恐怕只会觉得慕言熙是在暴殄天物。只听云瑶继续说着：“对了，听说这位林师姐还在灵宝殿任职，颇有些身份。若你真看上了她，可以到灵宝殿去碰碰运气。”灵宝殿？陆晨眉头一皱，他没记错的话，陆清禅当时告诉他，为陆清禅鉴定流光玉碎片的那位师姐似乎也姓林，莫非就是同一人？知道了，多谢师姐。陆晨嘻嘻笑着，手又开始不老实起来。云瑶却是面色一变：“还来？不然呢？师姐不愿意吗？”陆晨反问道。云瑶小脸上满是苦涩，哀求道：“师弟，我晚些时候还得去见师尊，要是在那个，等会我就起不来了。”银月那老家伙，回想起往日之事，陆晨心中掠过一抹不爽，但也不想为难云瑶，只过了会儿手瘾，便放过了他。半个时辰后，云雾舟从云瑶洞府外腾空而起，径直前往灵宝殿所在。在灵宝殿，陆晨也算是有些熟人，找来江兰兰问上几句，对于林小雨的消息就了解得更深了。林师姐虽然才筑基2层，但在咱们灵宝殿2层可是管事级别的存在，2层售卖的一些上品法器都是由林师姐亲手炼制的，并且林师姐对各类法器材料极为熟悉，还兼任鉴定师一职。江兰兰滔滔不绝地说着，眼中直冒小星星，话语间满是对林小雨的推崇。陆晨道也并不意外，毕竟林小雨无论是修为还是炼气方面的造诣，都远超江兰兰，被她崇拜也不足为奇。实不相瞒，江师妹，我有件事想找林师姐洽谈，不知林师姐什么时候会到灵宝殿来？林师姐不像我们，必须每日都到店里来，她只需每3天来一次就行。
江兰兰眨巴眼睛，思索了一番，这才继续道：“林师姐前日来过，大概后日才会再来。”得到林小雨行踪，陆晨微微点头，又继续询问起林小雨别的信息，性格、习惯、兴趣爱好等。不知是林小雨本就如此，还是因为江兰兰对她自带一层迷妹滤镜。江兰兰口中的林小雨乃是个极为善良温和的师姐，虽能力出众，却从不恃才傲物，即便是对她这等修为低微的外门师妹也极为客气。这一点倒是与陆晨想象中的出入极大。他本以为能与刘宇那家伙混到一块去的人必定不是什么好人，并且陆晨又询问了另外2名熟识的师妹，得到的也是相似的答案。这下陆晨也不得不认定，这林小雨看起来似乎真是个好人。莫非这位林师姐也是被刘宇所哄骗的？陆晨心中暗暗好奇，毕竟对于刘宇的伪装之能，他也有所了解，妥妥的一个衣冠禽兽。那林师姐若真如此善良，被刘宇找到机会哄骗，也不是没有可能。心中暗暗思索着，又购置了一些东西后，陆晨辞别江兰兰等人，决定自己亲自一探究竟。次日，九阴峰，陆晨看着不远处的洞府，心中略有些忐忑。与当时欺骗陆清禅不同，陆清禅才炼气7层，并且身处外门，并不很受重视。而这林小雨不仅乃是筑基2层，更是炼气一道的天才，在内门中也备受关注。若是自己出了差错，被对方识破，闹僵起来，恐怕有些难以收场。也正因如此，陆晨才会去仔细探查一番林小雨的信息，保证知己知彼后，才亲自上门。摸了摸自己储物袋内的多张灵符，陆晨心中微定。为了保证不出差错，他还特地又采购了一些灵符。昏睡符可令对方迅速陷入昏睡状态，失神符可让人失神，对刚才发生之事感觉模糊，记忆暂时丢失。这些灵符大多效果强大，但是唯一也是最大的缺点在于必须近身贴到对方身上才能有用，而平日战斗中哪有可能将这些灵符贴到对方身上？再加这些灵符本身价格不菲，因此对于大部分修士而言，如同鸡肋一般，少有人使用，唯有少数特殊情况下才能发挥巨大用处。眼下无疑便是运用这些灵符的最佳时机。以刘宇与林小雨的关系，想要没有防备的靠近对方自然不难。若是林小雨发觉不对，再及时使用灵符就是。心中计划好一切，陆晨终于上前叩响洞府大门。林师姐在家吗？是我，刘宇。幻化为刘宇模样的陆晨轻声喊道。过了一会，石门打开，一道娇媚的身影出现。林小雨身着红衣，一张绝色的脸上满带着好奇，看向陆晨，疑惑道：刘师弟，你昨日不是刚来过吗？怎么今日又来了？当然是想师姐了。陆晨尽力模仿着刘宇的声音与神态。林小雨看了一眼周围，确定没有人在，随即侧开身子催促道：快进来吧。陆晨进入其中，顿时一股香风迎面而来。林小雨在洞府内种植了不少灵植，整个洞府都充斥着一股淡雅的清香，甚是好闻。平日里你都只是例行公事，偶尔才到我这里来一趟，怎么今儿个破天荒的这么主动？林小雨带着陆晨往洞府深处走去，脸上带着一抹诡异的笑容。陆晨心中大惑，以他对刘宇的了解，这家伙就是个色中恶鬼。而眼前的林小雨容貌甚至不比云瑶、柳如雪要差，虽然因内门弟子一般不会找外门弟子结为道侣，那会让内门弟子觉得面上无光，导致两人偷偷摸摸的，但按理来说，刘宇应该会常主动到林小雨这里来才对，怎么听起来刘宇反而是不大情愿的那一方？不过这些疑惑陆晨自然不可能对林小雨说，只能陪着笑回道：师姐说的哪里话，能到你这里来，师弟自然求之不得。哦。林小雨笑容诡异，看着陆晨的目光中饱含深意，骤然冷声喝道：既然如此，那你还不跪下？陆晨这怎么和他预想中的展开不太一样？不是说林师姐温柔善良吗？一来就让自己跪下，这是闹哪样？并且听这意思，平日里林小雨和刘宇就是这么相处的。这……陆晨满脸讪笑：师姐，今天可不可以不跪？刘宇，你越来越得寸进尺。见对方居然不听话，林小雨脸上掠过一抹不满之色。你可别忘了，你的那些事，我若是捅出去，保管你在宗内再无立足之地。刘宇这是有把柄在对方手中啊。陆晨心中一喜，脸上却露出讨好之色。林师姐，您误会了，我哪敢得寸进尺，只是今天腿脚有点不舒服，实在不方便。一边说着，陆晨一边悄悄靠近林小雨，一只手悄悄抚在腰间的储物袋上。他陆晨不跪天不跪地，只跪父母，又怎会对眼前的林小雨下跪？若对方执意如此，那他也只能动用灵符逃之夭夭了。只是如果那样的话，几乎一点消息没能套出来，这次行动也就彻底宣告失败了。
哦，林小雨似笑非笑地看着陆晨，也不知在想些什么。过了一会儿，才淡淡笑道：“既然刘师弟不方便，那就先算了。”躺坐在一旁的木椅上，林小雨下意识地伸了个懒腰，将身体的曲线毫不吝啬地彻底展现。陆晨见此，下意识地咽了下口水。不得不说，眼前的林小雨绝对是个尤物。如此容貌身材，在外门能排入前5之列，在内门也必定榜上有名。若是对方愿与他春风一度，那他也就半推半就地接受了。但一上来就玩得那么变态，饶是陆晨见多识广，一时之间也有些接受不了。从来只有别人跪在他面前，哪有他跪别人的？看来消息有很大的错误啊。躺坐着的林小雨看了一眼身旁乖乖站着的陆晨，浅笑一声，抬起一只脚在他身上四处滑动着。刘师弟，陆清禅那2000灵石从何而来？你可去调查清楚了。这个还没有。陆晨讪笑答道。真是个废物。林小雨在陆晨胸口轻点，冷声道：再给你3天时间，要是还调查不出来，休想再让我帮你。还有，那刘光玉的碎片也尽快给我找回来，若是不然，我便将你哄骗同门之事上报宗门。果然，陆晨心中一凛，哄骗同门，刘宇果然并非真拥有刘光玉，而那刘光玉已成碎片，价值不过100来块灵石，林小雨偏偏如此看重，背后必有蹊跷。想到这里，陆晨索性一咬牙：师姐，灵石来源我虽还未查到，但刘光玉碎片我却找回来了。说着，一阵白光闪过，几块碎片出现在一旁的石桌上。哦，算你有点用。林小雨面露喜色，上前拿起刘光玉碎片看了看，确定是真货且并未遗漏，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刘光玉碎片已经找回来，师姐你。陆晨看向林小雨，林小雨摆了摆手：刘光玉的修复事宜我自然会去做，等过3日你再到我洞府来，我将东西给你。修复刘光玉。闻言，陆晨心中大惊。对于刘光玉，他虽然不是很了解，但也知道此物一旦碎裂就再无恢复的可能，要不然也不会价值1落千丈。这林小雨竟神通广大到这等地步，能修复刘光玉？不对，陆晨眉头一皱，若林小雨真能修复刘光玉，那刘宇又怎么算得上哄骗同门？顶多也就算是碰瓷而已。莫非这所谓的修复只是障眼法？陆晨笑着开口，连声恭维道：不愧是林师姐，您修复的刘光玉简直完美无缺，让人根本看不出破绽来。林小雨轻嗤一声：只是你这等蠢货看不出来罢了。我修复的刘光玉虽几乎能以假乱真，但毕竟不是真东西，若是碰上识货的行家，一眼就能识破。所以你今后挑选对象下手时，务必提前调查清楚，若是事情败露，你可就惨了。明白了。陆晨连连点头，他早已明白刘宇与林小雨相处过程中完全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对于对方的辱骂也只能视作无物。此次修复照价1000灵石，3日后你来拿东西时，别忘了把灵石带上。明白。陆晨连连点头。好了，你滚吧，我今天也有些疲累，不想看你这张脸了。林小雨下起了逐客令。陆晨闻言心中大喜，面上却露出一抹惋惜之色。既然如此，那我就不打扰师姐休息，先行告辞了。已经得到了许多有用的消息，陆晨也不想久留，他真怕再待下去，等会儿林小雨又提些什么奇奇怪怪的要求，那他是该答应还是不答应呢？身后，林小雨看着陆晨离去的身影，眼中掠过一抹疑惑之色。睡。走出几步外的陆晨脚步一滞，嘴里以几乎不可察的声音低念了一句，言出法随般，身后带着几分疑惑之色看着陆晨的林小雨应声而倒。他并未发觉，不知何时自己的身后多了一张灵符，那是刚才陆晨在与他告别时偷偷贴上去的，效果不错。看着陷入沉睡的林小雨，陆晨满意的点了点头。毕竟这灵符可是花了他大价钱的，600灵石一张一次性的灵符，若是连个筑基初期都放不倒，那岂不是亏大了？此刻林小雨如同熟睡的婴儿一般，呼吸均匀，气息沉重，睫毛微微颤动间，一张绝色的容颜看得陆晨有些口干舌燥。长得这么好看，只可惜怎么就是个变态呢？陆晨叹了一口气，回想起林小雨刚才的所作所为，就算是他也觉得对方有些变态了。也不知道刘宇平日里都是怎么和他相处的，那场景光是想想就让人觉得刺激。不过话说回来，这女人虽然有点变态，但不仅天赋不错，并且还极为聪明。刚才陆晨就隐约感觉到林小雨对自己起了疑心，只是林小雨毕竟才筑基初期，神识不比陆晨要强，看不透陆晨的幻形伪装。虽然感觉今天的刘宇与往日的有些不太一样，但却找不出确凿的证据来。也正因如此，才让陆晨下定决心对他用上昏睡符。林师姐，
看在你帮刘雨修富甲刘光玉坑了我4000灵石的份上，我先收点利息，不算过分吧？陆晨终究还是没忍住，上前在林小雨身上摸了几把。别说，这女人还真挺有料的。回味着这美妙的触感，陆晨并未得寸进尺。虽然这昏睡服的时间一般都在半个时辰左右，但是若是动作过大，很可能会将对方从睡梦中惊醒，到那时可就不好收场了。陆晨又取出另一张灵符来，尸神符，这玩意儿比昏睡符还要贵上一些，一张800灵石，但它的效果也比昏睡符还要逆天一些，不仅能让人失神，还能让人头脑模糊，消除一段很短暂的记忆。而好在陆晨与林小雨并未交谈太久，这尸神符的效果完全可以将他的到来全部覆盖。做完一切，陆晨收起桌面上的流光玉碎片，悄然离开。洞府内恢复了安静，就仿佛从未有人来过一般。半个时辰后，躺在椅子上的林小雨悠悠醒转，甩了甩有些发沉的脑袋，双眼满是茫然。奇怪，我记得我不是在里边修炼吗？怎么突然在躺椅上睡着了？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记不起来了。林小雨一双美目中满是疑惑。陆师姐。离开林小雨的洞府，恢复本来面貌的陆晨并未回自己的住处，而是来到陆清禅这里。陆师弟。只是片刻时间，陆清禅便急匆匆地从屋里出来，一路小跑来到院门处。你怎么来了？快进屋来坐。不用了，陆师姐。陆晨笑着摇了摇头。马上就要到大比的日子了，我还得回去好好修炼。今天来是想要把这东西还给你。说着，陆晨从储物袋内拿出流光玉碎片，放到陆清禅手中，随即又继续道：还请陆师姐把它卖给之前那位想要从你这里收购的林小雨。林师姐。哦，好的。虽然有些不明白陆晨的用意，陆清禅还是点了点头。陆师弟，我自己也还有一点积蓄，把这东西卖了之后，我会先还你一部分灵石的。不用了。陆晨笑道。大比在即，陆师姐你不如用这些灵石先提升一下自己，争取在大比中取得更好的名次。我不着急。可是，陆清禅欲言又止。从小受到的教育让他觉得一直亏欠着陆晨，心中有些过意不去。我真的不着急。陆晨摆了摆手，师姐你日后再慢慢还就是了。陆师弟，你真好。陆清禅眼巴巴地看着陆晨。之前刘宇因2000灵石的欠债对他苦苦相逼，而现在陆晨却完全不放在心上，甚至还关心他门内大比的名次。如果不是不好意思，陆清禅差点感动地哭出声来。陆师姐，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我说的是别忘了。很快陆晨向陆清禅告辞，驾驭云雾舟扬长而去，样子颇为急促。身后看着陆晨消失在天际的身影，陆清禅微微撅起小嘴。陆师弟怎么那么奇怪？他本以为陆晨对自己那么好，不只愿意与自己畅谈交友，甚至还慷慨地借出2000灵石，不说喜欢自己，起码应该是对自己有意思的才对。可是刚才他试图挽留陆晨，对方却又急匆匆的，生怕跟他在一起多待一会儿似的。莫非一切只是我自作多情？陆清禅眼眶隐隐含泪，颇有几分委屈。这还是他第一次如此主动地邀请别的男人到自己家来，偏偏首战告败，出师不利。这一刻让原本对自己姿色有几分信心的陆清禅都有些不自信起来。远处驾驭着云雾舟的陆晨感受着阵阵凉风，终于将心头的那股躁意给压了下去。与陆清禅所猜测的恰恰相反，陆晨不是看不上他的容貌，而是太看得上了。好险，我感觉刚才再待下去，我就要忍不住开始动手了。陆晨叹了口气。陆清禅虽然知道自己长得绝色，但对自己的魅力还是少了几分清晰的认知。如此那般可怜兮兮的邀请男人到他家去，换做谁来能忍得住？但小不忍则乱大谋。陆晨清楚，这女人的思想和阴阳宗大部分弟子不同，一点儿也不开放。之所以邀请自己，只是想与自己多聊聊天。要是自己答应了他，进屋后忍不住动手动脚，恐怕很快就会被打成与刘宇一丘之貉了。不行不行，还得通过他名正言顺的把流光玉碎片送回林小雨手中，起码暂时还得维持一下人设才行。次日，秘境。陆师兄，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徐莹莹笑意盈盈地看着陆晨，双手抱住陆晨的一只手臂，摇晃着撒娇道：当然是想徐师妹你了。陆晨笑道：我才不信。徐莹莹撅了撅嘴：你肯定是来找许师姐的。嗨嗨。闻言，陆晨有些尴尬地咳嗽两声，虽然他对许源的身体确实有些垂涎，但此次前来还真不是为了这个。徐师妹，莫要污蔑我的名声。陆晨正色道。徐莹莹，陆师兄，你在和我开玩笑吗？你的名声还需要我来污蔑？现在门内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不仅已经进入内门的云瑶师姐为了你与江师兄解除道侣关系，
并且现在高居外门角色榜第2的柳师姐也是你的人。还有，说到这里，徐莹莹俏脸一红，陆晨却是顿时明了，哈哈笑道：“还有你这个实际上的外门角色榜第10，是不是？”哼，徐莹莹娇哼一声，那又如何？反正我就一直缠着你了，你别想放开我。好好好，陆晨宠溺地揉了揉徐莹莹的小脑袋，这丫头年龄最小，也最是古灵精怪，撒娇卖萌随手就来，倒是挺招人稀罕的。对了，陆师兄，犹豫了一下，徐莹莹开口道：“许师姐这段时间真挺奇怪的。”哦，此话怎讲？你不知道。徐莹莹皱了皱眉，这几天来，许师姐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虽然在我的要求下，让她不要像之前那般不眠不休的踩灵芝，但她还总是一副茶饭不思的样子。难道是之前太拼命，落下什么病根了？陆晨有些好奇。闻言，徐莹莹白了他一眼：“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的？到底怎么回事？”陆晨不明所以，看着榆木脑袋一般的陆晨，徐莹莹没好气道：“许师姐确实病了，但我看犯的是相思病。”相思病。闻言，即便陆晨再迟钝，也顿时有些回过意来。你的意思是说，不然呢？徐莹莹气呼呼道：“你这家伙还没得到许师姐的身子，就已经提前一步把她的心给偷走了。”这……闻言，陆晨一时语塞。他只想要许愿的身子而已，心什么的，其实要不要都无所谓的。不过这样的话，陆晨只敢在心里想想，若是说出来，必定要被徐莹莹痛批渣男的。那该怎么办？陆晨有些犹豫起来。虽然对于许源，他确实有点馋，但其实之前他之所以帮助许源，主要的原因还是对方乃是自己手下的打工仔，自己这个当老板的，当然要护着他，不让他被人欺负。谁曾想，这样一个简单的举动，就让许源倾心于他了。你啊！看着一副有些茫然模样的陆晨，徐莹莹有些没好气的撅起小嘴。虽然宗门里大多数同门都是只走肾不走心，但不代表大家就没有感情。许师姐当时那么无助的情况，都已经想要认命了，结果你突然站出来帮了她，还教训了刘宇一顿，她怎么会不感激你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先生的大恩大德，小女子无以为报，唯有以身相许。说着，徐莹莹扭扭捏捏的朝陆晨行了一礼，那副做作的模样，看得陆晨差点笑出声来。不许笑！察觉到陆晨的笑意，徐莹莹羞恼的娇哼一声，这才继续道：“其实，陆师兄，你不用担心许师姐会对你如何，你可以把她当作与我一般，绝不会真限制你什么，都是结仙缘罢了，只是其中多了几分感情而已。”徐莹莹的语气极为洒脱，而陆晨清楚，这才是阴阳宗的本质与真谛。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即便阴阳宗宗训要求众弟子不得为情所困，一切的目标，最终的目的都唯有一个，那便是求得大道。但也并非所有人都能彻底大彻大悟，感情的纠葛不也是练心的一部分吗？若是一帆风顺，这样的道心又岂能称得上真正的坚固？徐师妹教训的是师兄我这厢了。陆晨摇头笑道：“无论是许源还是陆清禅，因为对方对自己的感情，都让他下意识想要远离对方。但是他从未问过许源与陆清禅，又怎么知道对方就非要与他结为道侣呢？一切不过是他的臆测而已。或许在这飘摇的修真界，在这看似平静的阴阳宗，他们只是想要找个值得托付的人依靠而已，从未想过要独占。而自己正好是他们选中的那个人，那么自己只需扮演好这个角色即可。仙子愿与我陆晨结仙缘，我陆晨便愿为仙子出一份力。好了，你去看看许师姐吧，别让她等太久。”将双手从陆晨胳膊上松开，徐莹莹有些不舍道：“要不咱们一起？”陆晨挑了挑眉：“你个坏家伙！”徐莹莹娇哼一声，但嘴上虽这么说，她那略带思索的眉眼彰显着她还真在考虑陆晨的提议。但很快她还是摇了摇头：“不行，师姐肯定不好意思的。”她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好吧。陆晨微微一笑：“对了，有点事差点忘了。”即将离开，陆晨才想起自己此行的真正目的。徐师妹，你的人脉比较广，帮我找几个人盯着刘宇的动向。若是他这段时间与哪位师姐师妹走得比较近，就及时汇报给我，最好是那种角色榜上有名，不比徐师妹你差上太多的。昨日，陆晨让陆清禅找时间将流光玉碎片卖回给林小雨，到时刘宇得知此事，一定会再将修复的流光玉从林小雨那里买回来，而后再寻新的目标下手。只要提前得知刘宇可能动手的时机，便有机会抓个现行，让他付出惨重的代价。我就知道你无事不登三宝殿。徐莹莹闻言银牙紧咬，气呼呼道：“哎呀，我的好师妹，帮帮我，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陆晨陪笑说道：“这还差不多。”虽然不知道陆晨的目的，但徐莹莹并没有多问，得到满意的回答后，
点点头，转身离开，而陆晨则往秘境深处而去。某处林间，许渊正坐在一块巨石上发呆。他本是出来找灵植的，但心不在焉之下，找了许久也一无所获，索性停下来稍作休息。许师妹，天际终于发现许渊身影的陆晨一边降落，一边收起云雾舟，一个翻身，动作矫健地跳到许渊面前。陆师兄。看着眼前之人，许渊眨巴眼睛，随即摇了摇头，我一定是糊涂了，陆师兄怎么会突然来这里？真的是我，许师妹。陆晨有些无语道。闻言，许渊揉了揉眼睛，这才确信眼前的真是陆晨。啊，陆师兄，对不起，我还以为我出现幻觉了。许渊满脸羞红，尴尬地说道。无妨。陆晨摆了摆手，笑道。许师妹，我是特意来找你的。特意来找我？许渊一愣，先是面上一喜，随即他似是想起了什么，有些局促地捏了捏衣角。对不起陆师兄，这几天没有找到多少灵植，我之后一定加倍努力。还有你的灵石，我一定尽快想办法还你。闻言，陆晨又是一阵无语，这是以为自己摸鱼被我给逮了，自己就那么像是万恶的老板吗？许师妹，你想多了，我不是来监督你的工作，也不是来找你讨债的。那是什么？许渊有些迷惑地看向陆晨。陆晨看着眼前温婉柔媚的女子，正色道。许师妹，我想与你结仙缘。什么？闻言，许渊陡然一愣，随即他的俏脸变得通红无比。结仙缘这样的事在阴阳宗屡见不鲜，和吃饭喝水无异。一些作风开放的师姐师妹更是3天1小节，5天1大节，沉迷其中不亦乐乎。而显然许渊并不是其中一员。身为外门角色榜前10的他，平日里绝大部分男弟子只能望洋兴叹，根本不敢真付诸行动。而在与刘宇闹翻后，许渊更是许久没有。陆师兄，你说的是真的吗？许渊俏脸通红，小声问道。自然是真的。一直以来，陆晨的性格便是直来直去，只是之前心有担忧，才没有说实话。而现在他无所畏惧，直言不讳。许渊也被陆晨的直接给吓到了。对于自己的容貌身材，许渊也有几分自信。整个阴阳宗外门，不知多少男弟子暗地里对他垂涎不已，但真面对他却说不出几句完整的话来。这并不奇怪，就像是凡间的普通人，哪怕在梦里对一些富贵人家的大小姐歪歪了无数遍，什么姿势都幻想过了，但当有一天对方真站在他的面前时，保管他3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而眼前的陆晨不一样，这一刻许渊只觉心在砰砰砰的直跳个不停，就连脑袋都有些发晕。陆师兄眼里并非没有他许师妹，你愿意吗？陆晨上前一步，低声问道，眼神中满带着侵略性，在许渊那张带着几分紧张的绝色容颜上扫过。他的声音虽小，在许渊耳边却如惊雷般炸响。我愿意。许渊小声而坚定地答应着，虽然心中已经羞得不成样子，但是他怕自己若是因为害羞而拒绝，或许就会永远错过了。愿意什么？陆晨装作听不见般再度问道。许渊俏脸越发羞红，但还是顺着陆晨意思答道，陆师兄，我愿意与你结仙缘。好。陆晨闻言顿时哈哈大笑。与徐莹莹等人不同，许渊属于温婉如水的那一挂，这样的女人最是能给男人成就感。虽然这些时日大部分宗门弟子都在为大比而做准备，秘境内人很少，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陆晨也顾及许渊的面子，手一招，云雾舟腾空而出，载着2人朝着远处的山洞而去。那是他们在这个秘境内的据点所在。虽然陆晨还没有这个据点的通行玉牌，但有许渊在，2人自然畅通无阻。徐师妹若是知道他精心布置的床榻被我拿来做这事，肯定会不高兴的。躺在精致的床榻上，许渊悠悠一叹，对于陆晨与徐莹莹的关系，他自然早就知道了，心中对于抢占了陆晨多少有些过意不去。闻言，陆晨却是哈哈一笑，徐师妹确实会不高兴，但她不高兴的是你居然不叫上她一起。陆师兄，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金丹2层鬼魂许渊进行亲密接触，奖励100块下品灵石。检测到宿主正在与722岁金丹2层鬼魂许渊进行深度接触，许渊好感度70，奖励200块下品灵石。半个时辰过后，炼气8层。突然，不等陆晨享受完刚才深度接触所带来的余韵，他猛然发觉自己体内的灵力陡然增长，若一泻千里，在他经脉中奔腾，直到境界来到炼气8层，体内奔涌的灵力才终于平息下来。炼气8层，恭喜陆师兄。一旁许渊也发现了陆晨身上发生的变化，连声道：咦？注意力再回到自己身上，许渊才发现自己的境界竟也有了不小的提升。
怎么回事？许渊有些诧异，他并非从未与人修行过，但这是头一次修为有如此明显的增长。我的体质有些特殊，陆晨随口解释了一句，并未多说。闻言，许渊双目一亮，心下了然。在此之前，他虽早已知道陆晨很富裕，但是能吸引到如云瑶、柳如雪等诸多角色级别的师姐，还是让他有些疑惑。现在他顿时明白了许多，陆师兄果然不凡。一时间，许渊心中又惊又喜，仿佛发现了一座宝藏一般。而陆晨则是端坐下来，稳固起自己刚刚晋升的境界。与此同时，山洞外回来已有一段时间的徐莹莹一边来回踱步，一边气呼呼地碎碎念着：可恶的陆师兄，那么久了居然还没好。距离宗门大比仅有不到5日的时间，陆晨索性也懒得出秘境，借着秘境内浓郁的灵气，稳固起自己刚步入炼气8层的境界。当然，除去浓郁的灵气外，在这个过程中，徐莹莹与许渊二女也出了不少力。一次次的深度接触，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让陆晨流连忘返，乐不思蜀。只唯一可惜的是，许渊的脸皮还是太薄，陆晨旁敲侧击试探了好几次，也未能真正3人行过。师兄，明日就是宗门大比，你准备的怎么样了？被窝里，徐莹莹趴在陆晨身上，娇声问道。她的小脸红润无比，没有平日里古灵精怪的模样，乖巧异常。一边撩拨徐莹莹的头发，陆晨轻笑道：小宗门大比，你师兄我自然是轻松拿捏，不说第一，起码前3不在话下。吹牛！徐莹莹撅了撅小嘴，显然不信。一旁刚刚赶来的许渊也微笑着摇了摇头。虽然陆晨炼气8成的修为远胜2人，但外门弟子众多，炼气10层的弟子都不下20之数，在其中更有如柳如雪、王宇这类战力超群之人。即便陆晨身怀上品法器鬼藤绳，曾借此让刘宇吃过大亏，但若是真战起来，8成也难是对手。不是他们不相信陆晨，而是修仙界等阶森严，少有能越级挑战之人。见两女都一脸怀疑地看着自己，陆晨轻笑一声：怎么不信？当然不信。徐莹莹毫不犹豫道：许师妹你呢？陆晨笑着看向一旁的许渊：我也不大相信。许渊实话实话道：行。陆晨也不恼，淡淡一笑道：那我们来打个赌，怎么样？什么赌？闻言，徐莹莹眼睛一眨，顿时来了兴趣。一旁的许渊也悄悄地竖起小耳朵。然而陆晨并未直说，嘿嘿一笑，他伏在徐莹莹耳边小声说了几句。刹那间，徐莹莹的小脸顿时变得通红。许渊也很快明白为何徐莹莹羞成那样。陆晨来到许渊身边，轻声说道：若是我能进前3，许师妹便要答应我之前的提议，与徐师妹一起修行如何？陆师兄，这怎么可以？许渊满脸羞红，眼中满带着难以置信。虽然之前陆晨旁敲侧击过好几次，但从未真正提过，这一次竟是如此明晃晃的将其当成赌注。怎么，2位师妹不敢？刚才不是还口口声声说不相信我能进前3吗？陆晨淡淡一笑，用起了激将法。有什么不敢的？徐莹莹娇哼一声，立刻答应了下来。虽然有些害羞，但她对此事本就不是很抗拒。那若是陆师兄你输了怎么办？这陆晨顿了顿，才道：若是我输了，那我就辛苦一些，一次性一起陪你们2个修行吧。滚！徐莹莹娇喝一声，朝着陆晨扑来。在他一口银牙的威胁之下，陆晨手臂上留下好几道清晰的牙印，这才无奈道：若是我输了，就送你们1人1件上品法器，如何？这还差不多。徐莹莹满意点头。一旁许渊的双目中也流露出一抹神采。上品法器那可都是价值起码1000灵石的。面对如此巨大的诱惑，尽管许渊心中羞得不成样子，还是咬咬牙点头答应了。反正在他看来，以陆晨炼气8层的修为，想要前3几乎不可能。一夜转瞬逝，次日清晨，云雾舟载着3人早早离开了秘境。虽然徐莹莹和许渊二女都没有为宗门大比做准备，但身为外门弟子，还是必须得参加的。身为秘境分店管事的周生也不例外，吩咐几名杂役弟子照看后，他也乘着陆晨的顺风舟，一同赶往宗门大比的现场。演武场位于主峰上，此刻平日里人并不是很多的主峰人山人海，演武场四周的看台早已座无虚席。阴阳宗弟子众多，尤其是外门弟子更是数以万计。好在现场擂台众多，可以供诸多弟子同时进行比试。随着时间推移，大比终于正式开始。台上，一名仙风道骨的老人一袭青白道袍，只一抬手，原本喧闹无比的现场瞬间变得鸦雀无声。陆晨见状，目光一凝。就在刚才，一股恢宏无比的气势从这老者身上陡然散开，遍布全场。正是这股气势震慑了在场所有的弟子。如此实力，
必是元婴高手无疑。而很快，老者便道出了自己的身份：诸位弟子，老夫九阴峰杨澜，今日乃是我阴阳宗3年一度的宗门大比开启之日，其目的是为了检测各位弟子3年来的修行成果，为大家提供一个相互切磋、共同进步的机会。老夫忝为本次大比的主持者，接下来就由老夫宣读大比规则及目的。老者声如洪钟，中气十足，滔滔不绝地说着，也让诸多外门弟子知晓了他的身份。原来是九阴峰的杨澜长老，这可是元婴巅峰的高手，原来就是他。陆晨心中一凛，这位杨澜长老正是陈氏兄妹明面上的师尊，据说不仅实力超绝，并且为人和善，在宗门内广受爱戴。很快，杨澜长老宣读规则完毕，大比也进入到了下一个环节——出世。由于阴阳宗外门弟子众多，想要全部分别进行擂台对战，花费的时间实在太久，因此宗门特意设置了一个出世环节，定下门槛，唯有灵力达到一定程度的弟子方能进入下一个环节。知道陆晨乃是第一次参加宗门大比，一旁的周生解释道：陆师弟，出世这关很简单的，只需灵力达到约炼气5层的水平即可。阴阳宗外门弟子数量虽数以万计，但其中大部分都是炼气2、3层的弟子，若是以炼气5层为门槛，无疑能瞬间刷下去一大半。对于炼气8层的陆晨而言，这关可以说毫无难度，只是走个过场而已。但一旁的徐莹莹却是瞬间小脸一苦，满脸忐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过得去。虽然他没有将心思花在宗门大比上，以他的实力也不奢望取得什么名次，但若是连第一关都过不去，未免有些太丢人了。许渊见状，柔声安慰道：没事的，徐师妹，你现在也炼气5层了，肯定能过的。徐莹莹的修为本就已经是炼气4层巅峰，这几日在与陆晨互利互惠，共同进步之下，她的修为也水涨船高，突破桎梏，来到炼气5层。但毕竟才初入炼气5层，境界尚未稳固，因此徐莹莹心中依旧担心得很。测试顺序是按照入宗顺序而来，在周生、许渊都接连通过出世后，终于到徐莹莹了。一旁看出他内心忐忑的陆晨也为他打气：加油，徐师妹，看好吧，我肯定可以。挥舞了下小拳头，徐莹莹干劲十足地走了上去。用以测试的是一种巨石，在演武场上摆下数十块，同时进行。被测试的弟子只需将手放上去，催动体内灵力，若是巨石发光，则算通过。徐莹莹来到巨石前，深吸一口气，随着她体内灵力大作，原本灰暗的巨石终于发出一点微弱的光芒。过。一旁负责考核的一名内门弟子在名册上徐莹莹的名字后打了个勾。太好了，陆师兄，徐师姐，我过了。回到陆晨等人身边，刚才还一脸淡定的徐莹莹顿时恢复以往古灵精怪的模样，激动不已，引来了周围不少男弟子窥探的眼神。在看到徐莹莹正亲热地拉着陆晨的手臂摇晃之际，眼中的嫉妒之色更是无论如何也藏不住，更别说一旁还有个温婉如水、笑意盈盈的许渊了。测试的速度很快，没过多久就到陆晨了。以他炼气8层的境界，如此简单的测试自然不在话下。陆晨微微调动体内灵力，才使出不到3成力，面前的巨石已是光芒大作，不逊色于一般的炼气8层弟子。不过如此，暗处一道始终观察着陆晨这个方向的目光见此一幕，眼中掠过一抹不屑之色。此人正是许久未见的江鹤。虽然陆晨的修为进展之快，有些超出他的想象，入门不过2月时间就已经炼气8层修为，这速度实在有些夸张，但在他面前照样不过蝼蚁。有了那则秘术，陆晨，你等死吧。江鹤的眼中掠过一抹激动与疯狂。时间匆匆而逝，随着出世的结束，名册上还保留着的弟子数量已不足3000。虽然人数依旧不少，但比起之前已经好了很多。而接下来便是第2个环节，抽签。跟随着人群，陆晨从抽签箱中拿到了自己的签号，以72。现场的擂台一共分为22个，天干10个，地支12个。陆晨的序号代表着他的对战擂台为乙号擂台，上场次序为72。除他之外，还有另一名同门与他拿着同样的序号，那便是他第1场的对手。另一边，徐莹莹和许渊以及周生也拿着自己抽签号码回来了。我是卯11。徐莹莹率先亮出自己的序号，许渊也扬了扬手中的签号丁6 16，而周生则是寅3，是4人中第一个上台比试的。先到寅号擂台去。在陆晨带领下，4人一同来到寅号擂台。这里周围的看台上已经坐了不少人，显然都是寅号擂台的比试选手，又或者如陆晨等人一般，序号靠后，先来看朋友战况的。战斗进行得很快，不一会儿就轮到周生上场。他的对手
是一名炼气7层的弟子。以对方的实力，想要打赢第一场擂台本该不难，但可惜偏偏遇上了外门少有的炼气10层之一周生，并未花费多少功夫，周生便干净利落地拿下了胜利。4人也转移到了卯号擂台处。徐师妹，加油！很快就到了徐莹莹上场的时间，许源、陆晨、周生等人都纷纷为她打气，带着几分忐忑与紧张，徐莹莹上了擂台。然而看到对手的那一刻，她顿时愣住了。不仅是她，台下的陆晨几人也瞬间变了脸色。哎呦，徐师妹，别来无恙啊！另一边，一个轻跃上台而后稳稳落地的刘宇，看着眼前的徐莹莹，皮笑肉不笑地开口道：若是以前，为了维持自己的人设，面对徐莹莹这样的美人，刘宇自然舍不得下重手。但自从上次在秘境内，双方彻底撕破脸皮，对刘宇而言，这样的顾忌也就不存在了。听说徐师妹前些日子常去打听我的消息，如此关心，莫非是看上师兄我了？之前，徐莹莹为了探查刘宇的消息，曾去拜访过数位与刘宇亲近的师姐师妹。显然，其中有人在之后将消息透露给了刘宇。呸！闻言，徐莹莹俏脸冰寒，啐了一口，冷声道：刘宇，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看上你，除非本姑娘瞎了眼。另一边，刘宇闻言，脸色顿时难看无比。他本以为在擂台上碰见自己，以自己炼气10层的实力，徐莹莹怎么也得客气一些，却没想到依旧这般牙尖嘴利。好，很好。刘宇冷笑一声，我看看等会儿，徐师妹，你还能不能那么大的口气？他的声音中满带着杀意。虽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刘宇不敢真将徐莹莹击杀，但刀剑无眼，自己不慎之下，让对方缺个胳膊少条腿，也再正常不过吧。刘宇，你敢？一旁看台上的许源见刘宇露出如此阴冷的笑容，顿时急了。他生怕刘宇借此机会报仇，伤到徐莹莹。然而刘宇完全无视了许源，而是将目光投向他身旁的陆晨。见二人一副亲密的模样，刘宇眼中凶芒更甚。还有陆晨，你小子可千万别让我给碰上了。刘宇冷声威胁。在他看来，上次在秘境山洞里，他之所以输给陆晨，纯粹是因为对方那件诡异的上品法器，而若是擂台对战，他只需稍微小心一点，便能轻松将陆晨击败。我呸！就凭你也想赢过陆师兄？刘宇，你是不是忘了上次在秘境内你输得有多惨了？现在当着陆师兄的面，居然还敢如此大言不惭。对面听闻刘宇此言，徐莹莹毫不犹豫地嘲弄起来。要知道，今日乃是宗门大比，几乎所有外门弟子都汇聚在了此处。而刘宇身怀炼气10层修为，战力虽不及柳如雪、王宇等人，但也是外门中少有的高手。听到刘宇曾输给过别人，卯号擂台周围看台的弟子们一副吃瓜的神态，甚至就连旁边别的擂台的看客也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而当他们看到徐莹莹口中击败刘宇的陆师兄竟只是个炼气8层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就更加精彩了。炼气8层也能击败刘宇师兄，真的假的？应该是假的吧。刘宇师兄可是炼气10层，可刘宇师兄没有反驳。这是怎么回事？难不成徐师妹说的是真的？徐莹莹虽然修为偏低，但人缘不错，外貌出众，在外门也颇有些名气，甚至还有一些拥趸。徐师妹可是差一点就上了角色榜的人，怎么会胡说呢？没错，徐师姐说的肯定是真的。擂台上听着看台处众多吃瓜弟子的纷纷议论声，刘宇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想要反驳，却又不知该从何反驳起。难不成要说自己不是输给陆晨，而是输给了他的法器，那就更丢人了。说到底，还是自己当初太过大意，中了陆晨这小人的奸计。刘宇心中恼怒不已，听着台上的议论声，再加上对面的徐莹莹仍在喋喋不休地嘲弄着，刘宇彻底怒了。是你逼我的！他双目含火，周身的灵力在这一刻沸腾到极点。一般而言，修为差距过大的双方比试时，修为高的一方都会稍微克制一些，免得让场面太过血腥，不好收场。但此刻的刘宇显然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一上来就火力全开，冲着一击就让徐莹莹非死即残的目的而去。刘师兄好狠毒啊！就是，面对徐师妹的如花容颜，他居然也下得去手。刘宇此举引起了台下诸多护花使者的不满，而许源更是急得团团转。然而陆晨却一副并不担心的样子，嘴角微扬，盯着台上。终于刘宇蓄力完毕，这一刻他的气势恐怖无比。火焰拳！只听刘宇怒喝一声，身子猛然往前跃去。就在刘宇冲出的一瞬间，徐莹莹猛然开口，看向一旁的裁判，大声喊道：我认输。根据比试规则，一方认输，另一方不得再动手。原本站在场边老神在在的裁判
身形陡然一闪，拦在徐莹莹面前，挡下了刘宇的攻势。噗！刘宇气势汹汹，虽然按照规则他不能再动手，但他已经根本停不下来。这蓄力的全力一击尽皆砸到了裁判的身上，而这位裁判乃是内门的执事金丹期修为。刘宇与他的碰撞无异于以卵击石，裁判只是轻轻一挥手，刘宇的身体便倒飞了出去，砸到地上，猛地吐出一大口鲜血来。见此，那位裁判微微一皱眉，其实他的这一击很轻很轻，只为化解刘宇的攻势。刘宇之所以会口吐鲜血，纯粹是他自己爆发出全部力量，没给自己留半点余地。简单来说，就是刘宇自己自作自受。徐莹莹认输，此战刘宇获胜。先是宣判了比赛的结果，裁判走到刘宇身边，冷喝一声，只因几句嘲弄，便如此不留余地，此等心性，岂能称为我阴阳宗弟子？闻言，本就脸色难看的刘宇脸上更是一阵青一阵白。但面对金丹期的宗门前辈，他不敢反驳半句，只能乖乖低头称是，艰难起身下台。只是在目光投向徐莹莹、陆晨等人时，其中的怨毒却是怎么也化不开。另一边，徐莹莹跳下擂台，蹦蹦跳跳的来到陆晨几人身边。耶，许师姐，我又帮你出了一口气。明明是输了，但他那副模样却比赢了还要开心。许元也是满脸喜色，不过还是忍不住埋怨了徐莹莹一句：徐师妹，下次可不能再这么做了。若是裁判前辈来不及救你怎么办？许元看得出刘宇的那一击分明就是奔着让徐莹莹重伤而去，若是让他打实了，徐莹莹不残也起码得在床上躺个几月。不会的，徐莹莹斩钉截铁地摇了摇头。一旁陆晨也微微笑道：徐师妹可比你想的要聪明。刚才徐师妹虽然一直在激怒刘宇，但始终保持着与他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徐师妹说话间一直有意无意地在往裁判前辈那里靠去，也就是说一切都早已经在徐师妹计划之中。什么？许元闻言瞪大了眼睛。陆晨所说他还真没发现。许师妹，你这是关心则乱了。旁边的周生也是淡淡一笑。当局者迷。台上的刘宇沉浸在愤怒之中，没发现这一点，而台下紧张无比的许元也是一样。唯有陆晨与周生二人眼光毒辣，猜到了徐莹莹的想法，故而淡定无比。随着徐莹莹的比赛结束，接下来便是许元了。但是此刻距离66号的许元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四人索性在场内闲逛起来，看看热闹。突然不远处一阵喧哗声引起了几人的注意。天哪，柳师姐也太强了。没错，我本以为是场你来我往的精彩较量，没想到居然是这样的局势。柳师姐，我是你的粉丝。是柳师姐在比试。徐莹莹拽着陆晨的胳膊，有些激动道：走，咱们也看看去。四人一同来到几号擂台。只见此刻擂台上一道身影正拼命地来回逃窜着，而这人的气息分明乃是阴阳宗外门中少有的炼气10层，是庄宏宇，庄师弟。周生一眼就认出了这人的身份，二人颇为熟识，有几分交情。境界方面，庄宏宇与周生一般都是炼气10层，实力不相上下。然而此刻的庄宏宇却是周生从未见过的狼狈，在他对面的正是柳如雪。此刻柳如雪周身被一股盘旋的寒气所覆盖，数十枚冰锥在他的控制下在场上四处飞舞，不停地追击着庄宏宇。稍有躲闪不及，庄宏宇的身上便要多出一道凌厉的伤痕。这就是柳师姐之前修炼的那则秘术吗？感受到那股熟悉的感觉，陆晨心底微微一惊。千年记忆在身，他的眼力远超普通外门弟子，只是一眼便看出这秘术的不凡。好可怕的气息。一旁看了一眼擂台上的战况，徐莹莹便下意识地打了个冷战。其实二人此刻相距甚远，并且擂台处有阵法笼罩，柳如雪周身的寒气虽强，也无法外溢半分，不可能真的影响到徐莹莹。然而那股寒若千年幽冰的气质实在太过骇人，哪怕只远远看上一眼，徐莹莹也仿若身临其境般。一旁的许元也是如此，二人与柳如雪还算熟识，往日里对柳如雪体质的可怕更加了解，如今也更能体会那庄宏宇的可怜处境。庄师弟可是本次大比前10的大热门啊，若是再拼命些，甚至有可能进入前5乃至前10。台下看着庄宏宇的凄惨模样，周生目瞪口呆之余，更是不免有些兔死狐悲。他与庄宏宇实力不相上下，而庄宏宇在柳如雪面前如此毫无还手之力，岂不代表着他若是对上柳如雪，也只有挨打的份？柳师姐，在下实力不济，技不如人，我认输。终于在发起最后一次进攻，也未能伤及柳如雪分毫，体内灵力近乎耗尽，再无还手之力的庄宏宇只能无奈举手。哪怕心中万般不甘，但若是再拖下去，
灵力耗尽的他，恐怕就要被那恐怖的冰锥撕成碎片了。可怕，太可怕了！此刻，见庄宏宇无奈认输，台下无数弟子看向柳如雪的目光，有仰慕，有畏惧，有惊叹，复杂无比。柳师姐的实力之强，远超宏宇想象。这次的魁首，恐怕非柳师姐莫属了。认输后，庄宏宇并未急着下台，而是与柳如雪攀谈起来。虽然柳如雪身怀极致冰灵根，体质特殊，常人难以近身，但对方毕竟乃是外门上万弟子中名列第2的角色，无论容貌、身材、气质都堪称完美。如此美人，哪怕不能一亲芳泽，也会下意识地吸引到许多人。庄宏宇便是其中之一。身为实力在外门前10之列的天之骄子，他的心底甚至一直有着一个奢望：炼气期抵御不了柳如雪的寒气，那筑基期呢？若是筑基期不行，那大不了金丹，甚至元婴。他相信，只要自己努力修炼，提升境界，终有一日能打动柳如雪，获得家人的青睐。女神，这便是柳如雪在庄宏宇心中的地位。他也一直在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而努力着。听到庄宏宇的恭维声，柳如雪只微微一点头，冷声道：“多谢。”惜字如金的吐出2个字，柳如雪转身下台，身姿飘逸，若仙子下凡。虽然柳如雪语气冰冷，甚至一副懒得和自己说话的样子，但庄宏宇完全没有觉得不适。恰恰相反，这才是他心中的柳如雪，这才是真正的冰山美人，不对任何人假以颜色。此战，柳如雪胜。随着裁判的声音响起，柳如雪落到地面上，周围围观的弟子们纷纷散开，无人敢进他3步之内。这便是柳师姐，艳名、威名皆惊四座。同样刚刚落地的庄宏宇见此一幕，心中暗暗感叹，对柳如雪的爱慕之心越发坚定。如此高不可攀的高岭之花，不知有一天被人采摘时，会是何等诱人的姿态。就在庄宏宇心中幻想之际，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转眼之间就亲自见证了这一幕。原本目不斜视、神色淡漠的柳如雪，突然他的余光瞥到不远处的一道身影，继而他那冰冷的目光中迸发出一抹神采，若冰山融化般，常年冷若冰霜的绝美脸蛋上露出一抹浅笑。若怀春少女，她的身姿都轻盈了几分，略带着几分雀跃，朝着一个方向奔去。庄宏宇，在场诸弟子，我一定是眼睛出问题了，柳师姐怎么可能会露出这等姿态？有弟子拼命地揉着自己的眼睛，他的话顿时引起了周围众人的共鸣。这要巧，我也是，俺也一样。一群人纷纷揉起眼睛，怀疑自己要么眼睛有毛病，要么就是中了某种邪恶的幻术。可恶，竟敢破坏冰山美人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就在这时，柳如雪终于来到了陆晨几人身边。莫非是去找徐师妹的？看着几人中的徐莹莹，庄宏宇想起之前有人提到过，前段时间经常见到柳如雪与徐莹莹在一起，猜测2人关系莫逆。然而下一秒他便彻底愣住了。不只是他，整个几号擂台周边无数看客尽皆化作冰雕。陆师弟，柳如雪眉目含春，俏脸带笑，径直扑进了陆晨的怀里。上次一别，2人也有多日未见了。柳师姐，别来无恙。感受着软玉入怀，陆晨淡淡笑着，伸手搂住柳如雪。若是之前，柳如雪虽私底下对陆晨予取予求，但在外人面前还是抹不开面子。但自从上次柳如雪修炼秘术出了岔子，被陆晨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他似乎便将外人的目光彻底抛之脑后了。柳师姐，看来你还是把那则秘术修炼成功了，恭喜。陆晨低声说了一句。柳如雪点了点头，随即他在陆晨身上扫视一番，掩嘴轻笑道：师弟也很厉害呢，都已经炼气8层了。就在2人依偎在一起说着悄悄话之际，周围的天地一片寂静，所有人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那可是外门中赫赫有名的冰山美人，怎么可能露出如此小女儿家的姿态，依偎在一个男人的怀里？这是真实存在的吗？是他们疯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很快，只听一道清脆的咔嚓声响起，是从庄宏宇那里发出来的。那是心碎的声音。上一秒还高不可攀的高岭之花，下一秒便巧笑嫣然，娇羞欲放，任君采撷。这本该是庄宏宇梦中才会出现的场景，现在却直接的出现在他面前。只可惜男主角不是他。不，此刻庄宏宇只想仰天长啸，那小子何德何能？那可是外门第2角色的柳如雪，那可是实力足以碾压他的柳如雪。如果他没看错的话，那让他露出如此娇羞姿态的小子才区区炼气8层。凭什么？炼气10层的他与柳如雪说话，只换得回2个冰冷的文字，而炼气8层的家伙只怕是什么姿势都已经尝过了。这一刻，庄宏宇内心的信念崩塌，雪山崩了。周围
无数外门男弟子也发出阵阵哀嚎。他们只敢远观的柳如雪，如今被人从雪山之巅摘下来了。这小子毁掉了他们心目中的柳如雪。不对，他才炼气8层，怎么敢一直抱着柳师姐？终于有师妹发现了滑点，一语惊醒了诸多心碎的男弟子。一时间，众人纷纷困惑起来。身怀极致冰灵根的柳如雪才炼气10层，根本无法控制住自己外泄的寒气。那股寒气之盛，普通炼气7弟子触之必伤。如此长久地拥抱着柳如雪，便是炼气10层的弟子，恐怕也得全力运转灵力防护才行。然而，仅仅炼气8层的陆晨不仅没有动用分毫灵力，并且还不断与柳如雪谈笑风生，神情自若。哪里有半分被柳如雪寒气所伤的样子？他是怎么做到的？一众弟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茫然不解。这位师弟，依旧沉浸在巨大悲伤中的庄宏宇并未发现这一点，他下意识地上前，想要与陆晨攀谈，了解对方究竟是何方神圣。突然，一道身影上前挡住了他的去路。庄师弟，我看你还是别自找没趣了。周生叹了口气，一脸同情地看着庄宏宇。周师兄。庄宏宇看向周生，神色略有不愉。周师兄，你我2人相识已久，我的为人你还信不过吗？莫非此刻要拦我不成？他并不真想与陆晨起冲突，只是很想知道对方究竟有什么资格抱得柳如雪这样的美人归。闻言，周生无奈一笑，庄师弟的为人我自然是认可的，也并非担心师弟你去找茬。顿了顿，周生才继续道：庄师弟，实不相瞒，你没看柳师妹正在兴头上吗？你现在去打扰她，我怕你会挨揍，而即便你挨了揍，恐怕也没地方说理。听闻此言，庄宏宇双目圆睁，只觉自己幼小的心灵遭受了2次暴击。然而细细一想，周生说的还真没错，2人都是炼气10层，自然都能看出此刻的柳如雪已是炼气大圆满，距离筑基仅差临门一脚。之所以憋着，恐怕是为了参加本次大比，捞些好东西再筑基。而以对方的极致冰灵根，一旦筑基进入内门，必定得到重视，地位一飞冲天，不可同日而语。庄宏宇若真自找没趣，上前打扰，惹怒了柳如雪，即便对方大庭广众之下暴揍他一顿，恐怕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正如周生所言，揍了也是白揍。唉，老弟啊，伸手在庄宏宇肩膀上拍了拍，周生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我也知道你一直暗中倾心于柳师妹，但咱也要认清现实。你何时见过柳师妹露出如此姿态？别人早已经名花有主了，又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闻言，庄宏宇满脸挣扎。周师兄，这个道理师弟也懂，可是柳师姐不是一般的树啊，这可是咱外门第2，整个宗门也能榜上有名的柳师姐。周生叹息着摇了摇头，满脸的孺子不可教也。那你觉得那位收服柳师妹的师弟就一般了吗？你还没有发现他与柳师妹如此亲密接触，却一点事也没有吗？周生一语惊醒梦中人。庄宏宇抬眼望去，这才发现平日里柳如雪周身那令无数人闻风丧胆的寒气，在陆晨眼中却被视作无物。他怎么做到的？庄宏宇惊愕不已，饶是以他外门前10的实力，也远远做不到这一点。若非如此，他也不会一直将那份爱意潜藏在心，不敢表露。没想到竟有人能无视柳如雪的特殊，并且那人还是修为不如他的炼气8层弟子。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啊。周生无奈地摊了摊手，若是他有这本事，在陆晨还没入宗之前，便早早地去讨好柳如雪了，哪会等陆晨后来者居上？认了吧，人和人注定是不一样的。周生叹了口气，看着陆晨左拥右抱，个个都是角色榜上的师姐师妹，心中不羡慕那是不可能的。但周生很清楚，那是陆晨应得的，别人有这本事，羡慕也没用。碰上了陆晨等人，在与陆晨说了一会儿悄悄话后，柳如雪也自然而然加入了几人的队伍。这些日子，柳如雪一直把自己关起来，苦苦修炼秘术，许久未见陆晨，自然甚是想念，一直缠在陆晨身边，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一旁，徐莹莹撅起小嘴，眼神幽怨地望着柳如雪。那个位置本来一直是她的，可是哪怕心中再不情愿，面对柳如雪，她也不敢上前争抢。更何况对方才刚刚碾压了一个炼气10层的师兄，解决一个区炼气5层的他，还不是轻而易举。好了，徐师妹，就让给柳师姐一会儿吧，看柳师姐的样子，应该是许久未见陆师兄了。察觉到徐莹莹的不悦，许愿低声安慰着她。其实他也对陆晨身边的位置颇为眼馋，但柳如雪站在那里，他们莫说抢位置了，甚至根本不敢靠得太近。好吧，徐莹莹有些委屈地瘪了瘪嘴，心里边好受多了。前些日子，柳如雪为准备筑基，选择闭关，将秘境内的事务都交给他来处理。
虽然不知为何柳如雪还是炼气大圆满，但这么一算，确实有段时间了。一旁与柳如雪耳语的陆晨也问出了这个问题：柳师姐，你为何没选择突破筑基？柳如雪略带气恼的轻声道：我本是准备修炼好那则秘术变筑基的，但中途不是出了岔子吗？再加上这秘术比我想象的要难许多，见时间不多，我琢磨着索性参加了门内大比，拿了奖励后再筑基罢了，倒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陆晨点头笑道：虽然内门的资源远比外门丰富，但外门3年1届的宗门大比，若是能获取一个不错的名次，照样奖励丰厚。而以柳如雪展现的实力，夺魁的可能性不小，若真能夺魁，便能大赚一笔。陆晨与柳如雪同行，在整个演武场掀起一阵轩然大波。虽然此刻陆晨与柳如雪并未再亲密相拥，但二人如今近距离的说话，也彰显了他们关系的不简单。一时间，不少擂台上的比赛风头都被盖了过去，众人的目光纷纷落到二人，尤其是陆晨身上，猜测起他的身份以及与柳如雪的关系。而发现陆晨只是炼气8层后，这些目光中大部分都是疑惑与嫉妒，唯有一道远远投来的目光中带着一抹黯然。那是柳如雪，柳师姐，陆师兄与她怎会如此亲近？陆清禅的美眸中带着几分不解，继而仔细打量了一会儿柳如雪的脸蛋、身材后，他有些无力地垂下了头。虽然在外门角色榜上，陆清禅也是高居第5的存在，但与第2的柳如雪相比，还是略微欠缺了些。别的不说，那种冰山般的气质就不是谁都能有的。刚才正在看台上看着比赛的陆清禅猛然发现陆晨的身影，惊喜之下正想上去打招呼，但陆晨身旁的柳如雪却劝退了他。如此角色且实力强大的柳如雪在他身边，自己上去岂不是自取其辱？向来对自己容貌颇为自信的陆清禅再度受到了打击。难怪上次陆师兄一副不愿与我过多接触的样子，莫非是怕柳师姐生气？陆清禅暗暗猜想起来。这么一想，他觉得若是换做自己，恐怕也会这么做的。毕竟一边乃是炼气大圆满，马上进入内门，且在角色榜上排名第2的柳如雪，一边是才炼气7层，在角色榜上也只排名第5的自己。换做傻子都知道该怎么选。陆清禅的头越埋越低，泪水盈满眼眶，差点滴落下来。这还是他第1次心动，为什么就给他安排如此强大的对手？就在陆清禅心神不宁之际，甲40号陆清禅对战徐伟，裁判的声音从甲号擂台蔓延至一旁的看台上。啊，到我了！陆清禅吓了一跳，这才发现确实是到自己了。刚才胡思乱想之下，竟是差点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弟子陆清禅道。应了一声，陆清禅匆匆忙忙递上了擂台。咦，是陆师姐。不远处，眼尖的徐莹莹也发现了刚登上擂台的陆清禅。之前二人有过些许交集，他们在这里四处闲逛，本就是想要寻找有趣的或者熟悉同门的比赛来看。见到陆清禅登台，徐莹莹连忙拽了拽身旁的许源，走，师姐，咱们过去看看。一旁陆晨见状也纷纷跟了上来。此刻的柳如雪和陆晨无疑是人群焦点，二人一过来，顿时再度引起一片喧哗。擂台上正深呼吸想要平复心情的陆清禅见此一幕，心儿跳得更快了。陆师弟是来看我的吗？还有柳师姐也在。我要是打不过怎么办？那岂不是更丢人了？陆清禅欲哭无泪。他的对手乃是一名同样炼气7层的同门，实力与他不相上下，真打起来鹿死谁手尚未可知。而现在尚未开战，他便率先方寸大乱，已是落了下风。一旁与陆清禅对战的徐伟见他那张不施粉黛的俏脸，脸色变幻不停，嘴里还不时的小声碎碎念着些什么，顿时哈哈一笑道：陆师妹莫非是怕了？哈哈，不必担心，面对陆师妹这等角色，师兄我可舍不得辣手摧花，即便陆师妹不敌，我也会手下留情的。一边说着，徐伟自认很有风度的施然行了一礼偶。台下众人见状，顿时响起一片此起彼伏的声音。对面陆清禅的脸色更是瞬间转冷，他本就心情不好，这徐伟竟还敢言语轻慢于他，此等小人与陆师弟相比，一根指头也比不上。下意识地，陆清禅又在心中将此人与陆晨比起来，随即他猛然醒悟过来，拿这些人与陆师弟相比，实在是侮辱了陆师弟。陆师姐，揍他！台下向来性子活泼的徐莹莹朝陆清禅使劲挥手，大声道：陆师姐加油！陆晨同样鼓励了陆清禅一句。闻言，陆清禅娇躯一震，是陆师弟，陆师弟，他在为我加油。刹那间，刚才的所有胡思乱想竟皆被抛之脑外。这一刻，陆清禅火力全开，